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第一卷经查风云，大凤京兆府监牢。许七安悠悠醒来，嗅到了空气中潮湿的腐臭味，令人轻微的不适，胃酸翻涌。这扑面而来的臭味是怎么回事？家里的二哈又跑床上拉屎来了，根据熏人程度，怕不是在我头顶拉的。许七安家里养了一条狗，品种哈士奇，俗称二哈。北漂了10年，孤孤单单的，这人啊，寂寞久了，难免会想养条狗里慰藉和消遣，不是肉体上。睁开眼看了下周遭，许七安猛了一下，10块垒砌的墙壁，3个碗口大的方块窗，他躺在冰凉的破烂草席上，阳光透过方块窗照射在他胸口，光束中沉迷浮动。我在哪？许七安在怀疑人生般的迷茫中沉思片刻，然后他真的怀疑人生了。我穿越了，狂潮般的记忆汹涌而来，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强势插入大脑并快速流动。许七安，字宁彦，大凤王朝京赵府下辖长乐县衙的一名捕快，月俸2两银子1石米。父亲是老卒，死于19年前的山海战役，随后母亲也因病去世。想到这里，许七安稍稍有些欣慰。众所周知，父母双亡的人都不简单，没想到重活了，还是逃不掉当警察的宿命。许七安有些牙疼，他前世是警校毕业，成功进入体制，捧起了金饭碗。可是许七安虽然走了父母替他选择的道路，他的心却不在人民公仆这个职业上。他喜欢无拘无束，喜欢自由，喜欢纸醉金迷，喜欢季羡林在日记本里的一句话，于是悍然辞职，下海经商。可我为什么会在监狱里？他努力消化着记忆，很快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许七安自幼被二叔养大，因为常年习武，每年要吃掉100多两银子，因此被婶婶不喜。18岁修炼到炼金巅峰后，便停滞不前，迫于婶婶的压力，他搬离许宅独自居住。通过叔叔的关系，在衙门里混了个捕快的差事，原本日子过得不错。谁想到3天前，那位在御刀卫当差的7品绿袍二叔护送一批税银到户部，途中出了意外，税银丢失，整整15万两白银。朝野震动，圣上勃然大怒，亲自下令许平之于5日后斩首，3族亲属连坐，男丁发配边疆，女眷送入教坊司。作为许平之的亲侄儿，他被解除了捕快职务，打入京兆府大牢2天。再有2天时间，他就要被流放到凄苦荒凉的边陲之地，在牢狱中度过下半辈子。开局就是地狱模式啊！许七安脊背发凉，心跟着凉了半截。这个世界处在封建王朝统治的状态，没有人权的边陲是什么地方？荒凉，气候恶劣，大部分被发配边境的犯人都活不过10年，而更多的人还没到边陲，就因为各种意外、疾病死于途中。想到这里，许七安头皮一炸，寒意森森。系统沉默了片刻，寂静的监牢里响起许七安的试探声，系统不搭理他。系统爸爸，你出来啊！许七安声音透着急切。寂静无声，没有系统，竟然没有系统，这意味着他几乎没办法改变现状。2天后，他就要带上镣铐和枷锁，被送往边陲。以他的体魄，应该不会死于途中，但这并不是好处，在充当工具人的生涯里被压榨劳动力，最后死去，太可怕，太可怕了。许七安对穿越古代这件事的美好幻想如泡沫般破碎，有的只有焦虑和恐惧。我必须想办法自救，我不能就这样狗带。许七安在狭小的监牢里踱步打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像是掉落陷阱的野兽，苦思对策。我是炼金巅峰，身体素质强的吓人，但在这个世界属于不屈白银，越狱是不可能的。靠宗族和朋友。许家并非大族，族人分散各地，而整整15万两的税银被劫，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求情？根据大凤律法，将功补过便可免除死罪，除非找回银子。许七安的眼睛猛地亮起，像极了濒临溺毙的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是正儿八经的警校毕业，理论知识丰富，逻辑清晰，推理能力极强，又阅读过无数的案例，或许可以试着从破案这方面入手，追回银子，戴罪立功。但随后他眼里的光芒暗淡。想要破案，首先要看卷宗，明白案件的详细经过，之后才是调查破案。如今他身陷大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2天后就送去边陲了。无解。许七安一屁股坐在地上，双目失神。他昨儿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就在监狱里，想来可能是酒精中毒死掉了才穿越吧。老天爷赏赐了穿越的机会，不是让他重活，是觉得他死得太轻松了。在古代，发配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上辈子虽然被社会毒打，好歹活在一个太平盛世，你说重生多好啊。二话不说，偷了父母的积蓄就去买房子，然后配合老妈把爱炒股的老爹的手打断，让他当不成韭菜。这时
幽暗走廊的尽头传来锁链滑动的声音，应该是门打开了。继而传来脚步声，一名狱卒领着一位神容憔悴的俊俏书生，在许七安的牢门前停下。狱卒看了书生一眼，半炷香时间，书生朝狱卒拱手作揖，目送狱卒离开后，他转过身来，正面对着许七安。书生穿着月白色的袍子，乌黑的长发束在玉簪上，模样甚是俊俏，剑眉星目，嘴唇很薄。许七安脑海里浮现此人的相关记忆：许家二郎许新年，二叔的亲儿子，许七安的堂弟，今年秋为中举。许新年平静地直视着他：押送你去边陲的士族，收了我300两，这是我们家仅剩的银子了，你安心的去，途中不会有意外的。那你呢？许七安鬼使神差地说出这句话，他记得原主和这位堂弟的关系并不好，因为婶婶讨厌他的关系，许家除了二叔，其他人并不怎么待见许七安，至少堂弟堂妹不会表现得与他太过亲近。除此之外，在原主的记忆里，这位堂弟还是个擅长口吐芬芳的嘴强王者。许新年不耐烦道：我已被革除功名，但有书院师长护着，不需要发配，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去了边陲，收敛脾气，能活1年是1年。许新年在京都赫赫有名的云路书院求学，颇受重视，又是新进举人，因此二叔出事后，他没有被下狱，但不允许离开京都，多天来一直各方奔走。许七安沉默了，他不觉得许新年会比自己更好，恐怕不只是革除功名，还得入贱籍，子子孙孙不得科举，不得翻身。且2天后，许家女眷会被送入教坊司，受到凌辱。许新年是读书人，他如何还有脸在京城活下去？或许被发配边疆才是更好的选择。许七安心里一动，往前扑了几步，双手扣住铁栅栏。你想自尽？不受控制的，心里涌起了悲伤。我明明都不认识他。许新年面无表情的拂袖道：与汝何干？顿了顿，他目光微微下移几寸，不与堂哥对视，神色转为柔和。活下去。说罢，他决然的踏步离开。等等！许七安手伸出栅栏，抓住他的衣袖。许新年顿住，沉默的看着他。你能弄到卷宗吗？税银丢失案的卷宗。许新年皱了皱眉。你要这个干嘛？我要破案。许七安沉声道。我想知道案发经过，死也死得明白，不然我不甘心。直接说破案，许新年大概会觉得他脑袋瓦特了，所以许七安换了个说法。毕竟原本的许七安就是又执拗又倔强的性格。许新年沉吟一下，道：我看过卷宗了，可以说给你听。这几天为许家奔走，案子太大，没人敢出手帮助，求告无门的无奈之下，许新年转换思路，试图从追回税银这方面破局。靠着许家原本的人脉和书院的关系，以及银子的打点，许新年买通了京兆府的吏员，为他抄录卷宗。但是他毫无刑案判断、侦查等经验，无奈放弃。许七安抬手打断：你去写下来，口述没有意义。案件的所有细节都在文字里，需要斟酌、咀嚼，分出一部分精力去听的话，大脑就无法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许七安的逻辑推理能力在前世一直都是一骑绝尘的，是同年纪里的翘楚。换成以前，许新年是不会搭理他的，念着兄弟俩此次一别，或许就是永别。他答应了兄长最后的请求，低声道：稍等片刻。疾步离开，脚步声消失在走廊。许七安背靠着栅栏坐下，心里忐忑复杂。他并没有把握翻盘，想破案是欲求，不甘心也是真的。能想到的自救方法只有这一条，总得试一试，垂死挣扎一下。现代刑侦手段中，犯罪现场调查、监控、尸检是3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税银失踪案无人死亡，古代也没监控，而他身陷牢狱，以上3个要素都没条件去接触。好在卷宗一定程度上能还原犯罪现场。一边消化着原主的记忆，一边强迫自己摒除所有负面情绪。只有冷静的大脑才能拥有清晰的思路，完成严谨的推理。是死是活，就看接下来了。他喃喃道。一炷香的时间渐渐过去，许新年匆匆返回，将几张墨迹未干的宣纸交给他。时间到了，我得走了。许新年犹豫一下，道：你自己保重。许七安没搭话，目光已经被宣纸上的字迹吸引。时间仓促，纸上的字迹是草书，若非许七安读过几年私塾，他们根本认不出这些鬼画符。读书还是有用的，原主要是个不识字的，玩街撒花。许七安自嘲道。税银失踪案的经过是这样的：3天前的卯12刻，早晨6点半，许平志押运一批税银进京，辰时1刻，行至广南街，刚过桥，忽然掀起了一阵怪风，马匹受惊，冲入街边的河里。俄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传来，河水炸起6丈高，浊浪滔天。负责押送税银的士卒跃入河中寻找白银，只找回来1215两白银，其余的白银不翼而飞。除了案发经过，
还有京兆府搜罗的路人供词，参与押送士卒的供词。在一连串的供词中，许七安注意到一句用红色朱砂笔勾勒起来的话：妖物作祟，妖物作祟。许七安瞳孔一缩，心沉入了谷底。京兆府后堂，经过连续3天的奔波忙碌后，3位税银失踪案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京兆府影成汉光，手里捧着白瓷青花茶盏，茶盖轻轻磕着杯沿，脸色凝重。这位穿飞袍、绣云雁的正四品官员轻叹道：还有2天，圣上命我等在许平志斩首前追回税银，2位大人得抓紧时间了。陈府营口中的2位分别是穿黑色制服、披玄色披风的中年男人，鼻梁高挺，眼眶微陷，瞳孔是浅浅的褐色，有一半南蛮血统。另一位穿黄裙的鹅蛋脸少女，眉目如画，肤如凝脂，顾盼生辉。她手里握着一根甘蔗，腰间挂着鹿皮小包以及一块八卦风水盘，裙摆下是一双绣云纹的小巧靴子，一荡一荡。这2位是辅助办案的。中年男人叫李玉春，出身被大奉官员忌惮万分的组织打更人。打更人这个组织从事侦查、逮捕、审问等活动，也有参与收集军情、策反敌将等工作。它不属于6部，也不属于军事系统，是皇室的情报组织，也是悬在百官头顶的铡刀。大奉的所有官员都听过一句话：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打更人。而那位黄裙少女是司天监的人，身份不低，司天监监正的弟子，胸口绣着绫罗的中年人，瞟了眼脚边铺满的黄裙少女吐的甘蔗渣，皱了皱眉，手掌一旋，气流滚动，将那些甘蔗渣聚在一处。中年人微微点头，露出了一闪而逝的愉悦，这才脸色沉重地回复陈府尹：此案云遮雾笼，甚是古怪，也许我们的方向是错的。李大人此言从何说起？陈府尹皱了皱眉，案件剖析到现在，基本锁定是妖物作祟，劫走了税银。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而今应该做的是尽快捉拿作乱的妖物，莫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陈府尹说：近年来国库空虚，各地时常有灾荒，15万两税银相当于一个普通县1年的税收，陛下的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老子他妈本来就没钱，你还给我掉链子，气死呕脸。陈府尹兢兢业业地接过这个案子，肩上的担子压得他最近吃不好睡不香。中年男人摇了摇头，没有争辩，转而道：许平志那里有什么新的收获？陈府尹摇摇头，一介武夫只会一个劲儿地囔囔着冤枉，他连税银是怎么丢的都不知道。黄裙少女淡淡道：我关过他的气，没有说谎。李玉春和陈府尹点了点头，没继续谈论此人。身为案犯，许平志首当其冲地接受调查、拷问，人际交往和财政状况等等都被摸了一遍，再配合司天监的旺气术，眼下已经排除嫌疑。当然，税银丢失，许平志渎职，死罪难逃。中年男人和陈府尹脸色严肃，心情沉重，只有压力最轻的黄裙少女没心没肺地啃着甘蔗。这时脚步声传来，一位衙役匆匆进来，右手握着一根小巧的竹筒，左手拎着一只牛油纸袋，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大肉包。衙役先将竹筒递过去，黄裙少女没接，如寒星子的明眸瞄了眼大肉包。衙役识趣地换了个顺序，黄裙少女喜滋滋地啃起大肉包，这才接过竹筒，抽出一张纸条，展开阅读。我的人说，沿途20里没有在河内观测到妖气，岸边也没有痕迹。啪！衙役的气氛终于炸了。陈府尹怒拍桌子，气得脸色铁青。15万两白银能带到哪里去？他总得上岸，总得上岸。这都3天了，连对方的踪迹都没找到。可恶！何方妖物敢劫取我大奉税银？本官定叫他形神俱灭。税银追不回来，他得背锅。皇上可不会管他委不委屈，屁股坐了这个位置就得背锅。官场就是这样，辛辛苦苦爬上来，掉下去却很容易。中年人李玉春吐出一口气，重新续上刚才的话题。会不会是我们调查的方向错了？可能不是妖无所为。陈府尹看向他，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恼火。不是妖物，那妖风怎么来？银子入河，怎么就凭空消失？怎么会炸起数丈高的水浪，将两岸震裂？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李玉春道：妖物劫走税银的原因是什么？陈府尹略一沉思：妖类做事从不问心，为所欲为，追究原因不过是自寻烦恼。黄裙少女却有不同意见：人肉不是更好吃？你们稍等，我先吃完包子。他吭哧吭哧的把2只大肉包吃完，自己的脸也变成了小笼包，努力咽下，喝一口茶，这才继续刚才的话题，可以畅所欲言人肉的事儿。妖类做事无所顾忌，银子在他们眼里未必有活生生的人诱人，哪怕想要银子，偷窃或抢劫都比直接劫走税银要稳妥。在大奉京都当街劫走税银，风险太大了。陈府尹点头，言之有理，
不排除是受人指使。李玉春眯了眯眼，那么谁会指使妖类窃取税银呢？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非得是这一批税银，非得是15万两？咱们可以这么想，幕后主使需要一笔巨款，但又不能闹出太大动静，准确说不能肆无忌惮的敛财。陈福颖心里一动，于是就盯上了税银。黄裙少女抿了抿唇色鲜艳的嘴。税银押运路径是随机的，由御刀卫的百户许平志临时决定，而妖物却能提前在河中埋伏，押运队伍中极有可能有内应。李玉春说着，看了眼陈福颖，去云路书院找儒家高人来问心。黄裙少女斜了他一眼，你是看不起我们司天监的旺气术吗？我都说了，在场押运税银低士卒都是毫不知情的。思路又卡住了，三人一阵沉默，空气一下子安静了。李玉春低头细看卷宗，陈福颖长吁短叹。黄裙少女摆弄着腰间的风水盘，想着日落前的离开京兆府，进宫找长公主蹭顿饭。皇宫厨子的手艺当世一流，相比起他们，名叫采薇的黄裙少女更多的是充当客卿身份，辅助办案。她无官无职，虽是案件负责人之一，却不需要背太大的责任。陈福颖眼神微动，试探道：眼下案件进展缓慢，而时间刻不容缓，实在令人心急如焚。李大人，不如去请教魏公。中年男人斜了他一眼，冷哼：你们文官有经查，我们打更人亦有。实话说吧，这便是魏公给我的考核。陈福颖苦笑道：这案子破不了，我屁股底下的位置恐怕也保不住了。朝野上下都在看着我们。两人沉默中对视，气氛凝重。如果是妖物作祟，那我就毫无办法了。许七安脸色发白，感受到了老天爷深深的恶意。这个世界是有妖怪的，妖族自古存在，与人类相互狩猎，相互吞噬。南疆10万大山里有一个万妖国，是妖族最大的聚居地。500年前，西方诸国在佛门的带领下向南疆万妖国宣战，前前后后打了一甲子的战争，最后荡平妖国史书上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甲子荡妖。自那以后，妖族气运受损，渐渐式微，而佛门从此一飞冲天，福道昌盛。用许七安后世知识来理解，在这场食物链顶端的争夺战中，人类获得了胜利。如果税银是妖物作为，那么他只有追回银子才能保住自己，保全许家。作为一个炼金巅峰的不屈白银，许七安觉得自己没办法翻盘了。入秋的季节，天气湿冷，许七安沁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怕了，融合了原主记忆，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越狱，更知道这个皇权高高在上的社会，人权太薄弱了，生杀予夺全在他人一念之间。以前也幻想过穿回古代超市装逼，觉得很爽，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穿越了还要遭社会毒打？不，这只是猜测，这只是京兆府衙门的猜测，我不能被他们的猜测影响，我自己来分析，还能抢救。强烈的求生欲让他迅速冷静下来，逻辑重新变得严谨清晰。妖物为什么要窃取税银？人肉不香吗？就算缺银子也没必要盯着税银。听书上说，妖族的妖女个个千娇百媚，身段玲珑，不知道有没有猫娘狗娘。啪！许七安给了自己一巴掌，重新推理。推理最重要的是做减法，把线索一条条的罗列出来进行梳理，否则就是毛线团，只会越想越乱。税银案2个最明显的线索：一、妖风；二、税银坠河后爆炸。除了五夫之外，各大修炼体系都拥有刮妖风的能力，因此线索1仅能作为有修行者参与的佐证，不能给出更详细的目标。五夫出身的二叔嫌疑就减轻了，虽说不排除他与人合谋。线索2的爆炸是一个不合理的疑点，高段位的修行者战斗引发爆炸很正常，但这起税银失踪案中不存在武力拼斗，因此爆炸的出现不合理，除非是不得不爆炸。许七安喃喃道：各大修炼体系里有什么职业是需要靠爆炸来达成目的？许七安想了片刻，没得出头绪，随后惊觉自己和京兆府犯了同样的错误。京兆府的思路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根据案件中最明显的线索，判断凶手是妖物，然后就在这条路上狂奔，一去不复返。这并没有错，问题出在这个判断过于草率。许七安虽然融合了记忆，但仍然以现代人的思维为主导，以前世的经验为主，他更喜欢在卷宗上抽丝剥茧，去咀嚼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然后再下定论。这个路我暂时想不通，那就换个思路，从其他地方突破。我先排除是妖物作乱，假设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事件，那么他必然会在案件中留下破绽。洛卡尔物质交换定律告诉我们，但凡实施犯罪，就必定会在现场留下直接或间接的痕迹。形形色色的痕迹可以分为2大类，具体记不太清楚，应该是手脚印、指纹、车马痕迹、工具器械痕迹等。破绽不在最显眼的2个线索里，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痕迹上。
根据卷宗描述，许七安在脑海里复盘着二叔押韵睡吟的过程，肾上腺素疯狂分泌，脑细胞高度活跃。如果信息素可以拟态的话，它们就像池中的锦鲤，疯狂争食，水面沸腾。一遍遍的复盘，一遍遍的推敲，卷宗上的各种信息和线索汇聚，他的大脑就像高速运行的 CPU。随着各种信息的拼凑，案件越来越清晰。不知不觉，许七安感觉自己进入了某种状态，他的灵魂轻飘飘地飞了起来，突破了肉体凡胎，突破了建筑物，来到京都上空。时光仿佛倒流，东边微西，太阳即将升起。许平志率领一群披坚执锐的甲士护送睡吟前往户部。此时是卯12刻，行至广南街，忽然一阵妖风刮来，马匹受惊，冲入河中。轰！河面爆炸，浊浪排空。这一声爆炸，仿佛也响在许七安的心里。他条件反射般的蹬腿，清醒过来，眼神里透着疲惫，却是满脸振奋和狂喜。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哈哈哈！我解开谜题了。许七安狂笑着，用力捶打栅栏。来人啊，来人啊，快来人啊！负责值守的狱卒被惊动了，拎着一条火棍，喝骂道：吵吵嚷嚷，嫌命长是吧？用力敲打栅栏，吓唬许七安。许七安后退一步，松开握住栅栏的手，免得被敲断指头。他沉声道：我要见府尹。一个阶下囚，见府尹也不撒撒泡尿照照自己。狱卒气笑了，把火棍伸入栅栏，去捅许七安。许七安又后退躲过。你还敢躲？狱卒摸起腰上的钥匙，狞笑道：老子今儿打折了你的腿。我有睡吟被劫案的重要线索，我要见府尹，耽误了案情，你负责。许七安盯着他。狱卒脸色一僵。内堂吃完肉包的少女继续啃甘蔗，时而从鹿皮小包里摸出几颗蜜饯配着吃，一边愁云惨淡，一边没心没肺。陛下责令我们5天内破案，这是因为时间拖得太久，睡吟很可能再也追不回来。陈府尹在堂内来回踱步，他坐不住了。但时间如此紧迫，我等束手无策呀。破案是需要时间的。府尹大人啪一击掌，沉声道：我亲自去求魏公，把卷宗给我。李玉春犹豫一下：我与你一同去。黄裙少女瞥了他一眼，嫣然道：这还行，有咱们大奉的这位大国手出马，你俩就不用被陛下问责。但是在魏公心里减分，可比被陛下问责要严重多了。他笑起来，露出2颗银白的小虎牙。中年男人脸一沉，一名穿皂衣的衙门低头，疾步进来，躬身道：府尹大人，狱卒禀报，许平志侄儿许七安刚刚说有关于睡吟被劫案的重要线索，想面见大人。3人目光同时一凝。许七安，没记错的话，这只是个与案情无关的边缘人物，经过最初的审问、拷打之后，便被认定是与案情无关的闲杂人等。陈府尹沉吟一下，道：把人提过来。额请穿着囚服，身上有道道干涸血痕的许七安被衙役带上来，行走间手铐脚镣哗啦啦作响。方甫踏入内堂，就感觉3道锐利的目光投向自己。穿飞袍的应该是府尹秀云燕，是4品大员，胸口绣银罗的这位大叔，打更人组织的。我去，这姑娘好颜值，太漂亮了吧？嫁人了吗？再扫了眼胸脯，许七安冷静了许多，迅速低头，表现出很谦卑的姿态。陈府尹高坐大椅，面无表情，审问犯人的腔调颇具威严。许七安，3日前下狱的时候，你可没说自己有重要线索，你可知隐瞒不报的后果？官场老油条，哪怕心里急得要死，开口绝不问线索，而是心理施压。能来到这里，说明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许七安还算冷静。大人，就在方才，许家2郎来找我了，我问他要了卷宗。首先要诚实，在场3人都知道许新年并不是他有多出名，而是身为许平志的长子，3位主办自然会有调查。这和你说的线索有何关联？陈府尹问道。草民便是从卷宗里推理出了案件的真相。等等，陈府尹打断他，身子微微前倾。从卷宗里？这和他想的不一样。我已经破案了。许七安点点头，表示就是如此。陈府尹压住喊人把这小子送回大牢的念头，脸色严肃。你说说看，不过本官提醒你，信口雌黄的话，200个板子可以打得你骨肉分离。睡吟被劫案其实不是妖物所为，而是人为。一句话惊了3个人。陈府尹猛一拍桌，怒喝道：胡说八道！来人，拖下去，杖责200。妖物劫走睡吟，几乎是盖棺论定的事情，是3位主办的共识。如果之前期待许七安能给出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则是彻底失望，无非是毛头小子狗急跳墙的狂悖之言。中年男人眼睛微微一亮，挥退了冲进来的衙役。陈大人稍安勿躁。他目光一转，盯着许七安，灼灼的带着审视和期待。你说说看。
这位陈福尹脾气有些暴躁，许七安知道该自己表现的时候了。根据城门守卫的口供，我二叔是在卯时2刻进的城，辰时1刻押送税银的队伍抵达广南街。这时怪风忽起，马匹受惊冲入河中。他尽量让语气变得不卑不亢，显得自己更镇定，从而增加说服力。陈辅英点点头，这便是我们断定此乃妖物潜藏于河中，伺机抢走税银的理由。不，许七安大声反驳，妖风只是障眼法，河中爆炸也是障眼法，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忽略一个破绽，一个致命的破绽。陈福尹急迫追问，什么破绽？中年男人摆出了倾听姿态。黄裙少女咬着蜜饯没嚼，那双灵气四溢的眸子饶有兴趣地盯着许七安。卷宗他们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对案发经过了如指掌，却不曾察觉出有什么破绽。我二叔押送税银15万两，敢问几位大人，15万两白银重几斤？中年男人一脸僵硬，黄裙少女则歪了歪脑袋，半天没正回来。陈福尹不悦道，有话就说，别卖关子。许七安原本是想给出提示，让几位大人自己勘破这个巨大的破绽，但似乎弄巧成拙了。速算能力有点 low 啊，你们这群古代人。许七安当即道，是9375斤，按照这个世界的质量换算公式，一斤16两，15万两白银是9375斤。中年男人皱了皱眉，他隐约间把握到了什么。黄裙少女蹙眉，这能说明什么？他嗓音如银铃般清脆，说明你不太聪明的样子。许七安道，从城门口到广南街路程多少？中年男人回道，30里。途中经过几个闹市？4个。驽马脚程如何？驽马。中年男人忽然双眼圆瞪，猛地站起身，他用力瞪大双眼，露出了一种竟然是这样，原来是这样的恍然表情。3天的追踪搜捕妖物踪迹一无所获，这位经验丰富的打更人已经意识到可能走错方向，但头脑里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所以之前被否定后便没放在心上。陈福尹头皮有点麻，因为他仍旧没有听出有什么问题，显得他这个福尹特别没有智慧。陈福尹看了眼黄裙少女，心里平衡了不少。黄裙少女郁闷道，哪里有问题？中年男人有些振奋，时间上不对。广南街距离南城门足有30里，以驽马的脚力，沿途要经过4个闹市，卯时2刻进城，不可能在辰时1刻抵达广南街。他这是受了先入为主的影响，认为这是妖物作祟劫走税银，经过许七安的抽丝剥茧，立刻咀嚼出了问题。可是税银确实是在辰时运送到广南街，当时目睹匹马冲入河中的百姓有不少，不可能是假的。黄裙少女脆声声道。陈福尹满意的点头附和，这是何解？这中年男人愣住了，下意识地看向许七安，因为押送的根本不是银子。许七安掷地有声，荒谬。陈福尹反驳道，且不说你二叔和押运的士卒有没有眼睛，卷宗中有录入当时在场百姓的供述，马匹冲入河水，白花花的银子滚入水中。他抖了抖手里的卷宗，这也有假？眼见不一定为实，草民愿意亲自为大人解惑。他目光落在桌案上，借纸笔一用。陈福尹挥了挥手，示意自便。许七安拖着镣铐来到桌边，倒水研磨，铺开宣纸，歪歪捏捏地写了起来。大人，请按照草民的要求准备纸上之物。写完，他把宣纸递给陈福尹。陈福尹接过宣纸扫了一眼，一头雾水。我看看。黄裙少女过来凑热闹，伸出雪白柔仪接过宣纸，然后一头雾水。中年男人李玉春扫了一眼纸张，做出面无表情的样子，不露痕迹地把宣纸折起的一角压平，然后递给陈福尹。1刻钟后，2名衙役把东西带了进来，摆在堂内。3位大人扫了眼器具，然后转头看向许七安。陈福尹沉声道，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务必给本官满意的答复。他态度有所转变。1刻钟的时间里，这位正四品的官员绞尽脑汁想了许久，不得不承认许七安的推断很有道理，但依旧有许多疑团未曾解开，比如税银坠入河中亦是事实，其中有什么玄机他参悟不透。若是草民祝大人破了此案，可否上书圣人，免去我许家的罪责？大凤很注重父子传承，子代父过，亦可替父戴罪立功。自然。陈福尹颔首。许七安点点头，在器具面前蹲下，身前的道具分别是蜡烛、盐、瓷杯、铁丝。他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高中化学知识，提取金属钠。搁在古代，这东西根本不可能提取出来。2个难点：电、氯化钠的熔点。但在这个世界，许七安就知道有一个职业可以做到这一点。司天监术士第6品，炼金术师。炼金术师在大凤属于家喻户晓的职业，他们的各种发明创造早已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里。许七安并不确定爆炸的税银一定就是金属钠，这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开一个思路来解释税银爆炸的现象。
在断案过程中，大胆的假设、严谨的推理是前期的必备工作，最后才是去验证、去搜集证据。前世曾经遭遇过一起令他记忆犹新的谋杀案，刑警们通宵达旦，根据线索打开脑洞，做了好几个案件过程的推测，以此为基础去搜集证据，然后又悉数推翻，重新推理。睡银也有可能不是金属钠，总之炼金术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够了。为几位大人找回正确的方向，这才是他要做的。方向对了，就可以顺藤摸瓜的去排查，不难找出幕后黑手。若是还在妖物作乱这个思维里挣扎，案子永远都破不了。哪怕将来案子破了，他也已经朝廷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他用水融化粗盐，搅拌之后，将生宣附在杯口，将盐水徐徐倒入过滤之后，再将瓷杯架在蜡烛上炙烤，用竹签不停搅拌。不多时，杯里的盐水蒸干，里面析出的晶体就是氯化钠，本质就是把盐进一步提纯。陈福隐、中年男人、颜值超高的黄裙少女三人站在边上围观，专心致志地看着。许七安抬起头，朝黄裙少女咧嘴一笑：“大人是司天监的弟子吧？”他注意到腰间那个风水盘了，这玩意除了司天监的弟子，没人会用。黄裙少女嗯了一声，笑嘻嘻道：“家师便是司天监监正。”精致明媚的鹅蛋脸，宛如剥壳的鸡蛋，白皙无瑕。监正的弟子，凶什么的就无所谓了。许七安语气温柔：“麻烦姐姐为我融化这些结晶。氯化钠的熔点大概是800摄氏度。”黄裙少女瘪了瘪小嘴：“控火是炼金术师才有的能力，我只是个风水师。不过我师父送了我件法器。”他话锋一转，摘下腰间的风水盘，青葱玉指再拨弄几下，气机输入，火字亮起。退后！许七安立刻后退，下一刻，明亮到刺目的火舌喷吐，淹没瓷杯。停！许七安马上喊停，接着迅速把2根铁丝插入瓷杯，问道：“通电？不是雷法，注意控制电压。这个步骤很难，或许会失败很多次。”他转动风水盘，青葱玉指点亮雷字，虚空中闪过几道电弧，出在铁丝上。滋滋，融化的氯化钠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停！许七安屏住呼吸，凑到杯口去看，一坨银亮色的金属块成型，边缘是尚未转化的部分晶体和杂质，竟然一次性就成功了，电压刚刚好。许七安惊喜，电解法制取金属钠，电压大概在6、15伏，他做好了反复失败的心理准备。没想到欧皇附体，一次就成了。陈福隐和中年人迫不及待地凑过头来看，杯子里是一坨银色的金属块，乍一看去，竟与白银颇为相似。陈福隐瞳孔一缩，内心极为震撼。李玉春用力握紧了拳头，愣愣地看着银色金属块，脑海里仿佛有闪电劈过，劈开了所有迷雾。几位大人请看。许七安把金属钠倒出来，用宣纸包住，在手里掂了掂。这东西比银子轻很多很多，但外观却极其相似。如果有人用这个东西冒充银子，是否可以以假乱真呢？几位大人也可以掂量掂量。他把金属钠交给陈福隐，此时金属钠色则逐渐转为暗淡，与银子几乎是一模一样了。中年人接过，掂了掂，他双眼闪闪发亮，连声道：“果然轻了很多。倘若运送的是这东西，那便合情合理了。采薇姑娘，你试试。”黄裙少女接过，掂量掂量，然后眼神古怪地盯着许七安：“你是炼金术师？”“不，我不是，我只是化学的搬运工读书人，思路到底比较活跃。”陈福隐惊喜过后，忽然摇了摇头，沉声道：“不对，就算银子被替换成了这样，那爆炸怎么回事？若非河里藏着妖物，假银子入水怎么会爆炸？”许七安没有回答，伸手拿了金属钠，走到书桌边，丢进了洗笔缸里。炽烈的火光亮起，浓烟滚滚。轰！金属钠在水里剧烈反应，洗笔缸崩裂出细密的裂缝。这陈福隐惊呆了。这假银子遇到水会爆炸，这便能解释为何银子落水后会发生那般激烈的爆炸。许七安解释道。中年男人喃喃道：“从一开始我们就被误导了，幕后主使通过爆炸和妖风，让我们以为是妖物作祟，将查案的重点放在了追踪和搜捕。难怪青天监的望气术也观测不到妖物。”许七安补充道：“睡银落水后，士卒只寻回1000多两白银，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银子都是铺在最上层掩人耳目的。严丝合缝，所有异常都对上了。”许七安，中年男人眼神充满了赞许：“好，你很好。”眉头忽然一皱，在许七安歪斜的领口凝固。李玉春接着拍肩膀的动作，帮他领口拉扯整齐。许七安受宠若惊，这位大人竟如此赏识自己。陈福隐皱眉道：“既然银子是假的，那真银子何去了？”黄裙少女闻言，亦露出凝重之色。税银出库入京，层层转手，要问罪的话，大批的官员得入狱，追回银子的难度不次于大海捞针。
而且此事已经超出我们的职权范围，得禀告陛下。陈福营点点头，他就是这个意思。中年男人有不同看法，声音低沉。税银一路押送入京，层层转手，若是假的，早就该被发现了。唯一的可能是最近才调包的。陈福营眼睛一亮，这极大的缩小的调查范围。来人，备轿，快备轿，本官要出行。陈福营急切地奔出内堂，中年男人紧随其后。许七安忙喊道：福尹大人，可不要忘了对草民的承诺。喂！名叫采薇的黄裙少女扑闪着美眸，为什么盐能变成银子？她说完犹豫一下，抽出一根甘蔗递给许七安。喏，这个给你吃。这是在收买我吗？两位大人已经没了踪影。许七安收回目光，想了想，回答道：草民曾在古籍中见过将盐变成银子的炼金秘籍。黄裙少女瞪大眼睛，哪本古籍在哪里？著作者是谁？他的名字叫高中化学，至于著作者，人民教育出版社。许七安道：古籍早已毁掉，不过在下还记得其中内容。黄裙少女呼吸一下急促，快告诉我。许七安叹口气，草民危在旦夕，实在没有心情为人师。黄裙少女给了他一个白眼，没好气道：你这人倒是滑头，我们司天监不干涉朝政，怎么处置你还得陛下说了算，与我待价而沽，毫无意义。你们把我收了不就行了？以监正大人在朝中的地位，要一个连坐人犯想来是没问题的。许七安说，他得为自己加一个保险，万一找不回税银呢？黄裙少女明眸流转，上下审视，你明明是个武夫，为何要当术士？修行要趁早，大部分修行者都是自幼打下的基础，现在武夫转术士，为时晚矣。抱不抱大腿的无所谓，主要是仰慕监正大人的风采。许七安语气虔诚，表情认真。那你先把炼金古籍内容告诉我。他斟酌道，少女的眼睛是澄澈明亮的，大大的信念，乌黑的瞳仁，黑白分明。许七安前世只在孩子身上见过这种干净漂亮的眸子，内容有些艰涩深奥，只是口述，恐怕你无法理解，须得深入浅出的授业，方能根深蒂固。许七安钓鱼。楚采薇翻了个白眼，不服气。放眼九州天下，论炼金术，我司天监术士当为魁首。侵害李皮鹏炭弹，养福乃纳美女归零。许七安倒背如流。他在说什么东西？少女猛了半天，柳眉倒竖。你耍我？我们司天监收弟子，只收童子。他把许七安手里的甘蔗抢了回来，脚步轻盈地走了，裙裾飞扬。我也是童子啊！许七安张了张嘴，随后明白过来，司天监收弟子是从娃娃抓起。得，这条路没得走。一晃2天过去，许七安在牢房里担惊受怕地度过了2天。他害怕税银没能及时追回来，如果是在他流放之后，便是追回来也改变不了结局。然后万一陈福尹是个黑了心的蛆，独吞功劳，依旧是死局。可是没办法，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一个阶下囚又能如何？许七安又一次感受到了封建社会的可怕。听天由命吧。许七安哀叹一声，哐！走廊尽头的铁门打开，一名狱卒握着火棍进来，掏出钥匙开门。许七安，你可以走了。许七安狂喜，用力握紧拳头。税银找回来了，随我去签字画押，你就可以离开了。狱卒审视着他，你小子命真大。那我二叔呢？许七安急切追问。别废话，跟来就是。狱卒脾气很暴躁，火棍一敲许七安翘臀，赶着他离开牢房。在衙门一位吏员安排下，他签字画押，随后从狱卒那里得到了自己被打入大牢时拔掉的衣服。一位衙役领着他离开京兆府衙门，从后门出去。这时候东边微西，街道清冷。哐！许平志被铁门打开的声音惊醒，他睁开眼，眼球布满血丝。蓬头垢面的许平志面容与许七安有些相似，反倒是亲生儿子的许新年五官过于俊俏，与他俩迥异。隔着一条走廊的对面牢房内，昏睡中的李如浑身一震，随之惊醒。他面容憔悴，脸上露出极度惊恐的表情。夫妻俩隔着一道走廊相望，李如凄然道：老爷，我便是死也不会进教坊司。她今年35岁，保养得当，是风韵极佳的美妇，即使在牢里担惊受怕了5天，形容憔悴，依旧难掩那眉眼间的风情。教坊司是什么地方？是女人的炼狱。伤痕累累的许平志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忽的热泪纵横。夫人，是我对不住你，我们夫妻俩共赴黄泉，下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补偿你。只是可怜了孩子，还有我那侄儿。5天已过，迎接他的是开刀问斩，迎接家中女眷的是教坊司。除了李如外，许家还有2个闺女，一个年方28的长女，一个5岁的幼女。她们蜷缩在牢房角落里，此时也被惊醒了。5岁的幼女揉着眼睛，呢喃着娘亲，她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16岁的少女坐起身，散乱的秀发衬着一张白皙的瓜子脸，小嘴薄而红润，眼睛大而有神。她的鼻子不像一般的女人那样小巧，而是挺拔，于是就显得五官特别有立体感，特别精致漂亮，有种竞雕般的美感。她下意识地往母亲身边靠，浓密的睫毛因为害怕轻轻颤抖。几名狱卒腰挎朴刀，大步昂扬地进来。李如眼里闪绝望和决然。许平志双手握紧栅栏，骨节苍白，钢牙紧咬，丢失税银，渎职。他自认该死，但连累家中妻女，死不瞑目。尤其幼女年仅5岁，便要送去教坊饲养着，人生一片黑暗。为人父母，如何能甘心？许平志，随我等出来，签字画押后就可以离开了。狱卒打开牢门，没有给他们上镣铐，站在廊道，刀尾敲了敲栅栏，示意他们自己出来。许平志一声爱国忠君，满门忠烈。哎，你说什么？许二叔怀疑自己听错了，几个意思啊？可以离开。你刚才说可以离开。许平志一时间难以置信，怎么回事？你们不是带我出去斩首吗？不知道。狱卒没好气道，这是上头的命令，想知道自己出去问。李如茫然忐忑，牵着2个女儿，一家人沉默地跟在狱卒身后，朝廊道尽头走去。老爷，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岂会如此儿戏？许平志身上带伤，走路一撅一拐，他也一头雾水，有大难不死的喜悦，也有搞不清楚状况的茫然。李如心里一动，是新年，定是新年这几日在外奔走，帮我们打点关系，才让朝廷网开一面。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激动道：老爷莫要忘了，新年的老师是元景18年的刑部侍郎。元景18年都20多年前了。许平志觉得不对，又想不出除此外官场没大靠山的自己还能指望谁。或许吧，我就说咱们家新年是人中之龙，当年我让他习武，你不答应，非要让许七安那小兔崽子练武。娘，兔兔好可爱，我想吃兔兔。幼女扬起小脸蛋，啃着自己的小指头，眼里写着馋字。成天就知道吃，脾气躁的李如下意识骂了一句，看着小脸脏兮兮的幼女，脸色随即柔和，乖，马上就有兔兔吃了。许平志懒得跟他解释，你儿子没有习武天赋这件事，反正不管说多少遍，结发妻子都会自动忽略。当妈的眼里，儿子永远是最优秀的。到了签字画押之处，许平志从府衙吏员手中接过笔，手指微微颤抖，签完名字，按了手印。许平志感觉自己得到了某种升华，就像深埋地底的种子钻出幼苗，见到了阳光。世界忽然变得如此美好，明明一个铜板都没有多出来。妻女则不需要署名，仅是按了手印。许平志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拱手道：这位大人，不知为何免了我等罪过。李如立刻看向丽媛，案子破了，税银已经追回。丽媛回答：税银追回了。哈哈，好，该死的妖孽，竟敢劫我大凤税银。许二叔颇为振奋，笑完又觉得依照大凤律法，税银固然追回，可他渎职也是真的，追回税银又不是他的功劳，朝廷怎么会免他死罪？即使从宽发落，也是流放边陲。许大人，这是你的官袍，收好了。丽媛将之前拔下来的7品武官绿袍奉上，竟然还官复原职。许平志意识到不对劲了，边接过官袍边沉声道：这位大人，可否为本官解惑？官袍在手，这声本官说出口都有了几分底气。按道理，就算免了死罪，也不该是官复原职。大凤律法规定，家中长辈有触发律法者，子嗣可为父戴罪立功。丽媛说道：真的是娘儿，老爷，娘儿助朝廷追回了税银。李如喜极而泣。娘儿，许平志眼眶湿润，我的好儿子啊！丽媛看了激动的夫妻俩一眼，是你侄儿许七安，他祝福尹大人破了税银案，人刚走。宁燕，许平志愣住了，李如眼泪还挂在脸上，欢喜的表情凝固。2日前，许七安在牢内嚷嚷着要见府尹，说有重要线索汇报，随后府尹大人就破案了。按照大凤律法，戴罪立功，你们自然无事。丽媛说：是这样吗？许平志结结巴巴，许七安还是小猫那么大的时候，他就抱回家抚养了，侄儿是什么样的人，他会不清楚。许平志怀疑丽媛在说谎，但他没有证据。是那个兔崽子侄儿。李如花容失色，不是儿子疏通关系救了一家子吗？怎么会是倒霉侄儿？他不是身在大牢吗？怀着重重困惑，许平志领着妻女出了府衙后门，看见了正在梳理鸡窝发型、焦虑等在门口的许七安。见到侄儿的刹那，埋藏在心里的疑惑反而不重要了。武夫出身的汉子心里涌起暖流，眼眶发红，大步上前，本想给侄儿一个拥抱，又觉得矫情，放不开面子，用力一拍他肩膀。宁燕，好样子，差点没把许七安拍得当场去世。二叔，你是练气巅峰，
咱们差了一个品级呢。许七安自然而然地说出了这番话，竟一点都不生疏。他惊讶于这份融洽，同时掠过许二叔的肩膀，看向身后的3个女人。嘿，婶婶你也有今天这般狼狈模样。这个念头不受控制的浮现，幸灾乐祸的情绪没有维持多久，被妹妹的颜值吸引了。少女穿着宽松的囚服，散乱的鬓发垂在古典精致的瓜子脸边，高挺的琼鼻，乍一看去有几分混血美人的立体感。偏这个年纪是最清丽清纯的岁月，杂糅出让人挪不开视线的魅力。卧槽，我竟然有这么个清丽脱俗的妹妹！许七安震惊了。原主的记忆里，关于妹妹的模样甚是模糊，大概是不怎么关注，而且因为婶婶的原因，有点恨屋及乌的意思，对堂弟堂妹不怎么友善。察觉到兄长火辣辣的目光，许灵月怯生生喊了一句大哥，有点小羞怯的低下头。大哥，冷不丁的听见嗷一声，许灵英5岁，就那么小一只，颠颠的跑过来，在许七安面前一个急刹，仰着脑袋巴巴的看他。许七安摆摆手，没糖给你，我自己也才从牢里出来。值得一提，原主不喜欢堂弟堂妹，可对这个幺妹还算不错，因为幺妹的模样终于不是遗传她娘的了。牢房是什么？就是你这几天睡觉的地方。那另一个哥哥呢？他带糖了吗？他没来。哦，小不点失望的表情。他嘴里的另一个哥哥是一母同胞的许新年，不过他还不知道堂哥和亲哥的区别。这个幺妹不太聪明，是个蠢蠢的小孩子，这一点肯定是遗传了他娘，原主是这么认为的。最后他看向了婶婶李如，这位向来在许七安面前耀武扬威的女人，大概一辈子都没想到有一天需要低声下气的向倒霉侄道谢。美妇人僵硬的撇过头，不情不愿道：多谢您验了。适时的，许七安脑海里浮现一段模糊的记忆。当初被婶婶赶到许宅相邻的小院时，许七安怒发冲冠，指天为誓，我许七安将来必定出人头地，你可别后悔。现在想来感觉好尴尬，这不是婶婶版的莫欺少年穷。许七安现在从第三者的客观角度看待原主和婶婶的关系，其实也不全怪这个美妇人。许七安练武每年吃掉100多两银子，而这相当于普通人家20-30年的积蓄，还得是殷实的家庭。婶婶心有怨气，自然就不奇怪了。于是许七安态度诚恳道：婶婶别急着道谢，等回家吃了饭再说一次。李如当即睁大了他的卡姿兰大眼睛，怒视倒霉侄儿。许平志头皮发麻，沉声道：先回家。许新年拎着酒壶，步履踉跄地回到许府，生活了19年的家，而今大门贴着封条，人去楼空，甚是凄凉。许新年一脚踹开大门，迈过门槛，摇摇晃晃往里走了几步后，又折回来把门关上。悬梁自尽不是啥光彩的事，更不是他这种读书人该有的体面，所以不能招来官府的注意。要脸！他从外院走到内院，就像走过了漫长的一生。3岁识字，5岁背诗，10岁已经熟读圣人经典，14岁进入云麓书院求学，18岁的举人。说一句天赋异禀不过分。他的聪慧，他的博闻强志，塑造了他骄傲的性格。他在家人面前一直都是骄傲的，是有出息的，是风光的，是将来许家的顶梁柱。身为7尺男儿，情愿轰轰烈烈的死，也绝不屈辱的活。想到这里，许新年将手中的酒壶一饮而尽，用力摔碎在地上。借着一股酒意，他冲入房间，磨墨提笔，写下了人生中最巅峰的诀别诗。许新年长啸3声，拽着宣纸夺门而出，取出准备好的麻绳，悬在内院的银杏树上。他惊讶自己面临死亡，竟然一点都不怕，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畅快。忽然就有些理解那些放浪不羁的狂儒，唯有心无所惧，才能做到傲视天下。死都不怕了，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恐惧？京城繁华，誉为天下首善之城。许七安缓慢穿行在热闹的古城里，车如流水，马如龙，两侧商铺连绵，排帆布条随风猎猎鼓舞。脑海里不由浮现一句诗：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10万人家。事实上，京城比诗中的钱塘更加繁华大凤。地理志记载，元景初年，京都人口196万余，现在是元景36年，京城人口应该已经破200万。徐府大院3进3出，养了7、8个丫鬟仆人，而今仆人丫鬟早已遣退，大门紧锁，人去楼空。婶婶望了眼大门上的匾额，百感交集。不知道鸟儿怎么样了，他一定很为我们担心。这孩子入狱前说过，一定会救我们出去。边说边往里走。京城房价贵，这3进的大院少说也要5000两银子，首付3成就是1500两银子。呸！为什么我到了异世界还要想房价的事？许七安咧了咧嘴。许平志宽慰道：娘儿饱读圣贤书，沉稳可靠，此时想必还在为我们奔走吧。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糟糕！许七安脸色一变，
他是知道许新年打算自寻短见的。在二叔和婶婶眼里，许二郎心智坚定，不苟言笑，沉稳可靠，是坚韧不拔的读书人。哈哈哈，我许新年生是逍遥人，死是桀骜鬼。许新年才华横溢，奈何天道不公。天不生我许新年，大凤万古如长夜。银杏树下站在椅子上的书生忽然把自己的发冠摘下来丢弃，用力甩了甩脑袋，披头散发。他恣意狂卷，他放浪不羁，他把脑袋往绳圈里一套，于是看到了表情僵硬、目光呆滞的家人。我许新年一生放浪不羁爱自由，许新年才华横溢天道不公，天不生我许新年，大凤万古如长夜。许新年看着意外归来的家人，觉得自己还是死迟了一步。寂静的空气里，婶婶率先反应过来，凄厉尖叫一声：“年儿！”夫妻俩齐心协力把毫无求生欲的宝贝儿子抢救下来。婶婶搂着儿子哭得梨花带雨，二叔站在一旁长吁短叹。许七安望着灵魂无处安放的堂弟，心里非常理解少年人最尴尬的3种情况：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时候被父母当场撞见，评论女老师屁股大的时候被当场听见，写中2YY 小说被公之于众，每一样都能让人羞耻的满地打滚。生理性死亡没做到，社会性死亡达标了。我是受过训练的，再好笑也不会笑。许七安在旁边哭起来。许林月扭头埋怨地嗔了大哥一眼，无声地控诉他幸灾乐祸。许林英想找哥哥要糖的，见到这副场景就不敢要了。许新年不愧是读书人，才思敏捷，迅速思索出应对之策，双眼一翻腿一蹬，晕过去了。属于许七安的小院厢房里，他除去衣服，把自己泡在大浴桶里，冰凉的水沁着毛孔，浑身舒爽。炼金巅峰的体魄，耐寒性极佳。摆脱了生死危机后，他终于能沉静下来，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为什么没有关于原主死亡或昏迷前的记忆？许七安是清楚记得自己怎么挂的，很可能是酒精中毒，但原主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记忆。至于许七安自己，死亡原因是酒精中毒，之所以酒精中毒，是因为升职加薪，喝嗨了。从警局辞职后，他选择创业，第2年就遭遇了社会的毒打，痛定思痛，从基层做起，成为了勤勤恳恳的社畜。许七安仰天大笑出门去，约了几个朋友去酒吧庆祝。毕竟今后的人生已经可以预见，背得起房贷，付得起彩礼，娶妻生子，只要隔壁邻居不姓王，那便是岁月静好。啪！他一巴掌拍在水面，溅起水花，恼怒道：“好不容易拿到了中产阶级的入场券，转头就给降维打击，发配到封建社会，未免过于非球。银行卡里还存着60万的房子首付，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是人还在，钱没了吗？不是，是人没了，钱还在。算了，就当是给父母的遗产了。不知道遗产税高不高，再给我1个赛季，我肯定就能上王者。”还没看进击巨人的最后一季，国足没有夺冠，死不瞑目。哦，这个还是算了。糟糕，电脑硬盘里120G 的老婆没有删掉，被爸妈发现了，我也社会性死亡了。不知不觉的睡着了，醒来时天已擦黑，浑身泡得发白，只渡褶皱。许七安换上干净的衣服，自己在铜镜前束发。铜镜中映出一张少年郎的脸，眉毛浓黑，眼神锐利，因为常年练武，脸部轮廓刚硬。虽然远比不上前世修煞梁朝伟、自卑古天乐、帅到惊动党的颜值，但也算过得去。许七安默默点头，而且身体要比上辈子强大无数倍。好歹是武者，但也未必是好事。我宁愿穿越到正经的古代，那样大家都是战五渣，不像这里高手太多，可能还没反应过来，你头就掉了。这个世界不但有妖族，修炼体系也五花八门，除了被誉为非酋体系的武夫，还有术士、儒家、佛门、道门、巫师、蛊师。600年前，大凤立国，初代司天监监正，为各大体系划分了品级。许七安就是非酋体系的9品炼金境，二叔是8品巅峰炼气境，7品是炼神境。再往后，许七安就不知道了。反倒是司天监的术士体系，许七安知道不少，因为司天监是独属于大凤王朝的修行体系，且异常高调，其中6品炼金术师的发明与创造融入千家万户。术士体系9品医师、8品旺气师、7品风水师、6品炼金术师。往后许七安也不知道是什么。其他体系，自小生活在京城的许七安知道的很有限。这时，院门进来一位穿绿裙的姑娘，是婶婶的贴身婢女，唤作绿娥。大郎，老爷唤你过去吃饭。绿娥眼角眉梢带着喜色，但眼神里透着疲惫和憔悴。她10岁就被卖入许家，服侍婶婶。许家遭难之后，奴仆被遣散，她正愁往后的生计。没想到这才5天，许家便翻身了。听大小姐说，这一切都是大郎的功劳。18岁的娇俏小婢女，此时在许七安面前就显得有些含羞带怯了。那个，别叫我大郎。许七安别扭极了。
可是大郎就是大郎啊。绿娥纳闷道。算了，反正我也不姓武。两人并肩离开小院，进入徐府。绿娥犹豫一下，说道：刚才老爷和夫人在吵架，怎么回事？许七安问。好像夫人一定要知道税银案是怎么被调包的，是谁干的。老爷答不上来，一来二去就吵起来了。绿娥低声道：大郎知道的吧？回来的路上，许七安告诉过二叔，税银不是被劫走了，而是被人调包了。当时婶婶什么都没说，原来一直记在心里。内堂，许七安刚踏入门槛，就听见嗷嗷嗷的哭声。豆丁那么大的许灵英，两条小胳膊往身后扬，让身子前倾，昂着头朝他母亲发出刺耳的音波攻击。二叔淡定地喝着小酒，许灵月低头吃饭。许新年还没从人设坍塌的打击中缓过来，沉默吃放婶婶以手扶额，一副头疼模样。见绿娥过来，当即道：带走带走。许七安瞅了眼嚎啕大哭的幼妹，和颜悦色。怎么了？娘亲骗人，娘亲说如果能回家带我去桂月楼。小豆丁大哭，爹爹刚才说了桂月楼。桂月楼是京都顶级的酒楼，出入皆是达官显贵，不招待平民和富商。作为哥哥姐姐名字都记不住的蠢孩子，能记住桂月楼主要是曾经去吃过一次，可见这孩子不是蠢，而是天赋用错了地方。老许你可以啊，知道祸水东引了，连闺女都当成工具人了。许七安看了眼老神在喝酒的许二叔，以及脑壳疼却无可奈何的婶婶。小豆丁就是婶婶的命门，当时就一句戏言，都那个样子了。婶婶叹口气，志同都骗，婶婶言而无信。许七安本能地对他把美妇人气的胸腔起伏。大哥，大哥带我去。见许七安慈眉善目，竟为自己说话，小豆丁欣喜地跑到许七安脚边，抓着他的裤子往上爬。桂月楼人均1两银子。许七安沉声道：绿娥带走。小豆丁被带下去了。婶婶踢了丈夫一脚，隐晦地用嘴角努了努许七安。许二叔感觉有些丢脸，看了眼求知欲向来很强的儿子，可惜许新年社会性死亡了，死人无法说话，只能吃饭。饭菜味道一般，主要是没有高汤，毕竟大家才刚回家。许七安吃得如同嚼蜡，他没好气地盯着清丽的妹子。林月，你老偷看魏兄干嘛？我。小妮子一张脸瞬间涨红，在家人看来后更加窘迫，漂亮的杏眼蒙上一层水雾，在烛光里晶晶闪亮。虽然我比较喜欢姐姐，但这种打一拳能哭很久的小妹子欺负起来很蛮爽的嘛。许七安心想。许灵月鼓了鼓腮帮，破罐子破摔似的抬起头与许七安对视。我就是想知道大哥是怎么从卷宗里看破案子的。假装自己不存在的许新年无法再伪装下去，默默抬起头。他自诩聪明，也看过卷宗，反复研究却毫无头绪。而那天许七安问他要了卷宗后，立刻破案了。婶婶没有表态，但夹菜的筷子停了下来，不再咀嚼食物。世上没有完美的犯罪，除了巧合，任何人为的案件都能找出蛛丝马迹。许七安道。许新年不由得挺直了腰杆，认真倾听。首先，我通过押运税银的路程，银子的重量察觉出了税银的问题。许七安把自己的推理过程说了一遍。许新年越听眼睛越亮，就像在私塾上得到先生的解惑。他放在桌底的手紧紧握成拳头。等许七安说完，许二郎一脸不过如此的平静表情。还不错。许家二郎向来口不对心，家里人早就习惯了。16岁的漂亮妹妹低下头，藏好了眼里那一抹崇拜。许平志振奋地一拍桌子，用俚语骂了句脏话。原来是这样，我竟然没发现。许新年看了老子一眼，心说你能发现才是奇怪。许七安看了二叔一眼，想起一句话，奈何老子没文化，一句卧槽行天下。二叔是个武夫，文化水平只限于书写自己的名字，且写得歪歪扭扭，鸡爪一样。你个粗坯，连称量都不会。婶婶 diss 自己丈夫。许七安问道，他们清点银子的时候是不是带了守护？许二叔回忆了片刻，诧异道，似乎是有。你怎么知道的？还真是金属呢。许七安悠悠地看着他，供词里怎么没说？无关紧要的小事有何可说？说到这里，许二叔骂骂咧咧道，都怪姓陆的，当时递了我一壶桂花蜜。你也知道二叔我的酒量深不可测，于是贪杯喝了点，也没太在意其他。你不说我都忘记了。最怕的就是你这种猪队友，如果卷宗上有这条的话，我能更快分析出案件真相，何苦死那么多脑细胞？许七安叹口气，在二叔看来，这也许就和别人穿了什么衣服，梳了什么发型是一样的。他压根没意识到这是值得注意的疑点。如此看来，爹口中那个姓陆的十有八九是陷害爹的人。许新年一针见血地点出，都怪我糊涂，差点害了全家。许平志忽然有点伤感，宁夜啊，当年我与你爹在山海战役中抵背而战，说过要一起活下来，一起飞黄腾达。我活下来了，
你爹却战死了。那时我就想，要想活得更好，就得换个活法，不能再当炮灰了。所以我让你儿去读书，选择了让你练武，其实还是存了私心的。婶婶白眼道：是啊，心都在亲侄儿那里了，1年100多两白银啊。听婶婶的意思，二郎不是亲的咯。许七安发誓，这话绝不是他想说的，是本能超越了大脑。原主对婶婶怨念不小啊，你这小坏种，你说这种话是何居心？婶婶气得拍桌子。许二郎和许灵月低头扒饭，似乎习惯了。许二叔头皮发麻，够了，老子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还要听你们吵架，不如死了呢。众人低头吃饭。说到那个山海之役，许七安有点印象。世界广袤无边，大凤王朝雄踞中原，号天下正统。大凤以武立国，以儒治国，最盛之时，万国来朝。到目前为止，国祚延绵600载。20年前，大凤联手西域各国，与北方的草蛮子、西南方的南蛮子决战于山海关，各方投入战卒达100万之众。从开战到结束，仅用了半年时间，100万生灵湮灭，乃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史称山海之役。许七安的父亲就是死于那场战争。以我键盘侠的学识以及地摊文学总结出来的规律，任何王朝都逃不过300年定律。所谓300年定律是许七安自己命名的。作为伪历史学爱好者，他从前世5000年的历史里总结出一套规律，撇开藩王各自为政、蒙昧落后的周朝不提，没有一个朝代的国运撑过300年。两宋两汉也是经过重组后的王朝。思来想去，大凤王朝亦是延守600年，应该与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有关。小豆丁被绿娥领回来了，肚子饿了便不哭了。他个头太小，够不到饭桌，坐在绿娥的腿间，由他喂着吃。娘亲，我们为什么要住黑房子啊？每天都吃不饱。小豆丁想起了自己前些日子的遭遇，他把大牢叫成黑房子。一桌人都不说话，婶婶露出了怜惜的神色。许二叔叹道：是爹做错了事。小豆丁哦了一声，又说：我昨天饿醒了，抓了只虫子，头上有这个。他把2根短小的手指竖在脑瓜上，那是蟑螂，与老鼠并称牢房2大地头蛇。一桌人脸色都变了，既惭愧又怜惜，让一个稚童受这种苦是他们的失败。你吃了。李如嘴唇颤抖，眼眶红了。她30出头才生了这个幼女，虽说蠢了些，但疼爱有加。小豆丁许灵英脆生生道：我后来听见娘肚子咕咕的叫。气氛沉默了一下，众人心里一沉。婶婶俏脸煞白，颤声道：然后我塞娘嘴里了，娘吃的可快了。小豆丁一脸邀功的表情。婶婶身子一晃，许新年慢慢放在碗筷。我吃饱了。许灵月，我也是。许七安，饱了，酷。许二叔，婶婶呆了几秒，往桌底一扑。嗷！不久后，志同杀猪般的哭声回荡在夜空，夜空如洗，繁星点缀。大凤京城最高建筑观星楼，司天监的办公地点。黄裙少女步履轻盈地攀登而上，经过第7层时，听见单室传来一阵嘈杂的喧哗，一群穿白衣的炼金术师争吵得面红耳赤。为什么又失败了？明明是这么简单的步骤。我说过了，肯定是盐的剂量不对。不，我觉得是水，是火吧。刚才我看到万师兄把盐给燃废了。太难了，盐变银子的炼金法术太难了，我不会啊。名叫采薇的黄裙少女嘴角抽了抽，嘀咕道：这群人竟然还在炼假银子。2天前，他把盐变银子的事迹带回司天监，师兄们开始不信盐能变成银子。3岁稚童都不信，但很快税银案告破，陛下觉得假银子威力极大，颇为神异，责令青天监炼制假银。于是青天监的炼金术师们开始了爆肝的工作，没日没夜地投入到996的福报中，从2天前一直干到现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采薇，是采薇师妹，有人兴奋地喊了一声，瞬间一张张憔悴的脸转过来，一双双眼睛骤放金光。采薇师妹，这假银子到底是如何炼出来的？采薇师妹，快过来帮我看看，是不是步骤出了问题？你是唯一一个成功炼制出假银的人。把黄裙少女团团围住，楚采薇只好进入丹室，观看师兄们炼制假银的过程。又失败了。一位现场操作的白衣炼金术师哀叹：采薇师妹，是哪里出问题了？众白衣摆出虚心求教的姿态：没有问题啊，我当初也是这么炼制的。楚采薇沉吟道：此乃上古流传的炼金术，深奥晦涩，不是说学会就学会的，需深入浅出的授业，方能根深蒂固。我传授诸位师兄一句口诀，切记切记。师兄们摆出倾听姿态：青亥里皮蓬炭蛋，养肤乃纳，美女归零。
楚采薇气韵丹田，一字一句吐出了这个了不起的口诀。此诀何解呀？师兄们不明觉厉，每个字都听懂了，组合在一起就梦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楚采薇故作高深的微笑不语。奇才，奇才，写出此口诀的人，真乃炼金术的奇才。一位白衣师兄感慨道：奇才在哪里啊？师兄你别胡思乱想。楚采薇笑容不变。采薇师妹，这口诀是何人告诉你的？师妹是不是遇到了炼金术的高人，得其指点？楚采薇心说，问得好，把郭青飘飘的甩了出去。那人叫许七安，玉刀银七品绿袍许平之的侄子，你们找他便是了。一听是个武夫，白衣们不高兴了。笑话，我堂堂司天监，人才济济，炼制假银还要找外人，而且还是个武夫，传出去岂不成了笑话？根据修行体系不同，形成了几条非常有意思的鄙视链。道门看不起佛门，佛门反比之；术士看不起巫师，巫师看不起古师，古师又看不起术士。然后道佛术士巫师和古师一起看不起武夫。至于儒家，对不起，恕我直言，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不过近代儒家已经衰弱了。采薇师妹，你来指导我们吧。采薇呵了一声，下次一定。他从白衣师兄群里硬挤出去，继续射击而上。其实他也不懂，上次在府衙一气呵成的炼成假银，事后采薇私底下又尝试了一次，失败了，完全复制了之前的过程，但就是失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观星楼的楼顶不是正常的檐顶，而是一个八角形的平台，暗合八卦，因此被称为八卦台。八卦台的边缘，一个白衣老者伏在案前，手里捏着酒杯，另一手拄着脑袋，似醉非醉，望着下方的京城。黄裙少女识趣的没有打扰，师尊平日里不做正事，就喜欢坐在八卦台喝酒看风景，还不喜有人打扰，拈杯酒眯着眼，说专心看人间。采薇来了，白衣老者笑道：师父。黄裙少女绽放笑容，小跑着过来，站在八卦边缘，裙裾飞扬。皇帝老儿有什么奖赏？几百两银子，几匹绸缎。黄裙少女说：师父，假银子到底是什么东西？为师不知呀。世上还有师父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白衣老者笑呵呵道：师父不知道19年前那几个小偷去了哪里？您总说19年前的小贼可恨，可也不告诉我他们是谁，偷走了什么？白衣老者起身站在八角台边缘，唉声叹气：偷走的东西了不得呀。那您知道假银子是谁炼制的吗？司天监是术士体系的发源地，天底下的炼金术师即使不是出身司天监，也必定和司天监有渊源。睡银案背后有一个炼金术师参与其中，且炼出了这种奇物，绝非泛泛之辈。为师自然是知道的。小院正屋，许七安躺在床上，借着窗外透进来的皓月，直愣愣地盯着纵横交错的房梁。他在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惶恐茫然，又有些热血沸腾。凭我身为9年制义务教育出产的优质品，脑子里的知识全是挂，轻易就能在落后的君主制社会里脱颖而出，成为最秀的一枝花。然而皇权之上的社会往往意味着人权无法保障，今天会所嫩模，明天充军流放，这是让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会倍感忧愁的现象。想着想着，许七安便睡着了。醒来时天光大亮，他穿好玄色公差服，系好腰带，束好长发，再把坡刀挂在腰间，身姿笔挺，阳刚俊朗。不得不承认，古代的服装对颜值和气质都有加成，就是上厕所时太麻烦了。翻墙到二叔家蹭了顿早餐，叔侄俩一起出门上班。许平志官复原职，一切照旧。长乐县衙是京城的副郭县，衙门就在城里，距离许宅有6-7里的路程。许七安没有马，也没马车，只好乘着11号公交车，2刻钟就到了县衙。长乐县衙坐北朝南，门口2尊与人等高的石狮子，红棕漆的大门两侧摆着油漆剥落的大鼓。县衙的结构很值得说道，最大的当然是知县，叫做主官，他有2个副手，一个是县丞，一个是主簿。这3位是有品级的朝廷命官，搁在许七安那个年代就是有编制的。3位朝廷命官之下是典史，又称首领官，但没有品级，不入流。接着是3班6房，3班是造班、快班、壮班，负责仪仗、治安、缉捕之类，而6房对应朝廷6部。许七安就是快班里的差役，民间称为捕快。进了衙门，恰好典吏在点卯，站在堂前的李典史看见了腰挎坡刀的许七安，愣了愣，那表情仿佛青天白日见了鬼。衙役们察觉到领导神色不对，纷纷转头看来，然后也是同款的见鬼表情。许七安，你是人是鬼？有人颤声道。李典史注意到许七安头在地面的影子，心里微松，语气镇定。公堂之上说什么胡话？鬼有影子吗？众人闻言齐齐松了口气。许七安想了想，
接茬，说不得是行尸走肉。李典史大惊，众衙役心里一紧。许七安连忙抱拳，开个玩笑，见过典史大人，诸位同僚，我出狱了。李典史问道，怎么回事？许家因为税银案入狱，他们是听说了的，自然是将功赎罪，戴罪立功，圣上宽容，赦免了许家的罪责。许七安当即把事儿又复述了一遍，但把功劳推给了二叔，并取出京兆府衙门给的凭证。同时心里也有数了，虽说税银已经找到，但判决还没下来，也就是说税银失踪案还没有尘埃落定，毕竟得走流程，没那么快。因此长乐县衙的这伙衙役还不知道此事。点卯结束，几个相熟的捕快立刻凑上来道贺恭喜。宁燕，你可得请客喝酒。在这个时代，称呼有人用字不用名，自我介绍时用名不用字。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得请客。我听说临水街那家勾栏新买了一批清官人，宁燕，今晚与咱们一起去。请客喝酒倒是可以，睡女人还要我请，过分了。许七安刚想推脱说没钱，忽然脚下踩到了硬疙瘩，低头一看，竟是一粒碎银。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立刻踩住，不动声色，假装看四处的风景。等众人走前几步，许七安快速低头捡起，面不改色地收入钱囊。走过长廊，在西侧的偏厅坐了几分钟后，李典史脸色阴沉地进来了，望向王捕头。老王，县令老爷让我们去一趟内堂。王捕头脸色一苦，闷不吭声地出去了。许七安目送王捕头的背影消失，问道，怎么回事？头儿的脸色不太好看。你蹲大狱这几天，康平街出了一起命案，死的是一个颇有前世的商贾，县令老爷大发雷霆，每天都要逮着王捕头痛骂。只是死了个商贾，县令老爷没必要大发雷霆吧？许七安嗑着瓜子，自古人命皆是大案，但身为京城富郭县的县令，从五品不至于这般。哼，那商贾和给事中的某位大人沾亲带故的关系，想来是那边给了压力。那衙役说，而且今年是庚子年啊。庚子年，许七安没反应过来。经查，衙役点名。经查，大奉京官考核制度，3年一查，以4格8法为升降标准，不合格的官员降级，甚至削职为民。事关前程，这就好理解了。对方又有个给事中的远方亲戚，回头一弹劾，凉凉。长乐县羁押命案，这是可以成为政敌攻讦理由的。怎么死的？许七安漫不经心地问。下乡收租，半夜回来，正好在自家内院遇到梁上君子，给人咔嚓了。一名同僚啧啧道，有人证。许七安道，妻子听闻动静，出门查看时，人已经死在院中。不过我们在外墙发现了脚印，有没有可能是仇人伪装成窃贼行凶？许七安给自己倒了杯茶，从同僚那里拿了几粒蜜饯丢进杯里。他的语气就像当初在警局时与同事讨论命案。问过妻儿、仆人、街坊邻居也问了，死者近日没有与人结仇。巡夜的士卒问了吗？御刀尉说当晚附近没有可疑人物出没。京城有3道城墙，宫城、内城、外城。外城虽有巡夜士卒，但没有宵禁，城门12时辰彻夜不关，商贾只要提前做好报备，拿着凭书便可自由出入城门。这条制度极大提高了京城的商业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许七安点点头。这么说来，如果是窃贼的话，应该是对康平街那一块了如指掌的熟人。何以见得？众衙役一愣。贼人能在夜里出入宅子，又不被巡逻的士卒发现，说明是踩过点的，对于刀位的巡逻规律了然于胸。许七安一边分析，一边本能地往兜里摸烟，怅然地摸空了，不由想起当初在警局任职的时候，那会儿大家也是3三2两地坐在一起，抽着烟讨论案情，他也因此近墨者黑，染上烟瘾。几位同僚吃了一惊，审视着许七安，甚是有理，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茬？明艳进了一次大狱，人都变机灵了。这年头没有系统的教学课程，捕快办案全凭经验，业绩最好的就能当捕头。你们没想到，但王捕头肯定想到了。城西那边去问过了吗？许七安低调不炫耀。同僚回复，问了2天，没锁定疑犯。城西是贫民窟，尽是些偷鸡摸狗之辈，鱼龙混杂，一般出了治安问题，衙役们带上白衣，跑那边一抓一个准。丢了多少银子？许七安下意识地在脑海里展开推理，问道。一位同僚看了许七安一眼，觉得他的语气有点县令老爷的味道了，便回答道，没丢，死者刚收租回来，收上来的都是碎银，铜钱以及米粮，贼人杀人后怎么可能带着大箱的银钱逃走？不对。许七安眯了眯眼，如果我是贼人且踩过点的，那我肯定会选择隔天来偷，而不是今天。他没把这个疑惑说出来，嗑着瓜子继续听同僚侃大山。可惜了那么娇美的妇人，年纪轻轻就要守活寡，那身段
啧，勾栏里都找不到这么出色的女人，就算1两银子睡一晚，我也愿意啊。也不年轻了，只是与那姓张的差了20岁，似乎30出头。这种年纪的女人最守不住寡。听到这里，许七安感慨道：“30岁的妇人好啊，懂事，会疼人。”一番老成之言，却没有得到同僚们的认可。众人看着他，哄笑打趣。要走武道一途，不突破炼气境，就不能破身阳气散了，就难开天门。所以许七安尚未降服过女妖精。县令老爷居住的后堂，皮肤黝黑，宛如田埂老农的王捕头低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听着县令老爷的呵斥。县令老爷姓朱，富态白胖，燕州人士，元景20年的3甲进士，善钻营，不善公务，是个业务能力乏善可陈，但很懂得为官之道的读书人。优点是还算有良心，小贪不大贪，无能却也不扰民。缺点是对待下属脾气不好，容易口吐芬芳。无能，何等的无能！知道王捕头昨天依旧毫无收获，朱县令气坏了。你好歹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区区命案，这么多天都毫无头绪。王捕头额头沁出汗水，芒刺在背。经查在即，朱县令愈发暴躁了。李典史不敢插嘴，尽管他与王捕头是10几年的老交情。李典史知道的，县令老爷一直想再往上升一升，升官需要2个条件：靠山、政绩。没有政绩，只有靠山，容易被弹劾，位置不稳。有政绩有靠山，才能4平8稳的上升。政绩哪里来？经查就是重要的考核标准。1刻钟后，朱县令收回目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官场规矩，端茶送客。见状，李典史拉了拉低着头一声不吭的王捕头，2人狼狈离开。王捕头脸色难看地回到休息室，乱糟糟的室内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小心翼翼地看着王捕头。头儿，朱县令又骂你了。王捕头翻了个白眼，抓起茶盏灌了一口。他娘的，人死贼走，上哪儿去找？今天忒倒霉了，我还掉了1钱银子。那钱是你掉的呀？许七安缩了缩脖子，喝茶掩饰心虚。银子明显与你无缘。听完王捕头的抱怨后，一个小捕快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要不摸个鱼？许七安眉头跳了跳。摸鱼，底层官场里的专业术语，意思是找个替死鬼。受限于技术和设备，古代的案子大部分都是无头案，破案率极低。有时候官员捞政绩，上级施压等原因，为了交差就会找替死鬼来顶替。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本地人的吏员挑选出一批时常作奸犯科的老混子，名字写在纸上折好，官员随手一摸，摸到谁，谁就是替死鬼，所以叫做摸鱼。倒霉鬼锁定后，吏员前去锁人，带回衙门一套名为屈打成招的流水线下来，骨头再硬的人也招了。上级满意了，中间的官员得了赏识，吏员们得了奖赏，你好我好大家好。替死鬼也不冤，反正是个烂人，早点送他轮回，也是为周遭百姓谋福祉了。类似的骚操作在官场里还有很多很多。王捕头颔首，只能这样。小李，这事儿你去办，挑几个混些的，年纪大的。小李刚要点头，许七安皱眉道：等等，头儿，此案疑点颇多，并不是无从下手。许七安不认这个道理，尽管已经不当警察好多年，但那时树立的3观仍然健在。人家虽然是作奸犯科的混子，可罪不至死，就算死有余辜，也是一码归一码。这边找人顶替，那边岂不是白白便宜了真凶？王捕头沉下脸，不说话，神态不渝地看了他一眼。众人纷纷劝说：明艳，你别多事，头儿天天挨骂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再说，索性就是个经常犯事的混子。关系更好些的，则说：头儿，宁艳家里刚遭遇大难，难免对这类事有些敏感。王捕头充耳不闻，盯着许七安，不高兴了，沉着脸：你告诉我怎么查，卷宗给我。许七安直截了当。王捕头坐在主位，沉着脸，一言不发。这些天，朱县令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案情进度。王捕头给不出有价值的内容，便口吐芬芳。压力全由他这个捕头顶着了，下属们躲在他这把伞下面遮风挡雨，不但不替他分忧解难，还跟他抬杠。王捕头是有理由生气的，他认为自己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得到卷宗的许七安坐在桌边，凝神细看，周遭一圈都是同僚，沉默地交换眼神。许七安的想法很研究，哄好老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案子破了，实在不成就请老王去桃花源洞耍耍嘛。大家认识这么多年，友谊的小船还是很稳的。况且许七安阻碍摸鱼，不仅仅是3观不接受，也存了为老王分忧解难的心思。死者叫张有瑞，今年51岁，是住在康平街的狗大户，长乐县郊良田10几顷，京城有3家铺子，分别卖绸缎、胭脂、杂货。发妻早亡，续弦了一位比自己小20岁的良家。张有瑞有一个独子，亡妻留下的
此外再无子嗣。差了20岁，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这就是所谓的，只要努力赚钱，你将来的妻子还在上幼儿园。4天前，张有瑞下乡收租，寅时左右赶回家中，屋中沉睡的妻子忽然听见一声惨叫，出门查看，张有瑞已死在院内。妻子看见一道黑影翻墙而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当许七安看到仵作的验尸报告后，又察觉出了一个疑点，耐着性子继续看，翻看完死者家人和仆人的供词，他闭上眼睛，梳理着思路。王捕头冷哼一声，揶揄道：请问徐捕快，凶手是何人，在何处？别急，头儿。许七安睁开眼，我在卷宗中看到张宅外墙上留了脚印是吗？你借此推断贼人翻墙逃走，那小妇人所言不假。王捕头嗯了一声，脚印是朝外的，所以是逃离时留下的。许七安说：有什么问题？王捕头皱眉：为什么会留下脚印？因为脚底有泥。为什么会有泥？因为墙边是花圃。许七安点点头。那么卷宗上为什么没有进入院子的脚印？王捕头愣住了。沉默中，其余捕快觉得他落了面子，替他补充：许是贼人进来的时候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留下痕迹。又一人说：但杀人后急于逃脱，匆忙间留下了脚印。许七安扫了他们一眼：是有这个可能，那么墙下便是花圃，花圃里有潜入时的脚印吗？按道理说，如果贼人能在墙外纵身跃起，越过花圃不留脚印，这份轻功，那么他逃走时根本没必要一脚踏在墙上借力。众人面面相觑，回答不上来。不需要他们回答，许七安就知道答案了，不是有或没有，而是不知道。捕快们没有去查这个。宁燕，这个有什么好争的？有人不服。许七安没有回答，看向皱眉沉思的王捕头，继续道：死者是被钝器重创后脑而死，对吧？王捕头点头。当场死亡。许七安道：我有个疑问，为什么是钝器？凶手干着这种勾当，身上自然是带了武器的，刀剑杀人岂不更加干脆利索？偏厅内静了静，显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小李猜测道：或许贼人最初并不想杀人。不对，这回不是许七安反驳，而是王捕头。他站了起来，眼睛微微瞪大。钝器击中后脑，一击毙命，是起了杀心的。他坐回椅子，喃喃道：是啊，为什么是用钝器？为什么不用利器？除非凶手当时没有趁手的武器。许七安道。王捕头眼睛蓦地一亮，像是捕捉到了什么，但还没悟通透。还有最后一点，也是我比较在意的。许七安看了眼卷宗，死者家人带回县衙问审时，张杨氏因为酒醉忽然昏厥，大夫诊断后发现她怀孕了，是一父子，真是可怜，孩子没出生就没了父亲。吃瓜群众令人讨厌，你一下我一下的插嘴。张杨氏嫁给死者有小10年了吧？怎么独独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许七安等他们结束，才有开口的机会。也许孩子根本不是死者的呢。男女身体健康正常的话，不可能10年不生孩子，除非刻意避子，其中一方必定身体有问题，所以难以孕育子嗣。而以古代治疗不孕不育的技术，虽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成功率肯定很低。王捕头呼吸声一下子粗重起来了。宁燕，你说清楚，说清楚。许七安喝了口茶润喉，也许这不是入宅偷盗案，而是偷情杀人案。张杨是背着丈夫偷汉子，奸夫要么是外面的汉子，要么是死者的儿子。两人趁着死者外出收租，双方秘密幽会。谁料到死者竟然提前归来，当场捉奸，双方起了冲突，于是奸夫一怒之下抓起花瓶或者其他钝器打死了死者。张杨氏和奸夫匆忙处理了现场，并将死者拖到院中，伪装成贼人入宅偷盗。奸夫既然要幽会，所以提前踩过点，摸清了夜巡士卒的规律，这才没有被遇到位低士卒遇见。如果贼人真的是求财的话，就绝不会选在那天晚上动手，而是会等死者把收租来的银子兑换成银票，揣入兜里就能带走。张杨氏给出的说辞正好是借了收租的东风，把你们的想法往求财这个方向带。满屋子的捕快瞠目结舌，这单凭看了卷宗就能判断出凶手。宁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瞎说啊。可是不觉得很有道理吗？许七安的这番操作给他们的感觉就4个字：不明觉厉。我只是根据案件的细节大胆猜测，这未必是真相，需要去验证。许七安回应吃惊的同僚们，破案的过程就是收集线索，然后推理分析，最后去验证，收集证据。贼人瞒过了夜巡低士卒，入宅偷盗的时间不对，用钝器杀人而非利器。张杨氏怀孕，经过许七安的推敲，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汇成了附合逻辑的线索。王捕头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开了全新的大门，深吸一口气，平复激荡的情绪，细品之后
发现许七安说的话里有一点让自己疑惑不解。你为什么会觉得奸夫是死者的儿子？我怀疑他的理由有2点。许七安慢悠悠地喝口茶，在王捕头和众同僚急切的眼神里徐徐道：死者儿子张宪在供词上说，当晚他在书房看账目，没有和妻子一起睡。既然他是醒着的，又怎么会听不到院子里的动静？张扬是被惨叫声惊醒，说明动静极大，而他一个醒着的人却没有听见半点动静，合理吗？第2点，如果找不到贼人潜入时在花圃留下的痕迹，那么这个所谓的贼人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以此推测，死者儿子的嫌疑就很大。醍醐灌顶，王捕头问道：所以那墙上的脚印很有可能是故意留下来迷惑我们的？许七安猜测：是的。对了，直接去对比一下死者儿子的靴子，肯定不会留自己的脚印吧？王捕头说。许七安满脸佩服，一记彩虹屁拍过去，头儿果然英明神武，一点就通，真乃大奉神补也。许七安刚长篇大论地抛出惊人之语，树立形象，然后扭头就是350度无死角的舔，这就很舒服。王捕头黝黑老农般的脸上绽开笑容，感觉自己的形象也拔高不少。我立刻去找朱大人，你们几个准备好，随我再去一趟张宅。王捕头那张老农般的黝黑脸庞露出了激动难耐的神色，手指头点了点许七安，发出2声拖拉机般的笑声，火急火燎地奔出休息室，到后堂找县令老爷去了。许七安看着他的背影并不怎么乐观，时隔多日，取证太难了，验不了指纹，想取证几乎不可能，鞋印肯定不可能是张宪自己的。刨除这些，还有什么手段适用这个时代能帮助破案的？他搜刮肚肠的想办法。这帮无能的虚吏捞油水的时候，一个个精明的跟猴似的，石头都能榨出油水，到了办正事全是无能的狗辈。县令老爷正在内堂发火，命案本就是大案，偏死者还与给事中的徐大人沾亲带故。给事中当差的是什么人？是自诩清流的言官，逮谁咬谁的疯狗，看谁不顺眼就上书弹劾。留着山羊须面容清瘦的徐主簿陪在一旁，笑呵呵道：大人再这么逼迫下去，他们得摸鱼了。都是老油条，手底下的虚吏打什么注意？长官门儿清。论起官场上的骚操作，虚吏最多就是小学生水平，段位最高的在庙堂，其次是封疆大吏。摸鱼？朱县令哼一声，往日里也就罢了，经查在即，回头被人以屈打成招为由弹劾，本官如何自处？正说着，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王捕头进了内堂，跨过门槛后停下，态度恭敬，语气中充斥着兴奋。大人，张氏一案，小人已经有眉目了，请大人发一份牌票，小人这就拿人去。朱县令和许主簿相视一眼，前者冷笑，后者露出果然如此的笑容。见两人神色不对，王捕头催促道：大人，时不可待啊！朱县令拍了一下桌子，骂道：蠢货，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摸鱼？你是猪脑子吗？屈打成招在平日里是可以用的，但这里有个问题，犯人招供后，供词和卷宗要上交刑部，由刑部核实后给出判决。年底就经查了，京城官场气氛紧张，大家一边收拾自己的尾巴，一边又相互监视，恨不得抓住政敌的马脚。这是说翻案就翻案的时期。王捕头急忙辩解：大人误会了，小人是真的有把握抓住真凶，绝非摸鱼，请大人相信我。你什么水平，本官不知道吗？朱县令对此并不放心，瞅了老王爷：你仔细说说。王捕头心说，也到我人前显圣的时候了。大人，且听我细细道来，张氏一案中存在诸多疑点。老王把许七安的推断原原本本的复刻一遍，说给两位大人听。朱县令一开始面带冷笑，听着听着腰杆不自觉地挺直，到最后一发不言，却满脸严肃。他在思考，妙啊！许主簿一击掌，啪的响亮，显得非常亢奋。抽丝剥茧，条理清晰，竟能从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中推测出案件始末。刑部的老手也不过如此了，虽说还有待查证，但这套推理无疑给一头雾水的县衙众人指明了方向。王捕头笑道：大家过奖了。朱县令嗤笑一声，说说谁教你的？王捕头略一沉思，按下了揽功的心思，如实道快手许七安。快手不是直播平台，许七安也不是主播，快手是快班蓄力的称呼，也叫捕快。许七安，朱县令率先反应过来，是他啊。朱县令和许平志喝过几次酒，有几分交情。前些年许平志花了20两白银，替侄儿要了快手这个肥差，在大凤朝吏员的职位是可以传给儿子的，稳如老狗的金饭碗，是他就没错了。朱县令笑了。许主簿目光一闪，想到了牵连许家的税银案，立刻问：您这话怎么说？王捕头一侧耳倾听。朱县令笑了笑：税银被结案闹得满城风雨，许家首当其冲，本该被问责，
你们可知为何许家能脱罪？”王捕头当即道：“听说是御刀卫的许大人协助办案有功，圣上宽容，免了他的罪过。”这是他刚才听许七安说的。许主簿瞄了眼朱县令的神色，试探道：“此案有什么内幕不成？”税银失踪案的详情，许主簿的段位还接触不到，但朱县令是长乐县的父母官，虽说在京城这种权贵云集之地只是个弟弟，但背后没靠山是坐不稳这个位置的。朱县令嗤了一声，许平志只是个粗鄙武夫，此案他不过是个替罪羊。忽然顿住，似是不想透露过多，转而道：“真正让许家翻身的不是他，是谁？”王捕头下意识地问。许主簿心里闪过了答案，等着朱县令的后续。是许七安，是他解开了税银案的真相，此事有记在卷宗上，本官一位童年就在京兆府当差。朱县令道：“子代父过，父债子偿，他虽是个侄儿，但道理是一样的。”许主簿倒抽一口凉气。案发后，许七安应该关在府衙大牢，他是怎么做到的？朱县令沉吟道：“我本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在想明白了。”许主簿同样想到了，难以置信。仅凭卷宗，王捕头脑子都懵了。这类官场秘闻倒是偶尔能听头顶的三位官老爷说起。他难以置信的是税银被劫案，是许七安从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解救了许家。王捕头心说：“这不对啊，没道理啊！当初这小子初来乍到，性格憨实倔强，只会闷头做事，是真正的愣头青。这么个愣头青，怎么转眼间就断案如神了？”王捕头领了牌票返回休息室时，许七安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昨晚乱七八糟的事儿想了太多，3更以后才睡。旁人伸手去推许七安，王捕头立刻拦住，压低声音：“让他睡吧。”随手挑了2个人：“你们跟我去一趟张宅。”3位快手带上各自的白役，总共9个人，疾步离开长乐县衙。白役是临时工，属于徭役的一种，由老百姓组成，没有工资，不包吃不包住，但也有很良心的地方，他们不用背锅。许七安被威武的声音惊醒，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走向县衙大堂，估摸着人已经逮回来了，县令正在堂前审讯。公堂上，朱县令高居公案之后，左右是唐氏和根丁。公案之下，左右两侧立着3班衙役，中间跪着2人，一个穿绣云纹青衣的年轻人，另一位是穿紫色罗裙的美貌妇人。妇人神色惊恐不安，年轻人则相对镇定。啪！朱县令怒拍惊堂木，朗声道：“堂下何人？”妇人下意识看了眼年轻人，年轻人给了他一个镇定的眼神，挺直腰杆：“草民张宪。”妇人细声细气道：“民妇杨真真。”朱县令喝道：“你2人是如何杀死张有瑞？从实招来。”妇人吓得一颤，长长的睫毛抖动，面露惶恐。年轻人张宪大惊：“大人何出此言？草民怎么会杀害生父？”朱县令问道：“事发时你在何处？”“我在书房。”“为何不与妻子同榻？”“草民在看账目。”“可有人证？”“深更半夜，哪来的人证？”张宪的回答条理清晰，不慌不乱，要么问心无愧，要么早就打好腹稿。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许七安偏向后一个可能。他虽然没有不在场证明，但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人。推理归推理，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据，疑罪从无。县令转而看向妇人，道：“张杨氏，本官问你，你与张有瑞成亲10年，无所出，为何如今又有了身孕？老实交代，是不是你与继子苟且，谋杀亲夫？”张杨氏吓了一跳，哭道：“大人，民妇冤枉，民妇身子不好，近些年日日调理，好不容易怀上丈夫骨肉，大人怎么能凭此冤枉民妇谋杀亲夫？”嘤嘤嘤地哭了起来。这样审怎么可能审出真相？许七安遥望水灵妇人片刻，心里一动，有了个不错的主意。啪！朱县令再次怒拍惊堂木，大声喝道：“你说看到黑影杀人后翻墙离去，为何捕快今日搜查墙下花圃，没有脚印，亦没有花草践踏的痕迹？”张杨氏一愣，漂亮的杏眼咕噜噜地转了一圈。这……张宪立刻道：“大人，贼人如何潜入宅里？母亲如何知道？县衙捕快查不出来，大人也不能把罪责强加给我母子2人。神他妈母子，你别侮辱这2个词好吗？”许七安听不下去了。朱县令大怒，巧舌如簧，来人，给我上刑。这年头的审问过程大抵如此，逼问、动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因此常常出现屈打成招。可也没办法，取证难度很大，缺乏设备和专业技术，于是刑法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程序，利弊皆有。张宪大声道：“大人这是要屈打成招？家书任职礼部给事中，大人就不要弹劾吗？”所谓家书，其实是出了5父的远房，然而血缘虽远，关系却很近，因为张家常常为那位远房亲戚输送利益，一针见血。朱县令眉头跳了跳，他知道
张家有那么一点背景。你敢威胁本官？来人，杖责20。4名衙役上前，2名用棍子交叉固住脖子，另外2名扒掉张宪裤子。衙役们开始用力，啪啪啪的声音响彻公堂。张宪嘶声惨叫。朱县令沉着脸，20大板并不足以让一个人招供杀人罪名，50大板还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把人打死。而且就算张宪招供了，案件上交刑部，张宪依旧有可能翻案。别忘记他有一个给事中的亲戚，到时候反而可能给自己扣一个屈打成招的帽子。趁着张宪被按在地上打板子的间隙，许七安朝着朱县令身侧的跟丁招了招手。跟丁犹豫一下，默默退后几步，然后小跑着迎过来。帮我带句话，让老爷暂时休堂，我有个主意。许七安低声道。你能有什么主意？莫要胡说，连累了我。跟丁一脸不信，索性也审不出结果。老爷现在骑虎难下，他会答应的，回头请你喝酒。许七安道。行吧。跟丁疾步走到朱县令面前，附耳说了几句。朱县令立刻扭头看向许七安的方向，他沉吟一下，收回目光，一拍惊堂木，先将2人收监，休堂。内堂。朱县令捧着婢女奉上的热茶，喝了一口。混了几年体制，对官场规矩一知半解的许七安见状，立刻捧起茶戳一小口。许宁业，你有什么主意？许七安惊讶于朱县令的态度，竟然出奇的温和，没摆官威。印象里，朱县令对县衙内的胥吏可不会这么客气。难不成穿越之后脸都好看了？我可以试一试。不用行。自然。朱县令更好奇了，放下茶盏望来。说说看。博弈论这玩意你也听不懂，说个毛啊！许七安笑道。容我卖个关子，大人静候佳音便是。安静的进室中，杨真真被带到这里，水润的眸子转动，坐立不安。原以为胥吏要为难他，谁想把他带到这里就走人了，但这并不能打消他的不安。木门被推开，一个穿着捕快服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高大挺拔，脸部线条刚硬，五官还算俊朗。别紧张，随便聊聊。年轻男人竟然还沏了茶，笑容满面。你可以叫我许四儿。许蛇。没受过这种优质待遇的杨真真不说话，警惕地盯着他。许七安也在审视这位美妇人，不愧是被富豪看上的女人，天生丽质，姿色就比家里的婶婶差一筹。年纪也很好，30岁的女人，在她前世恰是最肥美多汁的时候。看你这穿金戴银的，张有瑞对你很是不错。许七安打开话题。杨真真不置可否。其实我觉得吧，以你的年纪，这么多年怀不上崽，多半是张有瑞的问题。许七安说。杨真真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拷问，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的态度和语气出奇的温和，和印象中的官差形象不同。而且说到不能怀孕，多半都是把罪过推到女人身上。许七安这话说得很中听。他慢慢放下心防，嘤嘤道：都是民妇的错，是民妇肚子不争气，这么多年才怀上孩子，老爷偏这时候遇了害。说着眼圈又红了。人死不能复生，许七安安慰了一句，又问：张有瑞平时有去青楼吗？自是常去的。他说：从古至今，大老爷大官人们哪有不去青楼的？我去，你慎言啊！50多的年纪常去青楼，金库空虚，我几乎可以确认你肚子里的孩子是隔壁老王的。爱泡夜店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独守空闺的少妇也是一样。忽然很理解你了。许七安啧啧2声。张有瑞年过半百，流连青楼冷落了你，红杏出墙也是情理之中，但杀人就不对了。杨真真脸色微变，民妇不知道差爷在说什么。许七安笑了笑，我看过卷宗，那张线比你小了足足7岁。杨真真板着脸，差爷这话是什么意思？许七安冷笑道：你这是老鹰吃小鸡呀！民妇不懂。杨真真这回是真的没听懂。那就说一些你懂的。许七安沉声道：张杨氏，你独守空闺，难耐寂寞，于是勾引继子，做出了无耻背德之事。事发当晚，你趁着张有瑞下乡收租，便与继子偷情。谁知张有瑞提前归来，撞破你俩奸情，父子俩厮打起来，你用花瓶从后面砸死了张有瑞。为了掩盖罪行，你们将张有瑞的尸体拖到院中，伪装成贼人盗窃杀人。张宪故意在墙上留下脚印，以证实你的说辞。杨真真脸色煞白，难以置信地盯着许七安：我没有，我是冤枉的。杨真真大声道，双手握成拳头，掌心汗津津的。他心慌了，在审讯领域下过苦功夫的许七安收敛了温和，面无表情，透着一股冷漠。你不奇怪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张宪已经招供了。这不可能。杨真真眼里闪过这样的情绪，脸又苍白了几分，强作镇定，依旧不认。民妇冤枉，是不是觉得你的奸夫不可能认罪？许七安面无表情。
明明没有疾言厉色的威胁，偏偏让美夫人愈发心里发毛。因为你们自以为处理的天衣无缝，其实破绽百出。张宪只在墙上留了出去的脚印，却没有入宅留下的脚印。贼人若是有不错的身法，那逃离时更会激发潜能，根本不会留下脚印。这是其一。其二，张有瑞死于钝器打击，而非利器。按照大凤律法，凡夜无故入家者，杖80；主家登时格杀者，勿论。许七安敲了敲桌子，试问哪个入宅偷窃的贼人会不带武器？可偏偏张有瑞是死于钝器。杨真真容貌呆滞，我还没说完呢。许七安冷笑一声，击垮了杨真真的心理防线后，接下来才是杀招。其三，为什么县衙会一口咬定是你们杀了张有瑞，而不是贼人？把张有瑞的尸体拖到院内，伪装成贼人所为，很有想法。可是你们犯了个错误。张有瑞死时，尸体躺在院中，双脚朝着屋子，头朝外，致命伤在后脑。这说明凶手是从他身后动手，用钝器袭击了他。这怎么可能呢？凶手是梁上君子的话，见到主人回来，要么按兵不动，要么撤退，特意出手袭击杀人，然而两手空空回去。杨真真愣住了，他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破绽。许七安的话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让他有种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的感觉。恐慌感险些支配了他。没话说了吧？张宪也没话说了，所以他把你供了出来。他还说是你寡廉鲜耻的勾引了他，他本不欲与你继续纠缠，可你拿肚子里的孩子威胁他，逼迫他。那天晚上也是你趁乱打死了张有瑞。张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他知道破绽这么多，在劫难逃，便向县令老爷认罪了，愿献上500两银子，疏通关系，把罪责推到你的头上，让你一人承担谋杀亲夫的罪过。杨真真越听越害怕，脸色越来越绝望。得知张宪已经将自己出卖后，颇有姿色的漂亮，脸蛋煞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张宪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吧？许七安故意这么说。张宪是什么样的人，许七安不知道，他只是不相信这种无关爱情，只有欲望的关系会有多牢靠。而且张宪是个富二代，有家产，又年轻，等待他的是一整片的海洋，到处都是海的味道，何苦为了一个女子牺牲呢？杨真真绝望了。但是许七安循循善诱，县令老爷韦光正就是廉洁正义的意思，他不偏信张宪的片面之词，命我过来问讯，如果你坦白从宽，县令老爷许诺免你死罪。杨真真猛地抬起头，眼眶里蓄满了泪，宛如抓住了救命稻草，哀声道：当真？许七安点头，当真。见终于动摇了杨真真的心智，许七安立刻打开门，招呼门口候着的唐氏进来做笔录。杨真真的心理防线被击溃，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不过与许七安刚刚说的有些出入，杨真真和张宪的事情概括起来就8个字：继子请自重，继子请自动。所谓偷情一时爽，全家火葬场。那晚事发之后，父子俩起了冲突，张宪操起花瓶失手打死老子，为了脱罪，便与杨真真窜供，伪装成贼人行凶。可惜两人是寻常百姓，不是专业的，漏洞太多，还遇到了许七安这个挂逼。做完笔录，许七安和唐氏离开进士。在县衙干了20多年的老唐氏，被许七安的骚操做蛰伏，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老朽在县衙做事半辈子，没遇到过你这样审案的。囚徒困境是老生常态的套路了，也就你们这些古代人大惊小怪。许七安摆摆手，雕虫小技。他选择以杨真真为突破口，是欺负他不懂法，头发长见识短，形容这个时代的女人最合适不过。适才县令审案时，许七安观察了许久，发现杨真真的性格软弱，没有主见，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他刚才是骗杨真真的，依照大凤律法，通奸谋杀亲夫，女子凌迟处死，奸夫则斩首示众，不可能免除死罪。这起案件里犯了杀人罪的是张宪，弑父也是凌迟。许七安对一个弑父的畜生怎么死没意见，他只是觉得杨真真是从犯，罪不至死。这一点与他上辈子培养的法律观冲突了。每个时代都有他的规矩，顺应大势才是生存之道。许七安在心里告诉自己，见到杨真真供词的张宪措手不及，再也无法狡辩，绝望的招供。许七安拿着2份供词去了内堂。朱县令左手端着茶盏，右手一卷书，低头看着，见许七安进来，便放下书和茶。如何？许七安将2张供词放在桌上。信不辱命。朱县令立刻抓起供词，抖了抖纸张，仔细查阅后拍案大怒：混账东西，混账东西！老朱感觉自己读书人的3观遭到了挑战，愤怒之后，他又看向许七安，对这小子的印象好到了极点。宁烨，本官会记你一功，好本事，都是大人教导有方，小人耳濡目染，才学了些微末伎俩。许七安一发彩虹屁丢过去，
朱县令神情大悦，伸出散职。王捕头表示要请客喝酒，带着8名快班的快手去了酒馆。因本位物价稳定，1钱银子就能在大酒楼订一桌丰盛的晚宴，何况是酒馆。因为神乎其技的推理以及更叫人拍案叫绝的审问，许七安成了主角，连王捕头都向他请教审讯的过程。那女人性格软，经不起吓，其实也没啥大不了。许七安老油条了，绝不夸自己不脱离群众。但王捕头和同僚们听得非常过瘾，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殷勤地给许七安敬酒。酒过3巡，大老爷们之间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青楼和勾栏这些地方。这方面，王捕头就成主角了。他拍着许七安的肩膀：“宁燕，今儿我就带你去勾栏耍耍，开个荤。”大伙暧昧地笑起来，都知道许七安是个厨。头儿，你请客吗？好几钱银子呢。王捕头拒绝：“不请客。”许七安沉声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破了身，我这辈子都到不了练气境了。”说到青楼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蕴含着颇深的知识。许七安专心听讲，在心里做出总结。勾栏就是妓馆，面向的是平民百姓；青楼更加高档，客户群体是富商和达官显贵。这尼玛不就是发廊和会所吗？在大凤朝，说到青楼文化，就绝对绕不开教坊司。教坊司的娘们是真的漂亮啊！王捕头感慨道：“都是犯官的家眷，个个细皮嫩肉，能掐出水来。年初时，老哥我随着县城大人到里面耍过，侥幸见过福香姑娘，花容月貌。”王捕头脸上浮现惊艳神色。福香姑娘是谁？小李问道。头儿，你有没有睡她？福香是教坊司的花魁，当晚要不是已经有了恩客，我就已经睡她了。王捕头吹着不要钱的牛皮。睡一晚多少银子？许七安心里一动，30两。许七安给他抓了把花生米，头儿，吃点花生，看把你醉的。30两银子可以买好几个小娘子自己在家里耍。呸！从古至今，人类唯一不变的劣根就是哄抬 X 价。脑子秀逗了，才去教坊司睡花魁。今天是庚子年丙戌月甲午日，什么乱七八糟的，换成以前，我肯定一头雾水。好在继承了原主的记忆。根据我的推测，应该是鼠年阳历10月18日。我要开始写日记了，反正我也不是啥正经人。二叔说的没错，我得换个活法。这狗屎一样的社会，混得太高未必是好事。古代被抄家的大官比比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上滋润的生活？我研究了一下，是中产阶级。比普通人过得富足，又涉及不到高层次的争斗，平日里吃点小亏无所谓，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滋润的。另外，今日在集市上捡到1钱银子。10月19日，天气阴，我必须要有钱。这世上比银子更可靠的是金子，虽然商贾没地位，只能说有的必有失吧。我打算再过几天就辞职，不在衙门当捕快了，1个月2两银子1担米，何时能去教坊司睡花魁？10月20日，天气阴，我先不急着辞职，把生意搞起来再辞职。今天看到同僚拿着牌票去敲诈商人，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我知道这是社会常态。要是当年的我，早就热血冲头的呵斥，生活磨掉了我的棱角。当你无法改变任何事物的时候，请学会沉默。另外，今日在衙门捡到1钱银子。10月21日，天气晴。今天王捕头带我去勾栏里耍了，我对勾栏的印象有所改变，它是一个听曲听戏兼灵肉交融的场所。我还在练精进，不能破身，万分惆怅。瞅了半天，没一个比婶婶更漂亮的。婶婶是那种丰腴美艳中又自带端庄的良家美妇人，勾栏里的女人过于轻佻，风尘气太重。这么一看，林月妹子和婶婶的颜值很能打呀。然后我在勾栏捡到了1钱银子，正好用来支付听取吃菜的钱。最近是不是走了狗屎运？10月22日，勾栏听取。10月23日，勾栏听取。10月24日，勾栏听取。王捕头问我为何如此快乐，因为白嫖使我快乐。10月25日，许七安啊，许七安，你怎可如此堕落？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忘记自己的目标了吗？先定个小目标，赚1个亿。10月26日，勾栏听取。10月27日，勾栏听取。今天没有捡到银子，我支付了1钱的嫖资。呸！乌烟瘴气的地方，再也不来了。10月28日，这个世界有火药，也有火铳，皂角也有了，效果还出奇的好。这样香皂计划也泡汤了。我讨厌炼金术师。对了，玻璃，我可以烧玻璃，玻璃可是好东西啊，这群古代人肯定没见过。10月29日，哦，玻璃也有了，我得另谋出路。今日在家里捡到二叔的私房钱，1钱银子。10月30日，勾栏听取。10月31日，我今天又发现了一个赚钱计划，我可以改良纸张，大奉文道昌盛。只要我能做出更好的纸，我就能日进斗金，吃最好的食物，睡最美的花魁。我想想，纸的制作流程是整段划掉。好了，不必在意纸张这种小事，我有了更好的主意，制造水泥。水泥的成分我是知道的，碳酸钙、2氧化锡、3氧化二铝、
三氧化二铁，依照特定的物理和化学标准规格调制。今日在集市上捡到1钱银子，怎么回事？我捡钱的频率是不是太高了？这让我很不安。11月2日，水泥的计划失败了，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是两回事。MMP 太真实了。11月3日，这几天把存款折腾光了，找二叔借钱，二叔个穷逼也没钱。许青年知道后，先表达了自己的不屑，随后嘲讽了我，最后给了我5两银子。除了有些毒舌和傲娇，我这堂弟其实还是不错的。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我如此回敬。许新年面红耳赤的拂袖而去。二郎啊，若非我们是拜把子的，我就封你做女主了。11月5日，今日与衙门里的捕快们去茶馆摸鱼，第一次听说书先生讲故事，我突然想，如果把后世的武侠小说、4大名著、网文写出来，我躺着也能赚钱啊！我真是个小机灵。今天又见到了1钱银子，明天去勾栏的钱有了。11月7日，我太他妈天真了，一部小说几十万、上百万字，我用毛笔写出来。我可以制作炭笔，但是我记不住小说的内容啊。穿越一旬，一事无成我要裂开了。11月8日，天气雨，正如我此刻的心情。我明明什么都懂一点，但真正要把它们转化成银子的时候，从无到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还差了许多。我真切体会到了应试教育的失败之处。今天与二叔聊天，听他说了很多官场的事，以及我自己在衙门当捕快的所见所闻，我忽然发现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糟糕，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小贪便是好官僚，清官比勾栏里的厨子还少见。11月9日，多云，司天监的采薇姑娘怎么还没来找我？她不想得到传说中的炼金秘术了吗？那姑娘颜值不比灵月妹子差，可爱娇俏的鹅蛋脸，眼睛又大又好看，凭借我炉火纯青的撩妹技巧，说不准能把她追到手。是不是监正的弟子无所谓，主要是在这个冷漠的社会里渴望一份爱情。快来找我吧，我不想奋斗了。11月10日，我还是不甘心小说计划流产，于是给2个妹妹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大致剧情，故事很简陋，毕竟忘记了很多细节。听完，林月妹子眼眶发红，但是林英没哭，我揍了她一拳，她哭了。我觉得这是她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11月11日，今日与李典史喝酒，醉意微醺间，他说镇北王的王妃是当朝第1美人。我问她到底多美丽，她形容不出来，因为李典史也是听县令老爷说的。晚上下班回家，悄悄找二叔问，二叔表情非常古怪，他竭尽全力的用他贫瘠的词汇量形容了王妃的美貌。我提取了核心要素，卧槽，奶大！这让我对王妃产生了一丢丢的兴趣和期待。11月12日，时至今日，一事无成，我给祖国丢脸了，给穿越者丢脸了。11月13日，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个月，俸禄发下来了，我打算好好工作，经商的事慢慢来。11月14日，勾栏听取。小院里，许七安站在屋檐，随手投掷一枚棱形暗器，他压根没认真瞄准，却精准地命中了20步外的木桩红心。这并不是许七安投掷暗器的手法有多高明，而是他运气好。我这身体绝对有问题，许七安低声自语。他运气太好了，连续1个月总共捡了1两2钱银子，相当于半个月的俸禄。这笔钱够普通一家3口省吃俭用3个月。最古怪的是，每次都捡1钱银子，这就不是运气可以形容的了。不用问元芳也知道此事有古怪。系统爸爸，出来吧，别跟我捉迷藏了。许七安是叹道。系统不搭理他。过去的1个月里，他做过无数次尝试，试图唤醒系统。事实告诉他，压根没有系统。那古怪的运气怎么解释？想不到我这种从小到大买彩票5块钱都没中过奖的飞球，有朝一日也能进化成为欧皇。可是欧皇寿命极短啊！许七安苦笑着自嘲。有一点可以肯定，原主根本没有惊人运气。他要有的话，婶婶就不会嫌弃他，会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全家都不奋斗了，靠他捡钱过日子。这种来历不明的馈赠，莫名的让人心慌不踏实。许七安眸光沉凝，叹息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今天休沐，许七安纵身翻过1丈高的墙，去二叔家吃早餐了。他住的小院其实原本是许家一位老管家住的，与大宅就1墙之隔。后来老管家去世，小院闲置，直到许七安与婶婶闹翻，气愤之下搬来这里。原主是个牛脾气，平日里3餐都是自己做，二叔偶尔会提着酒和菜翻墙过来找侄儿喝2盅。现在的许七安没必要为原主的执念买单，自己做早餐的话起不来床，出去吃的话多浪费钱啊。勾栏听取不香吗？主要是能看到穿薄纱裙的小姐姐们摇屁股。内厅，穿着暗红色宽袖衣裙的婶婶瞅见许七安进来，撇了撇嘴，低头喝粥。婶婶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父亲是个秀才，勉强算书香门第，婶婶耳濡目染，还算通情达理。刚刚成了倒霉侄的恩情，抹不开脸感人，
对于这位莫欺少年穷，现在又真香的侄儿，他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小豆丁站在圆凳前，圆凳上放着他的早餐：3个肉包、2根油条、1碟小菜、1大盘白粥。大哥，他含糊不清地叫了一声：“怎么没见辞旧？”许七安问：“辞旧是许新年的字，字是名的补充，关在房间里写诗。”许平志说。许七安坐下来，绿娥端上1碗白粥、6只肉包、1碟醋酸萝卜、1碗豆腐脑。炼金境界的武夫胃口比常人大很多，而到了叔叔这样的炼气境，饭量反而与普通人相差不大，只能半饱。许七安瞄了眼小豆丁，和颜悦色：“林一，分大哥1只肉包好不好？”众人看了他一眼，家里幼女什么都不在乎，就在乎一口吃的，谁从他碗里抢食，他就跟谁拼命。不要！小豆丁果然张开双臂，小母鸡护崽一样护住食物。你先别急，大哥不会让你吃亏的。许七安拿起1个肉包放到他的盘子里，指着4个肉包说：“这4个肉包是不是我们都有份？”许林英啄了啄脑瓜，是不是应该平分？许林英歪着脑袋想了想，然后点头：“你2个包子，大哥2个包子，然后大哥再送你半根油条，你是不是赚了？”许林英被带了节奏，感觉自己赚大了，眉开眼笑。许灵月、许平志看了侄儿一眼，折下话现折。婶婶气道：“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闺女，气死老娘了！”小豆丁就感觉很委屈，自己明明挣了半根油条，娘为什么还要骂他？这时许新年进来了，嘴里念念有词，双眼没有焦距，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思考。婶婶吐出一口气，不理会愚蠢的幼女，关切起有出息的儿子：“娘儿，好端端的做什么诗？人有所长，寸有所短，莫理会外人的风言风语。”许新年擅长策论，诗词是弱项。辞旧，你什么时候能突破开窍，到第8品修身境？许七安忽然问。许新年走的是儒家修行之道，云麓书院是儒家圣人的大弟子创立，距今1200年的历史，是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地。云麓书院的超然地位，不仅仅是开派祖师是圣人门徒，最重要的一点，它是仅存的可以修儒道的书院。儒家第9品，开窍。开窍只能增长记忆力，一目十行，学习能力加强，但依旧是战五渣。暂时没有头绪，师长说要自悟。许新年遗憾摇头：“你可以参考一下开窍镜吗？”许七安说：“开窍镜是怎么修成的？”许新年回忆：“将圣人经典倒背如流，化为己用，便是开窍镜了。倒背如流，化为己用，前者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记忆，后者靠一定的悟性。”许七安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这点和武夫体系的炼金镜一样，都是长年累月的打熬气血，锤炼体魄。那修身的话，是不是也要锤炼体魄？许七安问。许新年斟酌了一下，道：“修身境的如是，心无畏惧，一言一行都能让人信服，激励斗志。我尝试着从修身境体现出来的能力反推修行之法，那有没有成功呢？”许新年假装没听见，转头对母亲说：“书院里一位长辈出事了，去青州，此去路途遥远，书院的学子们明日要为他送行赠诗。”说到这里，许新年苦恼道：“我还没写出来送行诗。”许灵月细声细气道：“二哥没有诗才。”深深瞪了他一眼，不悦道：“你二哥才华横溢，诗词之道以前不过是没放在心里罢了。”许平志挠挠头：“随便写几句呗，我觉得你那天脱口而出的那句诗便很有气魄。”酷酷酷！许七安笑出声了。许新年嘴角一抽，僵硬地岔开话题：“那位长辈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极善诗词，为他送行的皆是颇具诗才的学子，除了对长者的敬仰，也存了结交人脉的想法。若是能让那位前辈赏识，益处多多。”“可以啊，终于想着结交人脉了。”许新年心高气傲，总是把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朋而不党挂在嘴边。经历了这次危机后，他终于意识到 PY 交易的好处了。许七安身为大哥，甚是欣慰，能让不擅长诗词的二郎费尽心力结交，应该是个大人物，婶婶一级，这可如何是好？许新年无奈道：“娘，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词亦是如此。”说完，他感慨道：“我当初若是能结交这位文坛前辈，或许就能救你们脱离大牢，不至于求救无门。”婶婶顿时愁眉苦脸，她比任何人都在意儿子的前程。真正的大儒有风骨，送银子送礼物行不通，必须投其所好，让人家觉得你值得结交，看得上你。许平志眉头紧锁：“你外祖父也如你这般，只会写文章，毫无诗才。”婶婶不服气了，好看的柳眉扬起：“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的父亲的错了？新年能考上举人，全是我李家的功劳，因为他随我。你看看林英，就是随了你，至今都没启蒙。”许新年和许灵月外貌随母亲，颜值好的令人嫉妒。
许玲因这只小豆丁五官随父，因此可爱之余显得憨憨的。许二叔哑口无言。许七安不服：“婶婶，你这话不对，照你这意思，是说我许家基因笨了？基因是什么？”婶婶不明白，他冷笑一下：“你当初要是读书的料，也不会学武去。以许二郎的臭脾气，都想着主动批外，那位书院长辈的身份应该不低。二郎的人脉就是我的人脉，我的人脉还是我的人脉，得帮一帮他。”许七安念头闪烁，思考着前世可以用来当送别诗的传世佳作。虽然我不打算混儒林，但合理的利用资源换取好处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很快，他心里有了主意，锁定了一首诗。许七安用力咬一口肉包：“写诗是吧？今日好叫婶婶知道，我许家个个都是人才。”他现在要考虑的是，这首诗会不会过于优秀？要知道，能写进课本里的诗词，全都是传世之作。诗词这东西，核心规律是平仄的运用。只要这一点不变，即使在异世界，许七安9年义务教育存下来的诗词，就还有用武之地。许新年看了他一眼，下巴一扬：“天上有只鸟，地上一条虫，鸟儿扑下来，虫儿轮回去。”噗！许灵月掩嘴轻笑，但被许七安用力瞪了一眼，便脸蛋微红的低下了头。太毒舌了吧，我好想打他。许七安嘴角一抽，这是原主10岁时写的诗，当年为许家3兄妹启蒙的就是婶婶的父亲，那位秀才外祖父。有一次，秀才外祖父考笑他们的诗词，于是这首鬼斧神工的诗就应运而生了。婶婶嘲讽道：“宁燕，不是婶婶瞧不上你，老许家也就出了娘儿一个读书种子，你们叔侄俩的字就跟虫爬一样，字都写不好，还作诗呢。”婶婶撇嘴，翻白眼的姿态都显得风韵十足。二叔有些尴尬，咳嗽一声：“宁燕啊，读书人的事咱们就别掺和了，今天休幕，咱们爷俩在院里搭把手。”言下之意就是你小子别瞎凑热闹，读书人的事你不懂，自己丢脸，还连累老子被媳妇嘲讽。千里黄云白日曛。许七安淡淡道。婶婶翻了个白眼，低头喝粥。许二叔则给幼女擦了擦嘴角的油渍。许新年却皱了皱眉，单是一句听不出什么，但许七安能写出如此工整的七言绝句，已经很让人意外了。北风吹雁雪纷纷。许新年愣了一下，脑海里画面感油然而生。许灵月抬起头，灵动的美眸诧异地望着堂兄。许七安低头喝粥，不说了。后面呢？后面呢？许新年急迫追问，这感觉就像在茶馆听说书先生讲故事，讲到精彩的地方，忽然一拍惊堂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让人气的想打人。我不会写诗。许七安轻描淡写地看了婶婶一眼，他只是觉得婶婶今天特别端庄美艳，绝对没有要他道歉的暗示在里面。婶婶瞪大他的卡姿兰大眼睛，扭头问儿子：“这诗很好吗？”许灵月柔声道：“很有意境。”他读书有限，但也能听出开头2句是极好的七言。见女儿和儿子这样的态度，许平至惊了，一眨不眨地盯着许七安，眼里既有愕然，又有期待。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许七安嚼着油条，抛出后面2句。啪嗒，许二郎手里的筷子跌在桌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他喃喃自语，沉浸在意境中无法自拔。许灵月娇躯一抖，手背起了层鸡皮疙瘩。许平质咧了咧嘴，他娘的，怎么听着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婶婶心里不服气，却认同丈夫的话。诗词的力量就在于此，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即使不会写诗的人，不懂平仄规律，但读到传世名作，仍旧会不受控制的头皮发麻。这种感觉，许七安以前念书时，经常被语文课本上一首手传世名作所震撼。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许新年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脸上涌起了2抹激动的红晕，这让本就清秀绝伦的他显得愈发的娇媚。竟是如此佳作。他虽不善诗词之道，可作为读书人，谁不向往斗酒诗百篇，听到好诗好词也会忍不住击节而歌，热血沸腾。你何时会作诗？许新年目光死盯着许七安，眼神是明亮的、震撼的、疑惑的。我何时说过我不会写诗？许七安笑了一声，启蒙时做的诗能代表现在？我向来是颇有诗才的，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原来宁燕才是我们许家的读书种子啊！许二叔高兴坏了，眉开眼笑。早知道当初就让你读书，辞旧习武。婶婶不服，张了张嘴，却说不出有力的反驳。不，那样的话我文不成，老二武不就。许七安深知原主是个学渣，读书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如辍学工地搬砖那种。许新年也不是练武的料，指望一个细皮嫩肉的奶油小生撸铁，锤炼体魄。不过啊，这是宁燕写的诗，听过就算了，辞旧你不可据为己有，非读书人所为。
许二叔说。许新年呵了一声，不屑回应父亲，他是那样的人。转头对许七安说，这首诗借我用用，我会说明作诗之人是你，作死之人是我。许七安微微点头，去吧，拿着它去装，人前显圣。读书人的事当然是人前显圣。这首诗本来就打算送许新年用来结交人脉的，署名是谁他倒不是很在意，又不是混如林的，诗词对他的作用其实不大，这也是他1个月里没有用诗词来人前显圣的原因。环境不允许啊，成天与一群舞刀弄枪的捕快待一起，吟诗给他们听，不如教他们唱套马杆的汉子。诗名呢？许新年问道。我忘记了。许七安脸色一僵，这首诗是我有感发，没有名字，你将就着想吧。早饭吃完，许新年从后院牵走了父亲的爱马，匆匆而去。叔侄俩在院子切磋，点到即止。不错，身手又有进步了，想再进一步，只有踏入炼气境，只是契机需要天地交感才能诞生。许二叔接过仆人递来的汗巾，擦了擦脸颊。除了药浴之外，还得有炼神境的高手为你开天门，否则终其一生也无法踏入炼气境。炼神境是武夫途径里的七品。二叔你想说什么？许七安擦着汗，我在山海之役中出生入死，这才积累了战功，才换来军中高手为我开天门，踏入炼气境。许二叔叹口气，回家第2年便有了新年。如今世道还算太平，你连积累战功的机会都没有，如何炼气？不炼气，难道就不成家了吗？宁夜啊，二叔年纪大了，唯一的心愿就是看你娶妻生子，我才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走一步看一步吧。许七安敷衍道。除了积攒功劳之外，还有其他的晋升方法，那就是砸钱。药方和高手都可以用银子解决。侠以武犯禁，因此朝廷对武夫数量严格管控，明文规定炼神境的高手不得私底下为任何人开天门，如果要为家中子嗣开天门，则需要向官府报备。然而如今的大奉官僚风气极差，贪官污吏横行，朝廷威严日渐衰弱，即使不敢光明正大的违抗律法，仍有不少炼神境高手会在黑市上寻找交易对象。许七安努力赚钱，便是存了用银子代替功勋的想法，否则一直卡在炼金境，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婶婶领着一双女儿走过来，站在回廊檐下喊道，老爷，暖日融融，你带灵英和灵月出去逛逛吧。许二叔皱眉，我有事，今儿不是休沐吗？我约了同僚吃酒，待会儿就要走了，不然让宁燕带他们出去玩吧。书香门第的姑娘通常是养在深闺，不能随意出门逛街的。许家是武将世家，没这么多苛刻的家教。许七安回头看去，正好撞上28少女澄澈明亮的目光，颜值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少女抿了抿嘴，有些内向的羞怯，微微低头，正好闲来无事。许七安点点头，回想起来，我上辈子带着16岁妹子出去逛街，还是18岁的流金岁月，当然那时的妹子根本无法和许灵月相提并论。京都郊外绵阳亭，几架奢华的马车停在亭边，郊外寒风凛冽，绵绵起伏的山峦呈浅褐色，太阳温吞地挂着，在初冬的日子里让人感受到了一丝不输奈子的温暖。云麓书院的子阳居士要出世了，对于在官场日渐式微的云麓书院而言是极大的喜事。书院先生们击节而歌，学子欢欣鼓舞，都觉得扬眉吐气，出头的日子快来临了。亭子里3位老者对坐饮茶，其中一人身穿紫袍，两鬓双白，他就是这次送行的主角。杨公，字子谦，号子阳居士，元景14年的状元。次年致仕，回到云麓书院治学，22年间桃李满天下，成了天下闻名的大儒。他本该有更好的前程，入阁拜相不在话下，却在最鼎盛的时候黯然离开官场。对于此事，士林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得罪了陛下，才不得不致仕；有人说他是得罪了当朝首辅，手段不如人，才会溜溜的卷铺盖滚人。但不管怎么样，22年后他终于又出山了，前往青州出任布政使，真正的封疆大吏。另外2位的身份同样不低，不说在云麓书院里的地位，单是在外的名声就不输子阳居士。穿灰袍旭山杨须的叫李慕白，大国手，曾经号称棋道天下第一，5年前与魏渊卫攻守谈3局，皆败，怒摔棋盘，从此再不下棋。穿蓝袍的叫张慎，兵法大家，早年所著的兵法6书，至今还是大奉武官将领的必读刊物，是大奉唯一一位可以与魏渊相提并论的兵法大家。庭外站着一群送行的学子，都是云麓书院颇具潜力的学生，许新年就在其中。子阳先生终于出山了，若是能得他赏识，将来我们在官场必定官运亨通。一位相熟的同窗低声道，辞旧，你准备好诗了吗？我哥给我准备了，而且是半首七律。许新年望着庭内淡淡道，潦草准备半首咏书，你过于功利了。
七律诗有着严密的格律，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由8句组成，每句7个字，每2句为1联，共4联。许七安给他的七律只有2联。许新年饭后追问，堂哥支支吾吾地岔开话题，就是不给后2联。这不是功利，学海与宦海一样，苦作舟，钻营为浆。好友说，似乎知道许新年不善诗词，便没有多问。永叔说的没错，而今官场风气腐败，虚吏配合贪官鱼肉百姓，连年天灾，若想改变局面，心思就得活络些。另一位学子参与话题，叫永叔的学子点点头，看向许新年，你总说诗词是小道，可你文章做得再好，几十年后谁还记得你？可诗词是能传世的，诗词就是小道，不能治国，不能立民，就是附庸风雅。许二郎刚想这么说，考虑到自己现在正准备用附庸风雅的小道取悦老前辈，把话吞了回去，含糊地嗯了一声。永叔诧异地看着他，竟然没抬杠。大国手李慕白叹了口气，杨兄，你当年要有他们1半的玲珑，也不会蹉跎20余载。子阳居士笑了笑，这话不对，兵法大家张慎失笑饮茶。杨兄野心勃勃，是在为立命进铺路。闻言，子阳居士喟叹道，终究还是被人排挤出官场了。这不是你的问题，国子监出身的那帮人不会看着我们云麓书院翻身的。哼，一群只知道媚上欺下，玩弄权谋的小人，200年不到就把天下祸害成这般模样。此事涉及到一桩很有意思的历史。儒家起源于圣人，云麓书院作为圣人大弟子开创的学院，自诩儒家正统，事实也是如此。但在200年前，因为真国本事件彻底被当时的皇帝所厌弃，恰逢此时，云麓书院出了位叛徒，云麓书院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那位叛徒原是云麓书院的一位教书先生，借此机会自立门户，以存天理灭人欲理念取悦皇帝，在皇帝的扶持下成立国子监，成为1代宗师。打那以后，国子监取代云麓书院，成为朝廷官员的主要输送机构。儒家正统之争也因此延续了200年。子阳居士沉声道，我此去为云麓书院开疆拓土，奠定官场根基，但想重振书院往昔风采，我一个人是不够的，需要我等齐心协力，更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李慕白和张慎相视一笑，后者扭头望向庭外的学子们，有没有人愿意赋诗一首，送子阳居士？吟诗就得有彩头，不然没意思。子阳居士摘下腰间一枚紫玉，博头筹者，可得玉佩。玉佩紫光流转，神意非凡。庭外的学子眼睛齐刷刷的亮起，大如随身玉佩，受财气洗礼，内蕴神奇，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绝对是大有裨益。同时，子阳居士用紫玉做彩头，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长者随身之物只赠晚辈和学生，也就是说，拿了这块玉佩，小老弟，你就是我的人了，我的学生了。学生愿赋诗一首，为子阳居士送行。一位穿青色如衫、腰环玉佩的挺拔学子跨步而出，朝着亭子里的3位大儒拱手。李慕白笑道，这是我的学生朱退之，颇有些诗才。子阳居士微笑颔首。待那位叫朱退之的学子吟诵了送行诗后，子阳居士脸上笑容愈发深刻，显然是非常满意。不错。兵法大家张慎赞了一句，没有多加点评。在座的2位大儒都比他有诗才，但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尾，接下来的场面大概可以用狗尾续貂来形容。后边的诗词差强人意，勉强合格。李慕白感慨道，自从国子监重新为圣人典籍集注，存天理灭人欲，天下学子只能拘泥于经典，埋头于词章，久而久之便陷入了桎梏词章、支离繁琐的境地，不能自拔，文章诗词再无灵性。说到后面，痛心疾首起来。这也是儒家近代开始衰弱的原因。往前推200年，儒家的名言是：佛门很棒，道门很赞，哎呦，术士也不错。另辟蹊径的古诗巫师也很有灵性，值得表扬。哦，粗鄙的武夫，请你出去，这里是文雅人的聚会。顺便把妖族的异类一起带走。剩下在座的诸位，恕我直言，都是垃圾。当初的儒家就是这么屌。现在呢，各大修炼体系怎么回事啊，小老弟？儒家瑟瑟发抖。MMP。 子阳居士叹息一声，罢了，不提这些。诸位学子，还有谁愿意赋诗？半晌无人。朱退之盯着紫玉，目光炽热，觉得这是他的囊中之物。先生，我有一诗。许新年走出人群，来到亭边。他是特意沉默到现在，他为人低调谦逊，不想太早抛出好事让同窗尴尬，绝对和他曾经与朱退之互相口吐芬芳没有半毛钱关系。许辞旧，我的学生深谙兵法，是个可造之才。兵法大家张慎介绍了一句，是个不会作诗的。这句话压在心里。张大家有些奇怪，你又不会写诗，冒头出来干啥？自以为紫玉势在必得的朱退之，
听到声音，先是警惕一下，见是许新年，便没当回事，只是瞥了他一眼。同窗数年，不说知根知底，对彼此的长短还是有数的。许新年在策论方面出类拔萃，兵法亦有造诣，诗词就难登大雅之堂了。玉佩还是我的。学子们的目光落在了许新年身上，他享受着众人的注视，神色中透着目中无人，望向温吞挂在天空的太阳。千里黄云白日曛，大国手李慕白颔首抚须，这一句只是简单的叙述景色，但开阔的胸襟跃然纸上。北风吹雁雪纷纷，现在是入冬时节，雪还没来，但不远了，这句不算夸大。日暮黄昏，大雪纷飞，与北风呼啸中见遥空断雁，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这两句背景渲染得很好，正契合了这场送行。张慎极为惊讶，仔细审视许新年，以他这学生的诗词水平，这两句七言想必是呕心沥血之作了。若能保持水准，说不得能与朱退之一较高下。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儒里，诗词水准最高的子阳居士咀嚼这两句诗，心情莫名的有些怅然。千里黄昏，北风孤雁，雪落纷纷，勾勒出了萧索凄凉的画面。他这不是出世，而是被贬了似的。然而还真点中神韵了。这次出世看似被朝廷重用，授予权柄，但国子监出身的那帮势力会眼睁睁看着他平步青云，会任由他为云麓书院在官场打下根基。此去青州其实是前途未卜，前路渺渺。突然，许新年打开双臂，俊美的脸庞在温煦的阳光映照中透着美玉般的无瑕与精致。他振臂直视子阳居士，掷地有声地吐出最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庭里庭外瞬间寂静，额请在场众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朱退之僵硬的一点点转过头去，愣愣地看着傲然而立的许新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李慕白振奋击掌，绝了！前两句透出悲凉气象，后两句峰回路转，让人豁然开朗，鼓舞人心。张慎臣看着许新年，沉默了。好诗词的子阳居士，此刻还陷在这首七言绝句的意境之中，心惊神摇。好诗，好诗啊！他喃喃道。为何只有半阙？兵法大家张慎见自己的学生没有继续吟诵，忍不住开口询问。许新年嘴角一抽，此诗只有半阙，只有半阙。在场的读书人立刻瞪大眼睛，难以接受这样的话。哪有写诗写一半的？这还是人吗？无妨无妨，半阙已是惊为天人。子阳居士平复情绪，笑容深刻。许辞旧，这首诗可有名字？没有。许新年保持高傲，委实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有保持孤高的姿态，才能让人不再追问。莫急莫急，子阳居士笑容反而扩大了。这首诗是为我送行的，可对？许新年点点头。不如老夫替你想一个。大国手李慕白和兵法大家张慎忽然明白他的用意了，心里恰了柠檬似的。那就叫绵阳亭送杨公之青州，如何？堂堂大儒，眼里透着期待。尚可。许新年下意识的傲娇一句，继而察觉到自己态度缺乏恭敬，补充道：全凭先生做主。无耻老贼！哼！两位大儒更酸了，这就是造化。子阳居士朗声大笑，得意洋洋地朝两位还有作揖。诗词衰弱的如今，这首诗流传出去，定会引起如林轰动，被天下学子传唱。子阳居士名声也会随着水涨船高。关键是他这番操作，相当于把自己的名字和这首诗绑定了。倘若这首诗成为传世之作，子阳居士的名字也将流传千古。此等佳作，传世是极有可能的。在两位大儒看来，最不要脸的是许新年以学生的身份赠诗师长，诗名中是不该出现名讳的，当以字或号来代称，只有同辈或好友才能把名写进诗中。可见这个此贼为了扬名已经不要脸皮了。读书人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修身治国平天下。不，这是理想，不是梦想。千百年来，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只有一个：青史留名。两位大儒要极度的质壁分离了。身为师长的张慎意识到，这首诗可能并非自己学生所作，但他没拆穿，学生能得到子阳居士的青睐，是自身的造化。身为老师也觉得高兴。在学子沸腾的议论声里，许新年咳嗽一声，如实相告：老师，两位先生，此诗非我所作，另有他人。讨论声霎时间停歇。三位大儒表情各不相同，张慎恍然，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李慕白似是吃了一惊，甚是意外。子阳居士反应最大，跨前两步，急切追问：是谁？是我们学院的学子吗？是不是在这里？目光掠过许新年，在众学子中搜索。是家兄。许新年下巴微抬，保持高傲姿态。沉默的学子又开始议论：许辞旧的兄长在何处求学啊？
怎么没有听过这号人物？没记错的话，许慈就似乎是长子。慈舅，你兄长高姓大名，师从何人？还有，你倒是说啊！此等诗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学子们急得不行。三位大儒也看着徐新年，不好，我被粗皮老爹影响了，我不应该把粗皮老哥说出来的。看着目光火热的学子们，许新年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读书人是骄傲的。许新年自己也是。云麓书院的读书人更骄傲。许七安也是读书人的话，他们会钦佩、仰慕。若是让众人知道不过是一衙役，就会产生负面情绪。一个低等差役也能写出绝品七律，我们的联网哪里搁许新年硬着头皮？家兄在家苦读经典，不在云麓书院，也不在国子监。他性格寡淡无争，不喜名，不喜功，只愿好守穷经。竟如此气节，简直是我辈楷模，令人敬仰。云麓书院的学子们震惊了，涌起结交之心。头筹没有意外，紫玉给了许新年。紫阳居士红光满面的拜别众人，感觉念头通达，登上豪华马车时，意有所指的留下一句话：如此大才，不能明珠蒙尘，纯净谨言。你们觉得呢？两位大儒不知道真没听懂，还是假装没听懂，默不作声地送走了紫阳居士，带马车远去。李慕白忽然拽住许新年的手，把他带到一边。慈舅啊，老夫忽然起了收徒之心，今日索性无事，带我去见见你的兄长。张慎大惊失色，出声道：慈舅，倘若你与兄长一起拜在老夫座下，未尝不是一段佳话。写不写诗的不重要，主要不想埋没这么一个人才。倘若将来妙手偶得一首传世之诗，比如吴师张慎之类的，也是极好的嘛。李慕白不悦道：兵法不是主流，读书人首先要学经义，通策论，修身齐家。哼，齐道就是主流了，而且还是个输不起的人，在魏渊手里无疑胜计。张慎冷哼：老贼，你闭嘴，休要在我面前提魏渊。老夫向来爱惜人才，这学生老夫收定了。老匹夫，你那是爱惜人才吗？你是馋他的诗才。无耻老贼，看老夫一口浩然正气震死你。好像老夫没有似的。许新年头皮发麻，远处的学子大惊失色，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位大儒就面红耳赤的争吵起来了，甚至有动手的趋势。11月底，京都的气温最冷应该有零下，这是许七安早上起床看到院子水缸结了层薄冰，据此判断出来的。大奉王朝雄据九州中原，自称天下正统，京城的气候应该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的地区，冬天如果没有暖气的话，会非常难挨。在这个时代，冬天出现冻死骨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许七安心里叹息一声，有些后悔自己的数理化学的不够好，无法在这个基建落后、物质匮乏的时代开展种田流，那样就可以很好的造福百姓了。天上的太阳温吞的高挂，清丽的少女牵着5岁的妹妹，兴致昂扬的在闹市大街闲逛，一双秋水般的眸子左顾右盼，精致如刻的嘴角挂起浅笑。妹妹今天一身浅碧罗衣，缠绕的花蔓在她的袖口，衣襟烂漫盛放，宽松的袖口飘荡，让她多了几分仙气。许七安难免会想起前世的古装美人，然后在心里对比，这个时代的女子服饰偏向保守，不如前世的古装美人妖艳。我忽然想到一条生财之道，我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衣服呢？让女人们的衣服更加漂亮，更加勾人。许七安灵机一动，一瞬间，他脑海里闪过很多划时代的女性衣物：镂空、黑丝、吊带袜、情趣开中门。停下，我会被拉到午门斩首的。粼粼的马车，挑着物品的货郎担，行色匆匆的路人，鳞次栉比的商铺，组成了鲜活的古代集市图。经过了1个月的相处，许灵月对堂哥的观感改变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充满隔阂。以前因为婶婶的缘故，原主除了萧二叔的小豆丁，另外2位弟弟妹妹他都不喜欢。最初许灵月还会大哥大哥的叫，遭了很多次冷落后，见面就只是点头颔首。如今关系改善了许多，但依旧有一点的生疏。貌美如花的大妹子拉着小妹子走在侧边，特意与许七安隔了2个身位。小豆丁被街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吸引，几次想挣脱姐姐，但被牢牢地拽住。糖葫芦，糖葫芦！小豆丁指着街边一个货郎，脆生生地喊：牙齿不想要了。姐姐斥责一句，拽着妹妹往前走。许家遭逢大难，钱财耗尽，这1个月来日子过得颇为拮据。许灵月身上没有铜钱给妹妹买糖葫芦。许七安走在后面，看着妹妹，主要是大妹妹，身段高挑，透着少女的青涩和窈窕，背影宛如初发的柳芽，或许不如成熟妇人丰腴，但那股青春活泼的韵味，又是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独有的。大哥，大哥！小豆丁大急，屁股后撅，双脚离地来对抗姐姐的拉拽。许灵月咬着唇，又急又恼的表情。大哥也没带银子，不过很快就有了。许七安示意幼妹稍安勿躁，说话之间脚底踩到了坚硬物体，
低头一看，是一粒色泽暗淡的碎银。他俯身捡起，掂了掂，果然是1钱。过去的1个月里，他捡到1钱银子的频率太高了。许灵月瞪大了眼睛，捡到银子了。今天勾栏听取的钱有了，算一算时间，他有2天没有去勾栏了，因为没有捡到钱。许七安有些高兴，捏着碎银，迎向货郎，给我3串糖葫芦。好嘞。皮肤黝黑的货郎眉开眼笑地摘下3串，6个铜板。碎银子找不开，卖糖葫芦的货郎跑边上的商铺破开，自己留了6枚，找回许七安94枚铜板，用细绳串起来。大凤的货币体系，1两银子等于8钱，等于1000文。黄金是奢侈品，不在货币体系中，贫苦人家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黄金。许七安接过铜钱和糖葫芦，自己嘴里咬1串，然后把2串糖葫芦分别递给2位妹妹。许灵月矜持地接过，柔声道：“谢谢兄长。”他咬了一口，享受着嘴里的甜味，大眼睛弯成月牙，最能击中直男内心的柔软。许七安点点头，再看小豆丁，他已经啃起来了。大哥大哥，你的糖葫芦甜吗？许灵英腮帮鼓着，含糊地问。你想吃啊？许七安道破了女娃娃的小心思。啊，大哥怎么知道？许灵英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的想法被大哥知道了，大哥真厉害。许七安喝了一声，糖葫芦吃多了，嘴里会长虫。会长什么虫？小豆丁的小脸上露出警惕。许七安想了想，给他描述，就是那种白白胖胖、浑身油腻的虫。他刚说完，看见自己的幼妹咽了下口水。绝了！许大郎朝他拱了拱手，糖葫芦双手奉上。许七安领着2个妹妹压马路，京城繁华的盛景在瞳孔里掠过，心里并不觉得多愉快。我特么又捡到银子了，这不科学。警校出身的他，对这类无法解释的细节极为敏感。会不会和我的穿越有关？许七安清晰记得，他穿越前并没有触摸古董或者被老爷爷笑摸狗头，这就是我的金手指。可是每天1钱银子是怎么回事？恰好是勾栏听取的钱，所以我天天泡勾栏是天意。先想办法突破到炼气吧。目前来说，不管身体有什么问题，出门捡钱总归是好的。我先升级，然后观察，看后续会不会出现变化。而且，这个世界的武力值天花板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将来能力强了，或许能弄清楚狗屎运的原因。许七安对古怪的狗屎运保持警惕，如果是系统，他反而欣然接受，因为这在他的理解范围内。这条街有一座青楼，叫做桂月楼，是个3等青楼。得益于王捕头等人的言传身教，许七安学习到了充足的青楼知识，大大丰富了个人文化底蕴。青楼的尾缀可以判断出它的规格，1、2等的青楼尾缀以院、馆、阁为主，3、4等的青楼多以班楼店命名，划重点。这还没到晌午，青楼的姑娘们竟提前开门营业，几个穿红带绿的漂亮姑娘倚在2楼的美人靠上，笑盈盈地审视街边路人。瞅见心仪的、穿绸缎的，便挥一挥彩帕，娇声说：“老爷，上来小酌一杯啊！”就算是3等青楼，进去也得2钱银子的支酒费打底。要睡姑娘的，根据品质，低的大概5、6钱就够了，贵的1、2两。许七安盘算片刻，确认自己是消费不起的人。没必要啊，浑身家当也就几两银子。他望着2楼慵懒坐在美人靠上的莺莺燕燕们，心生感慨。当时年少青山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这是所有男人都梦想了。大哥施财应该用在正确的地方才是。许灵月淡淡道。他在心里默默品味了一遍，无声叹息，或许爹说的对，大哥才是读书种子。大哥，楼上的娘子们好漂亮呀。小豆丁脆声声道。做生意的当然要穿得体面些。许七安回答。什么生意啊？卖报的。什么？小豆丁的眼睛炯炯有神，仰头望着青楼，不愿意走了。大哥。许灵月跺脚喊了一声，似羞似嗔，责怪许七安不该和幼妹讨论这些。许七安扭头看了妹子一眼，你生什么气？难不成听懂我的梗了？把青楼甩在身后，路过一家鱼肉丸子店，弥漫的香味让小豆丁的双腿生根了。许灵月向那边瞄了几眼，悄悄咽口水。出狱后，许家日子过得拮据，有时3日才能吃一回荤腥。他刚好是长身段的时候，对食物的需求极大，尤其肉类。等着，哥哥给你们买。铺子不大，排队买的人多，许七安让妹妹们路边等待，自己挤了过去。大哥真好。小豆丁一边咽口水，一边脆生生地说，并看向姐姐。许灵月牵着妹妹的小手，望着许七安的背影，嘴角不自觉地翘了翘。很快，许七安买了3份鱼肉丸子，用牛油纸袋装好。返回时，看到4、5个护从围住许灵月，也不碰她，肆意调笑。16岁的清丽少女宛如受困的麋鹿，一边护着自己，一边试图冲出包围，但总是被护从们逼回去。她急得都快哭了，满脸恐惧。护从们哈哈大笑。边上一位锦衣公子哥骑乘在骏马背上，
看戏般的看着这一幕。许灵英见姐姐被人欺负，迈着小短腿跑到公子哥面前，小身板前扑，双手往后别，然后哇一声哭起来，发起音波攻击。聒噪！公子哥下意识扬起手里的马鞭，忽然停下，眼里闪过残忍之色，一拽马缰，迫使骏马高抬双蹄，朝着许灵英践踏下去。许灵月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许七安心里涌起一股邪火，马蹄扬起的瞬间，他掏出怀里的那串铜板，奋力投掷出去。与此同时，脚底青砖咔嚓崩裂，身影电射而去。72枚铜板在空中擦出厉啸，坡头洒向锦衣公子哥。公子哥对于迎面而来的杀招毫无反应，脸上那抹踩死蚂蚁的有趣表情尚还在脸上，反倒是一位护从反应过来，脸色大变，纵身扑向公子哥，把他从马匹上扑倒，两人狼狈落地翻滚。噗噗噗，一部分铜钱射空，另一部分嵌入马匹，激射的鲜血溅了许灵英一脸。砰！与此同时，许七安到了，身子倾斜，肩背撞飞了马匹。高大的骏马撞出数米远，在青石板铺设的大街拖出一道刺目的猩红。百姓们一哄而散，躲到远处看热闹。许七安立刻把小豆丁抱在怀里，紧紧抱住，一边观察他神色，一边急促安慰：“别怕别怕，大哥在这里。”小豆丁瘪了瘪嘴，终于从呆滞中挣脱，哭出声来。包围着许灵月的护从不再搭理他，奔向了锦衣公子哥。许七安趁机把幼妹递给俏脸发白的许灵月，低声道：“带着他去长乐县衙门敲鼓，就说是我让你去的。然后让王捕头派人去玉刀卫朱百户家中请二叔，在皇陵街，速度。”许灵月深深地看了眼许七安，抱着小豆丁逃跑。“你敢杀我的马！”锦衣公子哥狞笑着挣脱护从，挥了挥手，让护从围住许七安。“我还想杀你，那是匹千金难买的雪蹄乌龙标，在军中那是副将级以上才能骑的。”许二叔是军武出身，许七安耳濡目染之下，一眼便认出了这匹马的品级。搁在现代，那就是一辆兰博基尼，能开得起兰博基尼的，那绝对是顶级二代，而且是官二代。富二代在这年头不值钱，没地位。除了雪蹄乌龙标，那套华丽的天青配烟紫纹绣，腰间系着的镂刻赤纹的白玉带，挂满叮叮当当荷包、玉佩，这些细节都在昭示着公子哥的身份，顶级官二代。在下许七安，遇到魏百户许平志侄儿，方才两位是我妹子，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公子。许七安拱手，忍着脾气，好言好语：“为救幼妹，误杀了公子的爱驹，一定赔偿。”这场冲突的缘由，许七安脚趾头想也能想明白，肯定是这位大少见到许灵月姿色出众，起了调戏之心，甚至想掳走。在衙门混了1个月，许七安对这些大少的行事作风素有耳闻，嚣张跋扈，横行无忌，强抢民女不在话下，草菅人命屡屡发生，摆平起来也很容易，威逼利诱而已。不服气的，那也成，全家都别想活了。家中长辈品级越高越是如此，朝廷会为了几个平民的死活罢免朝廷大员。在这群衙门眼里，欺负平民百姓根本就不叫惹事，能打败官二代的只有官二代。许七安勉强算个官二代，许平志7品绿袍，好歹是个官绅，并不是平头百姓。官二代欺负起老百姓肆无忌惮，对同样吃朝廷俸禄的对象会有所顾忌，因为京城水深。公子哥听完，先是一愣，问道：“许平志丢了税银那个？”“正是。”许七安松了口气。公子哥脸色突然一沉，阴恻恻道：“废了他，留口气便成。特么神经病吧！”许七安险些爆粗口。护从们全是练家子，身手不弱，一个个从兜里掏出匕首。在京城，没有官职不能配刀的，不穿官服不能配刀，违规者杖80，罚款100两，聚众持刀斩立决。匕首不在此列，这群人算是钻了法律的空子。5个护从不但是练家子，还学过合击技巧，配合的天衣无缝。2名护从联手袭来，同时刺出匕首。许七安抬手抓住2人的手腕，正要反击，忽见2人朝左右分开，那名救夏公子哥的护从腾空飞起，凶猛的膝撞。许七安不得不收回手，交叉与胸前。砰！坚挺的膝盖骨砸在手臂上，火辣辣的疼。剩下的2名护从侧面包夹，一人匕首落空，另一人在许七安腰部划出鲜血淋漓的口子，挑断他手脚筋，废了他。锦衣公子凝声道。许七安瞥了他一眼，不作声，脑海里分析着局面。都是炼金境界，但不是巅峰，单打独斗我能把任何一人狗脑子打出来，可他们学过合击术。匕首再次攻来，许七安以上辈子学的格斗术招架，假装渐渐体力不支。5夫炼金境巅峰，体力源源不绝，等闲不会脱离了，但他不能让人家摸清底细，否则没有机会。见护从迟迟拿不下许七安，锦衣公子皱了皱眉，站在远处冷嘲热讽：“姓许的，下跪磕头，喊2声爷爷，本公子可以饶你一命。”许七安高声回应：“爷爷，太
太奶奶的滋味真不错。没激怒许七安，反而自己被激怒。锦衣公子厉声道：“杀了他！”砰！与最强的那名护从拳对拳后，许七安假装不敌，踉跄后退。另外4名护从瞅见机会，合围而来。就在这时，许七安脚下的青砖开裂，腿部肌肉把裤管撑得鼓胀，他箭矢般的急冲出去，撞得左侧护从口吐鲜血，胸骨折断。护从们没料到他隐藏了实力，猝不及防，让他挣脱了重围。许七安没逃，直奔锦衣公子哥，在对方惊恐的脸色中掐住他的脖子，狠狠一拳打在小腹。锦衣公子身躯骤攻成皮皮虾，嘴里喷出秽物。许七安面不改色的又捶了几拳，捶得锦衣公子抱着肚子跪倒在地，心里那股子邪火才稍稍退去，没有继续施暴，扭头朝着救援过来的护从喝道：“原地别动，不然我杀了他！”护从投鼠忌器，果然不动了。好得很。锦衣公子哥抬起头，脸色怨毒：“你知道我是谁？”砰！许七安一脚把他的脸踩在秽物上，脚掌无声发力，疼得锦衣公子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我也教公子一个道理。许七安脸色阴沉，匹夫也有怒火，而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双方对峙了片刻，一群穿玄色制服、要配朴刀的捕快带着10几名白役赶过来了。为首的正是王捕头。小老弟被人揍了，王捕头本来是很生气的，看到公子哥的锦衣后，脸色僵了僵，目光一闪，又恢复了怒容。何人胆大包天，敢在长乐县辖区当街斗殴？见同僚们已经抽出朴刀，把护从们包围，许七安这才松开锦衣公子哥。锦衣公子急止怒喝：“给我抓起来，本公子要将他千刀万剐！”王捕头假装听不到，骂骂咧咧：“混账东西，统统带走！”不管锦衣公子怎么表明身份，他就是一脸老子没文化，卧槽行天下的粗鄙姿态。大概是觉得这个捕快实在没见识和脑子，锦衣公子不闹了，在衙役们的押送下向长乐县衙门走去。王捕头落后几步到许七安身边：“兄弟，闯大祸了，那王八犊子身份不简单，你想好怎么解决没？”老王眼力毒辣：“我刘建明没有选择。”许七安低声道：“通知我二叔了吗？”边走边说：“不多时，县衙到了。”许七安刚踏入县衙，便听一声带着哭腔的声音：“大哥！”正是穿浅碧罗衣、亭亭玉立的许灵月，她秀美白皙的脸庞残留着泪痕，眼圈红肿，宛如一朵惹人怜爱的小花。身边不见许灵英，大概在偏听没让过来。许七安微微颔首，给他一个镇定的眼神。早已收到消息的朱县令高坐桌案前，见到众衙役押着一群人进来，看清那位满面怒火的锦衣公子，老朱吓了一跳，急匆匆的起身迎来。“哎呦，这不是周公子吗？周侍郎可好？”锦衣公子猛地挥袖，把朱县令逼开，指着许七安恶狠狠道：“此人当街行凶，欲杀我，速速将他拿下！”严重了，严重了！朱县令陪着笑脸，扭头满脸怒容的喝道：“快手许七安，还不滚过来！”许七安硬着头皮迎上去：“混账东西，连户部侍郎周大人的公子也敢打，你有几个脑子啊你！”朱县令飞起一脚踢在许七安身上，一转头又是一脸舔狗笑容：“周公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自家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他一个小人物计较。”人群外，许灵月望着堂兄因为自己被责难，泪珠滚滚，比寻常女子更挺更精致的穷鼻哭的通红。户部侍郎的公子，许七安心里一沉。在大凤王朝官场，一位官员的能量有多大，看的不是品级，而是背景和权力。1、2品官员有很多，但真正站在权力巅峰的其实就一小撮人。6部的尚书和侍郎就在此列。打了户部侍郎的儿子，这事儿闹大了。少他妈给我来这套，你不抓人是吧？我自己动手。周公子大手一挥，命令护从把这小子给我抓了。他就不信在县衙里这小子还敢反抗行凶。朱县令喝道：“谁敢在县衙内施暴，格杀勿论！” 3班衙役冲了出来，抽出朴刀架在刚要动手的护从脖子上，白蚁则持棍戒备。“姓朱的，你敢动我的人！”周公子指着朱县令的鼻子破口大骂。“周公子不要误会，本官是朝廷命官，按规矩办事而已。”朱县令依旧是舔狗笑容，摸了把脸上的唾沫星子。“本官这里有一份送书，状告公子您纵马行凶，霸凌良家女子。”状告人是许灵月。这是朱县令早就准备好的手段，倘若对方只是寻常衙内，朱县令就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是怎么都没想到，事主是户部侍郎的公子。周公子喝了一声：“纵马行凶，伤到谁了？霸凌良家女子，姓朱的你上街问问，我有动这个女人一根手指头，那许是这女人认错了人。”朱县令笑呵呵的把送书收回袖中。糟糕，朱县令搞不定，我得想办法自救，实在不行就跑路了，但肯定会连累二叔一家。许七安有些急，在这年代，只有官二代能对付官二代，
他的段位和人家差太多了。别说是他，就算是二叔，一个御刀卫的百户，在户部侍郎面前算什么？什么都不是。至于后悔，没有，刀架在脖子上，难道任人宰割？念头急转间，他看见周公子的一名护从离开了县衙，而朱县令没有阻止。许七安心又凉了几分，走到王捕头身边，低声道：“头儿，兄弟我今天在劫难逃了，有件事想拜托你。”王捕头沉默了一下，低声说：“你说。”这1个月来，他和许七安的关系突飞猛进，天天去勾栏耍，一起喝花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你先借我1两银子。王捕头在怀里摸了摸，摸出一把碎银，不到1两。许七安接过碎银揣兜里，这才说道：“头儿，你骑马速去我家，到我床边的柜子里取一本书，一本蓝皮书，记住不要拿错了。日记是浅黄色的封皮。你拿了书之后，立刻去司天监，找一位叫采薇的姑娘，帮我捎一句话：许七安有难，速救。司天监。”王捕头一脸踌躇，那地方岂是我这种人能去？让他进司天监，就相当于让普通人进皇宫，连靠近的胆儿都没有。许七安就知道是这样，低声道：“我要出了事，这些银子可就没人还你了。”王捕头瞪大眼睛：“帮我办成这件事，下个月的俸禄全归头儿你。”许七安你大爷的！王捕头骂骂咧咧的冲出了县衙。许平志收到通知，从同僚那里借了马匹，快马加鞭的赶到长乐县衙门。踏入门槛，进入公堂，首先看见哭得不停颤抖的女儿，紧接着是剑拔弩张的衙役和护从。许平志收回目光，来到女儿面前，脸色严肃地问：“怎么回事？”许灵月就像看到了救星，哭得更凶了，抽抽噎噎的把发生的事告诉父亲。当听到周侍郎的公子扬起马蹄践踏幼女时，他的眼角跳了跳，脸色愈发阴沉。要不是大哥，林英就没了。宁燕，许平志望着侄儿的身影，闭上平静了几秒，低声道：“你去偏厅看好林英，不要出来。”看着女儿小跑的背影消失，许平志沉默的上前盯着锦衣公子：“周公子，此事能了吗？”锦衣公子对上他的眼睛，仿佛感受到了宛如实质的杀意，想起许七安在街上说过的话，喉咙里的狂言怎么都挤不出来。许百户好大的官威，怎么我家公子要是不罢休，你还想血溅5步？一名穿着蓝色长褂，袖口和领口有着金色滚边，腰悬玉佩的老者从县衙大门进来。他头发白多黑少，脸庞清瘦，目光锐利的像是藏着针。刚出生时还在门口，说完时人已经到了公堂。陈叔锦衣公子大喜过望：“少爷怎么伤成这样？是哪个该死的畜生动的手？”老奴看着少爷长大，那是一丁点的伤就心疼得紧的。老者看见锦衣公子凝固着血痂的耳垂，又心疼又愤怒：“我几次三番与老爷说了，给你配一名练气劲的高手，他总是以你喜欢惹是生非为由拒绝。惹是生非又如何？别人吃亏总好过少爷你吃亏。”感觉自己被一股气机锁定，许平志如坠冰窖，脊背像是有蛇爬过，他有种徘徊在生死边缘的感觉。类似的感受在战场厮杀时常常会有，这让他不敢动弹一下。这个老者是练神境的高手。朱县令咳嗽一声：“您是？”“不敢。”老者不咸不淡地打断：“老夫只是州府一个老奴罢了，当不起朱大人这一声您。”老前辈这话说的客气了。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个道理官场老油条最清楚了。朱县令陪笑着：“看这事儿闹的都是误会，都是误会。经查在即，大家以和为贵。老前辈，您觉得呢？”老者冷笑道：“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影响不到老爷的经查。州府向来以德服人，一切以朝廷规章制度办事。”众人一开始没明白他的话，直到片刻后，杂乱又响亮的脚步声从衙门外传来，继而涌进来一批披肩执锐的甲士，为首的是一位穿青袍、绣白弦的官员，目光环视，朗声道：“刑部缉拿人犯，闲杂人等退避，如若干涉，同罪处置。”顿了顿，这位青袍五品官朝周公子挤出笑脸：“这位公子，本官问你，人犯在何处啊？”周公子即是许七安：“把这狗东西给我锁了。”青袍五品官大手一挥：“拿下！”甲士们冲了上去，取出枷锁，把许七安给锁住。“大人，我侄儿何罪之有？”许平志大急：“有没有罪，本官自有定夺。”青袍五品官淡淡道：“本官身为刑部郎中，想来秉公执法，一丝不苟。”许平志还想说话，但被朱县令死死拉住：“带走！”刑部的人迅速离开，带走了被贴上人犯标签的许七安。头发花白的老者这才撤去气机，看都没看许平志，握住周公子的手臂：“少爷，老奴先带你回府包扎伤口。”周公子随着他往外走，嚷嚷道：“我要那小子死！”“好好好，老奴会办妥的。”老者一脸慈祥笑容：“不，我亲自去。”都依少爷。两人带着护从离开县衙，
身影消失。许平志忽然大口大口的呼吸，像是险些溺毙的人，浑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我要告御状。许平志一字一句道：你见不到圣上的，皇宫禁地，岂是御刀卫百户可以进？你也没有上奏的权利。朱县令叹口气，算了吧。不行的，不行的。许平志时而狰狞，时而绝望。朱县令想了想，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找辞旧，他是云鹿书院的举子，说不定会有办法。云鹿书院虽然在官场备受打压，几乎没有生存余地，但住在里头的可不是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那是一群圣人门徒，他们不但擅长以理服人，更擅长以理服人。所以当初许新年能够摆脱流放的命运，只是被革除功名，入监籍。观星楼，王捕头策马来到这座京城最高建筑，周边没有士卒戒严，但当临近时，会发现观星楼附近根本没有百姓的踪迹。司天监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监正大人观星象、定力法，是可以与天上仙人沟通的谪仙人物。司天监的炼金术士的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造福百姓。相比起其他体系，司天监术士是最被百姓所接受的神仙形象。神仙住的地方，没人敢来。王捕头几次想勒住马缰，打道回府，但都忍住了。他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摘星楼前停下，双手颤抖地把马缰系在石阶上的雕栏，硬着头皮沿着石阶上。观星楼的地基足足有6米高，比寻常人家的屋顶还要高。王捕头带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摘星楼的第1层，里面采光极好，阳光从墙壁的一排排孔洞里照射进来，沉迷在光束中浮动。王捕头看见了成排的药柜，看见穿白衣的年轻人们围坐在一起，激烈讨论着什么。看见有人握着书卷苦读，看见有人趴在桌上睡觉，看见有人在熬煮药材。坊间流传司天监的神仙们个个都是医术圣手，救死扶伤还不收钱。王捕头现在相信了。你是什么人？一名白衣人注意到了王捕头，迎上来审视着他。司天监周围没有士卒把守，但是极少有百姓敢肆无忌惮的靠近，只有一些遇到大病的自知没有活路才会来这里碰碰运气。王捕头有些拘谨，喉头滚动一下，结结巴巴道：我是长乐县衙门的捕头。所以白衣人看着他不说话，对方的眼神炯炯有神，锐利的像是能看到人的内心。王捕头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差点就要放弃小老弟许七安，扭头走人。我来找采薇姑娘。王捕头说。采薇师姐。白衣人再次审视起王捕头，见他两手空空，心说你都没带吃的，你就来找采薇师姐？什么事？王捕头从怀里摸出一本深蓝色封皮的书，有一位朋友让我把这本书捎给采薇姑娘，并附赠一句话：许七安有难，速救。白衣人接过，随手翻了几眼，上面的字扭曲的仿佛鸡爪，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他没了兴趣，手里握着书。采薇师姐不在，出去玩了。你要么在这里等着，要么晚些时候再来，要么书给我，我帮你转交。那就有劳大人了。王捕头落荒而逃。师兄，什么事儿啊？边上一名白衣人望着王捕头仓促离开的背影，问到一个捕头，说来找采薇师姐的，应该是有急事。你把这本书送到第7层，交给宋师兄，问问他的意见。宋清是6品炼金术师中的魁首，监正的第4位弟子，在司天监，所有人都可以对外自称是监正弟子，但其实监正真正教过的徒弟只有6位，号称司天监6子，其他弟子都是这几位在带师授徒。楚采薇是最小的弟子，自己还没出师，暂时没资格教导师弟师妹。宋清刚回京城不久，听说了税银案的始末，在众师弟师妹殷切的期盼下，接手了假银炼制。在996福报里，幸福无比的白衣炼金术师们差点喜极而泣。又失败了，宋师兄，连你也不行吗？瞎说，宋师兄怎么可能失败？只不过一项炼金术的创造、研发需要无数次的失败做总结，只要宋师兄能吃透其中奥妙，咱们司天监就又多掌握了一项本事。连续爆肝了12个时辰的宋清摆摆手，都别说话，我想静静。彻夜没睡，宋清的眼睛依旧炯亮有神，甚至有些亢奋。作为一名炼金术的狂热者，他接受一切炼金领域的挑战。不是盐的剂量问题，在经过数次的总结后，大概可以判断火焰的温度要控制在融化食盐，但不能让它沸腾，关键点在雷电。宋清沉吟着，他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只是没有电压的概念，只能一遍遍的去尝试控制雷法的强度。简单的盐就能炼出假银，创造这个炼金术的人简直是天纵之才啊！宋清感慨着，如果能与这位人才结交，他的生命创造计划或许能得到巨大的突破。这时，一位白衣踏着楼梯来到第7层，炼金术师扎堆的地方。白衣是司天监弟子的制服，乍一看没什么区别，不同点在胸口。炼金术师的胸口绣着火炉。这位来到第7层的弟子，胸口绣着的是草药，
这代表着他是术士第9品医师，又称医者。师兄，刚才有个捕头来找采薇师姐，还带了句话：许七安有难，速救。胸口绣草药的弟子说，我寻思着可能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是采薇师姐的友人求助，所以特地上来告知一声。许七安，宋清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但想不起来了。那人还有说什么？胸口绣草药的弟子将手里的深蓝色封皮的书递过去，只留下了这本书。这字简直丑出天际了。宋清接过，翻开第1页，立刻就被鸡爪般扭曲的字给辣到眼睛了。开篇第1页就一句序言，他凝神细看：等价交换，炼金术不变的原则，爱德华·艾尔利克。等价交换，宋清的脑海里像是一道闪电劈过，灵魂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这种冲击感就像传世诗词对于读书人。等价交换是炼金术不变的原则，是的，没错，是这样的。宋清低声自语。每当他成功炼制出某种事物的时候，相应的原材料就会消失，或者转化成其他东西。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着，可是很少人会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可是没有想太多，没有想得这么深刻。当年老师教我们炼金术的时候曾经说过，炼金术的本质不是变换，而是转换。等价交换原来是这个意思。提纲挈领般的一句话，让这位炼金术的狂热爱好者忍不住站立。平复了激动的心情后，宋清开始思考爱德华·艾尔利克这几个字代表的含义。是名字吗？哪有这么奇怪的名字？是暗号，还是某种炼金术领域的暗语？想不通，一时心痒难耐。宋清深吸一口气，稳了稳情绪，迫不及待地翻到下一页，专业又耐心地阅读扭曲难看的字体。开篇第一句是走进炼金术的世界，这是在教人踏入炼金术的领域。好狂妄啊！宋清心说，炼金术从来都是言传身教，口口相传，天资聪颖者1年半载就能入门，天资愚钝者30-50年都一事无成。司天监至今都没有一套正经的教科书。但是开篇序言的那句话给了宋清足够的耐心。第1节，物质的变化和性质。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肉眼看不见的粒子，这些粒子构成物质，物质之间存在着多种互相作用，也不断发生着的变化。我将这种变化归类为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宋清看着看着陷入了沉思。化学是什么？原子是什么？我在看什么？为什么每个字我都认识，可它们组合起来后我就看不懂了？圣人的经典还有脊柱呢，为什么到你这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宋清不是一无所获，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部举世无双的天书。他阐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指出了天地万物最本质的结构。宋清身体微微发抖，有一瞬间他想撕了这本书，这是神才能知晓的奥秘，凡人不该窥探。可内心深处又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他，那是人类最原始的求知欲。炼丹房内一片寂静，白衣们面面相觑，不敢出声打扰，对于宋清师兄变幻莫测的脸色深感担忧。师兄又在思考什么令人无法接受的炼金术了吧？是啊，去年他试图把猫的血肉炼成术，这样砍掉头也能重新长回来，但被监正老师禁闭了1个月。宋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恐惧着，一边兴奋着。看着看着，他眼睛猛地一亮，因为他看到了关于如何炼制睡银的炼金术详解。步骤1，首选要过滤盐水，提纯出氯化钠、精盐。步骤2，蒸干盐水，析出结晶，用800摄氏度的高温融化。步骤3，注意，这一步骤是炼制睡银的关键，成功与否就在这里。宋清双方放着金光，终于要解开困扰他和师弟们许久的问题了，这真是一本神书啊！宋清发现已经到页尾了，他口水站在指尖，迫不及待地翻到下一页。一片空白。宋清，没有了，后面就没有了。第3个步骤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记载？这本书是谁写的？这种断章式著书是要千刀万剐的。宋清一口老血喷出来。宋清张了张嘴，忘记了什么，沉声道：这书谁送来的？没注意，没听，忘了。师弟们的回答异常的真实。宋清立刻下楼，找到之前接待王捕头的那名弟子，详细追问经过。这是一个交换。宋清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师兄，你到底怎么了？白衣师弟们追着下楼。这书有什么问题？宋清脸色无与伦比的严肃，扫过众人的脸：诸位师弟，听我说，这是一个让司天剑飞速崛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炼金术或许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绵阳亭，2辆马车缓缓驶在官道，分别坐着刚刚口吐芬芳结束的2位大儒。许新年与一众同窗骑乘马匹，追在马车后面。我刚刚不该说实话。许新年有些懊悔。2位大儒吵得唾沫横飞，眼见就要大打出手，许新年直言不讳地说：
其实老师和慕白先生只是为了得到一手传世诗吧。场面曾经很尴尬，虽然阻止了两位大儒掐架，但许新年也意识到说实话是不对的。娘说的对，我向来不会说话，得改。许新年进行着人生里第 N 次自省，他手伸出怀中摸了摸那块温润的玉佩，许新年欣然远眺，正高兴着，视线里出现一匹疾驰而来的身影。额景，那身影的轮廓便映入眼帘，是父亲许平志。许新年愣了愣，一家马腹掠过马车迎上去。爹，你怎么来了？说完，许新年心里一沉，父亲的脸色让他察觉到事情很糟糕，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许平志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告知许新年。周侍郎的公子当街调戏妹妹，差点纵马踏死林英，大哥被押到刑部。许新年脑子一热，气血倒涌。娘儿，你大哥的生死就靠你了。爹，你别急。许新年诸多念头闪过，很快就有了主意，调转马头，逼停了马车，高声道：老师，慕白先生，辞就有事请求。帘子掀开，张慎和李慕白探出脑袋，何事？家兄有难，请老师和慕白先生出手相救。许新年将父亲告知的事复述了一遍。张慎盯着他，沉声道：是那位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才子。他声音严肃认真，似乎这很重要。正是。许新年点头。张慎刚要说话，边上马车里的李慕白出言截断：辞旧，你兄长的事就交给我吧，你与你老师先回学院。哼！张慎冷哼一声，闲杂人等不要多事，我学生的事我会处理。许平志喜出望外，没想到儿子的面子竟这么大。老师，慕白先生，家兄被带去刑部了，请速去，实恐生变啊。许新年急道。这个时候就不要斗嘴了。李慕白忽然挥了挥手，驾车的车夫被一股清风拖起，轻飘飘地落在路边。李大儒拽住马缰，亲自驾车，徐徐道：此乃千里良驹，能日行千里。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拉车的本是一匹寻常的棕马，此刻忽然亢奋的长嘶一声，棕色的皮肤之下，一条条肌腱凸起，身躯膨胀，眨眼间就比寻常马匹高大了近1倍。李慕白的马车绝尘而去。张慎冷哼一声：你也下去。他把驾车的车夫送到路边，自己取代位置，拽住马缰，沉声道：这马又大又壮，不但是千里驹，还有6条腿。同样的异变再次发生，这匹黑色的马也和它的同类一样，身躯膨胀，肌肉虬结。不同之处是，它的腹部血肉分开，骨骼生长，神经交织，硬生生地长出了2条新的马腿。黑马六蹄如飞，扬起一片尘埃，后发先至，追上了李慕白的马车。老贼，你过于无耻，哪有6蹄的马？李慕白大怒：我说有就有。好，那我这匹马是8蹄的。哼，无耻老贼非要跟我抢弟子是吧？我这马车轻如薄纸，随风飞。一阵风刮来，张慎的马车轻飘飘的宛如薄纸，随风飘向远方。李慕白不甘示弱，喝道：我的马车会驾云。一团白云平地而生，粘在车轱辘上，把马车送上了天空。许平志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直到2辆马车消失在天际，吞了吞喉咙。读书人可真能吹牛逼啊！许新年望着天空，心生向往，喃喃道：这不是吹牛，这是儒家五品德性。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来自监正大人酒后的嘲讽：如以文乱法，刑部监牢。许七安带着枷锁盘坐在破烂草席上，背靠着冰凉的墙壁，嗅着空气中的湿冷腐烂的味道，仿佛又回到了府衙的监狱里。按照以前从案牍库翻阅的资料，京城衙门欺男霸女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破事儿根本传不到皇帝老儿的耳里，便被压下来了。上达天听4个字能重如泰山，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可这是经察期间啊，不怕政敌攻坚吗？许七安喝了一声：速战速决地干掉我，再以全家性命逼迫二叔忍辱负重，不就摆平了吗？我错了，中产阶级固然过得滋润，但只要惹到那些大人物一次，就万劫不复。想要活出人样，我得拥有权力和力量。哐当，走廊尽头的铁门打开，脚步声由远及近。不多时，一名狱卒领着2名持刀的甲士来到栅栏前。带你吃断头饭了。狱卒嘲讽地笑着。他打开门后没有进去，反而后退了一步，喝道：死出来！2名甲士双手按住了刀柄，眼神戒备。尽管戴上了特制的枷锁和脚铐，但对方依旧是个炼金巅峰的武夫，绝望之下做困兽之斗的话，他们几个也会有危险。你最好老实点，配合我们。你也不想我们射穿你的手脚筋，然后拖你出去吧。许七安沉默片刻，起身。刑部孙尚书正伏案处理事务，卷宗折子堆积如山。忽然他似心有所感，抬头望向窗外。额顷，2个黑影飞速而来，轮廓渐渐清晰，是2辆马车，
一辆乘着清风，一辆腾云驾雾，两辆马车并驾齐驱，争先恐后，一齐降落在刑部衙门的大院中。雄壮的马匹在落地的刹那，终于力竭倒地，似乎被抽干了所有生机，抽搐着死去。刑部衙门当差的士卒立刻围了上来。身穿飞袍的孙尚书皱着眉头迎来，他有着一张方正的国字脸，皱眉凝神时透着一股严肃。纯净兄、景言兄，你们二人到我刑部何事？孙尚书还算可欺，虽然国子监和云麓书院的争斗由来已久，但两位大儒联袂而至，足以让他摆出端正态度。张慎拱了拱手，沉声道：刑部今天抓了我一名弟子，叫许七安，劳烦孙尚书放人。抓了云麓书院的学生。云麓书院的这群老东西最护短了。孙尚书道：刑部管理刑狱之权，不会无缘无故抓人，请两位说清楚。他没有立刻答应，虽然国子监在官场上将云麓书院打压得抬不起头，那是因为国子监是朝廷官办学院，云麓书院自然斗不过国子监，朝廷不用你的人，你能如何？可这不代表云麓书院是可以任意捏揉的软柿子。云麓书院掌握着儒家修行体系，是天下学子心中的圣地，学院先生们护短是出了名的，所以只要没有真的作奸犯科，刑部的官员是不会主动找茬的。不等两位大儒说话，几名差役慌张地跑了过来，大声道：尚书大人，外边来了一群司天监的白衣，硬闯衙门，我们拦不住。孙尚书和在场的刑部官员循声看去，一群白衣飘飘的司天监弟子横冲直撞地涌入刑部衙门。为首的是一名胸口绣丹炉的男子，浓眉高鼻，黑眼圈似乎终年不退。司天监监正的四弟子宋清，对方来势汹汹的气焰让孙尚书眉头紧皱，喝道：尔等擅闯刑部，已经触犯了律法，还不速速退去？宋清停下脚步，作揖淡淡道：尚书大人，我们来此事向刑部要一个人。听到这话，孙尚书心里一跳，有了猜测，沉声道：何人？许七安，今日刚被刑部无故捉拿。又是许七安，这人到底何方神圣？同时引来云麓书院的大儒以及司天监的白衣。在大奉，没有人愿意得罪监正，即使是自诩儒家正统的云麓书院，被爱喝酒的监正嘲讽以文乱法，也捏着鼻子认了，没有试图对监正大人使用以理服人。怎么回事？许七安是谁？怎么从没听过这号人物？你孤陋寡闻了吧？税银案知道吗？破案的就是许七安，但此人只是个武夫，怎么和儒家还有司天监扯上关系了？奇怪，咱们刑部抓他干嘛？过来围观的刑部官员们交头接耳。孙尚书招了招手，唤来一名刑部官员，问道：今天刑部有缉拿一位叫许七安的犯人。那名官员低声回了一句，然后匆匆跑开。额请捧着一叠案牍回来。尚书大人，缉拿文书里没有许七安这个人。没有。孙尚书脸色一沉，谁去抓的人？这个下官倒是知道。那官员眼睛一转，瞄向人群中的一位青袍，是黄郎中。唰，一道道目光投射过来。那位返回刑部后，只来得及喝一口茶，还没像是郎公子邀功的穿青袍的黄郎中心里一凉。孙尚书冷冷地斜来一眼，黄郎中如坠冰窖，低着头仓皇地走了过去。大人，事出突然，卑职没有来得及取缉拿文书，主要是因为此人是名武夫，同时是御刀尉许平志的侄儿，有畏罪潜逃的能力。黄郎中心说尚书大人的大嘴巴子距离我只有6尺距离，但我能在 0.01 秒内甩锅。周公子派遣护从递交送书，说有贼人当街殴打他，还说要让他血溅5步。事出紧急，卑职决定先将人拿下再说，免得潜逃。有司天监的白衣和云麓书院的大儒在场，他不敢说谎，也没必要说谎。双方当街殴斗，本就是各大50大板的事儿。他除了没有缉拿文书，一切都是按规程办事。在刑部，回头补缉拿文书的例子比比皆是。司天监的白衣们皱了皱眉头。李慕白与张慎相视一眼，前者上前一步，沉声道：圣人曰，君子当诚。扑通扑通扑通，黄郎中只觉自己心脏在剧烈跳动，血液冲到脸皮，因为说谎而惭愧，无地自容。他厌恶说谎的自己，精神在激烈抗议他的卑劣行为，嘴巴也愤怒地脱离了他的意志，不受控制地开口说话。周公子要整死许七安，让他死在刑部大牢，以泄心头之恨。我想卖周公子一个人情。舒服了。黄郎中一屁股坐在地上，额头沁出汗水。周围响起哗然声，在场有10余位刑部官员看向黄郎中的眼神，有的是不屑，有的是鄙夷，有的是幸灾乐祸，有的摇头叹息。卑鄙无耻，本官明日定要写折子弹劾你。刑部给事中顿时来劲了。无品德行径，孙尚书不动声色，扫了眼脸色煞白、目光呆滞的黄郎中，吩咐手底下的官员传我话去，把人放了镣铐的哗啦响声里，许七安被带到刑讯室。周公子换了一身靛蓝色的袍子，
厚实又不显得难看。他大马金刀地坐着，一只脚踏在椅子上，被许七安踩裂的耳朵裹着白色的细布，穿蓝色大褂，领口袖口有着金色滚边的清瘦老者站在他身侧，瞳孔锐利地盯着许七安，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意。此外，还有2名狱卒站在一堆刑具边，幸灾乐祸地审视着许七安。锦衣公子挥了挥手，一名狱卒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甩在许七安面前：“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走。”周公子眼神睥睨：“认罪画押，尝试一遍这里所有刑具，然后认罪画押。”许七安看一眼认罪书上的内容，大致是：长乐县衙快手许七安因为在街上与周丽发生口角，起了杀心，依仗武力出手害人，重伤了周丽，随后捕快赶至，快手许七安落网。当街行凶，对方还是户部侍郎的公子，我如果签字画押了，最轻的都是流放，姓周的运作一下，判我一个菜市场斩首都有可能，这是不给我留活路啊。许七安收回目光，看着锦衣公子：“签字画押，少受皮肉之苦。”周公子嘴角一挑，像是玩弄蝼蚁一般，戏谑道：“不，我给你的选择是先画押再受刑，还是先受刑再画押？”几名狱卒哈哈大笑。许七安脸色阴沉，他越是这样，周公子越开心，就喜欢别人憎恶他，偏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啧啧，吓人，真的吓人。周丽笑呵呵道：“陈叔，要靠牢固吗？万一这个贼人忽然暴起杀人，怎么办？”清瘦老者笑道：“少爷放心，一只蝼蚁而已，老奴一巴掌就能拍死。”那我就放心了。周丽起身走到刑具堆面前，侃侃而谈：“这里有24种刑具，每一样都能让人疼到极致，偏偏伤不了性命，是刑讯逼供的利器。我不会杀你，那样岂不是太便宜你了？听说打个人的大狱里有足足108种刑具，被关进里面的人就没有活着出来的。可惜你无福享受，啧啧，可惜啊。”许七安不可避免地看向刑具，有布满铁钉的座椅，有锈迹斑斑的钢针，有常年沾染鲜血变得暗红的铁具，林林总总，每一样都透着残忍和血腥。许七安喉咙滚动了一下，脸色苍白下去。按时间算，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应该已经收到王捕头的通知，为什么还没赶到？是不愿意救我？不对，那本书我写的非常有诱惑力，但凡是炼金术师看完都应该抓心挠肝般的难受，迫不及待想看接下去的内容。再不来救我，就算我最后能活下来，这套刑具用完，我人也废了。许七安额头开始沁出汗珠，他是个正常人也会感到恐惧。周公子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他的脸色，见状非常满意这种戏耍耗子式的游戏，让他沉浸其中，万分享受，继续道：“听说你自幼被二叔许平志养大，感情一定很好。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是你和你二叔一手策划的。”他查过我。许七安额角的青筋凸起。这周公子认罪书上没写啊？一名衙役为难道：“蠢货，重新写一份就好。”另一名狱卒骂道：“那还等什么？就在这里写，当着他的面写。”周公子猖狂大笑，笑声回荡在刑讯室。忽然，禁闭的铁门被打开，一名狱卒领着一位青袍官员进来。那位青袍官员扫视一眼，见到许七安身上没有血迹，完好无损，无声地松了口气：“把人给我提走。”终于来了。许七安如释重负。刑讯室的几名狱卒下意识地看向周公子：“这位大人，我们在审讯犯人。”周公子目光从象征物品的青袍身上挪开，注视着官员的脸，神色有些不悦。青袍官员阴阳怪气地笑道：“这里是刑部，不是户部。周公子想审犯人，回户部审吧，如果户部也管刑狱的话。”说完喝道：“几个狗东西，没听我说话吗？把人给我带走！”慢着！周公子喝住了狱卒，怒视着青袍官员：“此人当街行凶，欲置我于死地，我是苦主。”他眯着眼，意味深长地说：“这位大人，莫要多管闲事。对方是个正五品，与他父亲无法相提并论，宛如云泥。但人家到底是刑部的官，跟户部没关系。”周公子也不好把话说得太死，只希望对方能意会到，不管怎么样，得罪一位侍郎的公子是极为不智的。官场最忌树立没有必要的敌人。没想到这位青袍官员一点都不怵，反而嗤笑一声：“周公子这话，出去跟尚书大人说吧。”周公子皱了皱眉，与老者眼神交汇。陈叔低声道：“孙尚书与老爷素有交情。”后半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意外之事，他是不会过问的；反之就是有问题了。不甘心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的周公子紧紧跟在后面，只要问题不大，他就立刻把许七安抓回来，直接用刑，弄死这小子。走出刑部大牢，明媚的阳光照射，许七安眯了眯眼，缓解瞳孔的不适应。他随着那位青袍官员来到刑部衙门的大院，院子里围着不少人，有穿各色官袍的刑部官员，有10几位穿白衣的年轻人，有2辆马车以及死去的马匹，
有2位风骨清奇的如山老者。同样看见众人的周公子有些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公子听见镣铐哗啦的声音停了下来，那个该死的许七安顿住脚步，回头一字一句道：“你该庆幸没有对我用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监正新收的弟子。”老者脸色大变，周公子的表情瞬间失控，这不可能，他不可能是监正的弟子。可是看到满院的司天剑白衣，周公子和老者保持了沉默。许七安没搭理2人，径直上前扫了白衣们一眼，意外的没看见采薇姑娘。那个鹅蛋脸的对小美人不在。王捕头把炼金术秘籍送到了，可是采薇姑娘不在，但司天剑的炼金术师们看到了书本的内容，所以赶来救我。又或者是采薇姑娘有事脱不开身，拜托同门来救我。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镣铐哗啦声里，许七安见过几位师兄？师兄。宋清愣了愣，审视着许七安。书是你写的？他的眼神有些不善。许七安点点头。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等离开了刑部，师兄想问什么，明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到许七安与司天剑白衣交谈，周公子表情有些呆滞，他僵硬的移开目光，打心底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疾步走到孙尚书身边，低声道：“孙大人，司天剑的人。”孙尚书瞥了他一眼：“找我要人的。”周公子身子一晃，青瘦老者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他真的是监正弟子？这不可能，而且如果他是监正弟子，睡银案的事根本不可能祸及许家。睡银案，青瘦老者想到了一个可能，如果是睡银案后被监正收为弟子呢？他确实解开了睡银的秘密，练出了假银，这样一个无师自通炼金术的天才，监正见财起意，破例收徒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甚至很大。况且不是监正弟子，凭什么让这群白衣集结此地？这时青瘦老者注意到了沉默不语的2位大儒，以及死状诡异的马匹。他凝神看了片刻，忽然身躯一震，认出了2位云路书院的大儒。青瘦老者喉咙滚动一下：“尚书大人，那2位大儒也是来要人的。”孙尚书面无表情道。周公子脸庞僵硬，一点点的扭头看向了老者：“你就是许七安？”许七安转头看去，说话的是一位穿灰袍、旭山杨须的老者。他心说：“老大爷，您哪位啊？”“我是辞旧的师长。”另一位蓝袍老者说道。他笑容温和地打量许七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可是你写的？”晚辈拙作，让前辈见笑了。许七安道：“字宁燕。”向陌生人介绍自己的字是最基本的礼仪，因为直呼其名是很忌讳的。你如果不介绍自己的字，潜意思就是不想与人结交。蓝袍老者脸上笑容愈发深刻。此件事了，我们先离开刑部。那边宋清忍不住催促道。立刻就有狱卒上前解开许七安的脚铐和枷锁。好。许七安点点头。司天剑的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目的达到，人要回来了，他们无比期待接下来的会谈。李慕白和张慎2位大儒也不愿继续久待，因为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呼！见许七安跟着众人离开，周公子如释重负，心里产生不愿意承认的忌惮和后怕。等一下！许七安忽然停住脚步。司天剑和2位大儒看着他。我还有件事要处理。许七安拱了拱手，转身走向周公子，经过狱卒身边时，劈手夺过木板状的枷锁。你想干什么？周公子惊得连连后退。许七安，我父亲是户部侍郎，你敢动我？你敢在刑部动手？孙大人，孙尚书，快拿下这贼人！陈叔，救我！砰！许七安抡起枷锁，凶狠地砸在周丽脑袋上，断木横飞。周公子双眼翻白，直挺挺地朝后倒去，嫣红的鲜血从头发里流淌出来。许七安面无表情地看着青瘦老者。拍死我！全场寂静。当着我师兄们和刑部诸位大人的面，当着2位大儒的面，拍死我这只蝼蚁！快点！脸上涌起的怒火如潮水般退去，青瘦老者僵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啊！果然只有官二代才能对付官二代，律法的公平公正仅限于小人物之间。许七安沐浴在初冬的阳光里，感觉自己获得了新生。刚离开刑部衙门，许七安看见长街尽头2匹快马疾驰而来，是许二郎和许二叔。父子俩同样看见了被司天监白衣簇拥着的许七安，许二叔紧绷的脸色明显松了下来。司天监的人怎么会在这里？许二叔眼里闪过疑惑。他本身是炼气境巅峰的高手，参加过山海关战役，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对司天监的术士奉若神明。许新年勒住马缰，不露痕迹地审视了堂兄一眼，微微松口气，深深作揖：“多谢老师，多谢慕白先生。”许七安只得先朝司天监的众人拱了拱手，然后与堂弟一起再次向2位大儒作揖。李慕白惋惜道：“如此识才，怎么就做了衙役呢？宁燕啊，有没有兴趣来云路书院修儒道？”认识不到2刻钟，宁燕都叫上了，
张慎补充道：“恰好可以拜在老夫门下。”许七安，他看了堂弟一眼，后者面无表情。两位前辈厚爱，宁愿诚惶诚恐。只是我修的是武道，年少时虽读书，而今学业却是荒废了。许七安摸不清状况，不敢答应。无妨，读书治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都不晚。李慕白笑呵呵地抚着山羊须，竟然对我如此厚爱。许七安震惊了，他想了想，灵机一动，再次看一眼堂弟，笑道：“也是，学海无涯，晚辈读书确实有天赋，承蒙两位先生看重。我若去了书院，必定后来者居上，超过辞旧。”许辞旧一听，呵了一声，语气骄傲：“老师与慕白先生看重的是你的诗词，比如绵阳亭送杨公之轻舟。”说完，二郎脸色一僵，不敢去看老师和李慕白，微微低头。绵阳亭送杨公之轻舟，杨公原来是这样啊！许七安套路了一波高傲加毒舌属性的许二郎，听见这话，心里就有数了。再一沉吟，便明白了两位大儒的心意。这确实是名垂青史的捷径，参考一下汪伦同学就知道，这位仁兄就是把李白舔舒服了，轻而易举的就名垂千古，流传至今。由此可见，舔也是一门技术活。古代舔狗、舔基友，舔到名垂千古；现代舔狗、舔女神，舔到一无所有。崇古贬今，不冤枉。云麓书院的官场之路艰难无比，当不了大官，自然写不进史书。这时候就更凸显出许七安诗词的作用了。糟老头子坏得很，许七安嘴角一抽，有些不服，因为人家收徒不是看中他一表人才和人品坚挺，而是馋他的诗。两位大儒皮糙肉厚，笑容不变。许七安沉吟一下，多谢两位先生抬爱，宁燕一心向学，就却之不恭了。近日突发灵感，酝酿了几首好诗，等了却眼下这桩事，再去云麓书院拜访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许辞旧的堂哥倒是比他本人要心思玲珑许多。李慕白微微松口气，脸上多了笑容。如果硬要和张慎抢弟子，对方有许辞旧这层关系，自己胜算其实不大。许七安这番话说得漂亮，既然如此，那我二人就在云麓书院等你。张慎说完，深深看了眼许新年。辞旧啊，修身先养性，你开窍有1年了，迟迟无法突破到修身境。回家把圣人语录抄录300遍，一旬后给我。许新年如遭雷击，老夫一步30丈。张慎转身一步跨出，直接消失。李慕白故意炫技，脚尖在身周画了一个圈，看了许七安一眼，沉声道：“老夫3寸之内不属于此地，属于城门口。”说罢，他身影突兀消失。许七安瞪大了眼睛，辞旧，这两位大儒是什么境界？许新年还没从300遍圣人语录的绝望中挣脱。许二叔道：“听娘儿说是儒家五品，德性。”他把在城外见到的一幕兴致勃勃地分享给侄儿。只要我牛皮吹得够大，世上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许七安又震惊了。许新年吐出一口浊气，有些懊悔地看了眼套路自己的许大郎，没好气道：“德性竟能规范人的行为举止，用言语操纵他人。此经最核心的能力是初步掌握了言出法随的真谛，能一定程度上篡改事物的规律，因此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文乱法。当然，像两位大儒那样的手段，不是一般的德性竟能做到。”两个武夫听得心驰神往。许二叔遗憾道：“各大体系都有神意，只有武夫好勇斗狠，所以是粗坯。”骄傲的儒生许新年考虑到两个粗坯的辈分都比自己高，有充足的理由动粗，便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接着他发现堂哥眼神灼灼地看着自己。二郎，哥平日待你不薄。大哥说这话之前，请摸一摸自己的良心。大哥有一事相求。说。他日，二郎到了德行境，我需要你一个承诺。说。二郎要对我说，大哥的貂蝉在哪里？哦，大哥的貂蝉在腰上。你下剑。许二郎拂袖而去。许平志听了侄儿的话，陷入了沉思。许七安要去一趟司天监，许平志父子去了长乐县衙。许二叔临走前嘱咐女儿要留在长乐县衙的偏厅等待。首次来到观星楼，这座京城最高建筑，许七安啧了一声，饶有兴致地打量：“以前来过观星楼吗？”宋清问道：“第一次。”可你的样子似乎并不惊讶。宋清从许七安的眼神里看到了平平无奇4个字。但凡是第一次见到观星楼的人，都会觉得这是雄起壮丽的奇迹。它的地基是寻常房屋的2倍高度，它的柱子比皇宫的盘龙柱还要粗壮数倍，它的砖块比人还高，它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大凤王朝1年税收的1/3。而最让司天监众人引以为傲的是，观星楼的高度是举世无双的，世上再难有人能建出比它更高耸的建筑。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与工部联手设计建造，耗时12年，天底下独一份。因为我见惯了高楼大厦。许七安笑道：“我二叔常说，我自幼心有静气，
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也许就是天赋。宋清眼睛一亮，振奋道：只有这份劲气，才配与我谋事。许七安看着对方的黑眼圈，感觉自己或许说错了什么话。在观星楼7层见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楚采薇，她穿着鹅黄色的裙子，坐在一张桌案边，案上摆琳琅满目的食物，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许七安脑子里浮过这个梗，你怎么又惹事儿了？楚采薇瞥了这位有过一面之缘的小捕快，腮帮鼓鼓的，含糊不清的打了个招呼：你之前不在观星楼？许七安已经从宋清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到长公主那儿打秋风了。楚采薇道。许七安刚好饿了，很自来熟的坐在桌案边，伸手去拿鸡腿。啪！楚采薇小手一巴掌扇开他的猪蹄，大大的杏眼充斥着警惕。没吃饭？宋师兄，你带他回去吧，吃完饭再送回来。我仿佛看到了许灵英长大后的模样。许七安一口草卡在喉咙里，不知道该不该吐。你怎么跟信州的打起来的？楚采薇吃着吃着，忽然问了一嘴。我带妹妹逛街，信州的瞧上她姿色了。你妹妹漂亮吗？跟你不相伯仲。那确实是美若天仙，不似人间凡物。许七安抬头看了她一眼，阳光透过墙壁的气孔照射进来，秀美的鹅蛋脸焕发着健康温润的色泽，眼睛是又大又圆的杏眼，清澈明亮，如含星子。许七安很少见到这种有几分二次元味道的眼睛，这颜值和我上辈子是天作之合。睡银案已经结束了，你知道是谁调包了你二叔的睡银吗？楚采薇吮吸指头。许七安摇了摇头，我只是个小捕快。楚采薇抬眸看了一眼，又低头啃了一口炸得外皮焦脆的烤鸭。调换睡银的是玉刀卫的千户陆昌之，还有户部度之主事郑兴。所以，许七安挑了挑眉，我听说户部侍郎周显平是他们的靠山。卧槽特吗？许七安忍不住想爆粗口，脑海仿佛有电流划过，他一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所以，在听到我自报姓名后，信州的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因为我破解了睡银案，坏了他老子的大事。他要打击报复。不，也许今天发生的事本来就是他蓄谋已久。周侍郎的府邸在内城，两地相隔遥远，信州的偏偏遛弯遛到徐府附近。除非他是特意在徐府附近徘徊，信州的查过我，那怎么会不知道林月的长相？调戏良家女子是演戏，真正的目的是找茬，借这个由头整死我。许七安背后仿佛有冰凉的蛇爬过，心里升起一丝寒意。信州的看着只是个没啥脑子的纨绔子弟啊，装得这么像，未必是装的。纨绔子弟不代表没脑子，他很好的利用纨绔子弟的手段，挑事，利用关系，屈打成招，试图把我一套带走，并且这样做的后遗症很小。虽然经查临近，但整死一个微不足道的虚吏，县衙捕快，难不成还能撼动户部侍郎，堂堂正三品？只是信州的没想到，我不但和司天监搭上关系，甚至还让云路书院的大儒亲自出面。想到这里，许七安有种走钢丝的惊险感。从我破了睡银案的那天起，我就已经得罪户部侍郎，被动的卷入其中。亏我还想着远离皇权，当一个妻妾成群的富家翁，过着枯燥朴实无华的生活。如果不是二郎正好要送诗给学院长辈，要不是我前些天忽然心血来潮，凭着记忆写了一点化学知识，我可能已经凉了，甚至连自己被弄死的真正原因都不明白，只当是惹到了纨绔二代。接二连三的巧合叠加，让我度过了这次危机，是运气。许七安抽了口凉气，忽然心里一动，采薇姑娘，你会忘气？楚采薇咽下嘴里的食物，8品术士叫做忘气师。忘气术是我们术士最基础的能力，后续的种种神异都建立在忘气的基础上。他说起自己的修炼体系，显得健谈、兴奋、叽叽喳喳说：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术士的9品不是忘气师，而是医者吗？许七安摇摇头，捧哏似的追问：总不是你们术士都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吧？楚采薇挺直小腰杆，摆出一本正经的模样，似乎很享受当老师的感觉，说道：世间万物都有气数，其中以人为最，人生8苦，7情6欲都是气数。医者救死扶伤，不可避免的会沾染生老病死，久而久之便会诞生出一双可以看穿气数的青铜。我就喜欢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姑娘。许七安说：那你能看看我的气数吗？楚采薇用手帕擦了擦小嘴，凝眸审视着他，黑亮的眼睛里迸发出清气，一点点占据瞳孔。在清光缭绕的双眼凝视中，许七安灵觉被触动，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额请楚采薇眼里的清光消退，她脸色如常，气数淡红中夹杂着黑气。什么意思？红色代表着你是吃官家饭的，淡色则偏淡，说明你是底层虚吏。黑气则是厄运的象征，这点我想你深有体会。许七安皱了皱眉，试探道：难道就没有其他颜色，比如象征天命之子的颜色？你这话在我面前说便好，
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就是大不敬之罪。除了皇帝，没人敢自称天命之子。楚采薇吃了一惊，大不敬也就罢了，这人哪来的底气，认为自己是天命之子？巨龙，你擦亮眼，好好再看一次啊！他看不出来，可能是段位问题，或者我的欧皇体质与气数无关。许七安表面神色自若，心里念头起伏。啪！楚采薇又是一巴掌打开许七安拿食物的手，鼓起腮，表达自己的不高兴。你等我吃饱吗？吃饱了再给你吃。许七安看一眼被干掉一半的丰盛食物，暗自揣测他现在的肚子是怀胎几月的程度。对了，户部侍郎如今处境如何？许七安端正坐姿，不去看食物。户部给事中前些日子弹劾周侍郎，折子被陛下压下来了。楚采薇道，顿了顿，他补充，那两人畏罪自杀了，所以是没证据。但这年头，皇帝真的想搞死谁，其实不需要证据，大家自由新政，也有可能涉及当党争了，或者皇帝另有想法。朝堂的事我不了解，毕竟没有接触过，得找一个官场老油条探探口风。于是许七安旁敲侧击地打探起来，但楚采薇对朝堂之事并无兴趣，没有给出有价值的信息。哎呀，你好烦，我们司天监不过问朝堂之事的。被问得急了，他就柳眉倒竖，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我好像打击到他当老师的自尊心了。许七安识趣的不再多问。这一桌多少银子？许七安吃得不亦乐乎。酒足饭饱后的楚采薇板着手指算了半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许七安抬头，我给了店家4两银子，找回我1两3钱60个铜板。楚采薇苦恼道，那我到底花了多少钱呀？皱着眉头的样子很可爱，让许七安想起了7岁小姑娘做数学题时的模样。许七安沉吟，我也不知道，1两银子等于8钱，1钱等于100文。因为不是10比1的比例，所以大大增加了计算难度。看他的样子，大概只识字，但没有学过算术，所以许七安就不成这个英雄了。楚采薇一听，眉眼弯了起来，感觉许七安是个同类。那你破案的时候怎么算的那么好？我想了很久。哦，楚采薇盯着他，你好像吃得不开心。不是，味道一般而已。瞎说，这是最新聚市南城那一片最好的酒楼了，我吃过更好吃的。楚采薇眼睛刷一下亮起了。许七安接着说，你有空到我家里来，我做好吃的给你。炼丹室，一群白衣围在实验器具前，盯着宋清操作。薄如蛋壳的瓷杯架在火烛上炙烤，蒸汽袅袅，瓷杯里的水蒸发殆尽，析出结晶。宋清弹了弹指间，一簇明艳的火苗裹住结晶，缓缓融化。上辈子要是有这技能，弹指点烟绝对是泡妞利器啊！许七安有些羡慕花里胡哨的术士绿化那结晶融化。宋清露出了凝重之色，过去无数次里都卡在接下去的环节里。雷击！宋清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许七安，包括大眼萌妹楚采薇在内，其他白衣纷纷朝许大郎投去注视。许大郎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竟然不出声指导，这说明我的所有步骤到目前为止都没问题。宋清心中大定，打了个响指，空气中忽然划过微微明亮的电弧，持续地注入瓷杯。屏住呼吸。忽然，众人听见许七安的声音，没有犹豫，立刻屏住了呼吸。其实，就算直接吸入有毒气体，你们这群非人类也不会有事。许七安出于思维惯性，让大家屏息而已。下一刻，让司天监白衣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瓷杯里形成了不规则的银白色块状物，与银子一般无二。块状物边缘是粘着没有彻底转化的细盐。成功了！宋清师兄，你怎么做到的？白衣们惊了，之前怎么都不成功，这次竟一次就练出假银。不出所料啊，那天采薇姑娘能练出假银，一次成功，不是走了狗屎运，不对，就是走了狗屎运。因为有我在身边，涉及到了我。许七安沉默地看着，验证了心里的猜测。宋清看了眼假银，又看了眼兴奋的师弟们，脸色略显茫然。我并没有什么改变啊，以前都是这样的。想到这里，他下意识看了眼许七安，发现这个小捕快丝毫惊讶，眼神暗沉，似乎早有所料的样子。宋清心里一动，许宁燕，你知道原因？正在思考的楚采薇立刻看向许七安，其他白衣们纷纷扭头。许七安负手而立，笑了笑，这个问题不该问我，一个成熟的炼金术师应该学会独立思考问题。我想，你应该能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点。宋清大脑飞速运转，结合之前数次失败的经历以及这次的成功进行分析。前面的步骤都没有变，真正改变的应该是最后一步。雷击。这次的雷击和上次有什么不同呢？几道略显微弱的电弧在他心里闪过。宋清身体一震，激动地说，我懂了，我懂了。许宁燕，你真是个了不起的炼金术天才。你虽然没见过我们之前的失败，但你心里早就知道了，对吧？你早就知道我们失败真正的原因了。不，我只知道
你思想渐渐敌化了。许七安笑而不语。关键是什么？宋师兄，你懂了什么？宋师兄，还有，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啊！这个炼金术都快成我心魔了。白衣炼金术师们急得连连追问。宋清咳嗽一声，环顾师弟们，沉声道：“是雷击的强度。”说完，他用求证的目光看向许七安。许七安笑着点头，提点道：“我把它命名为电压。炼制金属钠的电压要控制在6、15伏。电压。”宋清一愣，又是一个从未听过的词。电他是知道的，但电压是什么东西？本能的，他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点，就像那本蓝皮书上写的万事万物的本质一样的深奥。一位白衣炼金术师跨前一步，朝许七安拱手作揖：“请兄台明示，何为电压？请教我们。”其他白衣炼金术师同时拱手，齐声道。站在一旁的楚采薇羡慕坏了，他最喜欢这种当先生教导徒弟的感觉。可惜他只是个风水师，还没资格教徒弟。电压又叫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当然，我说的这些你们统统听不懂。许七安咳嗽一声，脸色严肃。电与水流是一样的，它会向着低点流动。许七安举起茶杯，将里面的水倾泻下来，这杯子倒在谁身上都没事，但如果是一挂瀑布，人置身其中就会被水的冲击力击断骨骼，甚至失去性命。电也是如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电压。他用这种通俗易懂的例子来解释电压。司天监的白衣们皱眉，陷入沉思，他们没有很好的理解许七安的话。虽然他们是炼金术师，都拥有操纵雷电的能力，但这不代表他们了解电的本质。宋清忽然明白了什么，振奋道：“所以雨天雷电会击中树木，也是因为树木处在一个低点，击中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另外，如果只是微弱的电流，我们最多感到麻痹，而如果承受天雷轰击，就会生死道消。真相是，天雷的电压强大到超出凡人承受的极限，就像一挂瀑布，而微弱的电流就是一杯水，可以承受。”听到宋清的话，白衣炼金术师们豁然开朗，有种获得了真理奥义的激动，并用求证的目光投向许七安。是这个原理吗？树木遭雷击的原理难道不是雨水的导电性？我中学老师没说清楚啊。许七安自己也不确定，脸上挂着微笑。孺子可教，这也是写在那本炼金秘籍上的。一位青年白衣问道，他脸上写满了求知欲。是，那本炼金秘籍只有我看过研究过，我让人送来司天监的笔记上的内容不过是沧海一粟。顿了顿，许七安沉声道：“那本炼金古籍不但记载着知识，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炼金术。闻所未闻的炼金术。”当场，所有人呼吸都粗重了几分。许七安笑了笑，抛出一个让白衣们沸腾的承诺：“我决定将炼金秘籍分享给司天监。”哗！近20位炼金术师当场沸腾，激动不已。我给司天监的那本蓝皮书是你们救我的谢礼，指点你们完善假银炼制这项炼金术，以及刚才教你们电压知识，它并不是免费的。许七安侃侃而谈。当然，也包括后续的炼金秘籍。永远不要忘记，炼金术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宋清点点头，认同许宁燕说的道理，便代表师弟们发问：“你想要多少银子？”粗俗。许七安沉声道：“炼金术岂是银子可以衡量的？不要钱的才是最贵的。”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长乐县衙偏听。”许灵月怀里抱着酣睡的幼妹，捏着手帕，抽抽噎噎地哭着，看着梨花带雨的小美人，快班的快手们心都要碎了。没想到许宁燕居然有这么个俏丽美貌的妹妹，连去过教坊司王捕头都被小美人给惊艳到了。偏听气氛有些压抑，快手们脸色难看，蔫了吧唧。王捕头倒了杯茶，放在许灵月面前。这小美人哭哭啼啼了半天，泪水就没停过。女人果然是水做的。许小姐莫急，百户大人会想办法救出宁燕的。其他快手纷纷出言安慰，痛骂周公子。大哥与同僚的关系很好，许灵月有几分诧异，快手们激愤的表情不似作伪，仿佛看出了他的惊讶。王捕头笑了笑，宁燕是个值得让人尊敬的人。尊敬。许灵月愣了愣，抽噎了一下，细声细气道：“王捕头，能与我说说我大哥的事吗？”王捕头沉默了一下，不自觉地压低声音：“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手底下哪有干净的？不对普通百出手就算有良心了，至于那些富商，向他们捞取油水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可你大哥不会，平民也好，富商也好，他从不去勒索敲诈。前阵子考虑到许家遭逢大难，我决定带他捞一笔。”王捕头说到这里，神色很怪，有尴尬，有羞愧，有钦佩。他笑嘻嘻地答应了。事后我分了5000银子给他，可他后来悄悄还给人家了。要说他懂事吧，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难道不明白吗？
可要说他不懂事，又很会来事儿，和大家关系都处得很好，人油滑着呢。所以他出了事，大家都难受。许林月痴痴地听着，大哥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又高大又光明又伟岸。他从小就崇拜许新年，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母亲总是给他灌输二哥是许家唯一的读书种子，是将来的顶梁柱。这种崇拜的情绪到了今年秋闱，许新年考中举人后达到巅峰，但随之而来的税银案，全家入狱，绝望无助时，大哥在绝境中为全家开辟出了一条生路。许林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大哥身上，对他产生些许好奇。直到今天，他才知道这个大哥是何等的可靠，正如1个月前将绝望的他们从牢里救出来，而那时感受肯定没有这次深刻。看到大哥救下妹妹的那一刹那，许林月心里，大哥的形象足以与二哥平等。此时此刻，听到王捕头的感慨，一个高风亮节、有原则有底线的形象油然而生，层层拔高，已经超越了素来崇拜的二哥。这时，偏厅门口光影变幻，许平志父子终于赶回长乐县衙，见到平安无事的妹妹、女儿，父子俩如释重负。许林月仰起头，泪流满面，哀声道：“爹，你要救大哥，大哥要是回不来，女儿也不活了。”许二叔一阵感动，不枉费他从中斡旋20年，虽然家里的婆娘依旧不喜欢侄儿，但几个晚辈之间感情还是很好的。许二叔从女儿怀里接过酣睡的幼女，安慰说：“您也已经出来了，事情过去了。”许林月不信，许二叔好说歹说，他依旧半信半疑，把目光投向二哥。许新年淡淡道：“小事一桩。”许林月就相信了，像二哥这样骄傲的人是不会在这种大事上说谎的。朱县令密切关注这件事的后续，从胥吏处得知消息，立刻赶过来。你们怎么解决周公子的？朱县令惊疑不定，除非是周公子自己放弃，但他不认为有这个可能。我请了老师。许新年说。原来如此，朱县令恍然大悟，但又觉得不对。朝堂上的大佬们都出身国子监，众所周知，国子监与云麓书院很不对付。就算许新年的老师是位大儒，刑部的孙尚书也不可能这么痛快的放人，少不了一顿扯皮，消一消云麓书院大儒的面子，没那么轻松就把事儿办成。还有慕白先生。许新年说完又补充，以及司天监的白衣。什么？朱县令吃了一惊，神色变得谨慎，态度端正了不少。虎父无犬子，虎父无犬子啊！恭喜许大人，令郎天资聪颖，不但得到云麓书院的重视，还与司天监的白衣们有交情往来，前途无量。得子如此，羡煞朱某。二哥认识司天监的白衣。许林月立刻看向许新年，心里涌起强烈的安全感。寻常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反映出的是待字闺中和出嫁后的2个依靠。在家时父亲是依靠，兄长也是依靠。许新年摇了摇头，慕白先生不是我请的，是我大哥自己的关系。司天监的白衣我也不认识，同样是大哥自己找来的。许宁燕什么时候和云麓书院的李慕白大儒相识？这也许是由许新年牵桥搭线，但司天监的白衣又如何与他一个胥吏相识？朱县令愣在当场，满脑子都是不可能3个字。许宁燕在他手底下讨生活有些年头了，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小透明，与同僚的关系说不上坏，也不至于掏心掏肺，没啥大本事，除了能打。倒是这段时间忽然变得又机智又油滑，与王捕头称兄道弟，与同僚把酒言欢。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得到大儒的赏识，得到司天监白衣们的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宁燕的身份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就算是我，也得对他客气一些，等他明日点卯，我试探试探口风，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朱县令心里想着。许林月瞪大他的卡姿兰大眼睛，有些不敢相信，但聪慧的他立刻有了联想，是那首诗。大哥替二哥做的送行诗得到了大儒的赏识，因此才答应帮忙斡旋。只是司天监的神仙又是怎么和大哥相识的？大哥他真的越来越神秘了。许七安跟着宋清走在廊道上，右侧墙壁的气孔射出一道道光束，带来了光亮。观星楼没有窗户，许七安有些遗憾不能远眺风景。不多时，他们来到一间密室，宋清掏出钥匙开门，并点亮了密室里的蜡烛。密室里摆着各种各样的古怪玩意，有些是兵器弓弩，有些则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许七安像逛服装店一样，一个个看过去，忽然被某个东西吓了一跳。这是什么？那是巨大的琉璃瓶，瓶内装着清水，水中泡着一个奇怪的生物，它的模样像猫，但身体遍布着木头的纹路，腹部甚至有木瘤。更奇怪的是，它是活的，那突出的木瘤仿佛心脏，轻微起伏。这是一项伟大的实验，宋清沉声道。它的本体是猫，我试图把它和树木融合在一起，让它获得断肢重生的能力。事实上，我也接近成功了。就算你砍掉它的头，它也会在3天内长出来，唯一的弱点是心脏。但我也失败了，因为它彻底变成了树木，不会动，
不会思考，只能养在水里。你他妈是魔鬼吗？许七安看他的眼神变了。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宋清用一种试探的语气问道。见许七安眼神不对，他皱了皱眉，有些失望。你也觉得有问题？许七安保持表情不变，摇头。我只是觉得你走错了方向，因为我也思考过这方面的炼金术，不过我把它命名为杂交技术。杂交技术，宋清咀嚼着这个词，眼睛越来越亮。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杂交同类的物种，比如把2个不同品种的猫杂交，让它们生下全新的物种。许七安道。生下不同的物种，会生下什么样的物种？宋清迫切地追问。不知道，也许会产生全新的优良的品种，也许会是反向的。许七安说。但这正是炼金术的魅力。你说呢？你刚才说炼金术了？宋清一下子很激动。怎么了？许七安心里一沉，怀疑自己说错话了。我认为炼金术不仅限于没有生命的物体，我觉得生灵也是炼金术领域内的，所以我改变了这只猫，但老师不同意。老师说生命不在炼金术的领域之内，为此他还禁闭了很久。监正大人干得漂亮啊！许七安绷着脸说。是与不是，留待时间去验证。想了想，他继续说，如果你想反驳监正大人，又不想关禁闭，我有个提议。你说。宋清已经把许七安当作同道中人。你可以从植物方面入手。许七安说。植物也是生命，但性质又减轻了许多。我在炼金古籍上看过一种与你想法不谋而合的炼金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你倒是说啊！宋清抓心挠肝般的难受，浮肿眼袋上的2双眼睛瞪得滚圆。宋师兄这里的玩意挺不错。许七安提示道。炼金术不变的原则。我懂了，我可以送你3件礼物，以你现在的炼金境水平，我觉得这件物品适合你。宋清立刻明白许七安的意思，他并不反感等价交换原则，甚至很欣赏。这把弩的材料是我一次偶然机会下炼制出来的，它比普通的铁器更加坚硬，韧性也更强，但因为炼制难度大，无法量产。弦是由南疆的6目毒蛛的蛛丝和七彩蚕的蚕丝糅合而成。偷袭的情况下，它能击破炼气境5夫的护体真气，不包括炼气境巅峰。它最珍贵的地方是这把军弩刻了阵法，阵法会增幅箭矢的威力，对炼神境高手造成威胁，但只能使用3次，之后阵法就会消散。许七安心里一动，这是法器。他知道法器的存在，二叔曾经说过，当年大凤能打赢山海关战役，火炮立了大功，而火炮的威力一半来源于火药，另一半来源于阵法。法器是大凤王朝独有的武器，也是大凤王朝敢自居天下正统的底气。此刻许七安忽然意识到，法器与司天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宋清犹豫了一下，秉着知识共享的原则回答了许七安的问题。也不算什么秘密，你知道4品术士叫什么吗？我连自己5夫体系的7品是什么都还不知道。许七安摇头。阵师。宋清说。炼金术师炼制出的东西都是凡物，阵师在其上刻制阵法，它变成了法器。根据自己对术士体系的了解，以及不久前对 A 美人楚采薇透露的信息，许七安一下想到了很多。术士9品药师是在为8品旺气师打基础，旺气师是为7品风水师打基础，但风水师与他的下一品级6品炼金术师毫无关系。原来炼金术师是与术士4品阵师相辅相成的。炼金术师炼制出强力武力，阵师加工成法器，术士这个体系有点东西的。难怪监正大人在大凤王朝的地位如此崇高。我一定要把楚采薇泡到手，没有什么特别目的，就是想在这个冰冷的社会收获一份真挚的爱情。许七安暗暗下定决心。第2件是护心镜，它也是法器，材质很普通，真正珍贵的是刻制上面的阵法，可以抵挡炼气境高手的全力一击，承受6次，炼神境高手3次，铜皮铁骨镜1次。铜皮铁骨镜是5夫体系的第6品。许七安终于知道自己体系的第6品叫什么了。最后这个叫做蚀骨灼心，你涂抹在剑矢上，能要了炼神境高手的命。铜皮铁骨镜无效，因为剑矢根本无法穿透对方的皮肤。许七安点点头。这3件东西我都很喜欢。顿了顿，他说，那种炼金术叫做嫁接。许七安凭借过去的记忆，不算太细致的把嫁接技术告诉宋清，过程不详细，但优点讲得很详细，比如嫁接成功后提升植物的抗寒性、抗旱性、抗病虫害，以及提升果实的口感。还是和他日记里的发财实验一样，理论知识比较丰富，但实践能力差的一批。不过无所谓，反正实践的不是他。假如宋清失败了，那也是他自己能力弱；假如成功了，功劳全是许七安的。听完后，宋清整个人都飘了，兴奋的手舞足蹈，恨不得春天立刻来临，他好去做这个伟大的炼金术。神说啊，
那简直是神书啊！世上竟然还这么一本炼金古籍，而我却不知道。宋清激动的大吼大叫。噔噔噔，许七安脚步轻快地走在观星楼的台阶，怀揣着3件法器，这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东西。我可以用其中1件法器到黑市上换取开天门的报酬，可是这些东西都很有用，不舍得呀。果然，白嫖才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快乐源泉。明天勾栏听取去。他们要司天剑1个铜板，但他收获的东西换成银子的话，分分钟让婶婶屈服，低头做小，再也不敢嘲讽他。都换成银票，然后狠狠扇婶婶的俏脸蛋。想到这里，许七安愈发开心。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云动，现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四下没人。他豪情壮志地唱着前世的曲子，转角遇到了一群陌生人，双方打了个照面，好尴尬。许七安歌声戛然而止，面无表情地退到一边。下方台阶有3个人，居中的那个穿着靛青色的袍子，鬓角双白，气质儒雅，五官俊朗，眼神宛如幽黑深潭，沉淀着岁月洗涤出的风霜，是那种能让小姑娘尖叫的魅力型大叔。左边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目视前方，一丝不苟。右边是个嘴角带着轻佻弧度，眼神充满邪性的青年，透出的那股阴柔气质让许七安很不舒服。不过论到颜值，这位阴柔青年是许七安见过的罕见能与家里2郎争锋的俊美男人。3人经过许七安身边时，气质阴柔的青年嗤笑了一声，斜着眼看了他一眼。这一刹那，许七安感觉自己被什么可怕的东西注视了，不由自主的屏息，心跳却加剧。3人沿着台阶继续往上，直到过了拐角消失，许七安才如释重负。那家伙对我似乎很不屑，夹杂着敌意，是歌词太狂了。以后有些东西要注意，不能乱说，尤其在公众场合，比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这地埋不了我的心，要诸佛烟消云散。再比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7层得到师弟禀报的宋清侯在楼梯口等待着以靛青色长袍为首的3人。楚采薇啃着一根甘蔗，背后墙壁漫不经心地陪在一旁。3人来到7层，宋清作揖。魏公，鬓角微霜的中年男人微微颔首。魏公，老师喝多了酒，正在午睡，还得请您等待片刻。板着脸的青年依旧面无表情，气质阴柔的青年则眉头皱了皱。儒雅中年人不甚在意，与宋清进了茶室，随口道：登楼时偶遇一个有趣的年轻人，似乎不是司天监的弟子。楚采薇刚要说话，便被宋清以眼神制止，笑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罢了，不过挺有趣。打更人凶名赫赫，在文武百官眼中宛如虎狼，整人不需要理由。宋清吃不准许七安有没有无意中惹这位权柄滔天的宦官不悦。有趣。儒雅中年人笑容温和。怎么个有趣法？宋清犹豫了一下，评价道：一个天才，一个炼金术的天才，如果不是他走错了修行之路，如果他拜入司天监，史书上会有他的名字。他既没有说违心话，同时也透露出司天监重视许七安的暗示。气质阴柔的青年冷笑一声，儒雅中年人面带笑容，微微点头。徐府内院，婶婶带着几个丫鬟婆子裁剪布帛、画线、色棉花，准备给家人做冬衣。天气愈发寒冷，婶婶打算为子女、丈夫添置冬衣。绿娥完成最后一针，小银牙咬断细线，满意的看着一朵朵绣工精巧的荷花，想着林英姐儿穿上去一定很好看。夫人，昨天我去找大郎，发现他没有冬衣，穿的还是秋衣呢。绿娥细声细气道。婶婶瞥了贴身大丫鬟一眼，冷哼道：你想说什么？绿娥低头小声道：给大郎也做一件吧。休想！婶婶哼道：那小兔崽子逮着机会就气我，让我给他做衣服，门儿都没有。丫鬟婆子们默默做事，当作没听见。天天来家里吃饭，也不知道补贴点家用。大郎的俸米不是给府里了吗？绿娥嘀咕道：就他那饭量，也就堪堪自己够。婶婶那双漂亮的眸子使劲地翻起白眼。那个倒霉侄儿，本来念着他救了一家人的命，与他改善关系也不是不行，可是小兔崽子逮着机会就拿话刺他，偏就跟他过不去。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老话说的半点没错。管家匆匆跑过来，停在院外，喊道：夫人，老爷回来了。婶婶正疯狂 diss 侄子，听见管家的喊声，扬声回应：回来便回来了，还要我去迎接？管家急得跺脚。夫人，林英姐儿身上有血迹，林月小姐好像刚哭过，老爷和二郎脸色也难看，还有大郎没有回来，定是出什么事了。屋里乒乓作响，似乎撞翻了什么东西，继而是丫鬟婆子们关切的声音：夫人，走开！婶婶提着裙摆疾奔而出，脸色焦虑地跑向前厅。婶婶火急火燎地跑回前厅，
眼里蓄满了泪水，见到丈夫脸色凝重的抱着幼女，后者昏迷不醒，差点就要哭出来了。没事，只是睡着了。许平志提前说了一嘴，稳住他情绪，顺带把幼女递给妻子。你送她回房间睡觉。婶婶紧紧抱着女儿，又审视了大女儿几眼，确定没事儿，松了口气，但是没走，带着哭腔。怎么回事？出去一趟，怎么就这样了？许灵月顿时又哭了。许平志吐出一口气，把今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给妻子听。婶婶听到许灵月被恶少调戏时，柳眉倒竖，愤怒难耐。听到徐灵英差点被马蹄践踏，脸色煞白，紧紧抱住小女儿，生怕她没了。当她得知是许七安救了2个女儿，还因此受伤，呆住了。再一听侄儿被带去了刑部，她死死拽住丈夫的手，花容失色。宁燕，她没事，她已经出来了，这件事暂时算解决了。许平志拍了拍妻子的手，安慰道：你看，这回要不是宁燕，林月和林英就危险了。她脾气是倔了些，可对待家人也没差过，换成一般人能为咱们女儿这么拼命？你老是瞅她不顺眼，觉得她洗五花的银子多，觉得把她拉扯长大，说她几句又怎么样了？觉得她说话不中听，老是和你作对。可你有为她想过吗？寄人篱下20年，就真的那么好过的？她心里就不敏感。女人就是眼皮子浅，喜欢中听的话，却不看人家怎么做。林月被人欺负，她能冲上去跟人拼命。还好这次有惊无险，宁燕要真的回不来了，你就真的不心疼。许灵月听着听着，泪水又哗啦啦流下来，泣不成声，觉得这辈子都要好好报答大哥。婶婶抽了抽鼻子，低头催泪。许新年瞅着向来强势的母亲，如今眼里却满是后怕和懊悔，心里一动。虽然总是一口一个吞金兽、倒霉货的称呼那家伙，其实母亲总归还是把大哥放心上的，毕竟养了近20年，也养出感情来了。许平志瞅了眼儿子，又哼一声，换成是你儿子陪着，这次说不得连他也一起被掳走欺负了。许二郎把幼女交给府里专门照料的丫鬟，又安抚了长女后，婶婶心事重重地回了屋子。她扫了眼正在赶制冬衣的丫鬟婆子们，忽然说：绿娥，把老爷和二郎的冬衣各缩减1件，等大郎回来后量一量他的尺寸。绿娥诧异地抬头，难以置信。夫人改变主意了？婶婶哼了一声，在你眼里，我是那种刻薄的婶婶吗？你是啊。一屋子的丫鬟婆子心里同时这么想。许七安离开观星楼，在街上租了一辆马车，用了1个时辰才返回许府。烧热水洗澡时，发现腰上的伤已经接近愈合，自己涂抹了点睛疮药，返回房间磨墨写了几百字的化学知识，按照习惯又开始写日记。11月16日，这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因为我终于决定放弃有钱人朴实无华又枯燥的生活，我需要权力，需要武力。对此，我有2个想法：一，改变修行路线，走儒道，只要把2位大儒舔舒服了，相信他们会鼎力支持我，比我自己在武夫道路摸爬滚打要好很多。别人穿越了都是用诗词装逼，而我是用诗词做交易，可能这就是欧皇的与众不同吧。2，努力一把，把4天间的采薇姑娘勾搭着滚床单，有了监正大人撑腰，我就算不努力也能过得有滋有润。3，把4天间得到的法器卖出去1件，换取开天门的机会。第一种想法，缺点是又要回忆起被高3生活所支配的恐惧，而我未必是读书的料，我马上20岁了，转换修行路线有点晚。第二种想法，缺点是我可能会告别3妻4妾的生活，告别勾栏听曲的惬意生活，牺牲有点大。第三种想法，缺点是练气劲依旧斗不过户部侍郎，而且没有靠山的话，很难继续在武道之路勇猛精进。二叔卡在练气巅峰近1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先抱紧司天剑和云路书院的大腿，再谋划后续。我有预感，睡阴案的风波不会就此结束。徐府前厅，黄昏，许七安翻墙去了隔壁的二叔家吃完饭，在前厅的院子里看见许灵英扎着摇摇晃晃的马步，小拳头左打一下右打一下，嘿嘿吼吼的给自己配音。他穿着褐色的小衣，裹得像个粽子，头上扎着幼童专属的罗髻。你抽什么风？许七安轻轻一脚踢在他小屁股蛋上，小不点啪叽一声摔倒。我在练武呀。许灵英爬起来，叉着腰，挺着圆滚滚的小肚皮，很不满大哥的偷袭，小眉头倒竖。大哥，你是在挑衅我吗？可能是早上经历的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阴影。这个5岁的孩子觉得自己应该学武。我是啊。许七安说。爹爹说，人争一口气，武夫也是的，这叫做尊严。许灵英先用力点头，接着怒视大哥，我要跟你战斗。他迈着2条小短腿跑过来，嗷嗷嗷地挥舞着拳头。许七安单手按在他脑门，小豆丁大急，一边嗷嗷地叫，一边乱打王八拳。
但怎么都打不到大哥，他急得小脸都扭成了一团。许七安嫌他烦，商量道：“给你一根鸡腿，算你输了。”好的呀。许灵英果然不打王八拳了，一脸欣喜你的尊严呢。大哥，尊严是什么呀？有前途。牵着小豆盯进了厅，不多时开宴，晚餐非常丰盛，像过节日似的。丫鬟婆子们有意无意地把最好的菜摆在许七安面前，他忍不住看了眼婶婶。婶婶穿绣暗沉花纹的衣裙，脸蛋精致，一双水盈盈的美眸搭配浓密的睫毛，内蕴妇人独有的风情，宛如一朵丰腴的海棠花。一如既往的高冷姿态，好像许七安今天做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如果没有他授意，婆子们可不敢这么优待许大郎。许灵月小块小块的吃饭，终于鼓足勇气说：“哥哥，娘在给家里人做冬衣，稍后我给你量一量身段，我想亲手给哥哥做。”妹妹换了一身颇为华丽的装扮，衣裙上绣满灼灼的荷花，鹅黄色的披帛云纹繁复。她年纪不过16、17岁，这般艳丽的打扮，衬着精致娇俏的脸庞，反而透出一股不解世事的烂漫。好不好嘛？许灵月脸皮薄，见她不说话，便红着脸低下头。还是这个时代的妹妹好，懂得给哥哥做衣服，不像我以前的表妹，只能用呵呵2个字形容。许七安点了点头，谢谢。许灵月嫣然一笑，与身边的婶婶交相辉映。许七安收回目光，说道：“二叔、二郎，吃饭完去书房，我有事要与你们说。”书房。绿娥奉上3杯热茶后告退离开。许七安端起茶杯润了润喉咙，再次感慨着没有味精的食物，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对于今天下午的事，你们怎么看？许七安开门见山，征求二叔和堂弟的意见。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许二叔脸色有些茫然。许新年皱了皱眉，你想说那个周公子可能还会报复？堂堂户部侍郎的公子，在一个小小胥吏手里栽跟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许二叔摆摆手，不会，若是平常也就罢了，但今天有云麓书院的大儒以及司天监的白衣出面，我料那个姓周的不敢再搅风搅雨。这么想没错，合情合理。衙内鱼肉百姓屡见不鲜，但涉及到官场或大势力时，会变得颇为谨慎。一半是自幼耳濡目染，再混不吝的衙内也知道京城水深；另一半则来自于父辈的警告。许新年摇了摇头，爹，大哥既然这么说，肯定有理由的。他看向许七安，许七安沉声道：“我今天刚在司天监得到一个消息，税银案的幕后黑手是周侍郎。”税银案的幕后黑手是周侍郎。许平志啪一巴掌拍碎茶几，愤怒地站起身，瞪大了双眼，张嘴想骂娘，喉咙里却仿佛有东西卡住。许新年看了眼无能狂怒的父亲，俊美的脸庞异常严肃，消息可靠。许七安点点头，负责税银案的主官之一，司天监的楚采薇告诉我的。他把楚采薇的话转述了一遍。许新年举起茶杯又放下，沉吟着说：“这么看来，今天发生的事并非偶然，而是周丽刻意报复。可以，不愧是能考中举人的读书人，脑子很好用。”许七安有些欣喜，知道这场谈话不会白费。如果只是许二叔的话，他不会提出这场密谈，那样毫无意义。因为二叔被逼急了，只会说：“是兄弟，就跟我去砍人。”也没办法，毕竟是粗鄙的武夫，砍人他在行，算计人就抓瞎了，专业领域不同。许七安考教道：“二郎有什么看法？”许新年瞥了眼堂兄，皱了皱眉，似乎对他考笑的语气很不满，没好气道：“怎么办？当然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可以啊。许七安吃了一惊，很难想象许新年会说出这般杀伐果断的话。听到这里，自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家庭主心骨的许二叔觉得自己不能沉默了，训斥儿子：“收起你无知又狂妄的想法，别说你区一个举人，你就算是中了状元，也惹不起户部侍郎。”他刚说完，就被侄儿冷酷无情的否决。我觉得二郎的想法是对的。许七安接着说：“我们得罪的不是周丽，而是户部侍郎周显平。周丽也许不敢再打击报复，但户部侍郎呢？我们不但坏了他的好事，还打伤了他的嫡子。这笔账，只要是个有烟火气的人，就绝对没道理忍着。况且许府在周侍郎眼里与蝼蚁何异，他更没道理放过我们。”许平志不服：“不妥，我们斗不过周侍郎的。宁夜你结识了司天监的白衣，新年是云麓书院的学生，靠这2层关系，只要我们安分守己，便没人敢招惹。真的是这样吗？”许七安提醒道：“二叔，你可能不知道，司天监的白衣不插手朝堂政事。”许慈就接着说：“税银案时，我不也是云麓书院的学生？今天大哥能回来，是因为周吏部占理，手段太低级。但如果是周侍郎出手，再来一次税银案，合理合法的让许家满门抄斩，司天监和云麓书院难不成还能为我们劫狱？为了我们对抗大奉律法？”感觉一家之主的威严遭受冲击的许平志眉头紧皱。可是我们要怎么做？
对付户部侍郎，堂堂正三品。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个淳朴的穿越者。许七安把目光投向俊美的小老弟。二郎觉得呢？许新年沉默了，过了很久，许平志都快不耐烦时，他才缓缓说道：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件事，税银被劫，皇上雷霆震怒，显然是对银子很重视，理当会严惩犯人。那两个瘪犊子不是畏罪自杀了吗？许平志道。看了严老爹，许新年没搭理，继续说：我能想到的是两种可能：一，户部侍郎背后还有靠山；二，皇上有所顾虑，比如要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大哥说过，户部给侍中弹劾周侍郎贪没国库钱粮，他为什么没有弹劾另一位侍郎，没有弹劾户部尚书？许七安心里一动，周侍郎的政敌在对付他。许新年颔首，老师说过，从古至今，帝王术的核心永远是平衡。皇上没有动周侍郎，说明这是很有可能涉及到了党争。那怎么办？许二叔下意识地问。许七安摸着下巴，思索着说：帝王心术放在平时或许管用，但眼下京察在即，只要能抓住周侍郎的把柄，就有极大的可能把他干掉。京察是组织，就算是皇上也不能一意孤行。儒家的屠龙术核心就是理智二字，所以周侍郎的政敌不会就此罢休。许新年吃了一惊，没想到粗皮堂哥嘴里竟然会蹦出屠龙术三个字，这还是那个快手堂哥。我只是古装剧看得多，许七安心说，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学的历史比较多。史书是人类文化精粹，精研历史，你会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史书也是最没用的东西，因为人类从历史中得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喜欢读史的许七安原本对这句话嗤之以鼻，后来发现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他读书的时候，父母老师总是苦口婆心地说，你们要努力读书，拼命读书，不然你们将来会后悔的。没人当一回事，直到经历了挫折，被社会毒打，才幡然醒悟。许七安的表弟是个不爱读书的，下海经商失败的他，有次脱口而出，你要努力读书，不然将来会后悔的。说完他忽然愣住了。许新年下巴一扬，用考教的口吻，那大哥觉得应该怎么做？你还真是不肯服输啊。如果作为女主，这傲娇的性格就不太讨喜，我更喜欢三六弟撒娇卖萌的御姐。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表情自若地说，周侍郎为什么要制造税银案？肯定不是贪污，因为贪污随时都可以，何必顶着京察的风口浪尖？除非他急需一笔银子，需要这笔钱来填补窟窿，而填补窟窿的原因正是为了应付京察。许七安充分发挥他的逻辑推理能力。所以许新年嘴角一挑，所以我们要找出周侍郎贪污税银的真正原因，我们要破案，好让周侍郎无所遁形，认罪伏法。许七安正想这么说，猛然看见许二郎似笑非笑的眼神，便没有说出口。我明白了。许二叔一拍大腿，兴奋的唾沫横飞。所以我们要揭露这件事，让姓周的无所遁形。他兴奋坏了，觉得自己脑壳终于灵光了一次。我也不笨，许二叔得意的想。许新年呵了一声，父亲是觉得以你御刀卫百户的身份，可以堂而皇之的查户部侍郎，可以接触户部的卷宗。许平志脸色瞬间僵硬。许大郎呵了一声，当然不可能，多谢二叔烫雷。没能在智力上压制堂哥的许新年有些不满，追问道，那大哥觉得该怎么办？许七安指尖轻扣桌面，驱虎吞狼，对付周侍郎的主力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怎么做，他还没想好。还算不错，许新年赞许的颔首，接口道，再退一步，我们不用去对付周侍郎，堂堂三品大员，心机手腕都有，不是现在的我们能对付，但是人就有弱点。许七安眼睛一亮，兴奋击掌。周丽，对，相比起周侍郎，周丽那个纨绔更好对付，弹劾的罪名不充分，那我们就制造罪名，给周显平的政敌递刀子，让他们助我等斩杀周显平。许新年灿若星辰的眼睛里闪过阴狠之色。京察在即，如果周侍郎的公子做出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作为父亲，周显平难辞其咎。皇帝愿意保一次，未必愿意保第二次。说到这里，许新年皱眉道，这个切入点虽然不错，只是人家也不是傻子，栽赃嫁祸的手段未必管用。许二叔听着儿子和侄儿你一言我一语，忽然发现自己这个一家之主已经被排挤到这场密谈的边缘，完全插不上嘴。但随着儿子的层层剖析，许二叔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越想越觉得可能，忍不住兴奋地拍桌，我儿慈就有首辅之资，难道你侄儿我就没有首辅之资？许七安斜了二叔一眼，趁机 diss 许二郎。二郎啊，所以说出升空谈误国，你也难逃窠臼。许二郎嘴角一抽，反讽道，请大哥赐教。许七安一点都不慌，我无法给出现成的办法，但我可以提供一条思路。许二叔急道，
快说，知道破案的流程是什么吗？许七安从自己拿手的话题入门，观察现场，收集线索，然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点点解开谜题，获取案件真相。摇曳的烛光映亮许二叔一脸懵逼的表情，许二郎皱眉沉思。许七安侃侃而谈，咱们要思考的不是怎么算计周丽，而是去观察周丽，收集信息，然后汇总起来，大胆的制定计划，再小心翼翼的推敲过程，来判断计划的可行性。一番话说的条理清晰，思路严谨，让许二郎无言以对，并在心里认同大哥的想法是正确的。原来宁燕也是个足智多谋、办事靠谱的孩子，许平志甚是欣慰。他以前还担心侄儿性格太倔，死认理，将来会吃亏。见两人都没有反驳，许七安接着说：“辞旧，你有举人功名，能接触到士林学子，了解一些官场的信息。你去搜集周丽的情报，事无巨细，不要错漏。二叔，周府在内城，遇到未平日里负责内外城的夜巡，你负责监视周府的动静，不要你自己来做，找值得信任的心腹去盯着。周丽一天里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接触了什么人，我都要知道。”父子俩点了点头，忽然想到了什么，盯着许七安：“那你呢？”许七安神秘一笑：“我要为许府谋一条后路，辞旧，晚点我们再商量细节，顺便向你打听一些事。今晚我就在你屋里留宿了。”滴答滴答，水漏的声音响在寂静的房间。“大哥，你睡了吗？”“没有。”“哦。”“大哥，你睡了吗？”“没有。”“哦。”“大哥，你顶到我了。”许七安大吃一惊，又听许新年说：“收一收你的肘子。”“哦。”又是一阵沉默，听着彼此的呼吸声，许七安问道：“你是不是睡不着？”许新年嗯了一声：“不是很适应。”“我也是。”许七安感慨道：“咱们多久没有同他儿睡了？”许新年想了想，回答：“10岁之后，自从你每年习武花费100两，和我娘关系闹僵之后，咱们也跟着生疏了。我还以为你会傲娇的来一句，我们从没有同他儿眠过，现在咱们还能睡一起，林月妹子就永远没可能了。”脑海里闪过原主幼时的记忆，许七安感叹道：“其实不怪婶婶，遇到位的差事捞不到什么油水，二叔费尽心力加上俸禄，一年也才200多两银子，一半都喂给了我，另一半才是你们的开销。婶婶心里有怨气是难免的。”许新年岔开话题：“这次危机如果渡不过去，许家可能就真的完了。周侍郎如果到不了，经查过后就是许府灾难降临之时。我会安排好后路的，大不了经查之后，我们全家离开京城，我和二叔身手好，到哪都不愁没生路。”许七安惋惜道：“只是二郎你苦读10年才考中举人的。”许新年呵了一声：“功名利禄过眼云烟，我是读书人，读的是圣贤书，修的是圣贤道，岂会在乎区区功名？”许七安深表赞同地说：“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有意的小船翻了，许新年呼吸急促了一下，忽然一卷身，卷走被褥，一声不吭的装睡。“喂，辞旧，把被子分我一些，寒冬腊月的，就算大哥是练精进，也很难受的。”许慈就蜷着身子，裹紧被褥，不搭理他。许灵月闺房，昨夜熊熊的炭火已经熄灭，房间里弥漫的二氧化碳让空气显得沉闷。敞开一道缝隙的窗户，为闺房输送新鲜空气。许灵月白瓷般绝美的脸庞上，小刷子似的睫毛颤了颤，睁眼醒来，望着头顶的床木呆了片刻，几秒后，茫然的眸子恢复神采，支撑着身子做起她慵懒的舒展懒腰，厚厚的棉被滑落，淡薄的白色里衣包裹着少女的娇躯，白皙的脖颈有着优美的弧线，蓬松凌乱的秀发衬托着精致俏丽的容颜。许灵月轻松小手掩住红润小嘴，打了个哈欠。睡在对面小榻上的丫鬟惊醒过来，不慌不忙地穿衣起床。房里空气闷，把窗户打开。少女揉了揉眉心，吩咐道。丫鬟当即跑去开窗。许灵月掀开棉被下床，走到窗边，呼吸着院子里吹来的冷空气。武将出身的大小姐没那么娇气，许平志当年教许七安锤炼身体时，喜欢把许二郎和许灵月捎上，兄妹俩那会儿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身体素质很好。只是稍稍长大些了，婶婶便不让一双儿女跟着倒霉侄子练武。毕竟那会儿一家之主的许平志已经决定，侄儿去习武，儿子去读书。读书人习武，不务正业，女儿更不能练武，练出一身难看的疙瘩肉，将来怎么嫁人？许灵月正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忽然看见一道人影路过窗边，穿着黑色围底，袖口和领口有着红色滚边的捕快服。兄妹俩隔着窗户默默对视数秒。许七安露出暖男的微笑。许灵月尖叫一声，砰，关上窗户。妹妹长大了呀。许七安欣慰地想，虽然不是我一手带大，但好歹也是看着长大。想当年还是个黄毛丫头，不过衣服穿得好好的，没必要反应这么大吧。闺房里，许灵月蹲在地上，面红耳赤。
丫鬟碎碎念说：“小姐，你这习惯该改一改了，得梳洗整齐了再开窗户。瞧，被大郎看见了吧？幸好是自家兄弟，要是给外人看去，你怎么活啊？”你还说？许灵月羞愤道：“往日里许新年不走这边的，父母的主屋也不在这边，所以清晨起床第一件事打开窗户，很安全。大哥怎么会在内院？”坐在梳妆镜前的许灵月满脑子困惑。丫鬟站在他身后给他梳妆打扮，末了在首饰盒里挑了挑，抱怨道：“小姐，你都没有好看的钗子和簪子。”许灵月没回答，叹口气，家里屡遭大难，积蓄被掏空，一家人吃穿用度，包括下人在内，17、8张嘴，开销巨大，哪来的银子置办首饰？宝气轩的簪子就很漂亮，我昨天进去看了，都舍不得出来呢。如果插在小姐你的发丝间，一定娇娇辉映，是娇香辉映。许灵月眼里闪过渴望，但迅速压了下来。丫鬟自顾自地说：“就是太贵了，10两银子一枚，除非能解开店里的字谜，老板才会便宜些呢。”许灵月心不在焉地听着，忽然问道：“兰儿，你觉得大哥最近是不是改变了很多？”叫兰儿的丫鬟愣了愣，脸上顿时绽放笑容。大郎比以前更温和，更有趣了，也更有本事了。以前的他总是板着脸，对小姐、二郎都不怎么好，就只有跟老爷说话时才会露出笑容。许灵月似乎很满意丫鬟的回答，俏丽的脸蛋绽放笑容，那也不是她的错，是娘一直不待见她。许灵月很喜欢这种兄妹感情升温的感觉，令人如沐春风，心情愉悦。以前的大哥不怎么近人情，也没趣儿，现在的他就很有意思，说话又好听。许七安来到许灵英的房间门口，他还没到男女大房的年纪，所以不用敲门，直接就推了进去。看见许灵英蹲在地上，小爪子握着猪鬃牙刷，板着脸，很严肃地给自己刷牙，好像这是一项大工程似的。房间里的丫鬟在整理被褥。细大锅呀，他抬起头，含着泡泡，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怎么自己洗？”许七安问道，眼神看向丫鬟。爹爹说，男儿当自强，才能练好武。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个女孩子？许七安斟酌道：“知道呀。”小豆丁歪着脑袋，一脸天真无邪。不，你不知道。许七安说：“那你知道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区别吗？”大哥，我不知道。小豆丁很诚实，接着问：“什么区别啊？”这就涉及到生理课了，长篇大论说起来没完没了，林英也未必听得懂。许七安凭借自己前世9年义务教育的深厚底蕴及优秀涵养，总结出老少咸宜、通俗易懂的科普。简单来说，男孩长大调皮，女孩长大爱哭。许灵英恍然大悟，开心地说：“难怪娘总说我是捣蛋鬼。”他在房间里一圈圈地跑，高兴地嚷嚷：“我是捣蛋鬼，我是捣蛋鬼！”许七安默默关上房门，今天早饭不打算在家里吃了。京城繁花似锦，街上早点摊子到处都是。许七安在离县衙2街之外的早餐摊子里解决温饱。摊主是个皮肤黝黑的瘦小中年人，围着黑乎乎的围裙，见谁都是谦卑的笑，手艺还不错。许七安吃得很满意，唯一的缺点就是大凤京城的百姓喜食甜食，豆浆便罢了，豆腐脑也是放糖的。许七安不打算在这个异端遍地的城市里委曲求全，叮嘱摊主别放糖，加了酱油、猪汁、葱花、蒜末。此外还有4根油条、6个肉包、2个馒头、1碗粥、3碟小菜。吃完，许七安准备买单。差爷，您这就客气了，您能来我这里用早食，是我的福气。摊主看着许七安的差服，死活不肯要钱。他目光扫过许七安留下的空碟，眼里闪着心疼。真不要。摊主咽了咽口水，许七安这一顿早餐吃了4、5个人的量，本来就是混口饭吃的小本生意，起早贪黑的勉强糊口，但还是不敢要，真的不敢要。不用不用，哪能收您的钱啊？摊主一看就知道是受过社会毒打的。我坐着消食一会儿，你走开吧，别打扰我。许七安挥手把摊主赶走，摊主唯唯诺诺地离开了。大凤王朝的制度积弊已久，虚吏一日不整治，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不起来。许七安看着摊主忙碌的身影，想起了刚才他既肉疼又不敢要钱的眼神，可怜的就像个乞丐。从古至今，对老百姓加害最深的，永远是大人物们看不见的苍蝇。他从兜里掏出10文钱，叠在桌上，沉默地离开了。终于走了，摊主松了口气，蔫蔫地过来收拾碗筷。真是倒霉，他心里懊恼地想。来到桌边时，摊主愣住了，桌面上叠着一摞铜板，那位捕快不但付了钱，还给的多了。摊主急匆匆地奔出几步，只看见人群中那若隐若现的公差服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这么多年，他第一次遇到吃饭给钱的虚吏。许七安点卯结束后，到后堂向朱县令请了假，老朱很爽快地答应了。匆忙返回徐府，
推开二郎的房门，兄弟俩心照不宣的点点头。许二郎捧出早就准备好一套月白色如山、布满浅灰色的云纹。许七安看了眼小老弟身上那套天青色回云暗纹的袍子，提议道：“二郎身上这件好看，咱们换换。”许新年冷笑一声，那表情仿佛在说：“你在想屁吃？”对于一位练精进的武夫来说，书生的如山实在不合身，肌肉饱满，身材昂藏，会把宽松的如山撑起来。而读书人的审美是两袖飘飘，衣袂翻飞。兄弟俩离开徐府，花了3两银子租了2匹黄骠马，风驰电掣地离开京城。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京郊60里外的青云山，山中有座书院，天下闻名的云鹿书院。青云山原本不叫青云山，具体名字忘了。自从云鹿书院在此落址，读书声朗朗不绝，清气冲天缭绕，便改名叫青云山。两人在官道上并驾齐驱，1个时辰后，许七安极目远眺，隐约看见了青云山的轮廓以及渺小如豆的书院建筑群。此就哥哥一直很好奇。许七安减缓马速，等堂弟也跟着勒了勒马缰后，2匹马由奔跑改为小跑。你说圣人是一品吗？他对这个世界的各大体系无比好奇，可惜缺乏了解的渠道。许新年高傲地扬了扬下巴：“你觉得我会知道？你不知道就不知道，这么骄傲的表情干嘛？”许七安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那圣人活了多久？你可知道？”许新年点点头，享年82岁。堂堂圣人，儒道的开创者，就算没有一品也不会差了，只活了82岁。好吧，对这个时代的普通人而言算是高寿了，但这个世界武力值不同寻常啊，连圣人都不能长生久世。不能匆忙下定论，毕竟我了解的信息太少。云鹿书院不收留外人，这是规矩，即使是我也无法让老师同意。许新年说：“大哥真有把握？”许七安摇头：“事在人为。”他们决定在展开行动前，把家中女眷送到云鹿书院来，这样哪怕真被户部侍郎报复，云鹿书院也能庇护徐府女眷。税银案就差点让我落地成盒，这破事儿就过不去了是吗？处理不好，又是一次灭门的危机。许七安一家马腹把许新年甩在身后，绝尘而去。许新年不服气，挥动马鞭与堂哥展开竞赛。青云山既不雄起也不秀丽，若非清气冲霄，与寻常野山并无区别。山中有院，有阁楼，有广场，有瀑布，青石板铺设的小道宛如蛛网，将这些地方串联在一起。崖壁边的一座阁楼里，2楼雅间靠悬崖峭壁的一侧没有墙，站在走廊边可以眺望苍茫的平原以及远山的轮廓。发誓再也不下棋的大国手李慕白手持书卷站在廊边，听着身后2位好友激烈争论。这一步我走错了，我要重来，我不管，落子无悔，这是规矩。圣人曰：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圣人是这个意思吗？难道不是？老贼，你想与我论道？那可以，咱们今天只有1个人能活着离开。老夫也不是吃素长大的。李慕白摇了摇头，2个臭棋篓子。身后2位，其中1位是兵法大家张慎，另一位穿黑袍，长须蓄到胸口的老者。陈泰，字幼平，云鹿书院4大儒之一。4位大儒各有特色，李慕白是棋，张慎精通兵法，出任青州布政使的紫阳居士杨公，擅长治学。而这位陈幼平有治国之才，所著《治国经略》在大凤官场颇受追捧。李慕白转身离开走廊，返回雅室，打断争吵的2人。院长呢？长公主来了，院长陪着呢。张慎目光盯着棋盘，随口回了一句。李慕白哦了一声，点点头。陈泰叹息道：再过3个月便是春闱，学院的学子们读书的兴致却不高。昨夜我去宿舍转了一圈，挑灯苦读者寥寥无几，仅有的几盏灯火照的也是棋盘。说着，伸手在棋盘上一通划拉，打乱棋子，痛心疾首。玩物丧志，无耻老贼！张慎大怒，输了就是玩物丧志，赢了就耀武扬威，如与李慕白一样玩不起，与我何干？李慕白生气了。说到这个话题，3位大儒沉入了沉默。云鹿书院的学子仕途艰难，即使考中举人、进士，也很难在官场平步青云，往往是被打发到穷乡僻壤为官，或丢到某个犄角旮旯里发霉。这极大地打击了学院学子们的科举热情。雅士沉默了片刻，张慎沉声道：此风不可长，得把学子们科举热情提起来。陈泰脸色严肃地颔首，就算苦苦支撑也得撑下去，云鹿书院不能绝了官场这条路。李慕白沉吟道：开堂劝学吧，让院子出面。张慎捻着一颗棋子：院长年年劝学，一鼓作气再而衰，不会有太大效果了。陈泰抚须皱眉，得换个新颖的方式，让学子自发苦读，重视春闱。写文章如何？他提议道。吃力不讨好。李慕白摇头：那就只有诗词了。张慎喝了口茶，说道：
自古诗词动人心，做一首震耳发聩的诗词，比开堂劝学效果好多了。说完，三位大儒对视一眼，齐声摇头。大凤如林，诗词衰弱已久。杨子谦若是没赴任青州，这个活儿倒是可以推给他。张慎说：“咱们几个里，他最擅长此道。”山风扑入室内，吹得陈太长须飘飘，笑道：“景言兄比我更适合在朝为官。老匹夫，你在嘲讽我踢皮球？”张慎也不生气，一副光棍姿态：“你行你来，老夫洗耳恭听。”眼见又要吵起来，张慎的书童低头疾步而入，躬身道：“先生，您学生许辞就来了。”许辞就？他来干嘛？圣人语录300遍抄完了。张慎点点头，请他进来。待书童离开，张慎看了眼棋盘对面的陈泰，笑呵呵道：“说起来，老夫近来新收了一个学生，是这许辞就的堂兄，诗才惊世骇俗。”李慕白当即补充：“那也是我的学生。”陈泰看了眼姓张的，又看一眼姓李的，心里一动。那首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诗人。李慕白和张慎得意地笑了。哈哈，陈泰大笑出声，指头点着2位好友：“你笑什么？我笑你们被名利遮了眼。哦，还有嫉妒。”陈泰收住笑容，半告诫半嘲讽：“杨子谦之名，必定因为这首诗流传后世，确实让人艳羡。可你们俩就不想想，佳句难得，多少读书人一生也就寥寥几首好诗，能载入史册的更是没有。出了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已经是神来之笔，闻之欣然，还指望再来一首，不2首，好叫你2人一起名垂千古。过于在意名利，久而久之，你们肚子里的浩然正气怎么存续？”一顿奚落，李慕白和张慎有些尴尬，心底知晓陈泰说的有理，流传千古的佳句哪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出，况且对方并不是读书人，妙手偶得了一手，便是天大的缘分。指望一个虚力连出好诗，让他们青史留名，确实有些过于妄想。又凭所言即是。2人作揖，沉声道：“读书人3不朽，纵使要名垂青史，也该堂堂正正的走大道，而非捷径，是我2人偏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陈泰微微颔首。片刻后，书童领着许七安和许新年进入雅室，2人同时作揖：“学生见过老师。”李慕白和张慎对视一眼，对许七安的到来既意外又欣喜。“坐吧。”张慎道：“宁燕，你来学院是因为有佳句要给为师鉴赏？”李慕白试探道。许七安摇了摇头道：“学生来此是有一事相求，但说无妨。”许七安将自己的来意告诉2位老师，隐瞒了自己要报复户部侍郎的想法，只说税银案目后主使极有可能是周侍郎，而对方如果挨过京察，必定报复徐府。这李慕白看了眼同样面露难色的张慎，无奈道：“书院禁止外人留宿，这是规矩，读书人最讲规矩。”许七安刚要求，便听许新年说：“长公主不也时时住在书院？”张慎摇摇头：“长公主何等身份？”许新年点点头：“书院禁止外人留宿，除非皇亲国戚。”嘿，这愣头青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会说话。在场3位大儒气笑了。许七安差点笑出声，二郎的毒舌还是那么犀利。李慕白摇了摇头：“景言兄，你这学生，我倒有点期待他将来踏入立命境。”那可太恐怖了。张慎嘴角一抽，唯有陈太笑盈盈的审视许七安，这时候插嘴说道：“你是许宁燕，正是学生。”穿着儒衫假装自己真的是读书人的许七安作揖：“听说颇有诗才，不如这样，如果你能现场做出一首让我们3人都满意的诗，老夫就做主，让徐府女眷暂住书院，并保他们周全。准许许家女眷留住学院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最后一句，保他们周全，这才是许七安兄弟俩来此的目的。”许新年脸色微喜，扭头看向堂兄：“大哥。”他既欣喜又忐忑。作诗不难，每个读书人都能做出工整的诗词，难的是让3位大儒满意。这很难吗？这太难了。写诗？你们这是逼我白嫖你们？许七安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斟酌着说：“率性作诗还是固定题材？”3位大儒彼此交换眼神。张慎道：“劝学，果然不可能率性作诗，否则我分分钟再拿出一首千古绝唱。”许七安心里叹息一声，同时松了口气，因为这题没有超纲，他那点文学底蕴还能应付。劝学2字，最先让许七安想到的是高中读的《劝学》，但既然是诗，那这篇古文就不适用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许七安脑海里紧接着浮现这句源远流传的劝说诗，在劝学相关的领域里，论知名度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不多。他刚想决定用这首诗白嫖3位大儒，忽然想到了云麓书院200年来的处境。这首诗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宋朝皇帝写的。
里头掺杂着功名利诱的味道。而云麓书院毕业的学子向来仕途艰难，辞就考中举人时就感慨过，不知道将来会被外放到那个穷乡僻壤。我抄这首诗不是戳云麓书院的心窝子吗？适得其反。见他久久沉默，许新年眉头愈发紧皱。三位大儒里，张慎和李慕白一直期待着，陈泰则笑眯眯地喝茶。许七安收回思绪，拱手道：“学生献丑了，辞就替我磨墨。”许新年找到笔墨纸砚，摆在桌案上，亲手替堂哥磨墨，一手持笔，一手挽袖，笔尖在墨汁里蘸了蘸，扭头示意堂哥接笔。我那一手稀烂的书法就不丢人了。不，我根本不会书法。许七安心里吐槽，表面摆出读书人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姿态，说道：“辞就为我代笔。”许新年点点头，在案前正襟危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许新年写完，放下笔，凝视着宣纸上字迹清俊的七言，双眼灿灿生辉，脸色略显激动。屋内短暂寂静，许新年体会着这首诗的余韵。三位大儒疾步走到岸边，沉默地盯着宣纸，无声地盯着。长须蓄到胸口，一身黑袍的陈泰目光闪烁。好诗啊，宁燕果然有绝世诗才。李慕白啪的一声用力击掌，他神色异常兴奋，既有读书人看到一首好诗时的惊喜，又有学院学子看到此事后会作何反应的期待。张慎没有点评，看着许七安的目光愈发的欣赏和自得，好像对方真的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文字朴素却意味深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谨言兄，还记得我们年轻时在学院求学的日子吗？陈泰品味着这首劝学诗，只觉得入木三分，回味悠长。张慎愣了愣，回忆起了前半年求学的景象，怅然道：“说的不就是我们那时吗？我年少时家贫，每天只能吃2个馒头，时常半夜里饿得饥肠辘辘，强撑着挑灯苦读。”李慕白悠悠道：“这就是你3天2头偷我鸡卵的理由。”张慎不悦道：“读书人的事怎么能叫偷？那是借，我后来不是还你了吗？”李慕白吹胡子瞪眼：“贫苦时一枚鸡卵，不至于如今千斤万两。”陈泰咳嗽一声，打断2位好友的争吵，望向许新年：“辞就，春闱之后，不管名次如何，你都有出仕的资格，有考虑过将来吗？”忽然切入正题，让众人有些不适。张慎和李慕白纷纷闭嘴，下意识地为许辞就谋划。陈泰看了2个欲言又止的大儒，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通常来说，先留京后外放，是官场升迁正途。我虽不为官，但在大奉官场有几分脸面，倒是可以为你谋划留京。身为老师的张慎立刻眉开眼笑：“如此甚好，辞就还不快谢过陈兄？”“不必不必，如果真要报答，老夫确实有个想法。”陈泰笑道。听着老友的话，张慎和李慕白觉得哪里不对劲。没人说要报答你啊。只听陈泰笑眯眯道：“宁燕啊，你是块璞玉，想要成才，尚需雕琢。这2老匹夫活糙得很，你转投老夫门下吧。”“滚，无耻老贼！”李慕白和张慎勃然大怒。许七安抓住机会，立刻说：“2位先生，宁燕确实有问题请教。今天来云麓书院就是白嫖来的。晚辈卡在炼金境很长一段岁月，因为身无功勋，家里贫苦，始终没有资源和机会踏入炼气境。”许七安90度弯腰作揖：“请先生帮我开天门。”这是他来书院的第2个目的。虽然可以卖宋青送的法器换取开天门的银子，但那样一点都不快乐。许七安是个追求快乐的人。张慎摇头失笑：“你这是病急乱投医，我等修的是儒道，怎么帮你开天门？五夫气机如何体内循环，怎么走经脉，这是你们五夫才知道的事。体系之间的差异比我想象的还大。”许七安有些失望，不甘心地问道：“晚辈不明白，既然开天门需要炼神境以上的高手帮忙，那最开始的人是怎么开的天门？你觉得武道之路是某个人开创的，是一蹴而就的？”李慕白端着茶杯喝之前反问了他一句。许七安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开辟出来的。李慕白徐徐说道：“也许最开始炼金境就已经是巅峰，有人机缘巧合之下开了天门，于是炼气境变成了武道的巅峰，经年累月才形成完善的武道体系。机缘巧合。”许七安捕捉到了关键词。炼神境高手帮忙开天门是最安全最便捷的方法，但这不是唯一。这回是陈泰接过话题，微笑道：“婴儿诞生时含着一股先天真气，随着年岁增长，天门闭合，先天真气藏于体内，要想重新掌握这股气机，就得把闭合的天门再度打开。”许七安点点头，人时五谷杂粮，产生杂质，堵塞了天门，也堵塞了气机的运行。这些理论知识，二叔以前教导过他。方法有许多种，除了耳熟能详的开天门之外，还有2种方法。1. 吐纳法。吐纳法需自幼修习，
日日泡药浴，洗涤经脉，贯通天门，10几年下来，耗费金钱无数。这法子已经被淘汰。第二种方法是借外力打开天门，也是最初的前辈们采用的笨法子，比如吞妖丹。妖丹是妖族道行精华凝聚，内蕴磅礴能量，吞了妖丹，磅礴的力量会强行打通奇经八脉，但因为无法控制，所以是九死一生的法子。原来如此，虽然没有白嫖到手，但也算白摸了一把，不亏了。许七安感激道：“谢先生们授课。”瞧瞧，又谦逊又礼貌，说话又好听。3位大儒笑着抚须，对许七安极为满意。位于书院中央的是圣人学宫，又叫圣人庙，里面供奉的是那位开创儒道的千古第一人。圣人学宫外，青石板铺设的大屏，足以容纳云麓书院所有的学生。书院院长每年春为秋为之际，便会在此地召集学子，慷慨激昂地动员学子努力读书，考取功名，为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屏上有一块红漆斑驳的矮墙，墙面粘着一层包不去的纸层。这面墙是云麓书院的公告栏，用来张贴书院先生们的文章、诗词、字画，以及学子里偶尔出现的优秀作品。再就是书院的一些告示。2名书童来到告示前，一人手捧卷纸，一人在告示墙上涂抹米糊，然后合力展开1人高的巨幅纸张，贴在告示墙上。这样的举动立刻引来了周边学子的注意，尤其是那张1人高的巨幅纸张过于瞩目。什么东西贴出来了？走，过去看看。咦，不是文章，好像是诗，那有什么好看的？子阳居士离开学院后，咱们学院里的先生和大儒们写的诗，看与不看都没区别。边说着，学子们三三两两聚到矮墙下，注视着新帖的巨幅纸张。纸张上的字迹龙飞凤舞，力透纸背，转笔和撇捺之间透出一股凌厉之意。这是张先生的字。有学子认了出来，更多的学子则凝神看纸上的诗。3更灯火5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惭愧惭愧啊！秋闱之后，我便再也没有挑灯夜读了。这首诗乍一看朴素平常，却揭示着深刻的道理，发人深省啊！哪里朴素平常了？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大道至简，至理名言尽在其中。白首方悔读书迟，我以前太多松懈了，沉迷手谈、游山，放在读书上的精力越来越少。看到这首诗，我才意识到将来绝对会后悔的。这首诗出自哪位大儒之手？越来越多的人挤在矮墙下，抬头看着墙上的诗，当情绪沉浸其中后，对这首劝学诗产生了极大的共鸣。第一联所描绘的景象让学子们汗颜。尽管读书也尽心尽力了，但谁能做到3更灯火5更鸡？可这不是虚言，因为确实存在这样的例子。学院的大儒和先生们时常以自身例子告诫学子，而学子中个别非常刻苦的，也是这般熬夜苦读的。真正让年轻学子们心悸的是第2联，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仿佛是在宣告他们将来的遭遇。一些近来怠于学业的年轻人扪心自问之后，纷纷涌起心悸的感觉，害怕将来白首之后追悔莫及，于心底油然而生不负春光、发奋读书的情绪。不远处，大屏边缘位置，3位大儒旁观着这一幕，陈太府须大笑。都说诗词无用，殊不知诗词最动人心。许宁燕当真是绝世诗才。见劝学诗积极调动起学子们的情绪，张慎脸上也不禁笑容扩散。这话不假，他只用了1盏茶的功夫，这份水准，别说如今，便是纵观历史也能名列前茅。李慕白忽然问道：“他说自己早已荒废学业，你们信吗？”2位大儒同时点头。李慕白忍不住笑了一下：“何以见得？作诗时，他让词就代笔了。”张慎说：“身为读书人，作诗岂会让他人代笔？”陈泰补充道：“除非他不精书法，但凡读书人，个个都是精通书法的，这是基本功。”李慕白感慨道：“可惜啊，他已是及冠之年，转修儒道为时晚矣。”陈泰痛心疾首：“如此才华，竟然学了武，简直是暴殄天物。粗鄙的武夫，配不上许宁燕的精彩绝艳。”张慎似乎想起了什么，不忿道：“听此就说，2人年幼时，其父便定下，辞旧读书，宁燕习武。那许平之不当人子，白白荒废了一个读书种子，实在可恨，可恶。”李慕白恨声道。2位大儒深表赞同。李慕白望着公告墙边，学子越聚越多，甚至学院的先生们也闻风而来，激动地拍大腿，称赞此诗大巧不工，朴素至理。李大儒耳廓一动，捕捉着山峰送来断断续续的交谈。先有一首天下谁人不识君，如今再出一首劝学诗，难道我大凤如林的诗词之道要再次崛起了吗？200年来，诗词佳作寥寥无几，如今出了这2首，我们这几代读书人总算是有脸面对后人了。相比起天下谁人不识君，这首劝学诗必定流传更广，会被时时拿出来训诫读书人。怎么没有署名啊？是哪位大儒所作？
没有署名，此事必定流传甚广。李慕白心里一动，瞅了眼低声交谈的两位好友，他不动声色的后退离开。张慎忽然发现李慕白不见了，纯净兄呢？方才还在此处。陈泰左顾右盼，抬手指着矮墙方向，在那里。张慎循声望去，看见李慕白平退重学子，持笔在巨幅纸张上书写着什么。张慎和陈泰凝神聚意，瞳孔一下变得深邃，100米开外纤毫毕现。两人看清了，李慕白在劝学诗3个字边上写下这样一行小字：庚子末辛丑初，吾师慕白劝学，有感作此诗。意思是庚子末辛丑初，老师李慕白劝我奋发图强，我深表赞同，于是写下这首诗。这也能蹭？两位大儒瞬间心态炸裂，无耻老贼，快放下笔！书院后的雅阁依山而建，东边毗邻着6叠铺，西边是4季常青的竹林。竹子在北方是稀罕物，不易养活，不易繁殖，一夜惊雷，雨后春笋的景象，只有在南方才能看到。书院的先生们从南方移植竹子，辛勤培育，耗费50年时间，才养出这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读书人对竹子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赞赏它的风骨，常常以竹育人、育己赞赏划重点。云麓书院的院长某天过来一看，哟，竹林这么茂密了，竹不惧严寒，4季风骨，形容的不就是我吗？大家都出客，以后我就住这里了。于是雅阁就成了院长的闭关之地。简洁雅致的茶室，一位穿麻衣的老者与一位华服女子对坐饮茶，一列披肩执锐的甲士守卫在雅阁之外。老者花白的头发随意披散，凸显出几分邋遢和洒脱不羁，法令纹和眉心的川字纹极深，而笑起来的时候，鱼尾纹则胜过前两者。单从外表来看，很难让人想到这位落魄儒士打扮的老人会是云麓书院的院长，当代儒家执牛耳者。与他对坐饮茶的女子早已过了双10，却梳着简单的罗髻，插着一根夜夜生辉的金步摇，明显是未出阁的打扮。她穿着月白色华美长裙，裙摆拖曳在地，她容貌清丽脱俗，恰似一朵灼而不妖的水莲，而那双清澈的眸子仿佛一面冰镜，透彻中难掩高冷华贵。早已长开的身段玲珑浮凸，曲线诱人。半年未见，院长发间银丝又增添了许多。长公主说道，嗓音也是清清冷冷的，都是烦恼丝。院长笑呵呵的饮茶。今日上山，文书院弟子吟诵一首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长公主眼波微动，宛如冰镜战破。如此佳作，本宫听了甚是欣喜，不知是那位大儒新作。院长赵守一听，摇头失笑。院长何故笑我？老夫不是笑公主，是笑云麓书院人才济济，却不及人家率性而作。不，整个大凤儒林都以思想麻木、古板，缺了灵气，而诗词最注重灵气。院长这话倒是让本宫困惑了。长公主神色恬静，秀美的兰花直捻着茶盏，饮茶的姿态高贵优雅。赵守叹息道，做出此诗者非读书人，乃长乐县一名虚吏。长公主微微动容。大凤王朝的这位长公主与寻常女子不同，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便是有才。而这位长公主，她跟着魏渊学下棋，跟着张慎学兵法，跟着陈泰学治国。圣人经典她倒背如流，文章策论不输国子监学子。博闻强志，学富五车。18岁时，皇帝特许她参与翰林院的编书工作。前年，长公主试图重编前朝史书，惹来群臣抗议，最后不了了之。院长真不考虑出事？长公主目光诚恳，语气认真。儒家以人为本，寿元不长，院长莫要再荒废年华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青州通政司的官职原本是授予赵守的，只是赵守推脱着不愿上任，并上书朝廷推荐了子阳居士。荒废年华，若是能为后世子孙开辟一条求学之路，老夫何乐不为？赵守叹息道。可惜竹林悟道10余载，呕心沥血，一跨不过成是亚圣画下的天堑。院长执念太深了，何至于此？长公主神态自若地为自己添茶。父皇邀您出仕，是打算重新重用云麓书院，您若真为了云麓书院的学子着想，就不该拒绝的。赵守沈笑道，是越来越驾驭不住魏渊了，还是那帮诸子贵胄的屠龙术越来越犀利？是为了大凤的百姓，为了天下苍生。长公主一字一句发自内心。赵守脸上笑容愈发讥讽。长公主清清冷冷的语气出现变化，叹了口气。山海战役之后，大凤的国力日渐衰弱，天灾连年不断，狂风暴雨不计其数，虚吏之祸愈发明显。朝堂诸公只知党争，袖手空谈者数之不尽，实干兴邦者寥寥无几。院长，帝国缺一位冯补将。说完，他没等赵守开口，继续侃侃而谈。3年前，北方蛮子撕毁条约，屡犯边境，劫掠百姓；南方蛮夷毁坏驿路，
偷袭军阵，妄图夺回失地。西域诸国冷眼旁观，佛门以此要挟，欲传教中原。他渐渐加大语气，声音不再轻了：院长，身为读书人，难道不应该一展抱负，重振国威吗？赵守盯着长公主看了片刻，随后目光从这张清丽脱俗中带着高贵之气的脸蛋挪开，望向窗外绿意森森的竹林，摇头叹息：非不愿，时机未到。长公主请回。长公主眼中难掩失望，正要告辞离去，雅阁外传来急促脚步声，一名学院的先生急匆匆跑进来，大呼道：院长，大事不妙，李慕白、张慎还有陈泰三人打起来了。书院里的3位大儒打起来了，是因为论道突破了极限，君子动口升级为动手。长公主吃了一惊，她曾在云麓书院求学过一段时间，书院4位大儒时常坐而论道，开心时笑嘻嘻，急的时候也会不顾形象的破口大骂，但大打出手的情况却从来没遇到过。毕竟大儒身份尊贵，为人师表，怎么可以轻易动手？赵守眉头微皱，放下茶杯，问道：何故动手？那位老先生摇摇头，无奈道：不知啊。慕白先生原本在题字，忽然之间2位先生横空出现，接着便打起来了。顿了顿，老先生面带愁容的补充：你一句老匹夫，他一句无耻老贼，瞧着是动真怒了。这下胸有静气不动如山的院长大人都吃了一惊，意识到情况不对劲。长公主道：院长带我一同前往。赵守沉声道：无1丈之内属圣人学宫。长公主眼前恍惚了一下，随后便看到了手持书卷的圣人雕塑，火烛燃烧，殿内青烟袅袅，殿外一片哗然，一股股狂风肆虐着冲入大殿，吹灭蜡烛。桌案对面已经不见了院长赵守，长公主迎着狂风向着殿门口走去，强风让她的衣裙朝后翻飞，衣襟紧贴着胸口，哪怕是厚厚的冬衣也掩盖不了她浮凸的身段。举目远眺，半空中3位大儒踏空而立，3人体内荡漾出一股浩然磅礴、中正不屈的气息，彼此碰撞，激荡空气，产生狂风。张慎哼了一声：李慕白，你这个无耻之徒，当日与我抢学生就罢了，今日竟做出如此卑鄙之事，圣人的学问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长公主微微动容，也不知道李慕白大儒做出了什么事，竟惹得张慎大儒如此义愤填膺。争学生？2人还争过学生？李慕白大声反驳：身为老师，帮弟子润色文章、诗词，有何问题？明明是你这个老匹夫嫉妒我的才华。陈泰，你可闭嘴吧，老夫都看不下去了。李慕白斜他一眼：姓张的和我急眼，尚有缘由，有你陈泰什么事？一边凉快去。这时张慎从怀里摸出了一卷书，悠悠道：看来比拼浩然正气是难分高下了。他撕下其中一页，令其燃烧。纸张燃烧殆尽的瞬间，凭空生出一股绿云，嗡嗡地扑向李慕白。那是一只只通体碧绿的甲虫，口气狰狞，宛如黄群，密密麻麻。老夫前些年游历天下，也不是没有收获的。李慕白丝毫不慌，同样摸出一卷书，撕下2页，同时引燃。其中一页燃烧殆尽，化作一头赤红蜥蜴，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赤红蜥蜴腮帮鼓起，蓦地喷出一股数10丈长的烈焰，将漫天绿云焚烧成灰烬。与此同时，另一页只燃烧完毕，幻化出一位衣着暴露的妙龄女郎，身姿轻盈如游鱼，游向张慎。在靠近的过程中，张大儒眼皮沉重，涌起了难以抵挡的困意。妙龄女郎嘴角微挑，带着魅惑的笑容接近张慎。就在这时，陈泰也把手里的一页纸张燃烧，一颗明灿灿的金丹显化，绽放金光。哎呦！李慕白突然遭遇被刺，被金光打得一个踉跄，而张慎也受到金丹的灼烧，从困意中挣脱，连忙鼓动浩然正气，震散衣着暴露的妙龄女郎。长公主沉默地看着这一幕。6品儒生境能够学习其他体系的绝学，并将之付诸笔端，载入书籍之中。刚才张慎施展的是古诗的手段，而李慕白纸上的妙龄女郎应该是巫师体系，但具体第几品他不太清楚。至于陈泰施展的，如果他没看错，是道门的金丹。3位大儒在半空打得如火如荼，学子们在下方看得津津有味。虽然对3位师门长辈忽然掐架有些手足无措和担忧，但能看见大儒们打架，可谓千载难逢，太罕见了。见久久无法拿下李慕白，张慎灵机一动：李慕白，你裤子掉了。李慕白胯下一凉，愕然地发现自己的裤子已经滑到了脚踝。该死！李慕白心态炸裂，大吼道：所有人裤子都掉。底下无数人惊恐地弯腰提裤子。长公主腰上的一枚乳白色玉佩应激发光，一声威严的嗓音响起，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此地禁止同门相残，此地禁止浮空，给我滚下来！话音落下，3位大儒鼓荡的浩然正气自动消散，牛顿重新找回了面子，并把他们从半空拉扯下来。
穿麻衣、花白头发披散的赵守，沉着脸走到3人面前，目光锐利审视。怎么回事？张慎与李慕白无声交换眼神，瞬间达成默契。前者冷哼：没什么事，只是在治学上产生了意见分歧，谁都说服不了谁。后者跟着说，于是就换了种方式，以理服人，这符合儒家的行事风格。院长，我举报他们，都是骗你的。冷不丁的，大儒陈泰被刺2人，完成双杀。张慎与李慕白齐齐扭头，怒目相视。陈泰遥望矮墙方向，院长知道绵阳亭送杨千之轻舟这首诗吧？赵守随之望向矮墙，凝神看了片刻，看到那行小字，心里顿时了然。张景言和李纯净这段时间对子阳居士的羡慕，他是知道的。矮墙上那首诗确实是好诗，不说传出去后名声大噪，将来也有极大的机会流传后世。他俩为了名声而争执，倒也情有可原。等等，他们刚才对我隐瞒是什么意思？赵院长面皮一抽，他正要说话，眼角余光瞥见长裙曳地、气质冷艳华贵的长公主款款而来，当即咽下了想说的话。长公主清丽的眼波流转，矜持微笑。两位大儒是什么诗起了冲突？张慎与李慕白连忙作揖行礼，只是一首劝学诗罢了。长公主目光旋即转向矮墙，美眸中绽放异彩。好诗。顿了顿，口唇轻启。这首诗是何人作作？张慎硬着头皮，是老夫的学生。绵阳亭送杨千之轻舟也是他所作。那位长乐县衙的快手。长公主眼中闪过异色，他叫许七安。李慕白回答，补充一句，也是我的弟子。长公主觉得这名字有些熟悉，似乎听谁提起过这个名字，只是没有记在心里，所以回忆不起来。如此大才，在长乐县衙当一名快手，过于屈才了，即使只会作诗，也够本宫养在府上当一位幕僚。长公主心中思忖。书院的学子们立在远处，观赏着长公主绝美的面孔，她美的就像一世独立的雪莲，那股华贵之气令人见之忘俗。她人在何处？长公主清澈的眸光扫过人群，款款凝视。游山去了。陈泰道。听到他们谈话的众学子一时间陷入了极大的震撼中，他们终于知道这首劝学诗是谁做的了。寒风的山峰掠过林间，枯枝发出凄厉的哀鸣。青石板铺设的小道上，许七安侧头看着衣袂与黑发起舞的许新年，这位皮香好到让人嫉妒的堂弟，仿佛是谪仙下凡。他指着远处的一挂瀑布，介绍道：这里是书院一位前辈的悟道之地，瀑布边有一块石碑，记载了那位前辈的生平。冬季缺水，那挂瀑布纤细羸弱，无精打采地冲入水潭，潭水清澈见底。潭边竖着一块碑，一尊盘膝打坐的铜人，碑文是一位叫做钱钟的读书人的生平事迹。此人生于600年前，活跃于大凤朝开国之初。彼时前朝君王昏聩，官吏贪污腐败，豪伐鱼肉百姓，中原各地狼烟四起，叛军割据。当时的朝廷大周与各地叛军进行着长达10几年的拉锯战，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困苦不堪。2品大儒境的钱钟在外游历3年，亲眼见证了民不聊生的景象。他满腔愤怒地携民愿至大周京城，以血肉之躯撞散了大周为数不多的国运。而后大凤立国，平定战乱，四海安康。大儒境这么厉害吗？许七安一脸质疑。我怎么没在3位大儒身上看到牛逼这2个字？许新年不知道牛逼是什么意思，但毫无疑问是粗鄙之语。念着大哥刚刚写诗立功，忍住没讥讽他，回答道：谁告诉你老师他们是2品大儒境的？他们只是4品君子境。许七安难以置信，那还有脸自称大儒？许新年在潭边蹲下，洗了洗手，解释道：大儒有2种意思，一种是指学问深厚且有名望的读书人，另一种专指儒道的2品境。我们学院的大儒属于前者。协明院撞碎一国气运，即使是王朝末年气运衰弱，依旧非人力可为。儒道的2品境到底有多强？那1品呢？许七安陷入了沉思，许久，带着些许恭敬的语气：云麓书院可有2品大儒？许新年摇摇头，遗憾道：200年来最多只出过3品，大儒3品是立命境。我也是那天送子阳居士时从老师口中听来的。我们学院的院长就是3品立命。许七安语气一下子轻松起来，随意点评道：还不错。那3位老先生的性格似乎有些浮夸和不正经，缺乏一点沉稳和严肃。许七安把自己的评价说给许二郎听。二郎沉吟了一下，他们以前不这样的，君子境之后是3品立命境，这或许和立命境有关。子阳居士以前也是如此，最近忽然就转变了性子，换了个人似的。我听老师说，子阳居士只差半步便是立命。兄弟俩在书院漫无目的闲逛，许新年带着他参观一些名胜古迹。作为1200年悠久历史的学院，若非平时禁止闲杂人等入内打扰学子读书，
青云山必定成为游客如织的景点。大哥，走着走着，许新年忽然嗓音低沉地喊了一下。许七安驻足看他，许新年看了他一眼，别过脸去，假装看四处的风景。我昨天想了很久，如果不是你，爹已经被问斩，女眷冲入教方思；如果不是你，林月妹妹昨天就危险了，很可能遭了信州的欺负；如果不是你，许家可能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侥幸里，然后有一天忽然被灭门。说完，他大步朝前走去，走出10几米，无声地说了一句：谢谢。亚圣学宫。许七安跟着堂弟登上台阶，越过香炉进入殿内。7米高的红漆立柱撑起穹顶，学宫里供奉着的亚圣正是云麓书院的创始人。蜡烛仙兽的火苗里，那位亚圣穿着青色对襟如衫，戴高高的如冠，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搭在前腰，目光眺望远方。亚圣的身侧是一只灵动秀美的白鹿，白色的皮毛隐约可见云纹。许新年指着那只白鹿说道：它就是云麓书院名字的由来。许七安道：读书人就是有雅致，白鹿为坐骑。许新年看了堂兄一眼，纠正道：不是坐骑，是妻子。许七安重新审视起亚圣，喃喃道：也没差，反正都是骑。这句话他没敢说出来。许新年仿佛知道堂兄在想什么，说道：书院的云麓志里记载，这只白鹿是妖，在圣人坐下聆听经典，后化形成人，便陪伴在亚圣身边，一人一妖自幼相处，感情甚笃，结为夫妻。人妖之恋在当时不容于世，现在亦然。但是圣人知道后，没有棒打鸳鸯，反而赞同他们的婚事。圣人说：大爱无疆。可见只要有情，人与妖亦能长相厮守。自古人妖之恋皆有混号，如亡灵骑士、草莽英雄、天人合一。所以这位亚圣的混号是什么？指鹿为马，马子的马。许七安朝亚圣塑像拱了拱手。在许新年恭恭敬敬地朝亚圣行弟子礼时，许七安目光在殿内一转，发现大殿的左右两侧各立一块与人等高的石碑，其中一面空白，另一面刻着字迹。他走到碑前，念道：仗义死节报君恩，流芳百世万古名，陈慧。字迹工整，不飘逸，不潦草，不浮夸，给人一股君子中正的大气磅礴之感。这是国子监那位亚圣留在这里的。许新年走了过来，与堂哥并肩站在石碑前。国子监的亚圣，对了，我一直都不太清楚国子监与云麓书院之间的恩怨详情。许七安兴趣十足，眼睛里写着吃瓜2个字。许新年左顾右盼，见四下无人，这才开口低声道：此事要从200年前那一场真国本事件说起。真国本。许七安虽然是历史小白，但真国本的意思还是知道的。太子者，国之根本。真国本就是争太子之位。当时是仁宗在位，太子之位空悬10余年，2位皇子是当时有力的竞争者，一位是嫡长子，一位是贵人所生的庶出皇子。那位贵人甚是妩媚娇艳，深得仁宗宠爱。仁宗打算立庶出的皇子为太子，在当时遭遇了满朝文武的反对。仁宗多次下旨，但都被内阁封驳回去。而当时带领满朝文武的是云麓书院的读书人。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自古以来的规矩，就算是皇帝也不能违背。大哥，你说的很对，礼制是读书人惯用的屠龙术。这场国本之争，双方都不愿服输，双方拉锯了整整6年。期间，内阁首辅换了4人，朝堂上官员走了一批又一批，京城及地方涉及到的官员多达200余名。直到这时候，一位云麓书院的读书人接替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他没有继续坚持前辈们的理念，毅然投入到了仁宗麾下，顶着谩骂为仁宗解决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云麓书院因为这件事被仁宗厌恶，他意识到云麓书院的存在不利于皇权的统治。而这时，陈慧提出组建国子监，由朝廷自己培养人才，而儒家的衰弱也至此开始。这就是云麓书院和国子监关于儒家正统之争的由来。国子监是国立大学，云麓书院是私立，私立怎么可能干得过国立？许七安恍然大悟。许青年说完，带着考笑的语气：大哥有什么感想？我指的是真国本这件事，与学术无关。是觉得涉及到学术的话，大哥这样的泥腿子答不上来。许七安心里吐槽，笑道：表面是真国本，实际上是权力之争。读书人想施展抱负，必须手握大权，而一个国家的权力体量是固定的。当你手握更大权力时，便有其他人失去权力。党争的最高境界是架空皇帝，成为无冕之皇。许新年原本是随口考笑，听到这里脸色大变。许七安斜了他一眼：怎么，我说的不对？很对，但这话不能乱说。许新年深吸一口气：你继续说。许七安点点头：儒家的屠龙术再怎样厉害，终究还是皇权更强一些。学成文武艺，或于帝王家。
这句话便道尽了一切。自古以来，不管是贪还是闲，只要是个权臣，就没有好下场。把持朝政只是一时的，到最后都会被清算，因为臣子永远是臣子。许七安上辈子读历史时，无冕之皇太多了，哪一个有好下场了？曹阿瞒不算，皇权坍塌的战乱年代是另一回事。许新年有些急迫地追问道：“有何破解之法？”大哥与他说的这些，学院是不会教的。无解。许七安摇了摇头，叹息一声：“朝堂如战场，党争一时爽，全家火葬场。”他说的话稀奇古怪，偏偏眼睛里仿佛有千年文史在酝酿。看着这双眼睛，许新年愣了愣。不过大哥这里还有一个思路。许七安话锋一转：“大哥请说。”钱大儒的事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你能对一国气运造成影响，你就从依附皇权的读书人变成了能与皇权平起平坐的强者。许新年眼睛一亮，脸上刚浮现欣喜之色，便听许七安悠哉哉地说：“二郎聪慧过人，孺子可教。”许二郎这才反应过来，明明是我在考教他。许七安没有继续说话，思忖着心里的一个疑问：云麓书院虽然在官场的前途被掐断，但仍旧是掌握着儒家修行体系的圣地，断绝的只是仕途而已。尽管许新年没有说明是书院的仕途开始衰弱，还是整个儒家体系开始衰弱，可许七安觉得是后者。因为结合瀑布边许二郎说的话，200年来儒家最高只有3品，是因为3品之后儒家体系必须入场为官，还是涉及到儒家气运之类的东西？那这块碑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立在这里？他问道。许新年凝视着碑中文字，眼神复杂，叹息道：“这是儒家正统之争的后续，或者说是一部分。那位程亚圣经才绝艳，他建立国子监后，知道想要超越云麓书院，就必须有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否则国子监的学生依旧是云麓书院的学生。于是他潜心研究圣人经典，重新为之集注，并融入自己的思想。历时13年，终于创建了一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教育体系。存天理，灭人欲。”许七安心里一动。许二郎点点头，有了刚才的交谈，开始愿意和粗皮堂哥讲解学术问题，说道：“程亚圣认为世间万物都依循着某个规律，这个规律叫理，理是世间最本质的东西，也是最正确的。万物依存于理，才能蓬勃发展。但是人在世间万物的纷扰交错中，会迷失自己，迷失理，因此就要存天理，灭人欲。”许七安道：“存天理，灭人欲是国子监思想流派的大纲，具体怎么操作？”许七安等待许新年的解说。许新年继续道：“程亚圣为圣人集注，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矩，读书人遵循这套规矩，便不会出错，便是正确的，便是应合天地规律的。这套规矩将忠、孝、节、义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许新年嗤笑一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大义当舍生，为保洁当赴死。”许七安沉默地听着，忽然问道：“那辞就觉得呢？这是对是错？”许新年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堂兄，张嘴欲言，但有神秘力量卡住了他的喉咙，让他说不出话来。许七安明白了，这种力量叫思想禁锢，所以才有了这块碑。许七安把目光转回碑文。许二郎点点头。云麓书院和国子监之争是学术之争，是理念之争，但这块碑屹立在亚圣学宫200年，他始终不倒，他一日不倒，云麓书院就一日胜不过国子监。院长枯坐学院10几年，好守穷经，试图反驳碑文上记载的东西，试图创立一套更成熟更正确的理念，但他失败了，因为它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正确。许七安说：“是。”许新年叹息：“不止院长，其实书院历代大儒先生都在和这块碑文较劲，可没人能成功。亚圣的思想岂是等闲之人可以驳斥？”那边上那块空白的碑，许七安心里有了猜测，是院长立在那里的，但10几年来他从未上面落笔。许新年指着空白石碑边的桌案说道：“后来有学子和大儒们尝试在石碑上题字，与程亚圣的碑文抗衡，只是第2天都会被擦去。不过桌上的笔和砚台倒是留了下来，或许是院长也抱着一丝期待吧。正因如此，每当学子们突发奇想，自我感觉优秀时，就会来这里题字。可惜院长期待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我曾经以为我可以也在石碑上题过字。”说到这里，许新年没有继续，显然是不打算把曾经的年少轻狂告诉堂兄，免得再社会性死亡一次。仗义死节报君恩，流芳百世万古名。许七安面对碑文沉默了片刻，沉声道：“辞旧，大哥问你，君王重还是天下苍生重？”许新年毫不犹豫：“自然是天下苍生。”许七安再问：“那你读书是为什么？”许新年下意识道：“忠君报国。”说完他自己愣住了。许七安毫不在意，继续问：“
名垂青史真的是读书人的毕生追求吗？许新年没有回答，他的沉默说明了一切。云麓书院2位大儒为了蹭师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一切。许七安悠悠叹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凭什么？父要做王子不得不亡，凭什么？这狗屎般的社会不能多点人权。许七安笑道，我非读书人，但也想写些什么，辞旧替我研磨。许新年皱了皱眉。许七安道，反正笔墨摆在这里，不就是让人写的吗？如果大哥写的不好，明日自然会有人擦掉。许新年听完便去磨墨。额请他持笔站在碑前，问大哥想写什么？这次我要自己写。许七安劈头夺过笔，凝视着空白的石碑，脑海里忽然浮现今早吃早食的摊主的那张脸，明明肉疼的要死，却不敢要银子，可怜的像只狗。大凤王朝的虚吏问题积弊已久，满殿衣冠禽兽一口一个忠君爱国，却从未对底层的百姓垂下怜悯的目光。他想到了周历当街纵马时嚣张跋扈的姿态，想到了京城中衙内横行无忌的记载。超凡武力的存在让封建王朝的弊病展现得愈发淋漓尽致，也让底层百姓连揭竿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他上辈子至少还知道几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但在这个世界，农民的起义连成型的机会都没有，便被迅速扑灭。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重重吐息，提笔书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写完，许七安只觉神清气爽，一吐胸中郁气，把笔一抛，大声说，辞旧，这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轰隆，许辞旧的脑海里仿佛一道雷霆劈下，劈开了混沌的灵石，劈开了灵魂的枷锁。他呆呆地望着堂哥，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许二郎似乎看到堂哥头顶浓郁紫气，一闪而逝。咔嚓，边上那块石碑忽然发出崩裂的声响，一道贯穿上下的巨大裂缝出现。兄弟俩吃了一惊，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整个亚圣学宫震颤起来，穹顶簌簌吊灰，烛台倾倒，亚圣雕塑冲起一股清气，战破山顶白云，数十里外皆见异象。许七安懵了，脸色极其难看。怎么回事？好像惹祸了。惹什么祸？惹什么祸？许新年情绪激动，大声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从没有来过亚圣学宫。说完，抱着脑袋就夺门而出，逃之夭夭。读书人，你等等我。许七安拔腿追了上去，心说关键时刻还是读书人应变能力强。兄弟俩跑出亚圣学宫，没敢走大路，从院子侧边的小路拐进山林，跑了很久才停下来。许七安气息平稳，许新年扶着一株松树，气喘吁吁，因为剧烈运动，白皙的脸蛋涌起一抹动人心魄的潮红。我们现在怎么办？许七安打算请教一下做事有章法的小老弟，并试探道，我刚才算不算是为学院破开了一个千古难题？他没料到自己的那句口还会造成如此可怕的异象，也不清楚会产生怎样的后续，所以很从心的跟着许二郎逃跑了。许新年喘着气，一边平复心跳，一边傲娇的喝一声，顶多是200年的难题。许七安摘下水囊递过去，许二郎接过喝了一口，继续说，如果是初入学院的我，会建议你留在原地，等着接受学院师生的膜拜和感激，但现在的我只想带你赶紧离开。他把水囊抛回堂哥，等了一下，见他脸色如常，没有疑惑，有些失望和欣赏。欣赏当然是因为堂哥很有脑子，与父亲那种粗坯不同，这让自视甚高的许新年由衷的欣慰。失望则是不能在堂哥面前人前显圣，制造智商上的优越感。是的，哪怕堂哥多次做出令人惊叹的诗词，哪怕堂哥刚才在石碑上写出这般劈山开地般的句子，许新年依旧觉得自己的智商是更高一筹的。没这份心态，做不出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兄弟俩快速在林子里穿梭，悄咪咪地摸向马厩方向，不辞而别是此刻最佳的选择。许七安留在现场，迎接他的或许是云麓书院的感恩戴德，甚至奉为大儒，虽然不太可能。这是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也很明显。云麓书院与国子监是道统之争，许七安接受云麓书院感恩戴德的同时，必定招来国子监出身的读书人的敌视。满朝诸子贵都是国子监，一个税银案就疑惑无穷了，而这比100个税银案还危险麻烦。辞旧与我想法不谋而合，许七安呵呵道，辞旧，你是真的狗。很好，二郎不是迂腐的读书人，这或许是他精读兵法的缘故。粗坯，许新年反唇相讥，接着说道，只要我们离开，事后相信书院不会肆意宣扬，会替我们保密。他不再说话，一边赶路，一边凝眸沉思，显得沉默寡言圣人学宫外的大屏。穿麻衣，头发花白的赵手忽然做了个令人意外的动作，他蓦然转身凝望学院后方。稍后几秒，3位大儒做出了同样动作，脸色凝重的眺望。
长公主心里困惑，下意识地顺着他们的目光扭头，晴空朗朗，什么都没有。但在下一瞬间，一道肉眼可见的氢气冲天而起，贯穿了云霄，浮在青云山的厚重白云在众目睽睽中崩散。赵首率先消失，3位大儒随后展现言出法随的神意，将自身3尺挪移到书院后方。长公主柳眉轻蹙，提着裙摆，急不急促又不失仪态地跟上。她身段高挑，曲线曼妙，疾走时的风韵不可描述，只可意会。亚圣学宫，烛台倾倒，蜡油绵密流淌。空旷的大殿中，清气如春风荡漾，凸显出赵首的身影。他迅速扫过大殿每一寸角落，而后目光聚焦在裂开的城市亚圣的碑文。这院长古井般的瞳孔里掀起了狂涛骇浪，同时迅速分析出那股冲天清气的缘由。镇压学宫的碑文崩裂，云麓书院内蕴的浩然之气挣脱了束缚，充盈恣意，才造成了刚才的景象。问题是，城市亚圣的碑文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崩裂？很快，赵院长明白了，他的目光被当初自己立在殿内的石碑吸引。他看着碑文上的内容，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淡化，在消失，唯有那一行丑陋的字体深深烙印在瞳孔里，烙印在心里，成为此刻世界的唯一。令人如沐春风的清气荡漾中，3位大儒的身影显化，他们下意识地扫视整个大殿，看到崩裂的城市亚圣石碑时，瞳孔不自觉地收缩。好端端的石碑怎么会裂？这是好事，意味着镇压云麓书院气运的封印产生了动摇。李慕白心里想着，忽然发现院长的状态不对，是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失魂般的状态。石碑竟然裂了，在亚圣不出的年代，居然有人能撼动城市石碑。张胜和陈泰相视一眼，从各自的眼里看到了震惊与疑惑。紧接着，他们与李慕白一样，发现了赵院长的异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张慎喃喃道。他完全被这句话里蕴含的气魄、风骨、志向所震撼，浑身鸡皮疙瘩暴突的东西，胸腔里的热血仿佛也沸腾了。这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该做的事。陈泰嘴皮子颤抖，为官当为民、为国、为天下苍生，不该为一姓之家，为少数几人。这位被誉为有治国大才的大儒，这一刻浑身不受控制的发抖，声音嘶哑：醍醐灌顶，醍醐灌顶啊！李慕白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这是谁写的？3人同时望向院长赵首。院长闭关10几年，为了推翻城市的理学，呕心沥血。当世如果有人能开创新的学术流派，非他莫属，但院长刚才与他们一起，而且院长此时的态度已说明了一切。回应他们的是沉默。许久之后，赵首低声道：你们先出去，有什么话事后再议。他接着说：君子缄默。3位大儒躬身作揖，并肩离开。殿门关闭，四周寂静，赵首沉默地站在碑前，背后是镂空的门窗，阳光斑驳洒入。很久之后，他正了正衣冠，朝着碑文行弟子大礼。昭文道：惜死可以。长公主提着裙摆，终于赶到亚圣学宫之外，却发现学宫10丈之内被一道宛如倒扣的碗般的气罩包裹，隔绝内外。她没有急，沉静地站在学宫外的台阶下，像一朵静谧盛放的鲜花。额请3位大儒并肩出来，脸色沉凝，但分辨不出是好是坏。3位先生，可否告知？长公主目光遥望学宫。公主莫问了。陈泰作揖，此事我等暂时也摸不着头绪。长公主笑了笑，难掩贵气的脸蛋一如既往的平静。告别3位大儒，她独自往雅阁方向行去。山峰里，罗长裙带飘飞，仿佛是山中的精灵，下凡游玩的仙子。2列披甲驰锐的士卒依旧守在雅阁外，宛如一尊尊沉默的雕塑。这支24人的金吾卫是他的护卫队，山下还有一支由7名打更人组成的队伍。只是书院对魏渊极为厌恶，不允许打更人上山。长公主带着护卫队下山，找到候在官道边的7名打更人，嗓音清厉：云麓书院清气冲天，亚圣学宫被封禁，将此事禀告给魏公，让他盯紧书院，查明此事。是。打更人抱拳。长公主继续说：替本宫查一个人，长乐县衙快手许契安。遵命。观星楼八卦台，白衣白发白胡子的监正坐在案前，手里捻着一杯酒，无声地眺望京城西北方向。左边还有一张桌案，案上摆满了美味佳肴，案前坐着鹅蛋脸大眼睛，五官精致甜美暗藏的楚采薇。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喋喋不休地说话：师傅，我什么时候能踏入6品，成为炼金术师啊？监正笑着回答：你什么时候不顾着吃，肯安心修行，时机就到了。楚采薇为难道：那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了呀。他咽下食物，继续叨叨：对了，那假银很容易燃烧，且丢水里就爆炸，根本无法保存嘛，这样不好向皇帝交差。
监正大人轻声道：“皇帝老儿吃饱了撑着，让他滚犊子就是。”楚采薇吐了吐小舌尖：“徒儿可不敢说这话，您自己去。”监正笑容和蔼：“师傅，四师兄都快魔怔了，你也不管管，没事总往城外跑，说什么炼金术奥义的大门已经朝他敞开了。师傅，我觉得许七安这个小快手挺不错，咱就不能把他收到司天监？”“哦，您不知道他是谁，就是破了税银案那人。”“师傅，什么是嫁接啊？”监正叹了口气：“采薇啊。”“师傅你说，吃东西都堵不住你的嘴吗？”“哦。”几秒后：“师傅，你怎么老是往那边看？”“采薇啊，师傅有些遗憾。”“师傅你说，师傅怎么就不会儒家的禁言术呢？”嘻嘻，楚采薇脸上得意的表情刚浮现，忽然发现岸上的食物在刹那间腐败，散发出难闻的馊味。他小嘴一瘪，要哭的表情，心疼的无法呼吸。“师傅，我错了，你快变回来。”监正依旧眺望西北方向，笑呵呵地说：“师傅就在教你一个道理，在炼金术的领域里，绝大部分转换都是不可逆的。”楚采薇一边抹眼泪，一边哭唧唧地走人：“我再也不来陪你这个糟老头子了。”竹林边的雅阁，院长赵守沉声道：“此地30丈内禁止靠近。”说话的同时，他挥了挥袖子，氢气膨胀，将雅阁方圆30丈笼罩。做完这些，他回身看着被召集过来的3位大儒。李慕白手里捧着茶杯，脸色严肃，询问过了，当时并没有学生在亚圣学宫附近，也没无法得知有谁进入其中。石碑上的字迹不属于书院任何一位学子，能写出这么丑的字，我不认为是我们学院教出来的。说到这里，李慕白有些心虚，倘若不是学院的学子，今天又在学院内的，除了那个便宜弟子，还有谁？读读。这时候，张慎敲了敲桌面，这位大儒收起了所有的玩世不恭，面无表情的反驳挚友：“字迹是可以伪装的，丑陋的字更是如此。”陈泰忽然问道：“那么，伪装字迹的理由是什么？”那块碑树在那里10几年了，学院里的师生都尝试过，都乐意当这个英雄，没理由伪装字迹。而且，当时许辞就和许宁燕兄弟俩恰好在游山。3位大儒讨论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李慕白喝了口杯里的茶水，喟叹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惭愧啊，我这些年早已断了仕途的念头，一心只想流芳百世，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纯净兄高风亮节。”张慎竖起大拇指，表扬一番，接着说：“劝学师就交给我来指导吧。”李慕白当即改口：“为国为民，与名垂青史也不矛盾。”院长赵守一愣，凝视着李慕白，眼中青光闪烁，诧异道：“你快立命了？”陈泰和张慎一震，李慕白笑着抚须，刹那顿悟，豁然开朗。其他2位大儒瞬间就酸了。被院长赵守点破后，2人顿时察觉出李慕白气息出现的微妙变化。3品立命境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境界，有人读书是为功名，有人为利禄，有人为福泽后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院长赵守的道是为儒家开创新的流派，为天下千千万的读书人打破思想的禁锢，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所以他一日达不成这个目标，一日无法突破到2品境。其他人没有问李慕白的人生目标，因为这时候的他自身也处在一个朦胧的状态里。张慎和陈泰对视一眼，心里暗暗决定，今日后在亚圣学宫闭关悟道，不出来了。至今日起，亚圣学宫禁止学子入内。赵守那蕴神华的双眼扫过在场的大儒，道：“这件事不准外传，我要对你们3人立言。”3位大儒互看彼此，微微颔首。赵守气沉丹田，力聚舌尖：“君子当3缄其口。”2骑飞快驰骋，临近京城时，兄弟俩放慢速度，让马匹小跑着赶路。他们租的是烈马，只比驽马好一点，优点是便宜，缺点就是体力不行，无法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跑死了还得赔10几两银子。兄弟俩都是对自己钱包很有逼数的人。许新年吐出一口浊气，终于问出心里的疑惑：“大哥是否该解释一下？”他指的是那段惊世骇俗的格言。你想要我解释什么？许七安反问。大哥只是启蒙而已，如何说出那般惊天地泣鬼神的话？许新年骄傲地抬起下巴，那是读书人才能说的话。瞧把你得意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吧？老子好歹是9年义务教育兼警校毕业，而且还是资深键盘侠，深受键盘文化熏陶，什么都懂一点，真比拼知识储量。你们这些读书人在我面前只能算弟弟。许七安很想把这个槽给吐出来，他沉吟片刻，换了个说法。辞旧也觉得当下儒家的思想有些问题，可当我问你读书人该做什么时，你的回答依旧是符合时代的标准回复。这一句让许新年陷入了沉思。这是思想的局限性，你们读书人受着某种思想的熏陶，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他的形状，即使意识到不对，也很难挣脱出来。许七安侃侃而谈：“咱们可以换个说法，思想禁锢。”思想禁锢，许慈就喃喃地重复这4个字。云麓书院的院长同样被思想禁锢着，被城市的学术影响着。他想要突破，想要找到新的流派，但他自己身在漩涡，又如何带领天下读书人脱离漩涡呢？真正能做到的，只有身在漩涡之外的人。可能正是因为大哥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才能剑走偏锋，才能标新立异，才能不受城市理学的禁锢。当然，我也有思想禁锢，来自21世纪的思想禁锢，只不过没有人给我当头棒喝而已。许七安在心里说，思想禁锢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三观，而三观是时代造成的，你身在这个时代，受其熏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只有时间尺度达到一定距离，才能高屋建瓴，发现问题。许慈就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他开始了思考，开始了格物。过了一炷香时间，他神采奕奕地看着许七安：“大哥一番话让我豁然开朗，大哥真厉害，悟性很强大。”许七安心里做出评价，表面不当一回事，反而露出嘲笑神色。可惜啊，你没有继承我许家的优良基因，你继承的是李家的。大哥真讨厌。许慈就忽然不想和他说话了。这话让娘听了去，又要气得拍桌子骂：“这小混球就是跟老娘八字相冲！”返回京城，把马匹还给马行，收回押金后，许七安走出铺子的大门，说道：“慈舅你先回去，我还有事。”许新年点点头，没有多问，独自沿着长街往家的方向离开。许七安在街边买了份桂花糕，边走边吃，不多时抵达了一家首饰铺。宝气轩。宝气轩的老板是位秀才。其实读书人做生意的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那些豪门贵胄，光靠收田租是无法支撑一个大家族糜烂的生活开支的。京城里的大商铺、青楼等赚钱行业背后都有贵族的身影。大凤商业明明空前发达，偏偏沉重赋税却压在农民身上，我有理由怀疑这是门阀贵族们在搞事情。种田能种出多少银子，想要富肯定得从商人身上薅羊毛啊。想要让百姓过得更好，让大凤国库更富有，就一定要改革。但朝堂之上滚滚诸公，哪里轮得到我这个小小胥吏说话？定个小目标，先把二郎培养成大凤首辅。想到将来傲娇的小老弟将来位极人臣的模样，许七安嘴角不由自主地翘了翘。许七安踏入铺子，目光掠过柜台，一件件摆在红丝绸上的首饰映入眼中，钗、钿、鸡、簪、步摇、华盛，眼花缭乱。其中以金质的最贵，玉质的得看种类，贵的胜过黄金，便宜的则与银质差不多。许七安摸了摸自己兜里的3钱银子，心里嘀咕：这点钱根本买不到什么珍贵首饰啊。他正感慨着缺钱，脚下踩到了硬疙瘩，很自然的就捡起来，面不改色的揣兜里。可能是太顺其自然了，没有人因此留意他。1钱银子没卵用啊，1钱金子还差不多。他有种前世逛奢侈品店的感觉，反正都是买不起，唯一不同是现在的店家很矜持，没有前世的服务员那么讨厌，恨不得黏着你，让你立刻消费。店家，你们这里有折扣吗？许七安敲了敲柜台，店家是未蓄山羊胡子的老人，一身书生打扮，闻言并不惊讶。店家指着挂在墙上的签，笑眯眯道：“客官要是能解开字谜，店里的玩意儿可以折半于你。”这个规矩是宝气轩的特色，猜字谜打半折，有趣。许七安走到木签前，扫了眼上面的字谜：云破月来花弄影。凭借丰厚的知识储量和逻辑推理能力，他很快解出了字谜。有些首饰光重量就好几钱了，再加上人工费。许七安估算了一下，发现就算打半折，他依旧买不起太好的首饰。但他很快就有了办法。能来宝气轩买首饰的女子，家境都殷实得很，且读过几年书，至少不是目不识丁的女子。这样的女子都有个毛病：半桶水叮当响，觉得自己是文化人，喜欢附庸风雅，因此对于宝气轩的小把戏尤为沉迷。同样价位的首饰，他们喜欢来宝气轩买，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解一解字谜。解开字谜的话，店家会在木签下方刻上正确的谜题，然后连带首饰一起赠给客人。没解开倒也罢了，一旦给他们解开1、2个字谜，就可以与闺中密友吹牛皮了。这是许七安听了旁侧2名妙龄女子的谈论，分析出的店家套路。不愧是秀才开的铺子，懂得如何吸引高端客户群体。玉姐姐，这里的字谜我没一个能解的，好难啊。妹妹说的是，店家是有功名的秀才老爷，出的题自然难，等闲读书人都未必能解开呢。玉姐姐，我家郎君也是这么说，我要是能解开字谜，拿走木签，定让郎君刮目相看。痴人说梦。哎呀，你讨厌！2位良家小娘子朝着木签愁眉苦脸了好一阵子，嘟嘟嚷嚷的碎碎念。她们穿衣打扮都颇为精致，想来家境都是极好的，也受过一定的教育，不然不会尝试解字谜。2位娘子，忽然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旁侧响起。两位容貌秀丽的小娘子警惕地转头，看见面孔俊朗、身材昂藏的许七安后，警惕之色稍稍降低，但没有说话。大凤王朝的风气相对自由，但大街上与陌生男子攀谈依旧是很失礼的行为。许七安不在意，开门见山地道出心意：在下可以为两位娘子解字谜，但省下来的银子，两位娘子得分我一半；省下来5000银子，你得分我2000半；省下来4000银子，你得分我2000。听见许七安的提议，店家诧异地抬头，认真审视了他片刻，嗤笑一声，不再搭理。这人虽然穿着书生袍子，但只要仔细观察，看体格和肤色，就知道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货色。你见过哪家的书生体壮如牛，皮肤是小麦色的？那如山根本不合身。对于许七安的提议，年纪稍小的女子眼睛亮晶晶的，颇为异动。年纪稍大些的更端庄矜持，也更谨慎疏远，淡淡道：公子自便，若是真解开了字谜，奴家也不会赖账就是。距离感极强，两位娘子选一个。许七安笑道。年纪稍大的女子有些犹豫，年纪稍小些的跃跃欲试，见身边的姐姐没有反对，便指着其中一块木签云破月来花弄影，嗓音软如。许七安当即道：能者多劳的呢。两名小娘子下意识地扭头看向店家，店家瞠目结舌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当下那位年纪小的娘子便买下了一枚金钗，喜滋滋地拽在手里，看许七安的眼睛变得亮晶晶的。他收好木签后，眼睛一转，语气熟络了几分，道：公子还能继续为奴家解字谜吗？莲儿被称为玉姐姐的女子拉扯了一下她的衣袖：玉姐姐，咱们两个一起来的，我有你没有，那多不好。说完，叫莲儿的良家期待地看着许七安。求之不得，许七安露出暖男的笑容：没问题，娘子再选一个。孔雀东南飞。他指着一块木签：孙。许七安道。店家傻眼了：谢过公子。两位小娘挑了心仪的首饰，心满意足地离开铺子。许七安耳力惊人，听到那个叫莲儿的女子说：这位公子真有才华，且高大英俊，比我郎君要壮实多了。莫说胡话。年长的女子训斥。她似乎害怕被许七安听见，上前来纠缠，拉扯着莲儿迅速离去。就这样，许七安得了1两4000银子，加上自己原本的3钱和捡来的1钱，总共2两。而许七安看中的金步摇得10两银子，他如法炮制的又帮了3位小娘子解字谜，总算凑足5两银子，应该购买一只金步摇了。但我还得给婶婶买一个。公子。店家脸色苍白的呼唤打断了沉思的许七安。许七安沉默看他：公子可否高抬贵手？店家这话就没意思了，规矩是你定的，公子想要什么直说吧。我想买2只金步摇，但只够1只的银子，还是半价那种。我送公子了。店家咬牙切齿：那多不好意思，你以后别再来，老朽就感激不尽了。是不是玩不起？许七安心满意足的怀揣着2只金步摇走了。真不是想白嫖，徐某不是那样的人，奈何店长过于客气。至于店长的感受，他不在乎，能开得起这样的铺子，20-30两银子固然肉疼，但也不算太大损失。而且既然玩这种套路，受益于套路，那也得做好碰到高手的心理准备。没道理只有你能赚别人钱，别人就不能薅你羊毛。离开铺子不久，他突然背后汗毛竖起，毛孔像是有细密的针扎入，这让他心脏加速跳动，肾上腺素分泌。有人在跟踪我，在注视着我，暗藏敌意。许七安隐约有了明悟。许七安不动声色，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心里则在盘算：是谁跟踪我？宝气轩？显然不是。虽然店家看起来很想暴揍我一顿，但能让我毛骨悚然的高手，绝对是有背景的。区区一个宝气轩，没这样的人才云路书院。也不对啊，云路书院的大儒们争着抢着要收我做下吹箫童子，又怎么会对我隐含敌意？是州府。这个阶段，如果有人对他抱着敌意，暗中监视，那绝对是州府。许七安心里凛然，前世的经验告诉他，一旦你被人跟踪监视，那说明对方近期内就会出手，甚至是今晚。拜访云路书院的打算是正确的，即使我和二叔身手都不弱，但家中女眷是累赘。许七安脸色凝重，对付州府的计划刻不容缓。返回徐府，许七安立刻从柜子里翻出司天监宋清那里等价交换白嫖来的军弩挂在腰上，护心镜绑在胸口，这才获得了些许的安全感。翻墙到主宅，在后院看到许灵英在赶一群鹅，他叉着腰用力跺脚，吓得小鹅惊慌失措，嘎嘎嘎的四处乱窜。大哥，你看我威风吗？许灵英瞅见大哥回来，愈发得意。哪来的鹅？许七安愣了愣，今早离家时分明还没有的。娘让人买的，说自己家养。许灵英歪了歪头，娇声道：我忘记后面的了，应该是自己家养比外面买要便宜。许七安哦了一声，
说：“你小心点，别把鹅给踩死了。”没有大鹅吗？大鹅在那边，我去赶出来。许灵英自告奋勇地迈着小短腿钻进花圃里。几秒后，小孩子杀猪般的叫声传出来了。灌木丛剧烈晃动，许灵英嗷嗷嗷地哭着逃出来，脚上拖着一只大白鹅，死死咬住他的小短腿。他一脸马上就要死掉的样子，大哥救命！许七安袖手旁观，笑出猪叫声。黄昏，许二叔散值回来，一身戎装，腰悬长刀和军弩，英固狼式，与穿常服时的气质截然不同。爷仨来到书房，绿娥奉上热茶后，乖巧地退走。许慈就道：“我与大哥已经打点妥当，明日就可以送娘和妹妹去书院，正好林英也要启蒙了。父亲请的先生水平不太行，教不了他，书院的先生就没问题。”林英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高兴地哭出来。许七安没来由的就想到了前世送热心肠小朋友一箱习题集的趣味笑话。许二叔大喜过望，这无疑解决了他一桩心病，家中女眷能得到妥善安置，他才没有后顾之忧。慈舅，多亏了你啊，爹就知道让你读书是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许慈就有些汗颜：“爹，是大哥的功劳，与我无关。”宁燕。许二叔意外地看向侄儿。听完儿子的解释，许二叔就惋惜地说：“宁燕啊，二叔这辈子做的最大错事就是送你练武。”许二叔现在已经相信侄儿是枚读书种子，我只是把上辈子学的知识有效利用而已。许七安沉声道：“有件事要告诉二叔，我刚回来时被人跟踪了辞旧，你呢？”父子俩表情一变。许新年皱了皱眉，就算被人跟踪，我又如何得知？他只是个开窍劲的书生。许二叔站了起来，有些焦躁地来回踱步，沉声道：“宁燕，今晚你留宿府里，我们叔侄俩住得近些，这样好照应。另外，我晚些时候出门一趟，去御刀卫那里指挥一声，让他们晚上加强附近的巡逻强度。”许新年和许七安对视一眼，心情沉重。吃饭时，许七安看了眼吃相优雅的妹妹许灵月，咳嗽一声，吸引一家人的注意。他从怀里摸出一只雕刻宝气轩3个字的红木小盒，徐徐拉开匣子，这是一只做工精细的金步摇，簪首是雕工精美的花朵，镶嵌珍珠，垂下一道道纤细的精致流苏。不看样式，单是黄金的分量就让一家人侧目。许灵月和婶婶直接看呆了，两双卡姿兰大眼睛牢牢盯着金步摇。金步摇这种首饰因做工精细，材料贵重，向来被富贵人家的千金和富人追捧，寻常女子戴不起这么好的首饰。婶婶以前就有一只雕花金步摇，很是宝贝。许七安一个单身狗，自然不会平白无故的买金步摇，家里就2个女人适合戴，而婶婶作为一家主母，婶婶漂亮的脸蛋绽放出笑容，眼神转为柔和：“还算你有点良心，拿来吧。”话音方落，许七安把金步摇放在许灵月的面前：“妹子，送你的。”许灵月睁大了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宝气轩的首饰在这一片很出名，做工精细考究，极受附近有钱人家的姑娘、富人喜爱。谢谢大哥。他清丽的脸庞露出了由衷的笑容，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婶婶娇躯颤抖，胸膛气的是一起一伏，红着眼眶，发狠地质问许二叔，说：“你要侄儿还是要我？”他和这个小混蛋势不两立。许二叔狠狠瞪了眼侄儿，连忙给妻子夹菜：“消消气，别跟这个臭小子一般见识。”许七安感觉小腿给人踢了一脚，便抬头看了眼身侧的许新年。许二郎自顾自地低头吃饭。婶婶生气了，美艳的脸庞如照寒霜，哄不好的那种。许二叔头皮发麻，抱怨道：“宁燕，你有银子补贴家用多好，犯得着买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打算通过 diss 侄儿在妻子那里找回认同感，消弭他的怒气。许灵月淡淡道：“家里又不缺一短食，爹爹吃的饭里还有大哥的凤米在里面呢。”许二叔被女儿噎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再次转移话题：“宁燕，你哪来的银子？”许七安道：“我看妹妹头上的首饰过于廉价，便记在心里，缩衣节食，攒了些银子，再加上宝气轩有猜字谜半价的游戏，总不好说首饰是白嫖来的。他可不想和许慈舅一样社会性死亡。”许灵月端着碗的手轻轻一颤，芳心顿时柔软的要化了，眼波盈盈的凝视着许七安。这个家里只有大哥才把他放在心尖上，父亲和二哥从来都不觉得他戴廉价首饰有什么问题。女儿家也是要门面的。大哥，好看吗？他把金步摇插在发髻上，烛光映着少女尖翘的瓜子脸，五官精致，眸子黑亮水灵，活色生香。婶婶更酸了，许七安也酸了。他看了眼左侧的许二郎，小老弟穿着藏青色袍子，乌黑亮丽的长发用碧绿玉簪扎起，唇红齿白，俊美无愁。又看了眼戴上金步摇后灿灿生辉的妹子，以及婶婶这位丰腴的美妇人。一家人的颜值都是被天使吻过的，就我是平平无奇咯。当他看到五官颇似许二叔，显得铁憨憨的小豆丁不酸了。来，灵英吃肉。
许七安给他加了块肥肉，又给许灵月加了块瘦肉。大哥真好，大哥看你最顺眼。那大哥为什么刚才不救我？小豆丁想起大哥刚才非但不救他，还大声嘲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吃苦才能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那有没有不吃苦就天下无敌的？有，在梦里。饭吃的差不多时，婶婶淡淡道：过了年，宁燕就20了吧？哟，婶婶竟然还记得我的年纪。许七安表示很惊讶。婶婶傲娇的不理他，扭头与许二叔说：老爷得给宁燕配一门婚事。许灵月和许新年同时抬起头盯着母亲，许七安自己反而最迟钝，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是难以置信。倒霉婶婶竟然对我这个侄儿的婚事上心了，明天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吗？要知道娶媳妇是件很隆重的事，3书6礼8抬大轿都是银子啊。婶婶看了眼倒霉侄儿，继续说：我觉得绿娥就不错，打小就在府里养大，与宁燕也是青梅竹马，而且还不用花什么钱。婶婶果然还是婶婶。娇俏的绿娥啊了一声，霞飞双颊，有些不知所措。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把她给刮猛了。内心里既羞怯窘迫，又隐含一丝丝的欢喜。许灵月看了眼在自己面前显得暗淡无光的大丫鬟，有些不开心。娘，你别擅作主张了，大哥的婚事就让他自己和爹爹商量吧。潜台词是，娘你在大哥心里什么地位，自己没数吗？婶婶对闺女正有夺钗之恨，骂道：宁燕与绿娥郎才女貌，知根知底，轮得到你一个妹妹反对？许灵月委屈的别过头去：没有，知根知底就过分，还没到那一步。许七安刚想表达意见，听见身边的小老弟开口了。许新年说：娘是觉得绿娥嫁了大哥，既免了彩礼钱，又有了理由让大哥搬出去生活，一击命中。婶婶气道：你这孩子从小就不会说话。许二叔盖棺论定：行了，这事你不用操心，不踏入炼气井，宁燕不会近女色的。绿娥一脸失望，垂下脑袋。除了自小伺候的夫人，一家人好像都反对她嫁给大郎。许二叔吃完晚饭，跑了趟御刀位后，又在书房与儿子商量明日事宜。回到房中，看见妻子坐在床边，气呼呼的模样。你至于吗？气到现在？许二叔无奈道。婶婶转过头来，瞪着美眸：你家那个小崽子一点良心都没有，当初我从你手里接过他时，他还是小猫一样大，谁把他拉扯大的？就知道气我，何苦把他养这么大，还不如喂耗子。她正碎碎念着，忽然看见丈夫从怀里摸出一只木盒递过来，木盒表面刻着宝气轩3个字。红润的小嘴张了张，茫然又惊愕地看着丈夫。宁燕让我给你的。许二叔无奈道：反正你俩是谁都不肯低头认输，他也不好意思给你，所以方才桌上没有拿出来。婶婶心急地打开匣子，里面是一只分量比闺女的更重，工艺更精美的金步摇。她宝贝地握在手里，小碎步走到铜镜前，坐在梳妆台上给自己戴上。鹅蛋脸会让女人显得端庄，尤其是成了妇人之后。瓜子脸的女人则是娇俏，可一旦成了妇人就是美艳。婶婶就属于后者。她喜滋滋地盯着铜镜里的自己，轻哼一声：那小王八蛋还是有些良心的。许二叔站在房间另一侧的窗边，神色严肃地凝视着窗外寂静的院子，手边是御刀位的制式长刀。这一夜平安无事，彻夜无眠的许二叔和许七安如释重负。清早醒来，许灵月照旧穿着单衣，推开窗户，在清凉的空气中舒展少女美妙的身姿。小姐，你在窗边看什么呢？没看什么。过了一阵，小姐，你是在等什么吗？没等什么。小姐快过来梳妆。知道，你烦死了。许二叔天亮便离开家门，即解手底下的御刀位。许七安出门租马车，许二郎留在家里指挥仆人整理行李。到了5时左右，2辆马车和数十骑出了城门，朝云路书院所在的西北方赶去。马车速度不快，2个时辰才抵达青云山脚下。许家的3个男人同时松口气，是太草木皆兵了。许二叔皱眉，擅长兵法的许二郎徐道：如果昨日跟踪大哥的真是周府的人，那么他们已经错过了2次最好下手的机会。但也有可能在周侍郎眼里，我们只是随时可以捏死的蝼蚁，不急着对付他，有更大的麻烦缠身。轻敌是兵家大忌，但前提是双方势均力敌，或者相差没那么悬殊。许家和周家相比确实不够看，但有件事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周侍郎不除，我们必死无疑。许七安沉声道。小豆丁快乐的笑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他从帘子里探出脑袋，兴奋地打量着郊外的景色。许灵英一直以为自己是出来玩的。许七安嫌他烦，指着远处云路书院的建筑轮廓道：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的吗？不知道呀，大哥。许灵英咯咯的笑，圆圆的脸蛋仿佛苹果。
那是二哥的书院。许七安说。书院2个字让许灵英警惕了起来，他看着大哥。许七安点点头，我们准备把你送去读书，以后都不准回家了。许灵英小脸蛋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怔怔地看着大哥。他默默地缩回了车厢，几秒后里面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娘，我不要去书院，我不要读书，嗷嗷嗷，吵死了，你大哥是骗你的。大哥为什么要骗我？因为他是王八蛋。于是许七安心情就愉快起来了。抵达山脚，涉级而上，许七安和许慈就拜访了张慎，但迎接他们的是大儒李慕白。老师呢？许慈就问道。闭关了。李慕白扫了眼许七安，不动声色。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院子。许慈就作揖答谢，又道：舍妹正处在启蒙阶段，先生可否允许她在书院读书一段时间？这个要求不过分，如果是许灵月想读书，书院绝对会拒绝。而许灵英是5岁的稚童，在这个时代，读书人不排斥给稚童启蒙，甚至提倡这样的事。只是寻常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而已。李慕白点头答应。2日匆匆而过。这天清晨，光顾着应酬同窗的许慈舅和打探消息的许二叔，以及连续3天没有勾栏听曲的许七安聚在书房。绿娥已经陪着去了云路书院，3个大老爷们谁都不愿意干端茶倒水的事儿。他们首次将各自收集的情报汇总，打算制定对付周丽的计划。许二叔的情报如下：周丽这几天很安分，大概是被周侍郎警告过了，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举动，整天与一群衙内纵情声色，出入在赌坊、酒楼、教坊司等地。此外，我的人跟踪过程中发现周丽频繁出入某个宅子，那宅子没有挂匾，应该是他在外面买的私宅，里头住着一个丫鬟、一个婆子、一个看门的老头，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10有8九是他养在外面的。许新年和许七安沉默地听着，各自的沉思状不同。许七安低头看着地面，指尖无意识地敲击桌面。许新年45度角仰天屋顶，无双拢在袖中，状如发呆。许二叔说完，望向侄儿和儿子，道：你们有什么看法？侄儿和儿子默契的不搭理他，彼此对视一眼。许新年说：我们学院的学子与国子监的学子不是一路人，彼此轻视敌视。不过同期的举人偶尔汇聚在一起，道统是对立的，但个人可以有交情。同期的举人也算半个同窗，关系打好了，以后未必用不到。至于道统之争，与个人利益相比，得靠后。周丽这个人性格嚣张跋扈，与国子监的许多同窗都有嫌隙，发生过冲突，但他绝不是无脑纨绔，与他有嫌隙的人背景都很一般。许七安对此不觉得惊讶，从周丽对付他的手段中可以分析，这个衙内办事方法并不高明，但有效，且有一定的心机和城府。他的嚣张跋扈只针对背景和势力比自己低的人，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付他的难度。许七安叹息。许新年横了他一眼：你不要插嘴，听我说完。周丽对教坊司的福香姑娘迷恋已久，逢着去教坊司一定要找福香姑娘，但屡屡在打茶围时落选。福香姑娘，那个教坊司的花魁，王捕头说睡一晚这辈子就值了的美人。许七安精神一振。许新年抬起茶杯，看了眼空荡荡的杯子，又无奈放下，说道：我原本觉得可以再玩一次驱虎吞狼，利用周丽与同窗的矛盾来制定计划，但那些同窗分量不够，而以周丽的谨慎让他去惹层次更高的衙内，难度太大，几乎不可能实现。周丽去教坊司的次数极多，如果想套出更多情报，那位福香姑娘是个极好的突破口。赌赌。许七安敲了敲桌面，等许二叔和许二郎望来，他沉声道：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减法，越是复杂的计划，漏洞越多。对付周丽，我们不可能有太复杂和精妙的计划，因为彼此间的差距太大。慈舅，你别陷入思维误区，读书人最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算计人的时候会给自己增加难度，去思考布局的精妙，手段的高超，尤其是自视甚高且熟读兵法的许慈舅。许慈舅眉头皱了皱，有些认同，又有些不服气。大哥有什么高见？简单，越简单越好。许七安思索道：真正没有痕迹的犯罪是激情杀人，咱们制定计划也要如此。怎么简单？第一，涉及的人不要多；第二，事情不要太复杂。慈舅，如果周丽与某位衙内起了冲突，而那位衙内的父辈又恰好能与周侍郎扳手腕，你会怎么做？许新年陷入了沉思。好了，你的沉默说明了一切。许七安挥了挥手，打断小老弟的思考。小老弟的脑海里肯定闪过一大堆宫心计和阴谋算计。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易容乔装，然后逮着机会直接暴揍那衙内一顿，扬长而去。许平志终于逮住了插嘴的机会，一拍大腿：宁燕这主意深得我意。兄弟俩同时翻了个白眼。许慈就皱眉道：就这么简单？许七安点头。简单不代表无效，更多的时候留白反而有好处。被打的衙内会想，
自己最近得罪什么人了。一反思，哦，是周丽那王八蛋儿这种事，周丽肯定不会承认，但这不重要，大家自由心证，反正矛盾激化了，你打了我，我也要报复。许慈就是聪明人，悟性高，脑子里稍稍一过就明白大哥的意思。他微微颔首，神色傲娇，还不错。补充道，大哥收集到什么情报了？许七安没有卖关子，说道，我打听到周侍郎的政敌是谁了。许新年和许二叔同时俯身，脸色一下子认真起来，摆出倾听姿态。许七安嗤笑一声，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许新年心头一震，瞬间解开了许多疑惑。难怪户部周侍郎要谋划税银，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被顶头上司穿小鞋，急需一笔巨额银子来填补亏空。而正是因为同在户部，所以户部尚书能带住周侍郎的狐狸尾巴。宁燕，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了？许二叔有些不信，朝堂大佬的争斗，等闲人怎么可能有渠道知道？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告诉我的。许七安说，而代价只是一根糖葫芦，一只烧鹅腿，一份酒酿丸子以及一碗鱼丸汤。他无声的在心里补充一句，大眼美人很好收买，这是优点，缺点就是他无心朝政，司天监也不插手朝政，因此知道的有限，这样很不好。采薇姑娘，你缺一本许大郎贤内助的自我修养，回头我写给你。许七安拍了拍手，打断沉思状态中的堂弟，说道，这么看来咱们收集的信息还不足以制定出详细的计划，不过没事，一口吃不成胖子，下一步怎么做？许新年想了想，我建议去教坊司从花魁福香那里打探消息。这件事我肯定不行，我从不去烟花之地。大奉官员侠气成风，但对于没有官身的学子又是另一套标准了。你科举的道路还没走到头呢，就想着玩女人，一看就是不靠谱的，将来别想有好前途了。这就像我以前读书时，家长不让学生上网玩游戏，如果哪位学生整天泡网吧，那他就是个准社会渣子。许七安往椅子上一靠，看向一边，用轻松的语气说道，我肯定也不能去，因为我还没踏入练气境。那么问题来了，谁负责去教坊司打探消息？兄弟俩默契地把目光投向许二叔。看我干嘛？老子是会去教坊司的人吗？老子连字都不认识，去了自讨没趣。许二叔表示自己不是那种留恋烟花之地的人。见父亲不愿意，许新年又把锅甩给了许七安。大哥师写的，在教坊司极受欢迎。许二叔当即否决儿子的提议，皱着眉头说，你大哥是个连勾栏都不去的老实人，让他去教坊司打探，别到时候陷在里面，事儿没办成，身子还没被勾栏里的女人占了去。对于炼金巅峰的武夫来说，没踏入炼气境前破身，确实是件损失巨大的事儿。从不去勾栏听曲的许七安点点头，表示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许二叔说，要不辞就你去。他还是觉得教坊司这种地方就该是读书人去才合适，这是固有观念。许慈就喝了一声。许二叔拒绝去教坊司，除了那里是文人的地盘，不喜欢粗批，还有一个原因。许慈就拒绝去教坊司，除了学子要注意名声和风评外，还有一个原因。许七安拒绝去教坊司，除了从不去勾栏听曲外，还有一个原因，社会性死亡。三人互相对视，陷入了沉默。为什么都害怕社会性死亡呢？这里牵扯到内城的一个规则，内城和外城不同，后者没有宵禁，而前者因为住的都是体面人，为了达官显贵们的安全，黄昏击鼓之后，街上就不能再有人了。众所周知，教坊司是夜里上班的，这意味着去教坊司可不仅仅只是打探消息，你还得留宿在里头。这就是为什么许平志反对许七安去教坊司，本来就是年轻气盛的小伙，留宿教坊司，人家姑娘一逗弄，谁忍得住？因此，谁去教坊司，谁就得去嫖。而在座的三个男人都是有人设的，正人君子许辞就，不去勾拦许七安，顾家爱妻许平志。三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即使事出有因，嫖就是嫖了，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虽然我上辈子没有嫖过，但我能想象自己去嫖然后被警察叔叔打电话通知父母的尴尬，简直是不想活了。许七安坐姿端正，脸色严肃正派，脑海里浮现一些关于青楼里的趣事。某次勾栏听曲时，王补投起了个话题，朝里的某位官员去教坊私睡姑娘，结果打茶围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儿子，那场面甚是尴尬。第二天就传遍京城官场了，引为笑谈，以至于连王捕头都从朱县令那里听说了此事。对于这个重视三纲五常以及民生的时代而言，发生这种事是脸皮不能承受之重。许七安看着许二叔和许二郎，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画面。许新年，哟，爹，你也来了，今儿这姑娘让给我，明儿她归你。许二叔，滚，谁才是老子？我先睡。许七安，你们都退下，我要独上其身。想想就不寒而栗呀。许七安咳嗽一声，教坊司的事先搁置，我们继续打探消息，毕竟教坊司不是非去不可。
我们也不确定是否真的能从福香花魁那里打探到有利的消息。后天重新坐下来汇总消息，如果没有额外收获，咱们再考虑去教坊司。听他这么说，许二郎和许二叔态度顿时好转，纷纷点头。许七安心想，还是我牺牲一下，明晚去一趟教坊司吧。第二天中午，许七安告假回许府。往日里还算热闹的许府清冷了许多，丫鬟和老妈子带走了一半，留下门房老张和几个仆人打理。许二叔和许二郎在外未归。许七安轻车熟路地去了内院，推开许二郎的房间，翻箱倒柜地找出了那件月白色的如衫，面料珍贵，绣同色云纹。他脱下捕快服，换上了小老弟最体面的这件衣服，腰带上悬一块质地还算可以的玉佩。许七安站在铜镜前，看着自己此刻的模样，还行吧，就是我这副皮囊过于阳刚了，穿不出小奶狗的俊秀美感。如果是我上辈子的盛世美颜，就完全能驾驭住这种衣服。眼下这副皮囊总归欠缺些代入感。许七安抚平胸前的褶皱，满意的离开。大凤京城的结构可以用套娃二字概括，分别是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相较于人口众多鱼龙混杂的外城，许七安把内城理解成前世的 CBD 区，能住在里面的都是有钱人。这个时代能住内城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婶婶一直想变卖了外城的房产，搬到内城来住。可惜有个吞金兽的侄儿，让婶婶对内城充满向往，但无缘住在里头。从许府到内城的城门口，步行的话，以许七安现在的脚程也得3-4个小时。他雇了辆马车，1个小时后便抵达了最近的内城城门口，掏出早就准备的评书，顺利过关。守城的士卒仔细检查了车厢，见许七安没有携带大件行李，脸上难掩失望，因为这意味着许七安不是进内城做生意的，也就收不了城门税。内城街道宽阔，纵横交错，主干道上建起绿树环绕的漂亮房屋，非主干道上分布着各式各样的院落。不管是城市建设，还是行人的穿衣打扮，以及街道上的马车数量，都远胜外城。有空一定要带林月妹子来内城玩，繁华程度与外城不可同日而语。许七安掀起车窗帘子，望着繁华的盛景，脑海里浮现许灵月尖峭绝色的容貌。他没立刻去教坊司，时间还早，海鲜商人们白天是不工作的。支付了租用马车的银子后，许七安在街上漫无目的闲逛。不多时，许七安来到一处集市，抬头看了眼街口的牌坊。永康街这条街的宽敞程度是许七安前所未见的，它宽200米，一块块青石板垒成平整的地面，延伸向视线的尽头。两侧商铺、房屋鳞次栉比，10架马车并排，都毫无压力，行人熙熙攘攘。哪里是街，分明是大广场。站在牌坊下的许七安望着这一幕，由衷的震撼。永康街是京城主干道之一，二叔说过很大，没想到这么大。许七安心里嘀咕，主干道如此宽敞是有讲究的，皇帝或宗室贵胄出行，会有侍卫提前清场。200米的宽度让目前大部分军弩、火铳失去用武之地，即使有刺客想藏在两侧的楼房里放冷箭，看到这距离也只能无奈的双手离开键盘，打出666。许七安脱缰野狗似的在永康街乱窜，但因为兜里的预算有限，按捺住了购物的消费。忽然，一辆豪华马车吸引了许七安的注意，亮瞎了他的钛合金狗眼。那是一辆由4匹体格健壮的骏马拉着的马车，弧形穹顶观银途经，车窗明黄缎子垂下，再往下是用来遮蔽浮尘的帆，用剔透的白玉包裹着。车轮侧面钉着一圈排列整齐的精致钉子，轱辘也是果玉的。而真正内涵的是马车材质皇家宗室专用的金丝楠木。我估计奋斗一辈子都买不起人家一个车轮子。许七安伤心地想，仿佛又找到了上辈子当社畜时的心情。这辆豪华马车停在路边，一列穿黑甲持长枪的士卒守在马车边。有意思的是，另一列士卒竟然在玩一个投壶游戏。摊主是个穿破道袍的老道长，花白的头发用木簪挽着，垂下凌乱的发丝。摊位上摆着铜钱、银锭、金锭、道金、菩提手串、玉石镜，各种杂七杂八的玩意。别的东西先不说，单是金锭银锭摆在摊上没被人抢走，这老道就绝不简单。许七安驻足观望，他看了一会儿，明白了游戏的玩法。投壶者距离瓷壶30步外，蒙上眼睛，背过身去，共3支箭矢。若是有一支箭矢投中，便可获得第3梯队的物品，是一些金银玉石。3支接中，则任意挑选一件第1梯队的物品，而第1梯队的物品只有2件，菩提手串和玉石镜。又没中，可恨！走开，该我了。甲士们轮番投壶，但全部铩羽而归。老道面前的碎银越堆越高。15名甲士经历了又一轮失败后，许七安注意到马车的窗帘动了一下，候在窗边的一位甲士低头听完，朝着摊主走去。老道，我家主人说了，黄金60两，买你摊上的所有东西。那位甲士走到老道面前，朗声道：这是投壶没投中，直接氪金了吗？许七安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面对黄金60两的诱惑，老道士摇头，规矩就是规矩。贾氏一下子绷紧了身躯，狠狠地盯着老道看了片刻，豁然转身返回马车禀告。几秒后，马车的主人召回了贾氏，准备离开。许七安趁机上前，来到老道面前，问道：“老道，多少钱玩一次？”盘坐在地的老道士抬头瞅他一眼，把3根箭矢递过来，1000银子。许七安接过箭矢，笑了，觉得自己胜券在握。30步外投壶，对于练精进的武夫而言难度不大，但背过身且蒙上眼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投中。眼睛是武感中最重要的一环，失去视力会让武者的手感降低，增加命中难度。能不能投中，全看脸。许七安脸不好看，但他有绝对的自信，因为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捡到银子了。是不是因为我会来内城，会碰到这个投壶游戏，所以幸运值自动积攒？如果我能投中，金锭银锭全是我的。哎，欧皇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许七安走到30步外，转身用黑布蒙住眼，随手往后一抛，咚咚咚，3支箭矢不分先后，几乎同时入壶。周围的路人发出惊叹的声音，哗然声吸引了刚要离开马车，车窗里飘出柔媚好听的嗓音。停车！听见箭矢入壶的声音，许七安嘴角的弧度难以控制的扩大，扯下黑布，指着摊位上的金锭银锭：“哈哈，老道，这些都是我的了。”老道看了他一眼，镇定地把金锭银锭收了包裹，然后指着最顶端的菩提手串和玉石小镜，笑眯眯道：“公子，2选1。”许七安商量的语气：“老道，我不要这些，我只要银子。”老道无情的拒绝：“规矩就是规矩。”顿了顿，他补充道：“这2件是罕见的宝物，岂是黄白俗物能媲美？公子莫要被金银蒙蔽了双眼。”“不，我就是想要这些俗物。”许七安问道。“宝物有什么作用？”老道不知，只知他们在等待有缘人。老道是一副光棍模样，许七安怀疑老道在骗他，但没有证据，考虑到自己莫名其妙的气运，有些踌躇。宝物不宝物的，谁说的准？银子多实惠。这时，一位贾氏走过来，道：“这位公子，我家主人请你帮个忙。”许七安扭头看了眼不远处的豪华马车：“你们主人想要什么？”“那串菩提珠。”贾氏目光从摊位移开，看向许七安：“我家主人愿意出黄金60两。”原来我的欧皇英在了这里。许七安脸上露出热心肠的笑容：“承蒙不弃，成交。”他让贾氏掏了1000银子，换来3枚箭矢。贾氏说道：“主人说，您可以多投几次，银子都由我们出，若是失败也无妨。”话音方落，他就看见蒙上了眼睛的许七安信手抛出箭矢，咚咚咚，3支箭矢精准无误地投入壶中。路人的惊叹再次传来。贾氏看向许七安的眼神充满了恭敬。倘若1次是幸运，2次就意味着对方不是普通人。这位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一身书生打扮，但绝对是个高手。黄金60两到手了，许七安心情无比愉悦。他扯下黑布，恰好看见远处豪华马车的帘子落下来，也不知道车里坐的是什么大人物，他不敢多看，转过身朝贾氏抱拳：“幸不辱命。”贾氏恭恭敬敬地抱拳回礼，然后返回马车，额请拎着一袋鼓胀胀的钱囊过来。许七安接过钱囊，又从老道那里取走玉石镜，目送着马车离开。他收回目光，随意把巴掌大的玉石镜揣进怀里，然后喜滋滋地掂量鼓胀钱囊，大概有3-4斤的样子，系在腰上过于沉重了。不行，我得去兑换成银票，这么重的金子随身携带太傻叉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回头看去，却发现那个老道士不见了，摊位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许七安站在路边沉默了半天，他又跑了趟钱庄，把金子兑换成4张面值100两，1张面值50两，3张面值10两的银票。黄金不在货币体系中，所以需要兑换成等价的银子，然后钱庄开具银票。黄金与白银的兑换比例是1:8，60两黄金就是480两白银。480两白银的话，用来扇婶婶的俏脸蛋绰绰有余。为什么每次赚钱都不由自主地想着要用银票扇婶婶？原主对婶婶的怨念也太强了吧。另外，这些银子在内城估计只能买个小院子，想买3进的大宅，没1万两白银别想拿下来。许七安有些苦恼，不管是异世界还是前世，房价都是件让人绝望的事。480两赎一名档次低些的青楼花魁应该够了，只是这样不划算啊。你看，480两我可以轮流临幸多位花魁，长达数月，而为一位花魁赎身，耗尽家财不说，还得负责他的吃穿用度，一不小心怀了崽，又是一大笔开销。而我目前的工资只够养一个正妻，根本顾不起妇人左拥右抱的枯燥生活。再说我才不会给青楼女子赎身呢，公车私用，天打雷劈。黄昏时，许七安来到了京城赫赫有名的教坊司，他在一处胡同里，华灯初上，
各式各样的马车停在胡同外，院子里传来丝竹管弦的声音，传来清越动人的歌喉。他知道美丽的夜生活开始了。走在胡同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许七安脑海里浮现出王捕头那里学来的文化精粹。正常的青楼是一座2层或3层的建筑，附带1-2个别院便算是相当有规格的了。教坊司没有这种高楼，因为不需要，胡同里这一片的院子都是教坊司。国企就是这么财大气粗。教坊司是有门槛的，平民百姓不能在这里消费，倒也不是什么规定，而是教坊司的打底消费是5两银子。这不是说睡姑娘，而是开桌费。5两银子相当于普通百姓好几个月的收入，还得是殷实的家庭。因此教坊司的客人主要有3种。1. 豪绅巨贾，这类客人最舍得花钱，因为平日社会地位低下的他们对于睡饭官女眷有着狂热的执着。2. 官员，教坊司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下班后喝茶聚会的地方，只要有应酬就喜欢往教坊司走。值得一提的是，礼部的官员可以白嫖，因为教坊司归礼不管。3. 读书人，这类人比豪绅巨贾要斯文，喜欢吟诗作对，又没有当官的难伺候，所以最受教坊司姑娘的喜欢。教坊司的姑娘也分3种。1. 犯官女眷，这类女子是最惨的，被迫沦落风尘，受人欺辱。2. 战争中掳来的女子，远的不说，就拿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西方诸国和大奉氏战胜国，从北方和南疆掳走不计其数的女人，冲入各州各府的教坊司中。3. 教坊司招募的妓子，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王捕头乃无师也。许七安感慨一声，终于找到了本次造访教坊司的目标。他在一座院子外停下来，院门的匾额写着尹梅小阁。院门敞开，2盏红艳艳的灯笼悬挂，院内是一株株梅树，枝头点缀着含苞怒放的花骨朵。一位16、17岁的门房小伙守在院门口，正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许七安。他还有另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称呼，在下长乐县秀才杨林，久闻福香姑娘大名，特来拜访。许七安模仿读书人作揖，客客气气地与门房说话。尹梅小阁是花魁福香的住所，这里的开桌费要10两银子，比普通院子贵1倍。教坊司的花魁总共有12位，根据品、韵、才、色分为4等。福香姑娘属于第1等，号称诗情双绝。10两银子，见惯了大老爷的门房小伙态度冷淡，收了许七安的银子后，让他进入了院子。许七安心里一喜，院子里笑声与丝竹声传来，打茶围已经开始，但门房小伙既然让他进去，说明院子里不是包场，而是散客。出来玩的分2种模式，一种是包场，另一种是散客。如果是前者，许七安今天注定徒劳无功。尹梅小阁招待客人的地方在1楼，面朝院子的帐子门敞开，垂下薄薄的丝绸帘子，用来遮挡寒风。10几个客人坐在酒屋里饮酒、笑谈、赏梅。酒屋的4角都烧着熊熊的炭盆，驱散冬日的寒冷。一位婢子领着许七安进来，众人纷纷扭头看着这位穿越白色书生长袍、体态颀长的年轻人。许七安脑海里闪过王捕头讲述的打茶为规矩，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斯文些，朝众人作揖。在下长乐县秀才杨林，各位兄台有礼。在场的人中，既有穿锦衣的豪绅，也有国子监的学子，身份不高不低。有人不甚在意地移开目光，有人打量审视，有人回以微笑。看来经查期间，大奉的官员都安分老实了许多，换成以往。以福香姑娘的段位，这里铁定被包场。许七安坦然入座，目光始终粘在充当喜酒的花魁娘子身上。她面色含春，目流奇彩，香姿五色，神韵天然。这个女人很耐思啊，阅眉无数的许七安也被惊艳到了。单从五官来说，这位花魁和婶婶还有许灵月以及楚采薇是一个级别，颜态各异，都有自己的特色，属于那种走在街上绝对能让男人惊艳侧目的绝色美人。但论气质，这位花魁有着大家闺秀的秀美和文雅，论穿着，她有着这个时代女性不敢穿的薄纱衣裙，香肩半露，脖梗修长，裹胸罩着一层粉丝薄纱，沟壑若隐若现。有勾必火，她能当花魁是有道理的。福香姑娘充当席酒的身份，也叫令官，令官负责主持行酒令，是席面上的气氛担当。这个活儿通常由名妓或花魁来做，寻常女子做不了，因为对文学修养要求极高。这会儿正在轮流说联语，联语就是对对子。许七安左侧是位穿淡蓝袍子、环佩叮当的中年人，恰好轮到他。这位中年人举杯沉吟许久，道：“冰冷久1点、2点、3点。”花魁娘子抬了抬手边的小旗，对上联一阵点评吹捧。中年人脸上笑容扩大，颇为受用。这就是席酒为什么要有文学底蕴深厚的名妓来当的原因。没点水平，寻常妓子即使想拍马屁也不拍不出来。点评之后，姿容绝色的花魁娘子一双盈盈妙目落在许七安身上。酒席上众人也随之看来。对对子我不太拿手啊，
单是对的工整就很难了。许七安表面不动声色，心里暗暗焦虑。他目光望向院子里的梅树，灵感一闪，故意饮了杯酒，做出洒脱豪迈状，朗声道：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妙！在座的众人眼睛一亮，当下看向许七安的时，脸上多了几分笑容，算是承认他有竞争花魁的资格，把他当成同水平的玩家。福香花魁笑了笑，照例对许七安的下联一顿评价吹捧，脸上笑容过于职业化，评价完立刻不再看我，坐姿有些僵硬，只有在劝酒时才饮酒。许七安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位花魁娘子的肢体语言，结合行为心理学的知识做出了结论：这位花魁娘子对我们的水平看不上眼啊，一直在耐着性子陪伴。这时婢子领了一个人进来，好一个俊美的少年郎，肌肤白皙，眼神清凉，嘴唇薄而红，五官精致，男生女相。屋子里众人侧目，就连福香花魁露出惊讶之色，如此俊俏的小郎君便是他也见得不多。那书生打扮的少年郎进屋后，目光随意一扫，突然愣住，僵在原地。许七安眼角一阵乱跳，半天憋了一句好巧。俊美少年郎嘴角一抽，也憋了一句好巧。两位认识啊？许七安身边穿淡蓝色袍子的中年人诧异道：何止认识，他是我小老弟。许七安压下翻江倒海的羞耻和尴尬，镇定地笑道：有过几面之缘，想来许兄还记得杨某，我们在长乐县见过。他故意自报姓氏，给许新年提个醒，让他用假名，这是最基本的反侦查意识。许新年缺乏此类意识，但他聪明，立刻 get 到了堂兄的意思，朝众人抱拳：在下许平安，长乐县学子。说完便在婢子的指示下入座。你这是把我和二叔的名字混搭了吗？许七安借着喝酒掩饰心里的槽点。行酒令继续，过了片刻，婢子又领着两人进来，左边一个相貌俊朗，穿天青色厚袍子，腰悬玉佩，一枚油绿的玉簪子束发，是个一表人才年轻人。右边一人身材魁梧高大，国字脸，五官耐看，做富家翁打扮，身上透着一股与商贾学子迥异的彪悍气息。这位身材昂藏的中年人踏入茶室，随意一扫，忽然愣住，继而浑身石化。许七安，许新年。婢子发现客人没有跟上，扭头柔柔道：老爷，这边请。啊，哦。许平志硬着头皮进了酒屋，许新年和许七安默默地挺直了腰杆。许二叔入座后，三人默契地不去看彼此，保持一本正经的坐姿，眼观鼻鼻关心。两个兔崽子不是说没时间吗？辞旧也就罢了，毕竟对他的内心真实想法我也算了解一二了。宁燕可是从不去勾拦的。二叔不是说今晚值班吗？以前每次我和婶婶闹矛盾，他就说这辈子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是8辈子的福气，不愿意呵斥婶婶。呸，还不是出来嫖了。大哥不是从不去勾拦吗？我说我的袍子怎么不见了？呸，厚颜无耻。爹不是说深爱着娘，从不进烟花之地吗？三人的内心戏远比僵硬的表情要丰富多彩。许七安觉得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又加了一条，那就是出去嫖的时候遇到了二叔和弟弟。我的妈哎，我也社会性死亡了。转念一想，反正死的不止我一个人，心里就好受多了。行酒令继续，许新年应对的还算中规中矩，毕竟是读书人。许七安则看状态，有时对不上来，只能被罚酒。而许平志从头到尾都没事在喝酒，惨遭众人嫌弃。二叔心里是真没逼数，你都没读过书，你来凑什么热闹？花魁是你想睡，想睡就能睡。许七安心里抱怨，爹真的是浪费银子。许新年心里也抱怨，两人心里都有些急，因为表现平平，没有博得花魁的青睐。皮想好的许新年因为过于中规中矩，渐渐不被花魁注视。最要命的是，场上有一位强力竞争对手，那位穿天青色厚袍子的俊朗年轻人。他出身国子监，颇有才华，虽入席晚了些，但以不俗的才华占尽风头，让花魁娘子时时掩嘴轻笑。那位天青色袍子的年轻人端起酒杯，小酌一口，朗声道：这次不妨就由在下先来打个头。众人没有意见，福香花魁笑盈盈道：赵公子请。赵公子环视众人一圈，道：松叶竹叶叶叶翠，竟然是叠字联。席上有人吃了一惊，松叶竹叶叶叶翠，妙妙啊，自愧不如。赵兄大才，不愧是国子监的读书人。一轮打回来，竟然每一个人能对上。赵公子笑容淡淡，神色倨傲。福香姑娘眸子亮晶晶，款款凝视赵公子。从他的表情和细微动作判断，花魁对这个姓赵的颇有好感，很欣赏他的才华。许七安皱了皱眉，扭头看了眼许新年，后者正好看来，兄弟俩眉宇间泛着愁容。原本依照许新年的意思，擅长诗才的大哥在教坊司应当是如鱼得水，岂料这半天下来，划酒拳对对子轮番来了一遍，就是没有诗词。其实教坊司里打查为诗词一直半冷不热，近200年来优秀诗词寥寥无几，
读书人不擅长作诗作词，打茶围时自然就会避开不擅长的。而今晚在座的客人素质参差不齐，仅是对对子就有些困难了。福香花魁兰心绘制，特意不提诗词，免得客人尴尬丢了颜面。这时福香花魁盈盈起身，扶了扶身子，柔声道：“小女子有些乏了，先行告退，几位慢饮。”这场打茶围结束了。接下来，如果花魁娘子瞧中了某人，就会让婢子将其留下，引入屋中；如果没有瞧中，婢子就会送客，然后开启下一轮打茶围。众人既期待又忐忑地等待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半炷香后，一名婢子走来，娇声道：“我家娘子请赵公子进屋喝茶。”客人们惋惜地摇头，唉声叹气，也有人笑着恭喜赵公子。赵公子面带微笑，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下许家的3个男人彻底坐不住了。怎么办？咱们仨打茶围30两银子没了，哪怕是找这个院子的丫鬟陪睡，3人也得好几两。许二叔急了，感觉一朝回到解放前，眉头紧锁，看向儿子：“辞旧，快想想办法。这是钱的问题吗？这是什么消息都没套出来的问题。”兄弟俩心里疯狂吐槽。许新年看着父亲：“我能有什么办法？本来就是碰运气的。我和大哥来便来了，父亲难道没有自知之明吗？”他语气有些重了，说明心里也急。这波真是血亏了，银子倒是其次，关键是消息没有打探出来。看了眼被婢子领走的赵公子，许七安突然想起了福香花魁的称号，琴诗双绝。他当即朝伺候客人吃酒的婢女要了笔墨和宣纸，在桌案上清扫出一片空间，一把扯过许新年：“辞旧，你替我代写。”许新年没有犹豫，默契地端正坐姿，握着笔。许七安语速飞快，念道：“众方摇落读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许新年运笔如飞，写出风骨清奇的草书。许七安继续念：“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许新年没有动笔，他愣住了，宛如石化，嘴里喃喃自语地重复后面2句：“快写！”许七安推了他一下。许二郎如梦初醒，绷着脸迅速写完。许七安扯走宣纸，招来女婢道：“你将此诗交给福香娘子，即可去办，说杨某在此地等候。”女婢不太乐意，但许七安塞了他1把碎银后，他立刻小跑着离开了。主卧里4叠屏风挡住了浴桶，袅袅蒸汽萦绕在屋顶梁木上，福香泡在飘满玫瑰花瓣的热水中，青丝高挽，脖颈银白修长，香肩和胸脯挂着水珠，在烛光里反射着媚人心魄的光芒。肌肤凝如华脂的她，像极了一尊玉人。一位贴身的婢女在浴桶边服侍着，一边称赞福香的肌肤，一边说：“赵公子已经在隔壁茶室候着了，听外头的客人说他是国子监的秀才。”秀才有何稀奇的？福香笑了笑，轻轻拨动水花，道：“不过以赵公子的才气，考取举人也不在话下。”丫鬟低声笑道：“我就知道娘子喜欢这种有才华的公子，像那凡人的周丽，还不是凭着父亲的官位便耀武扬威？那赵公子才华横溢，望娘子好好招待，说不定将来能成一段佳话，女子也能名留青史。连我也取笑。”福香指头戳了戳丫鬟的脑袋，叹口气：“女子想名垂青史，何其困难！多少读书人可望不可求之事。”主卧的门被推开，一名婢子进来，站在厅里，脆声道：“娘子，外面那位姓杨的客人让奴婢送了首诗过来。”福香皱了皱眉，大丫鬟斥责道：“没规矩的东西！娘子已经选了赵公子，岂可更改？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处？”小婢女垂头，不敢顶嘴。福香淡淡道：“放桌上吧，出去告诉客人，福香心领了。”小婢女如释重负，哎了一声，把宣纸搁在桌上，便出门了。沐浴完，福香披上轻薄的纱裙，曼妙身姿若隐若现，赤着雪白的脚丫来到桌边坐下。“你去请赵公子进来吧。”他说着，目光落在桌上的宣纸，随手拿起。他目光倏然凝固，痴痴地望着宣纸。“引梅小阁赠福香，众方摇落读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丫鬟走到门边，正要开门去请赵公子，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娘子尖锐的喊声：“慢着！”回身看去，娘子手里死死抓着宣纸，微微发抖，脸色从未有过的古怪，那是丫鬟从来没有在她脸上看见过的情绪。花魁娘子的声音急迫而尖锐：“谁送来的诗？哪位公子？你快说！”丫鬟吓了一跳，嗫嚅道：“好像姓杨。”花魁娘子竟不顾一切地冲向了房门。“娘子，娘子，你这般模样怎可出门？使不得！”丫鬟死死抱住：“你放开我，快放开我！”福香急得面红耳赤，莫要让那公子走了，快追回来！丫鬟怎么都想不明白，一首诗而已，竟让娘子前所未有的失态，往日里的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全然不顾了。娘子稍安勿躁，奴婢立刻去请那位写诗的公子。丫鬟离开后，
花魁娘子衣衫不整地呆坐在桌边，恍惚地看着手里的纸张。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赠福香，赠福香。她俏脸滚落豆大泪珠，趴在桌上嘤嘤嘤地哭起来。前厅一部分客人离开了，另一部分没有走。打茶围结束后，落选的客人有2个选择：一，去别的院子继续下一场；二，倘若不胜酒力，疲了，可以挑选这里的丫鬟侍寝。这福香姑娘不买你的账啊。许平志看着侄儿，眉宇间有着焦虑。诗是送过去了，但换来的是轻飘飘的一句话。显然许七安的诗没有打动花魁。许新年讥笑一声，区区一个女人如何懂诗词精髓？许平志盯着儿子问道。宁燕方才那首诗是极好的。心高气傲的许二郎在诗词之道对大哥已是心服口服，喟叹道：极好极好。许大郎同样迷惑不解，他对这首诗有绝对的信心。这首七律的名气很大，非常大，尤其是最后2句被誉为咏梅的极致。当时寂寞冰霜下，2句诗成万古名，说的就是这2句诗。2句诗成万古名，何其高的评价！暗香和疏影甚至成了词牌名，可见这首诗在古代文人中的地位。欧阳修、司马光等名人都对这2句诗给出过高分评价，而这首七律的作者也因此诗千古留名。作者是谁？许七安忘记了。这不可能啊，他没道理会拒绝我。这首诗要是赠与云麓书院的2位大儒，他们能把我当亲儿子养。许七安想到了一个可能，这位号称诗情双绝的花魁其实是花架子，炒名气卖人设而已，本质上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这里有个悖论，倘若福香花魁是个卖人设的花瓶，他是不可能被文人认可的。相比起前世艺人的炒作卖人设，这个时代的花魁也有类似操作，但后者是有真本事。理由很简单，古代的读书人可不像后世的小年轻那样好忽悠。愁眉不展间，那位在福香身边伺候的大丫鬟迈着小碎步疾走而来，目光略显焦虑地在人群中搜索，瞧见许七安后，神色一松，连步款款而来，扶了扶身子，娇滴滴道：杨公子，是您做的诗？许家爷仨面面相觑，如释重负。是我。许七安点点头。丫鬟展颜一笑，愈发恭敬，低眉顺眼，柔声道：我家娘子有请。许七安镇定的颔首，跟在丫鬟身后，朝着阁楼另一侧的主卧走去。这一幕也引起了打算留宿影梅小阁的客人注意，交头接耳。咦，他怎么也跟着进去了？这不合规矩啊，怎么进去2人？刚才那丫鬟好像收到诗了，而我恰好看见他与那位俊俏小哥写了什么。一位富家翁打扮的中年人走到许新年和许平志面前，拱手道：两位，不知道福香姑娘这是何意？方才那位兄台怎么进去了？你们写了什么诗？许二郎默不作声，许平志凝视着中年男人，摇头道：随手一句打油诗而已。我听那位公子说自己书法生疏，写不出好字，才劳烦这位公子帮忙代笔。许二叔是老江湖了，摆出一副自己是旁观者的姿态，与侄儿和儿子撇清关系。众人立刻看向许新年，许二郎呵了一声，生人莫近的高冷姿态，不屑回答他们。他这样的态度让问话的中年人一阵恼怒，尴尬，拂袖回了原位。原本想留宿这里的许平志偷偷给儿子一个眼神，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影梅小阁。不好继续留在里头，让人瞧出我们三人有关系就不妙了。许平志教导儿子：我懂。许新年颔首，说完在寒风里打了个哆嗦。屋里有炭火取暖，乍一出来温差巨大，让人忍不住直打颤。许平志看了眼儿子，说道：原本宿在影梅小阁的话，那些婢子只要1两银子就够了，现在只能去别院找其他女子，而不是婢子的话，低价是5两银子，这里包括了打茶围的钱。说到这里，许平志顿了顿，见儿子没有习惯性的毒舌，反问他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奇怪的同时心里松了口气。许二叔从怀里摸出一锭官银，这是银子，1锭5两。二郎，银子你拿去。许家因为税银案倾家荡产，即使过了1个月，许平志通过灰色渠道弄了好些银子，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拮据的。许二叔不觉得儿子还能拿出5两银子。许新年微微动容，低声道：爹，那你呢？许二叔不在意的笑了笑，爹练精进的时候就不惧寒暑，就算在路边睡一宿也不碍事。你身子骨可经不起夜里的寒风。许新年双手拢在袖中，微微弓着脊背，承受着料峭的夜风，有些恍惚地盯着5两银子，半晌声音有些嘶哑地说：我不要。许二叔一定要儿子收下。拉扯之间，啪嗒一声，许新年怀里掉出1锭官银，不多不少，正好5两。父子俩望着地上的银子，陷入了沉默。另一边，丫鬟推开主卧的门，示意许七安入内，而自己却没打算进去。杨公子请进。帐子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暖香扑面而来，地面铺着一层价格昂贵的丝织第一，价格贵也就罢了，且极耗人力。第一上绣着一朵朵青色莲花，一团团祥云，女人走在上面，步步生莲；大官人走在上面，平步青云，心似玲珑。一架临摹名画《雨打芭蕉图》的3叠式屏风隔开睡处和景厅，一位风姿绝伦的妙龄女子跪坐在屏风前的胡门小榻，小榻上摆放一架凤尾琴。她穿着轻薄的纱衣，凝脂如玉的肌肤若隐若现，正笑盈盈地望向门口。两人目光交接，她微微低头，嘴角带着羞涩的笑意。最是那低头的温柔，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许七安脑海里浮现这句诗行酒令时闻，雅如大家闺秀，在他边时妩媚勾人，欲说还休。这是只有叫芳思的女人才能修出的媚功啊！许七安两个头，一个大。公子，花魁痴痴笑道：“公子何故如此看着奴家？”许七安喟叹道：“早听说福香姑娘天姿绝色，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美人。我以前不相信，现在信了。就算说福香姑娘是天下第一美人，我也信。杨公子莫要取笑奴家。”福香抿了抿嘴，娇羞地低下头，眉眼间笑意盈盈，显然是很开心的。隔壁的茶室里，赵公子喝掉了整整一壶茶，膀胱抗议了2次，第3次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他是来喝茶的吗？赵公子满肚子牢骚地离开茶室，走向主卧方向，却在门口被丫鬟拦住。我在茶室等了许久，为何福香姑娘还不见我？赵公子质问丫鬟。赵公子莫怪，娘子已经选了他人。丫鬟回答。赵公子感觉脑门上被接二连三地轰了几道雷，继而涌起怒火，大声道：“福香姑娘分明是选了我，为何突然改变主意，消遣人世吗？你若不给我个说法，休怪本公子不客气。”他凶狠的语气和狰狞的语句让丫鬟有些怕，下意识地想喊院子里的护从。平儿，既然赵公子不服气，你就把诗带出去，让他看看。屋里传来花魁娘子充满女性魅力的嗓音。丫鬟谨慎地看了眼赵公子，把帐子门拉开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闪了进去。几秒后，他又闪了出来，把宣纸递给赵公子。后者接过，扫了一眼，愤怒的表情登时凝固在脸上，继而缓缓化开，取而代之的是惊愕、震撼、难以置信。他原地待了许久，手指一松，宣纸徐徐飘落。外头的客人惊愕地发现，赵公子竟然出来了。完事了。赵公子的表情让他们意识到不对劲，这是被赶出来了呀。赵兄，你这是怎么了？一位同龄的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立刻上前，看似关切，实则八卦。先前丫鬟喊走那个姓杨的，没多久，赵公子就失魂落魄的出来了。显而易见，这是被人半路截胡，摘走了风雨牡丹花。穿青袍的赵公子缓缓扫了众人一眼，喃喃道：“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到底怎么回事？说，从何说起啊？”赵兄，那人是写了首诗对吧？到底什么诗能让福香姑娘破坏规矩？你倒是快说啊，急死人了。客人们都凑了上来。赵公子置若罔闻，边往外走边喃喃念道：“众方摇落读宣言。”众人心头一震，知道他念的是方才那首诗。占尽风情向小园。此时赵公子已经走到院中，客人们不由自主地跟在身后听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客人们没有跟上，留在了原地。空气短暂的陷入寂静，好长时间都没人说话。不知过了多久，一位学子热泪盈眶，嘴皮子颤抖。此事一出，羞煞千古咏梅人。各位，小生先行告退，小生要去别处打茶围了，将诗词传扬出去。在下也告退了，为大凤诗坛扬名，怎么能少了我？客人们一哄而散，迫不及待地去参加别院的茶围，然后抛出此诗一鸣惊人。奴家要谢过公子，倘若将来奴家能名垂青史，定是公子的功劳。福香眼里流淌着绵绵情意，愈发娇媚动人。许七安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自古以来因为诗词名传百世的名妓不少，这份机遇，任何一个风尘女子都会欣喜若狂。世上2种人喜爱争名，读书人和妓子。我要的就是你这份感恩戴德。许七安笑了笑，适当的表现出一点轻浮。你要怎么谢我？屋内温暖如春，他喝了不少酒，坐了这么一会儿，已经觉得燥热难当，便脱了外袍搁在圆凳上。福香咬了咬娇艳丰满的唇瓣，羞涩道：“公子，长夜漫漫，不妨先听奴家为你弹奏一曲，助助雅兴。”许七安一愣，知道对方会错意了，笑了笑，没解释。还是古时候的女子优雅，你来睡她，她会说：“你别急，让小女子为你弹奏一曲。”不像后来的姑娘，你去睡她，她会说：“搞快点。”耐心听完一曲，许七安的承认这位花魁是有2把刷子的，琴诗双绝，诗不知道，但琴弹的是真的好。他一个不通音律的人，也能静下心来沉浸其中。许七安喝了口茶，
缓解因为饮酒造成的喉咙干涩，语气随意的开了个话题。福香姑娘国色天香，难道没有人为你赎身吗？这显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话题。花魁娘子黯然叹息一声，教坊司的姑娘哪里是说赎身就能赎身的，便是遇到个有情郎，礼部也不会同意。其实是太烧钱了，教坊司当红花魁赎身很难，因为是官妓，要走一大堆流程，上下打点，耗费的银子远胜其他青楼花魁。我记得王捕头说过，寻常青楼的花魁大概500两、1000两，教坊司的花魁也许还要翻一倍，甚至更多。2000两是什么概念？我得不吃不喝攒10年，我这还是中等偏上的收入了，有这么多的钱，我买几个姿色不错的小妾不是更好？许七安下意识地在心里盘算，得出结论是，这笔生意血亏。也是，以福香姑娘的美貌，便是大凤京城也挑不出第二个。许七安吹捧，花魁娘子扑哧一笑，心里欢喜，嘴上则说：公子不要取笑人家，这大凤京城第一美人是镇北王妃，人家不过是蒲柳之姿，自称从奴家变成了人家，关系更亲近了，语气里也带了些许撒娇。镇北王妃，又是这个女人。许七安又一次听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京城第一美人。她上辈子自问月美无数，而今见了许灵月、楚采薇等几乎没有瑕疵的美人，实在想不出这位王妃得美到什么程度，才能稳居京城第一美人的称号。8成是身份光环吧，她心想。那位王妃出身江南书香门第，9岁那年随父母到玉佛寺烧香，主持赠了她一首诗：出世惊魂压众芳，雍容清静沐夕阳，万众推崇成国色，魂系人间惹帝王。从此名声大噪，13岁时被送入皇宫。许七安好奇道：那又是怎么成了王妃？福香花魁身出笼，在长袖中的纤纤玉手，兰花指捻起瓷瓶，倾倒出琴膏，一边养护凤尾琴，一边说道：19年前山海关大捷，镇北王作为第2大功臣，圣上便将那位京城第一美人赠与他。镇北王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赏赐美人也不奇怪，毕竟那位美人固然天姿绝色，但当今圣上潜心修道，早已不近女色。许七安好奇的是另外一件事，第1大功臣是谁？魏公。当初魏公是3军统帅，若非他是宦官，王妃也就不是王妃了。福香笑道：我与公子所说，乃是无不可尽人言的磊落话，只是出了这个门，莫要多谈。关于那位魏公的事儿，寻常老百姓说说也就罢了，他毕竟是在国企工作的招待人员。原来是他。许七安恍然，魏渊这个人，许大郎素有耳闻，太有名了。此人虽是宦官，但经才绝艳，文能治国，武能平乱。若非早早的痛失良机，考个状元，当个首辅，轻而易举。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许七安深谙循循善诱的话术，这是当初苦练审讯技巧时锻炼出的技能。兜兜转转了半天，终于把话题扯到周丽身上。此人好色荒唐，胸无点墨，奴家不喜，每次他参与打茶围，奴家就当他不存在。福香气道：教坊司归理不管，他一个户部侍郎的公子，奴家也不怵他。许七安适当的表现出几分好奇，笑着问：好色荒唐从何说起？寻花问柳不是常态吗？此事倒是涉及一些官场秘闻了。花魁娘子犹豫了一下，柔声道：人家也是听其他官人说起，才略知一二。杨公子若想知道，人家便告诉你，但莫要外传才是。似撒娇似哀求的语气。许七安恰到好处地装出受宠若惊模样，表示自己只是一时兴趣，绝不外传。这是得从去年元宵节说起，那周丽是荒唐人，元宵灯会看中了一位姑娘，趁人多眼杂，便上前非礼，还让人打伤了女方身边的护从。谁想那姑娘也是个有背景的，是威武侯的庶女。原本呢，若只是个庶女，事情倒也不麻烦。可问题是，那位庶女的生母与威武侯的发妻是亲姐妹，有着这一层血缘关系，那庶女颇受主母喜欢，与嫡女待遇差的也不大了，只是缺个名分而已。许七安悄然握紧拳头，那怎么处理的？威武侯告了御状，户部侍郎上书解释，双方扯皮多日，最后圣上裁定。周侍郎教子不严，发俸1年，赔偿威武侯5000两。周历禁足3月，若有再犯，严惩不贷。如有再犯，严惩不贷。这句话仿佛闪电劈入许七安的脑海，让他灵感爆棚。周历垂涎威武侯庶女美色已久，因前阵子吃了亏，挨了打，心情苦闷，脑子一热之下，又打起了威武侯庶女的主意。之前搜集的关于周历的信息一瞬间汇总，宛如基石，为他的计划添砖加瓦。于是派人掳走了威武侯庶女，藏在外面的私宅里，打算淫乐，事后杀人灭口。这很合理。当然，目的是栽赃陷害，我没必要杀了人家一个无辜的姑娘。目前计划的初稿就是这样，细节方面还得与二郎好好商量，务必做到自然、合情合理。见许七安愣愣出神，花魁娘子喊了他一声，粉唇微嘟，似撒娇似埋怨：公子
难道要和人家做一整晚吗？我还不能破身啊，不做一整晚，难不成还做一整晚？丫鬟们烧好了热水，许七安硬着头皮在他们小手的服侍下沐浴。当衣服一件件的脱下来，展现在2名小丫鬟眼里的是一具体态颀长、健美阳刚的身躯，肌肉线条流畅饱满，内蕴力量，散发着强壮男人的魅力。2个小丫鬟可不是戳儿，是久经炮火的老手，服侍过许许多多大官人沐浴，有大腹便便的，有瘦削的，有肌肉虬结的，如杨公子这样匀称健美又不缺爆发的身体，他们见得太少了。这便是炼金境巅峰赋予的神意，身体处在最适合战斗的状态，没有赘肉，也不会让肌肉过于膨胀而影响柔韧性。当许七安仅穿了条里裤，赤着上身来到床边，披着轻薄纱衣在井榻上鸭子做的花魁娘子，目光瞬间迷离，痴痴凝视着许七安的胸肌和腹肌。丫鬟们自觉退出主卧，许七安掀开绣鸳鸯的锦被，刚钻进去，福香便贴了过来，双手勾住他的脖子，丰满娇软的身段挂在他身上，在许七安耳边呵气如兰，昵声道：“官人。”一股股幽香钻入鼻腔，从不去勾栏的老实人许七安脸色严肃，绷紧了身子。花魁娘子诧异了一下，痴痴娇笑：“公子莫非是未经人事？”想到这个可能，他身子都软化了。不，我前世也是经历过女人的，只是没睡过像你这样的绝色美人。许七安沉吟道：“福香姑娘，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神技？”“什么神技？”“沾枕3秒就能酣睡。”“哥哥，不信，那你离我远些，我表演给你看。”花魁娘子含笑退了退身子，只当他是要玩情趣。3秒后，呼噜呼噜，福香推了推他：“杨公子。”呼噜呼噜，福香。夜里，许七安一个机灵惊醒过来，无声的叹息后，听见身边悠长的呼吸声，感受着紧挨自己的绸缎般顺滑柔软的娇躯，他以莫大的心智强迫自己重新入睡。次日卯时，许七安的生物钟自然苏醒，察觉身上压了沉甸甸的东西，睁开一看，花魁紧挨着他酣睡，一条银白的大长腿搭在他腰上，雪白的藕臂则搁在他胸口。许七安小心翼翼地拿开他的手脚，起床下地，迅速穿好衣衫。当他整理衣物的时候，愤怒地发现自己钱袋里的银票不见了，钱袋里只剩下一面不足巴掌大的玲珑玉质小镜。许七安第一反应是影梅小阁里的丫鬟趁他睡着时偷走了银票，这不是没有可能。杨林只是一个秀才，虽说社会地位不低，虚假，但教坊司是什么地方？是官办妓院，上面有礼不撑腰。区区一个秀才而已，人家偷了钱，打死不认，许七安能怎么办？教坊司可不在乎声誉这种东西。教坊司不在乎声誉，但福香姑娘在乎啊。此事若是传扬出去，哪个客人还敢到他这里消费？许七安判断，花魁娘子应该是不知情的，是丫鬟见财起意，抵抗不住银票的诱惑。他一边懊恼自己粗心大意，没有保管好银票，一边走向床边，打算推醒福香。可就在这时，目光随意一瞥镜面，许七安脸色倏然僵住。原本洁净的玉质镜面上隐约多了点东西，凝眸细看，是若隐若现的几张银票，纹理浅淡，宛如雕刻在镜子里的画。What？ 许七安脑海里一排的黑人问号，我的银票怎么跑镜子里了？这是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可莫给我吐出来，不然老子砸碎了你！他握着玉石小镜，用力甩了甩，做倾倒状。哗啦的声音里，银票凭空浮现，在半空悠悠飘荡片刻，缓缓落地。寂静的房间里，许七安握着镜子，很久没有说话。所以这镜子还真特么是个宝贝，是我欧皇气运滔天，还是那道士刻意将镜子赠予我？如果是后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凭什么将宝贝赠予我？发现了我莫名其妙的气运？这怎么可能？司天监经通往气数的采薇都没有发现我的特殊，倒是我对道门体系完全不熟悉啊！好一会儿，他牙酸般的抽了口凉气，这莫名其妙的馈赠让人心里难安。先把银票捡回来。许七安把玉石镜子藏在怀里，银票放在钱袋，分开保存，然后悄然离开房间，在丫鬟的伺候下享用了早膳。公子不等娘子醒来吗？小丫鬟问。通常来说，客人起床时，伺候他的娘子也会随着起床，但这位客人有些古怪，竟自己一个人偷偷出来了。不用，我怕他骂我禽兽不如。许七安神态自若地说。我有急事。几小时后，许府，许新年和许慈就坐在书房，手边放着热腾腾的茶水。许平志精神抖擞，不见疲惫。许二郎神态有些萎靡，父子俩都没有说话，默契的不提昨晚的事，好像大家都没有去过教坊司似的。沉默的气氛有些僵硬，直到许七安的到来，才打破了父子俩之间尴尬的气场。怎么去那么久？刚回来就洗澡，教坊司不能洗。许二叔扬眉抱怨。许新年咳嗽一声，不想听父亲多说教坊司倒有收获吗？许二叔立刻停止抱怨，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
许七安将福香那里得到的消息告知他们，并说出自己的计划。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你如何绑走那位威武侯的庶女？许新年直指要害，一针见血。如果不能解决这一环节，这个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许二叔沉吟着说，先派人盯着，然后找机会下手。威武侯的庶女出行时必定会有护从跟随，但不会太多，毕竟她不是嫡女。我们可以制造混乱，然后趁机绑人。许七安兄弟俩听着，处理事务的经验方面，许二叔更有发言权。只是白天动手的话，很难在众目睽睽中把人绑走，一旦惹来巡城的御刀卫，我们反而自食恶果。而晚上，凭我们两人不可能夜闯侯府。许七安神秘一笑，如果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许府前厅，门房老张路过花圃时，发现一位仆人晕倒在花圃里，惊慌地上前查看，发现只是昏厥了。老张摇醒对方，问道：你怎么昏在这里？仆人表情茫然了片刻，似乎想起自己是谁，身处何地，面对老张的询问，挠着头。我刚刚在为大郎烧水，他在屋里沐浴，只记得大郎忽然叫我进屋，然后就记不起来了。门房老张审视了仆人片刻，你感觉怎么样？头有点疼。屁股疼吗？不疼。老张和仆人相视一眼，如释重负。4天间，黑眼圈愈发严重的宋清趴在桌案边，上面摆着瓶瓶罐罐的乱七八糟物件。他今天没有做炼金实验，而是铺在桌边奋笔疾书。为什么嫁接之后的果实会更优良？里面涉及到什么奥妙的天地规则？如果嫁接出来的东西确实更胜一筹，那我把人和马嫁接在一起，大凤就不需要为战马的稀缺而发愁。每一位战士都是一匹马，既能自己长途奔袭，又能英勇作战，这将提升大凤军队的作战能力。他越写越兴奋，整个人容光焕发。这时，一位白衣进来，兴奋地喊道：宋师兄，炼金术奇才许七安来了，想见您。炼金术奇才是司天监白衣们对许七安的爱称。许七安获得了宋清热情的接待，两人坐在桌案边，捧着香茗进行友好交谈。说实话，我有点怀疑你。宋清小啜一口道：这几天我把你祖宗18代都查了个遍。当着人家的面说查他祖宗18代真的合适吗？许七安对此并不惊讶，笑着反问：查得怎么样？太干净了。宋清摇摇头，没继续这个话题，抽出一沓宣纸递过来，给你看看我最近的研究。许七安心说，我都编好了游方高人的梗，你竟然不问了？你们这些技术宅根本不在乎这些啊。他接过手稿，扫了几眼，差点一口茶喷出来，上面除了他告诉宋清的植物嫁接理论，这家伙还举一反三，思维发散的做了好几个案例。比如人与马嫁接，优点列了一大堆，比如大凤从此不用考虑战马资源，士兵们不用担心没有优秀战马，因为我们是成熟的士兵，可以自己当战马。再比如捕捉禽类妖族与人类配种，制造出可以充当空军的半妖。魔物娘了解一下，呸，生殖隔离了解一下。许七安割下宣纸，平复了一下受到冲击的三观，道：这次来司天监是有事想求宋师兄帮忙，但说无妨。我得罪了周侍郎的事，你应该知道。采薇与我说了。宋清放下茶盏，严肃道：很遗憾，我不能帮你，司天监不插手朝政，陛下不允许。再说，一位手握实权的侍郎已经超过我的能力上限。宋师兄别急，我需要你做的简单。许七安把自己的主意说了出来。这不可能，宋清直接拒绝。宋某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绝不做这种事。许七安想了想，惭愧道：是我考虑不周，宋师兄，咱们继续说说你的嫁接理论吧。恕我直言，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宋清皱了皱眉，端正坐姿，摆出讨论学术的严谨态度。想必你自己心里有数，那只必须要养在玻璃瓶里的猫就是例子，但你肯定在困惑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出在哪里。宋清身子往前倾了一下，呼吸变得急促，瞪大眼睛盯着许七安。你知道？许七安道：我没有参与研究，不知道真正原因出在哪里，但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理论依据。理论依据？宋清最缺的就是理论依据，开宗立派的宗师毕竟罕见，炼金术博大精深，想要继续前进，理论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许七安在宋清骤然明亮的双眼注视中缓缓道：你听说过元素周期表吗？什么元素周期表？这和我的实验有什么关系？宋清脑海里闪过10000个问号，他呼吸愈发急促，感觉自己即将触摸到炼金术的真理之门。身为炼金术的狂热者，他激动的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还没来得及发问，就听许七安悠悠道：炼金术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威武侯府在内城的阙福街，这条街是勋贵的地盘，一路走去尽是侯爵、伯爵以及公爵。威武侯是世袭的爵位，崛起于300年前的夺位之争。世袭罔替至今，其实手中已经没多大的权力了。侧门打开，
一位脸蛋微圆的妙龄少女在丫鬟和护从的簇拥下走出来，她穿着华美的罗衣，裙摆到脚跟，行走间绣花鞋若隐若现。16、17岁的年纪，容貌俏丽，一双眼儿明亮有神，气质高傲，眉宇间飞扬的神采增添了她的气场，即惹来注视。张玉英进入门口的轿子里，轿夫抬着轿子，慢悠悠地朝着城隍庙方向走。他今天要去城隍庙上香、吃斋饭，接着去文远伯府中找相熟的闺中密友喝茶聊天，看一看女子闺中偷偷流传的禁书，聊一聊哪家的公子到了适合婚嫁的年纪，点评一下今年秋为中举的优秀学子，猜他们明年春为能否高中，也许里头还有自己的乘龙快婿。行了2条街，跟随在轿边的丫鬟忽然听见一阵骚乱，后方2匹马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失控了，车夫死死拽住马将，神色惶恐地挥舞马鞭，让开，都让开！行人四处乱窜躲避，快拦住马车！丫鬟大惊失色，一边指挥护从拦截马车，一边命令轿夫躲避。护从们人手不够，只拦截了1辆，另一辆撞飞了2名轿夫，轿子瞬间翻倒，剩下2名轿夫和丫鬟本能自救，扑向一边躲避，场面瞬间大乱。短暂的混乱后，2辆马车继续狂奔而去，丫鬟这才心急火燎地爬起来，跑去轿子查看。二小姐你怎么样？无人应答。丫鬟心里一沉，猛地掀开轿帘，愣住了，几秒后尖叫道：二小姐不见了！轿内空空荡荡。内城某处小院。张玉英知道自己被劫持了，虽然不知道是被谁。她醒来有一会儿了，缓解最初的头疼后，内心一直处在恐惧状态。身为威武侯的庶女，平日里待遇仅比嫡女差一点，远胜其他姐妹。父亲和主母对她疼爱有加，既是姐姐又是表姐的嫡女，与她感情极好，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什么时候遭遇过这种事？四周寂寂无声，手脚被捆着，嘴里塞着布，她害怕极了。哐！院外传来了开门声，继而脚步声传来。张玉英一颗心瞬间提了起来，恐惧在心底炸开。她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但绝对不会是好事。嘿！脚步声在屋外停下，有人嘿了一声，淫笑道：这娘们可真漂亮，我刚才偷偷验过货了，漂亮。你真贱。另一人说到这里顿了顿，补充道：既然不喊我一起。张玉英又羞又气，泪水在眼眶里打转。2个身影继续交谈。她还是个雏儿。废话，这位威武侯的2女儿还待字闺中。张玉英一惊，他们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爹是威武侯，竟然还敢绑架我，这说明幕后主使之人绝非一般人。你说周公子会怎么处理这娘们？虽说是个极出色的美人，但一直养着好像不太保险。哼，想多了。周公子顶多是玩一阵子，腻了就一把勒死，在这院子里埋了，谁知道等周公子玩腻了，咱们跟着喝几口汤，这娘们细皮嫩肉，比勾栏里的女子水灵多了。是啊，要不是周公子要尝个鲜，现在咱们就把他办了。谁让人家是户部侍郎的公子呢？走，喝酒去。这不好吧，马上就黄昏了，咱们买了酒就回来。脚步声远去，继而院门合拢的声音，2人似乎出门喝酒去了。周公子，户部侍郎的公子。张玉英脑海里闪过一个锦衣公子的形象，想起了去年元宵节遭遇的事，他还对自己念念不忘。玩腻了，喝口汤，杀人埋院子里毁尸灭迹，被养在豪门里细心呵护的千金小姐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眼泪夺眶而出。呜！他一边努力发出声音，一边扭动四肢，试图挣脱捆绑。忽然他发现手腕上的绳子松动了一点。张玉英一下子僵住，然后安静下来，不再发出动静，双手却用力的绞扭着。不知过了多久，手腕娇嫩的皮肤都摩擦破了，火辣辣的生疼。他终于挣开了捆绑，他立刻坐起身，解开脚上的绳索，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口，耐心听了片刻，确定院子里没人，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院子，东张西望一阵，银牙一咬，跑出这辈子从未有过的速度，冲到院子门口，拉开门栓。门没开，在外面被锁住了。呜！张小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哀鸣。院子对面的街边，许七安手里捧着一碗面，身边站着许新年。荤话说得不错哦。许大郎习惯性地刺激二郎，二郎不搭理他，目光望向院门。他会不会出不来？为什么要把院门给锁了？强大的求生欲会激发人的潜能，相信我，他出得来，爬墙就好。许七安吸一口面，低声解释道：不锁门痕迹就太重了。这座小院就是周丽在外面买的私宅，宅里养着一个姿色不错的女人。现在那女人和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门房，总计4人都被许七安关在镜子里了。那面玉石小镜可以容纳物品以及活物，许七安拿家里的仆人试过了。若非那面镜子，绑架张家小姐的计划难度极大，甚至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时，2人看见围墙边冒出了一颗脑袋，发髻凌乱的张玉英探出了脑瓜。
小心翼翼地打量一阵后，爬出围墙跳了下来。他似乎崴了脚，趴在地上半天没动弹，许久后才一边哭一边坚强地起身，扶着墙一跳一跳地逃到街上。作为锦衣玉食的豪门小姐，能做到这一步，实在是受了天大委屈。他们出去买酒，黄昏时会回来。他看了眼夕阳，知道自己现在还真正的安全。也许跑不了多远就会被追回来，也许再走几步双方就打照面撞上了。恰好此时，一队披坚执锐的巡城御刀卫路过，唯恐在路上遭遇绑匪或者被他们追上的张玉英像是看到了救星，哭着迎了上去。在御刀卫拔刀前尖叫道：“我是威武侯的女儿，我被劫持了，你们快救我！”几名御刀卫相视一眼，立刻围了过去。周围的百姓纷纷驻足旁观。为首的御刀卫问道：“谁劫持了你？”“是周丽，户部周侍郎的公子周丽。”张玉英崩溃大哭。咚咚咚，萧劲的鼓声同步传来。许七安把碗放在街边，说道：“走吧，找个客栈休息，明天回家等消息。”夜幕时分，威武侯府，傅太中年人形象的威武侯脸色难看地坐在椅子上，厅里还有2位美妇人，其中一位跪着，哭得梨花带雨，伤心欲绝；另一位美妇人低声安慰。二女儿今天离奇失踪，结合事发前的马车撞击，威武侯断定女儿是被人劫持了。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可能存在的敌人，要说政敌应该不太可能，毕竟爵位世袭罔替到他这一代，已经渐渐被排挤在帝都权力舞台的边缘。当然，抱团的勋贵依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利益集团，但整体与个人还是有差别的。威武侯不记得自己有这种豁出去劫持家中女眷的政敌。至于仇家，近期并没有与人结仇，老爷已经报官了，也通知守城门的金无畏了。你别急，婴儿会找回来的。姐姐，婴儿一个弱女子，她要是遭遇了什么，便是找回来也活不成了。威武侯面皮抽了抽，脸色愈发阴沉。这时下人脚步匆匆地奔进来，喊道：“侯爷，小姐找出来了。”威武侯与2位夫人赶往前厅，见到了神容憔悴、泪痕未干的女儿，以及送人回来的御刀卫。让管家用赏银送走御刀卫后，威武侯审视女儿片刻，微微松口气：“婴儿怎么回事？”张玉英被哭泣的母亲搂在怀里，哭诉道：“是那周侍郎家的公子绑了我，他还不但想玷污女儿的清白，还打算杀女儿灭口。”当即把自己所见所闻说了出来，绘声绘色地添加了自己如何趁守卫人员疏忽大意逃出狼窝的事迹。侯爷，你要为妾身做主，为婴儿做主。张玉英的生母气得浑身发抖。侯爷，那周丽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辱婴儿，也是在欺辱我侯府。正妻沉声道。威武侯勃然大怒，一掌拍碎桌案，气得浑身发抖。姓周的欺人太甚。翌日，午门东侧门，上朝的文武官员们诧异地发现，威武侯今日竟是披甲而来，只是腰间没有悬挂武器。这天朝堂上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威武侯披甲上殿，抬出祖上功勋，声泪俱下地控诉周侍郎，高呼：“先祖为皇披荆斩棘，出生入死，后人之女遭人欺凌，陛下不护，岂非寒了天下将士之心？”事情闹得很大，罪魁祸首周丽一脸的懵：“我什么时候劫持的张家二小姐？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元景帝大发雷霆，责令大理寺、刑部、督察院处理此案，2日内给出结果。身为案件的嫌疑人，周丽周公子的第一站是督察院，负责审讯他的是巡城御史。这位正六品的官员坐在案前，二话不说，先给周公子一顿板子，打得周丽哭爹喊娘后，一拍惊堂木：“周丽，关押威武侯庶女的院子可是你的私宅？”“是。”周丽只能承认。有权势的贵族在内城购买私宅是很普遍的现象，周丽购买院子时压根没有找他人经手，房契上是他的名字，府衙那里也有购买宅子的手续。既是你的院子，那就不必再说，签字画押。2名衙役上前，一人拿认罪书，一人强行让周丽画押。按照3司复审的流程，督察院审完之后，判决书交由刑部，刑部不认同督察院的结果，要重审。于是周公子被送到了刑部，在这里他的待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酒肉管饱，负责审案的刑部郎中贴心地找了大夫，为周公子血淋淋的屁股涂抹金疮药。经过几个小时的审问，刑部推翻了督察院的结果，判定周丽是清白的，乃有人栽赃嫁祸。卷宗移交大理寺，大理寺二话不说，又给周丽打了一顿板子。随后经过一番严密的审问，大理寺驳回了刑部的判决，认为周丽有罪。第2天，见大理寺、督察院、刑部各执一词，没有给出结果。元景帝下令3司会审，此案升级。大理寺派遣了1名司正、2名司丞，刑部派了2名郎中、4名主事，督察院派遣了2名巡城御史，共计11位官员共同审理此案。3司会审的阵营是：刑部觉得周丽无罪，是有贼人栽赃陷害；
大理寺和督察院则一致认定周丽有罪。双方扯皮了整整1日，未分胜负，自然就没有结果。一直到黄昏，一名司天监的白衣被吏员请到了衙门，奉陛下旨意前来协助办案。司天监的白衣道明来意后，望向跪在堂前的周丽，喝道：“周丽，你可有劫持威武侯庶女张玉英？”周丽连连摇头：“我没有，不是我，我是被冤枉的。”一众官员死死盯着司天监白衣，这位白衣亦正言辞道：“他说谎。”周丽面无血色。3日后，周侍郎因为贪没国库钱粮，教子不严，被罢官充军。其子周丽流放南疆。午时，骑慢悠悠地行驶在官道上，许二叔策马领头，春风得意马蹄疾。周侍郎倒台的消息传来后，许平志拉着许七安和许二郎喝了一晚上的酒，既有报仇的畅快，也有卸下沉重担子的轻松。兄弟俩骑马跟在许平志后边，许二郎说道：“有件事情想请教大哥。”许大郎侧头看他一眼，好奇为什么周丽会认下这个罪，或者说威武侯等朝堂大佬会看不穿这个不算高明的栽赃嫁祸。许二郎沉吟道：“只想到了一部分，对于周侍郎的政敌而言，周丽不管是不是冤枉的并不重要，他们会抓住这个筹码咬死周侍郎，而对威武侯来说，这是一个报仇的机会。以前他斗不过周侍郎是因为没有帮手，眼下就是天赐的良机，所以他那天赴贾上殿，闹得满朝议论纷纷。至于女儿是不是周丽绑的，他或许会怀疑，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显然是这个一而再再而三欺辱他的女儿的周大公子更可恨。我想不通的是，这事儿并不是周丽做的，周侍郎和他的同党心知肚明，理当做出应对之策。你当我那天为什么要去司天监？”许七安哈哈大笑：“还记得司天监八品叫什么？八品望气师。”许新年眼中异彩绽放，豁然开朗。当初税银案的时候，司天监的术士有参与案件的追踪审理，这说明当今圣上对司天监有依赖。许七安目视前方，春风得意。案子乍一看不合理，但如果细查，又会发现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大哥我这方面是专业的，再加上党争的因素，案子注定又麻烦又难查，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当然是找司天监的术士。许新年心服口服，所以大哥收买了司天监的术士。粗鄙！许七安啐了一口，光明磊落地说：“炼金术师的事怎么能叫收买，是等价交换。”顿了顿，他说：“辞旧，你记住，这天底下除血亲之外，任何的朋友和敌人都是因为利益二字，尤其在官场，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仇视你。哪怕是你的至交好友，他与你结交，也必然是你的存在对他来说起到一个积极向上的用处。将来你入朝为官，大哥希望你能做能臣，而不是清官。”许七安向小老弟灌输自己的私货，徐徐道：“记住，和光同尘。要培养小老弟成为大奉首辅，首先要让他变成自己的形状，否则培养出一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首辅有什么用？”许新年目光眺望远方，朗声道：“和光同尘，倘若我将来迷失在权力的迷雾中呢？那是你自己的造化了。当然，如果辞就成了祸乱超纲的奸臣，大哥会清理门户的。”许七安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好。”许新年针锋相对：“他日大哥要是成了为祸一方的武夫，我也如此。我怎么感觉自己立了个 flag？” 许七安咳嗽一声，看向许平志：“二叔，你要为我们做见证？”“滚！”许平志回头骂道：“张口闭口同是操哥，当老子不存在！”一列车队缓缓停在青云山脚下，奢华的马车里，长公主踏着小梯下来，在士卒的簇拥中登山。山风徐徐而来，抚动她的罗裙和秀发，气质高贵冷艳的长公主迎着风眯了眯清亮的眸子。她在山腰处的凉亭里看见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先生坐在案前，他的对面是一位稚童，稚童身边是一位低头做女工的少女，姿容惊艳。老先生沉声道：“与你说过多少次，握笔姿势要端正。”稚童：“知道啦，先生。”老先生：“那你倒是改回来啊。”稚童：“改什么？罢了，今天不写字，你随我念三字经吧。”老先生叹息一声，接着清了清嗓子：“人之初，性本善。”稚童：“人之初，性什么？”先生：“人之初，性本善。”稚童：“人性本善。”先生：“你中间停什么？”稚童：“我忘记了吗？”先生：“重新来。人之初，性本善。”稚童：“人之初，性什么？”先生抓狂了。庭外，长公主忍俊不惊，清亮如冰镜的眸子荡起笑意，刹那间活色生香，玉美人活了。老先生识得长公主，立刻起身，恭敬作揖：“见过长公主。”气质高贵、清冷绝色的长公主微微颔首，声音清脆如冰块撞击。云露书院
何时多了志同？老先生扭头示意姐妹俩过来见礼，许灵月起身后行了一礼，许灵英则傻乎乎地看着这个胸脯和娘亲不相伯仲，气质容貌更胜一筹的女子。老先生尴尬道：“志同无礼，长公主莫怪。”他倒也不是太焦急，长公主虽说冷艳高贵，让人不敢冒犯，但她是个读书人，心胸不输儿郎。老先生接着道：“两位是书院学子的家眷，因家中有事，便让女眷们暂住书院避难。”智慧高绝的长公主立刻分析出话里的内涵，审视了姿容不俗的少女和不太聪明的志同，浅笑一下：“哪位学子？”他也算半个书院学子，深知书院规矩，没有大儒点头答应。学子女眷不可能住在青云山。许灵月细声细气道：“家兄许新年。”他没提许七安，是因为大哥不是书院的学子。许新年，长公主目光微闪，调查过许七安背景的她立刻将两者之间的兄弟关系回忆起来。睡银案的幕后主使是周侍郎，而大概1旬前，许七安与周侍郎的公子在闹市发生冲突。长公主看向娇俏清丽的少女，语气温柔：“什么时候的事？”“快1旬了。”许灵月道。他与采薇是认识的，而采薇知道周侍郎涉及睡银案，由此可知，那位平平无奇的虚丽也会知晓此事，自知得罪了周侍郎，将家中女眷送来书院，倒也算应对之策。只是举家逃离京都，不是更好吗？把女眷送来书院，而家中男人却依旧留在京城，所以这是打算谋划什么？联想到周侍郎罢官充军的导火索，长公主眯了眯好看的眸子，微微点头，带着侍卫继续登山。雅阁，长公主审视着赵首，略感诧异。1旬不见，院长气色天差地别。以前的院长不修边幅，花白长发垂落，眉宇间阴郁堆积，而今的他双目清亮有神，意气凝而不露，神采奕奕。赵首没有正面回答，朗声笑道：“圣人说，学无长幼，达者为先。学无长幼，达者为先。他的意思是，有个人可以当他老师，而年纪却不大，是不是和那天亚圣殿亲戚冲销有关？”他对亚圣学宫的变故很感兴趣，求知欲旺盛，因为这涉及儒家的道统之争，涉及将来的朝堂格局。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亚圣学宫被封禁，任何人不得进入，打更人对此也束手无策。长公主收敛发散的思绪，望着窗外深青色的竹林，叹道：“院长可知周侍郎被罢官充军一事？对于大凤官场来说，这只是党争拉开序幕的第一步。”赵首笑着摇头，不愿多谈，挥手招来棋盘，道：“李慕白自从3败未冤，便再也不下棋了。书院里能与老夫手谈的人不多。长公主今日既然来了，就陪老夫下一局。”长公主无奈道：“与本宫下棋，院长何必自取其辱？”另一边，灵牙见的阁楼里，3位大儒刚论道结束，书童送来一封信，说是长公主拜访书院，让人递过来的。长公主在手书上说，近来京城出现了一首佳作，京城读书人津津乐道，国子监奉为100年来诗词魁首，力压云路书院的送行诗。而且相比送行诗，这首100年来诗词魁首出自教坊司，才子佳人，故事更有趣味，更广为流传。末尾，长公主附上了这首短短几日内在京城读书人圈子里爆红的诗。老夫闭关数日，京城出了首经世佳作。张慎凝眸鉴赏附赠的诗：引梅小阁赠福香，众芳摇落读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张慎宛如一尊雕塑，静默许久，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纸，看向喝茶聊天的李慕白和陈泰。纯净又平，你们看看这个。张慎道。他突然表现出来的严肃神色，让2位大儒愣了愣。李慕白接过纸张，飞快扫了一眼，继而眸光沉凝，褪去了轻松写意姿态。我看看。陈泰见2人这般神色，伸手抽过纸张，看完一遍后，又细细品味了许久。陈大儒长长叹息一声，疏影暗香2句将变梅的风姿绝伦写尽，当真是心思玲珑啊。李慕白随后点评：宁烨那首天下谁人不识君，固然叫人胸生豪气，但论意境之深远，遣词之优美，神韵之卓然，的确相去甚远。张慎抚须而叹，此诗一出，便是无法超越的咏梅绝唱。这杨林是谁？有此才华，竟从未耳闻。陈泰重新看了遍手书，道：似乎是长乐县的一位秀才，于教坊司中写此诗赠于花魁福香。说到这里，茶室安静下来，3位大儒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一股酸味在空气中发酵弥漫。张慎沉思许久，道：我觉得应该立刻通知院长，将这位秀才招入书院，这样的人才绝对不能埋没了。陈泰与李慕白欣然同意。有理，这趟来接婶婶和妹妹们，作为学生的许慈舅和许宁燕首先去拜访了老师。3位大儒恰好讲课结束，知道看中的学生拜访，索性就聚在堂舍里喝茶。张慎首先瞄了眼气质有所变化的弟子，满意道：
辞旧，看来抄写圣人语录对你裨益甚深啊。许辞旧一阵汗颜，点点头。李慕白诧异道：抄写圣人语录有助于踏入修身境，老夫怎么没有发现？许二郎张了张嘴，最后选择沉默。他确实触摸到修身境的门槛，但那是在见到大哥写在石碑上的4句，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过这事儿不好当众说出来，哪怕大家对那4句话的出处心知肚明。闲聊几句后，陈太扫了眼李慕白和张慎，笑呵呵地说：你二人住在京城，可知最近京城出了首绝世佳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绝妙绝妙啊！宁烨虽有诗才，但也不要自傲，须知天下读书人藏龙卧虎啊。这老匹夫就是嫉妒我们收了个好学生，但这等老成之言也无法反驳。张慎只好说：此诗的确精彩绝艳，宁烨不须与他较真，咏梅千古绝唱，较真也没用。李慕白点点头，虽说现在的读书人缺了些灵气，但终归是有个力的，那个杨凌未必还能再做出第2首，而以宁烨的诗，将来有第3首、第4首也是极有可能的。许青年看了堂哥一眼，道：这首诗也是我大哥做的。噗！听到这话，正在饮茶的陈太直接喷了出来。李慕白和张慎齐齐僵住，豁然转头瞪着许七安。作诗之人不是杨凌，小老弟是皮痒了吧？卖我卖得如此干脆利索。许七安硬着头皮：是我的化名。当真？当真？两人还是不信，问道：你去教坊司做什么？许七安端正坐姿道：少年慕爱。屋子里忽然陷入寂静，3位大儒感觉胸口堵着淤血，想吐又吐不出来。几秒后，张慎起身指了指许七安的鼻子：你。他在屋子里团团乱转，焦躁的不行。千古绝唱，你用在一个风尘女子身上，她配吗？她配吗？是，用在你身上就好了。许七安心里腹诽，表面做出聆听老师训诫的姿态。李慕白同样情绪激动，咏梅便咏梅，引梅小阁赠福香，简直低俗，俗不可耐，生生糟蹋了一首好诗。如果能改成云路书院赠慕白先生，你应该就能笑出猪叫声了吧？许七安心里吐槽，2句诗成万古名，用在一个风尘女子身上，确实浪费。但事情不能单看表面，若没有这首诗博取福香花魁的青睐，他怎么套出有用的信息？怎么陷害周丽？不陷害周丽，万一周侍郎挺过来了呢？万一政敌没有斗倒他呢？迎接许家的会是什么结局？诗词本来就是抄的，不心疼。再说，不能解决眼下的麻烦，肚子里的存货再多有何用？再好的诗词，能兑换成切实的利益，它才是有用的。陈太心底叹息一声，对于杨凌是许七安的化名，最初是惊讶不信，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合理。这等诗才，怎么可能说出现就出现？李慕白和张慎能收他做弟子，我也可以。既然有2个老师，那为什么不能有3个？陈大儒暗暗决定，以后找机会将这位诗才收入座下。经历了一番语言轰炸，许七安乖乖的认错，并许诺将来有好诗好词，一定先让2位老师修改润色。李慕白和张慎才勉强消气。2位大儒除了与传世名师擦肩而过的悔恨外，是真的觉得许七安把这首诗用在一个教坊司花魁身上，浪费了。暴殄天物，许新年还算有些良心，适时出来打圆场，转移话题。幼妹在书院启蒙多日，不知可有成效？3位大儒相视一眼，陈太忍不住笑出声了。你那妹妹当真是心智坚定，坚不可摧。张慎无奈道：一旬之间，教他的先生换了4个。李慕白补充：都发誓这辈子不为志同启蒙。许辞就许宁烨。小院一家人久别重逢，婶婶欢喜地迎接丈夫和宝贝儿子，二叔也欢喜地拥着幼女和妻子。许灵英看见父亲悲从中来，抱着他的腿就是一阵嗷嗷嗷。许二叔一阵怜惜，觉得女儿在书院启蒙受苦了，书院的先生一定非常严厉。穿着靛青色罗衣的许灵月站在一侧，少女消瘦的瓜子脸带着浅笑看着这一幕。她年纪大，不能像小豆丁一样无所顾忌地投到父亲怀抱，又不是长子，没有大哥那样受父母喜爱，夹在中间的孩子向来是比较尴尬的。一旬没见，妹妹清减了许多。许七安走过去，牵起妹妹的柔仪，仔细审视。绑着束带的纤腰盈盈一握，胸脯处开始鼓胀，少女含苞待放的身段格外诱人。瓜子脸大眼睛，远看近看都没瑕疵，欠缺一点女人的柔媚，但有着少女纯洁的清丽和灵动。许灵月下意识地抽了抽手，又忍住了。大哥手掌的温度让她脸上腾起红晕，眼波荡漾起来，柔柔地喊了一声：大哥。回家的路上，许灵月破天荒地提出想骑马，但因为不会马术，经得父亲同意后，与许七安同乘一骑。阳光和煦，风吹在脸上有些凉，大冬天的骑马
就好比寒冬腊月的开摩托车还不戴头盔。许灵月毕竟是女子，紧紧缩在许七安怀里，眸子亮晶晶地看着四处的风景，觉得从未有过的安全感涌来。许新年怀里也有一个妹妹。二哥，马颠的我要吐了。那就回马车里。我不要，我要骑你脖子上。许二郎被小豆丁烦的眉头紧皱。马车里的婶婶掀开帘子，探出美艳动人的脸蛋。老爷，我不在府里这段时间，有没有出去鬼混？许新年和许七安异口同声，没有。婶婶打量了两人几眼，又不是问你们，多嘴。3天后，休沐。清晨，许七安摆弄着玉石小镜，镜面透出君怒、铜镜、泼刀的虚影，宛如一幅笔触模糊的画。这面镜子暂时被他当成储物带来使用，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股脑的放进去。来到主宅，吃了早餐，餐桌上，许灵月带着期待的表情说：“大哥今天休沐，与我出去逛逛吧。”许二叔想起了前阵子的周丽纵马事件，皱着眉头说：“我今日也休沐，灵月，爹陪你出去吧。”许灵月沉吟了一下，摇头：“算了，忽然觉得头有些晕。”许二叔，上午勾栏听曲，中午回家睡个午觉，等晚上去黑市一趟，我得抓紧突破到炼气境。许七安神游物外。这时门房老张匆匆来报，站在厅前：“老爷，门外来了2位差爷。”差爷。许平志喝了口白粥，漫不经心地问道：“哪来的差爷？”许二郎说：“大哥，是你同僚？”许七安不甚在意：“应该不是。”门房老张说：“小人不知，但他们穿着黑衣，胸口绑着奇怪的铜锣。”许家仨爷们手一抖，无声的相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凝重。打更人，快迎进来！许平志连忙起身向前厅走去。许七安和许新年跟在身后，念头急转，思考着打更人上门的目的。在大凤王朝，打更人3个字可不是什么好的寓意，他往往与问罪、入狱、抄家等血淋淋的字眼挂钩。但扪心自问，以许二叔的段位，打更人应该是瞧不上眼的。很快，3人在前厅见到了来访的打更人。2人身穿制式黑衣，身后缀着短披风，胸口绑着一面刻满繁复皱纹的铜锣。2位打更人的年纪都不大，青年，左边一人面色严肃，不苟言笑，右边一人恰好相反，脸上挂着笑容，眼睛眯成一条缝。笑起来眯着眼的青年目光扫了眼许家爷仨，笑道：“哪个是许七安？”许七安跨前一步：“我是。”眯眯眼青年微微颔首：“跟我们走一趟。”许平志眉头一跳，横身挡在许七安面前，抱拳沉声道：“2位大人，我侄儿犯了什么错？”面色严肃的青年皱了皱眉。另一位笑眯眯道：“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打更人。以打更人的行事风格，拒捕的话，会不会当场拔刀砍人？”许七安单手按在二叔肩膀，看向2位打更人：“好，我跟你们走。”他随着打更人离开许府，门口停着一辆马车，脸色严肃的打更人指了指车厢，示意许七安进去。那位始终笑眯眯的青年摘下胸口的铜锣，用力一敲，在响亮的声音里朗声道：“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打更人的衙门在内城，距离许府很远，步行需数个时辰，所以给许七安安排马车，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待遇，仅仅是为了节省时间。不苟言笑的打更人驾车，车厢内，许七安和那位笑容和煦的青年面对面坐。打更人找我做什么？为了周丽的案子。不可能，我不保证完美犯罪，但能保证没有监控设施的大凤王朝，不可能查出是我绑架的张家2小姐。即使有蛛丝马迹，也不会这么快就锁定我。许七安伸手入怀中，轻扣玉石镜背面，倾倒出一张银票，抽出来看了一眼，面额10两。他松了口气，诚恳地递上银票，道：“小人是奉公守法的良民，仰慕大人为国为民，劳苦功高，奉上10两银子，请大人喝茶。大人要是能告诉小人发生了什么，小人感激不尽。”这位打更人目光落在银票上，一脸人畜无害地眯着眼睛笑。打更人规矩森严，受贿超过10两，杖责50，超过50两流放，超过100两斩首。我显然没必要为了10两银子挨板子。许七安露出讪讪的笑容，正要收回银子，却听眯眯眼青年悠悠道：“你想从我这里套取消息，得加钱。”许七安不带烟火气的递了30两。青年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把2张银票收在怀里，另一张递出帘子：“收了30两，你我各10两，剩下10两，今晚去教坊司打茶围，正好1人5两。”不苟言笑的青年接过银票，低沉的嗯了一声。眯眯眼年轻人翘着2郎腿，对许七安笑道：“规矩虽然很重要，但当大家都默契的无视规矩的时候，你太较真，反而会受排挤。”他不着痕迹地审视许七安，见他身躯紧绷，笑容勉强，宽慰道：“我只是奉命带你回去问话，具体内幕不太清楚。不过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到了衙门，你牢记一句话：
该说的东西不要隐瞒，不该说的东西打死别说。我特么，这道理难道我自己不知道？根本不值30两银子，狗屎！你这就和已经请有关部门处理这种没诚意的托辞有什么区别？许七安很想一巴掌把眯眯眼男人拍死，但他不敢。马车驶过一个个闹市，一条条长街，在40处抵达打更人衙门。许七安跳下马车，在2位打更人的押送下，进入这座威名赫赫的衙门。他的办公场所由2座3进的院子改建而成，阁楼耸立，穿黑衣绑铜锣的打更人进进出出，他们神色严峻，气势凛然。不知道我会不会被送进打更人的大狱，那里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先静观其变，我是良民，我又没犯法。许七安深吸一口气，平复忐忑的心情。不多时，他被带进了一个小院。院门口立着2位打更人，双方做了交接。眯眯眼男人停在院门口，笑道：“进去吧，自求多福。”说完，与面容严肃的同伴离开了。许七安被带了进去，2名打更人推开屋子的门，语气冷漠：“进去。”这是一间刑讯室，角落里摆出各种各样的刑具，中央是一张空荡荡的长条桌。审讯的主官没有来，许七安没敢坐椅子，站在屋里思考着打更人为什么会找自己。但他还没来得及多想，脚步声传来，有人进了院子。房门推开，2名胸口绣着银罗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肌肉一瞬间紧绷的许七安飞快扫了眼2位银罗，诧异地发现其中1位竟然还是老熟人。他鼻梁高挺，五官深刻，瞳孔颜色略浅，有一半的南蛮血统，正是当初睡银案时在府衙后堂见到的那位银罗。又见面了。李玉春颔首，眼神里没有丝毫热络。2位银罗坐在桌后，神态严肃，目光锐利地审视着许七安。我问你答，若是说谎，大刑伺候。那位陌生的银罗沉声道。是。许七安心里一沉，这2位完全是看犯人的眼神。李玉春皱了皱眉，回答问题之前，先整理衣冠，这是最基本的礼仪。许七安才发现自己的衣襟过于松散，不够对称，是马车上偷偷掏银票造成的。等他紧好衣襟，李玉春神色微松，像是解开了一桩心事。那位面生的银罗问道：“你知道睡银案的幕后主使是前周侍郎吗？”许七安如实回答：“听司天监的采薇姑娘说起过。”那你知道周丽对付你也是出于报复？想到了。许七安牢记眯眯眼青年的告诫，该说的绝不隐瞒。那天司天监白衣们冲入刑部救他，众目睽睽，无法否认，不如大方承认，显得风光霁月。你知道周丽想置你于死地吗？知道。所以为了不被周家报复，你绑架了威武侯的庶女，嫁祸给周丽。那位陌生的银罗眼神犀利的光芒一闪，果然是为了这件事。许七安丝毫不慌，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茫然和被冤枉的惊慌。大人说的话，小人听不懂。威武侯庶女被劫持那日，你未在长乐县衙门当值，去了何处？小人勾栏听取去了。小人的确渎职，时常偷溜去勾栏听取。这一点，王捕头等虚吏可以为他作证，因为大伙都是这么摸鱼的。何况我长乐县的快手矿班逛勾栏，与你们打更人有何干系？那你怎么解释评书的事？衙门发放评书的记录里，多次显示你去了内城。李玉春沉声道：“小人冤枉。”许七安瞪大眼睛，激动地为自己辩护：“小人从未去过内城，从未在衙门取过评书。他们在诓我进内城都是托人办的评书，手脚干净着呢。而委托人是杨凌，和我许七安有什么关系？”2位银罗审问了片刻，没有从许七安的话语里抓住任何蛛丝马迹。他们相视一眼，似乎有些诧异。论其审问技巧，我也是专业的。许七安松了口气，目光瞥见刑具，心里又是一紧。李玉春叹口气：“不错，如果不是我们提前掌握了证据，光凭刚才的对话，说不准已经相信你了。又是在诓我，语气还很有把握似的。”许七安面无表情。作为警校毕业，在警局工作过几年的专业人员，许七安有信心应对各种审问，除非对方屈打成招，那是另一回事。周侍郎已经倒台，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相信打更人不会过分为难。那位面生的银罗从兜里掏出小本子，打开看了许七安一眼，照着本子念：10月初1，壬戌日，许七安自云陆书院返回，与宝器宣购金步摇2只，途中遭人跟踪，疑似州府的人。当晚，吴京退州府刺客。10月初2，癸亥日，乙女卷至云陆书院避祸。10月初5，丙寅日，进内城，入教方司。留宿引梅小阁一夜，赠福香，疑似许七安所作。10月初7，戊辰日，驾马车冲撞威武侯庶女，以未知手段劫走威武侯庶女。面生银罗合上小本子，嘲讽地看了眼许七安，嗤笑一声。许七安身体一寸寸发凉，像是寒冬腊月里缺乏裹身衣物，缓缓打了个寒战。打更人在跟踪我，在我去书院那天就跟踪我了，这些天所有的谋划都被打更人看在眼里。完了，
为什么打更人会跟踪我？我只是个小快手，这不合理。许七安在心里愤怒地咆哮，他感觉到了深渊般的绝望。构陷户部侍郎，劫持侯爵女儿，两桩罪加起来足够满门抄斩。云麓书院的大儒救不了他，司天监的白衣救不了他，没人能救他。我的脚手收拾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定罪的证据，但跟踪我的打更人全程目睹了我的谋划，人算不如天算。许七安额头沁出了豆大的冷汗，在两位银罗戏谑阴冷的注视中，缓缓划过脸颊，滴落在地。等等，他忽然注意到一个不合理的细节，既然打更人目睹了全过程，为什么不揭穿他？只要把本子递交上去，周丽就能脱罪，而挥向许家的屠刀在迟到1个半月后再次落下。为什么要等到周侍郎倒台之后才请他过来喝茶？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连带着各种负面情绪一起吐出来，低眉顺眼。小人认罪，一切都是小人干的，两位大人如何处置？悉听尊便。那位面容严肃的银罗挑了挑眉，与李玉春对视一眼，两人露出了笑容。很聪明，非常敏锐。李玉春笑道，刚才是为了试探你，如果你在审问中露出破绽，或者在铁证面前被摧垮心智，那么迎接你的是真正的制裁。顿了顿，他收敛了严肃的脸色，笑容愈发轻松。而现在迎接你的是打更人的邀请。打更人的邀请？邀请我？许七安一时难以置信，他保持沉默，没有急着开口。你是个人才，当时在府衙后堂我就已经确认，只是打更人有规矩，练气劲是底线。李玉春换了个很随意的坐姿，不像刚才那样咄咄逼人，道，作为大凤的守护者，陛下的保卫者，要求高一些是正常的，但你用自己的本事证明了你，即使是练精进，打更人也愿意招揽你。是因为我的手段够脏，心思够缜密，所以破格录取。对，这个一半南蛮血统的银罗，在破解睡鹰案时就表示很欣赏我。那位脸色严肃的银罗补充道，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长公主推荐了你。长公主？许七安又是一惊，长公主是哪位？她为什么要推荐？我根本不认识她。我确实在云麓书院里听说过她，但我们从未见过，她为何向打更人推举我？许七安满肚子的困惑与不解，两位银罗似乎没有为他解惑的打算，也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除了这些，两位大人不举报我的原因是？李玉春笑道，你应该知道打更人的职责，监察百官，贪墨国库钱粮的周侍郎与打更人不是一个阵营，甚至周侍郎的倒台也有打更人组织在推波助澜。许七安恍然，周侍郎迟早要完，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对付他，只是你的小小计谋帮我们加快了进度。那位脸色严肃的银罗说道。李玉春看了他一眼，道，孙大人，按照之前约定好的，这个人我收下，请给我们一点交谈的空间。姓孙的银罗不走，而是凝视着许七安。你有选择的权利，跟他还是跟我？我们两人之间的权力差别不大，但他这个人死认理，不知变通，跟着他的铜锣过的一般，而跟着我的铜锣，最多3年就能在内城买一栋还算不错的小院。工作3年，首度1套房，还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许七安委婉地拒绝了孙银罗的招揽，道，当初睡银案时，李大人给了我将功赎过的机会，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我想在他手底下做事，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他不愿违背本心，做太多捞偏门的勾当。孙银罗微微点头，赞许道，懂得知恩图报是好事。他毫不留恋地出去了。等门关上，李玉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温和地笑道，坐，自我介绍一下，本官李玉春，以后是你的头儿，你可以直接这么称呼，如果觉得不习惯，喊李大人也可以。喊你春哥行不行？许七安入座，略有拘谨地喊了声，李大人在我麾下做事，要无愧于心，这点你切记。李玉春告诫一句后，开始介绍打更人组织。在打更人里，最底层的是白役，没有编制，干的是杂活。其次是铜锣，是正经的打更人，至少是练气劲，月俸5两银子20米。往上就是银锣，享百户待遇。银锣之上是金锣，是最高层次的职位。大凤京城只有10位金锣，直接听令于魏公。许七安点点头，这些常识他是知道的。那魏渊是打更人组织的一把手，打更人的职责监察百官，守护京城，具体业务你往后慢慢熟悉。李玉春审视着许七安，你现在是练精进巅峰，我有2个建议：一，慢慢积累功勋，等待机会；二，支付400两银子，我帮你开天门。许七安毫不犹豫，我选第2个。李玉春眯了眯眼，挺富有的嘛，司天监的采薇姑娘借给我的。许七安脸不红心不跳的把锅甩给大眼美人。李玉春点了点头，我先安排你更改户籍，办理相关手续。他说完就出门了。过了一阵，领着眯眯眼青年和不苟言笑的青年进来。宋霆锋，笑起来就眯眼睛的男人自我介绍，上下打量许七安。你可以啊，
进来一趟，成同僚了。朱广孝不苟言笑的青年说完，便不再说话。许七安跟着两人去办理入职手续，路上宋霆锋语气随意的聊天，跟着李头做事总体上比较轻松，没那么多勾心斗角的破事。坏处就是捞钱的时候要谨慎，小贪无所谓，不要太过分。那你能把30两银子还我吗？许七安真诚地凝视着他。宋霆锋回以更真诚的眼神。我什么时候收过你的钱？贱人！许七安咧嘴笑。哦，是我记错了。对了，我们今晚准备去教坊司，一起吗？宋霆锋发来邀请。我最讨厌这种腐朽的官场交际。许七安展颜一笑。好。办理完手续后，宋霆锋带着他朝衙门深处走去，边走边解释。入职打更人后，还有一项流程，测试资质。测试资质。许七安脑补了手按在水晶石上测试斗气段位的画面。是为公定的规矩设立的流程。宋霆锋说道。分别是智、力以及问心。说着，他们来到一座阁楼前，迈过高高的门槛，进入1楼大厅。承重柱上挂着2句诗：愿以身心奉沙尘，不为自身求利益。这是魏公写的，用来警醒告诫我们。宋霆锋说道。很显然这并没有什么用。许七安斜了他一眼，话有所指。宋霆锋假装听不懂，带着他往里走。你现在是炼金境，战力就不需要测了，先测试智力。他招来阁楼内的吏员，吩咐下去。片刻后，2名吏员进来，手里各捧一只锦盒。宋霆锋笑道。他们2人手里的锦盒，一只里面是空的，一只里面有东西。你可以挑选其中1人询问，但只能问1个问题。而他们之中有1个人只说假话，1个只说真话。宋霆锋嘿了一声。你有1炷香的时间去思考，我不能给你任何提示。朱广孝言简意赅地提醒道。这个问题很难，你仔细想。宋霆锋点点头。虽然魏公说这只是小游戏，但能猜对的人很少。我虽然事后悟透了，但已经过了1炷香的时间。据说只有金罗大人们才能在20息之内悟透这题。吏员点了1根香，摆在旁侧。这种简单的逻辑题，我上辈子不知道啃过多少。许七安扭头问左边的吏员：如果你是他，你会告诉我什么？那吏员有点懵，似乎没想到许七安会问这样的问题，思考了好一会儿，闷声道：没有东西。许七安点点头，伸手按在右边衙役手里的锦盒。东西在这只锦盒里。宋霆锋张了张嘴，脸色僵硬地看向面瘫同伴。多久？朱广孝语气有些郁闷。不算吏员愣神的功夫，12息。空气沉默了1秒，宋霆锋拱了拱手，无奈摇头。你能破税银案，不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他是知道许七安这号人物的。李玉春是税银案的主审官之一，当时宋霆锋和朱广孝就在外面累死累活的追踪不存在的妖物。税银案破了之后，作为案件的参与者，他自然就知道许七安的存在。问新官在楼上，你从这里上楼，一直走到顶层就成。宋霆锋把他带到楼梯口，指了指楼上。这一关没有要求，但你要记住，随心而走，过于做作的话，评分会降低。评分有什么用？许七安反问。你盗测资质是为什么？评分4等，甲乙丙丁，资质越好，自然越容易被栽培。宋霆锋扬了扬下巴。我是乙。朱广孝闷声道。我是丙。我是个大壮丁。许七安默默地玩了个梗，独自登楼。来到2楼时，他看见正对楼梯的红漆柱上挂着一面古朴铜镜，镜子里映照出他的身影。许七安没来由地心悸了一下，浑身肌肉不受控制的紧绷，继而缓缓放松，内心杂念沉淀，心境平和，放下了所有功名利禄以及私欲。这镜子有问题，这个念头刚闪过，便沉淀在心底，不去在意。强行进入贤者时间，这个念头也随之沉淀。他脚步轻松地转过拐角，来到2楼大厅。这里供奉着一尊佛陀，体态丰富，宝相庄严，香案上摆着贡品，香火袅袅。佛前站着一位吏员，看着他。许七安脸色平静地端详了几眼佛像，便不再去看，朝着第3层的楼梯走去。吏员目送他的背影离开，低头在纸上书写，似在评价第3层供奉的是道尊，身穿道袍，手持木剑，脚踏祥云。法像前同样有一位吏员，静静地看着许七安的到来。等许七安随意打量几眼就转身离去后，吏员同样提笔在桌案铺开的纸张上写评价。第4层供奉的是儒家圣人，穿如山，戴如冠，眺望远方。圣人泥塑前依旧站着吏员，静静地看着许七安。这座圣人雕塑与云麓书院的如出一辙，许七安心里作此感慨，毫不留恋地走人了。他来到了最高层，第5层。第5层供奉的是一位身穿黄袍的男子，他巍然而立，双手拄着一柄剑，剑眉星目，气势凛然。许七安不认识这位，但那一身明黄色的龙袍说明了一切。大凤王朝的某位君王，或者
开国大帝。走到这里，他忽然明悟了问心观的真正含义，测资质只是一部分，真正的含义是测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那面镜子的作用是让人无法做出违背心意的举动，故意上香礼拜。糟糕，我没有礼佛，没有拜道尊，没有拜圣人，这说明我是个不敬神不礼佛不屑四书五经的人。这些都没关系，但第5层的这位我一定要拜，不拜我就完蛋了。一个无君无父无视神佛的人是不容于这个时代的。打更人是什么组织？是隶属于皇帝的间谍护卫机构，他可以不敬三教，但不能不忠于皇帝。所以问心观是一次道德品质的筛选。许七安无疑是不合格的，他一口气上5楼，没一个拜的。我这种人间之蟹会被踢出打更人衙门的吧？这就罢了，关键是打更人知道我陷害周丽的罪行，谁知道会不会因此翻旧账？这些念头逐一闪过，继而沉淀，自动忽略。许七安焦急地对抗着贤者模式，强迫自己去叩拜君王，两股意识疯狂对抗，身躯僵硬，肌肉痉挛发抖。后立在君王向前的丽媛观察了许七安片刻，掠过他下楼去了。几分钟后，丽媛返回，许七安还站在原地，浑身僵硬着颤抖，像是手脚抽筋一般。那位丽媛像是打量珍稀动物一样打量许七安，低声道：“我已经与楼下的同僚交换过评价了。”丽媛继续说：“魏公设立问心观时有过一个交代，倘若有人连续5楼不叩不拜，那定是十恶不赦之徒。哥，再给一次机会。”许七安内心焦急万分，于是魏公又给了一个机会，单独设立了第6关，只是那一关从未有人去过。丽媛神奇地打量许七安：“你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你放松身体，别抽筋了。”他说。许七安不再与内心的贤者模式对抗，调整呼吸，成功让肌肉不再抽搐。这时才发现脊背已经湿透了。他跟着丽媛绕过君王雕像，去了更深处的区域。镂空的窗户里洒落斑驳的阳光，细细碎碎地照亮屋中的木台，木台上刻着一行诗：杀尽敌酋100万兵，腰间宝剑血犹新，归来手持黄金锏，满朝文武未敢言。小诗写的还挺霸气，给我看诗是什么意思？许七安侧头看了眼沉默不语的丽媛，本来想色点银票，从他那里套取信息，转念一想，区区一个丽媛懂那位权柄滔天的宦官心意？不可能吧？别把自己给带歪了，反而死路一条。斗诗？不可能，主题显然不是比拼诗才。问心观与思想品德有关，得从这方面着手。既然是考验思想品德，那魏渊放这首诗在这里干什么？许七安摒除杂念，积极开动脑筋。第6关就是给我这种无君无师、不敬神不礼佛的唯物主义者安排的，相当于是最后一个机会。那自然是想从我这里挖掘出一些珍贵的思想品德。如果我没有，那就死定了。珍贵的思想品德，豁然间，许七安想到了1楼大厅里的那副帘子：愿以身心奉尘沙，不为自身求利益。而打更人的职责是监察百官，魏渊这首诗同样有尽忠报国、威压百官的意思。想到这里，他豁然通透，明白了那位大宦官的意思。这首诗摆在这里，不是为了斗诗，而是共情。倘若那个无君无师的十恶不赦之徒真的秉性恶劣，在问心观里，他是无法对抗自己的本心，强行写出共情诗的。反之，说明他还有珍贵的品德在身，魏渊愿意给一次机会。许七安叹息般的吐出一口气，伸出手，笔墨伺候。丽媛递来毛笔，在木台上铺好宣纸。许七安笔悬于纸上，闭上了眼睛。我虽然心中无君，亦不屑敬神礼佛，是个地道的唯物主义者，但我非十恶不赦之徒，我心有正义，脚下有原则。我从未鱼肉百姓，从未依仗虚立身份敲诈勒索，即使这是社会常态，即使我曾拼命想赚钱。你要共情，我便赋诗一首，如你所愿。许七安落笔，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以丑陋的字体写下：尔时尔路，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丽媛神色恍惚地看着纸张上的4句话，他收了宣纸，认认真真地盯着许七安看了一会儿，道：问心关已经结束，大人自便，只是结果出来前莫要离开衙门。每一位打更人的资质都需魏公亲自裁定，小人这就给魏公送去。他几乎是以跑的方式离开了楼层，楼梯里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迅速远去。许七安感觉自己虚脱了一般，扶着木台喘息片刻，也跟着下楼。宋霆锋和朱广孝在1楼等着他这位同僚，见许七安下楼，笑着招了招手，跪了几次。他笑眯眯的模样像是只狐狸。下楼的丽媛没有告诉他过程和结果。许七安张了张嘴，最后选择了沉默。朱广孝不苟言笑的脸上2条眉毛微微一皱：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何止不太好，我感觉自己在生死边缘徘徊2回了，比过山车还刺激。许七安心累的摇摇头，说道：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喝茶，休息一下。
宋霆锋笑眯眯地挑一挑眉，再给你请个勾栏女子，敲肩揉腿，你就像个在天桥底下说相声的。许七安笑着点头。去教坊司请福香花魁。宋霆锋一愣，哈哈大笑。这个梦，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打更人衙门最高的建筑是中庭的浩气楼，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下4层外有回廊，5、6层的回廊可做瞭望厅，俯瞰整个打更人衙门。那位被江湖人称作魏青衣的大宦官便住在楼里。7楼的茶室，软榻上身穿青衣的男人半倚着，手里握着一卷书，天青色的衣衫绣着繁复的云纹，做工精细考究，乌发用玉簪束着，鬓角双白，脸盘白净无须，双眼深沉，内蕴岁月洗涤出的沧桑。魏渊是个气质与外貌俱全的男人，儒雅清俊，深沉内敛。茶室里还有2个人陪着魏渊饮茶看书的，是个一本正经的严肃男人，五官僵硬如雕刻，不见丝毫情绪。另一人气质阴柔，容貌俊美，丹凤眼，柳叶眉，嘴唇薄而红润，乍一看让人怀疑是女扮男装。那位气质阴柔的男子站在瞭望亭，沐浴着暖融融的阳光，单手按在腰间悬挂的刀柄上，道：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在此处看风景不比躲在室内看书更有意思。魏渊放下手中书卷，笑道：能看的书越来越少了。我近来听说司天监多了一本蓝皮书，上面记载着天地万物的本质，甚是好奇。杨艳，再过1旬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通知下去，加紧内城的巡逻，缩减内城的通商。脸庞僵硬的男人了一声，气质阴柔的男子吐出一口气：义父，你真不打算争户部侍郎的位置，安插自己的人？这是必要的退让。魏青衣说了一句，目光望向茶室门口，一位蓝衣吏员低头进入。魏公，这是新晋铜锣的资质测试结果及户籍，请您评判。吏员递上一叠文书。魏渊打开户籍看了一眼，新晋铜锣叫许七安，原长乐县快班快手，父亲和叔叔都是军武出身。这些资料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因为打更人的身份特殊，必须是祖上3代以上清清白白。许七安是大凤京城人士，土生土长，所以许七安的身份是合格的。不重要的意思是每个打更人都是类似的清白身份。户籍下面压着智力考核的结果，魏渊看了一眼，嘴角勾勒起笑容。倩柔，当初你答题时用了几息？气质阴柔貌美如花的男子闻言，下巴微微一昂，15息。杨艳是19息，这位新晋铜锣是12息。12息，气质阴柔的男子挑了挑眉，傲然评价道：还不错。面容僵硬的男人脸上不见表情，道：能在短时间内勘破税银案，这份才智不奇怪。魏渊笑了，目光盯着后续的备注，补充道：捧核的吏员愣了5息左右。不可能。气质阴柔的男子蓦然回身走进了茶室。杨艳皱了皱眉，也就是说思考的时间只有7息，何等敏锐的思维。杨艳起身抱拳道：义父，这人给我吧，是在你名下，他跟着银罗李玉春。魏渊放下茶盏，望向气质阴柔的男子：你们见过他？那天在司天监。司天监，气质阴柔的男子沉吟几秒，沈笑道：他呀，口出狂言的小子。杨艳一听这位新晋铜锣在李玉春手底下做事，满意的点了点头。每位金锣都管着7位银锣，李玉春就是他麾下的。义父，战力如何？杨艳问道。炼金巅峰，没有测试的必要。魏渊笑道：此人是长公主推举的，我瞧他心思活络，是个能做事的，就特殊他加入打更人。长公主。杨艳与气质阴柔的男子相视一眼，这个消息魏渊并没有告诉他们。魏渊继续浏览问新官的考核结果，渐渐的他温和的表情变得严肃，深邃的眸光变得锐利。杨艳挺直腰杆，望向纸张。气质阴柔的男子则大大咧咧地走到魏青衣身边，探头一看，顿时笑了。竟是个比我还狂的小子，义父怎么处置？笑容里带着幸灾乐祸。魏渊抽出最底下那张纸，纸张写着丑陋的字体：尔时尔路，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魏青衣的瞳孔倏地凝固，凝视着2段话，许久都没有开口说话。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杨艳重复着这句话。气质阴柔的男子眸光微闪，从短暂的惊愕中恢复，注意力与面瘫杨艳正好相反。尔时尔路，民脂民膏，所以这位小快手觉得自己吃的是百姓的脂膏，而不是帝王家的。杨艳想了想，问道：义父觉得呢？魏渊反问：你觉得呢？杨艳斟酌道：识君之路，担君之忧。言下之意便是不认同那句话。魏渊点点头，等将来有朝一日，那小铜锣升到了金锣，你自己与他辩论去吧。阴柔男子眉梢一扬：义父觉得
那小子将来能成为金罗。只要他是武夫，那就没有问题。魏渊笑容温和，三教各有规矩，术士受人间气运拖累，巫蛊亦然，当世之中唯有武夫最纯粹。我虽厌恶武者以力犯境，却也不得不承认，越是桀骜的武者，越能勇猛精进，心中无所敬，无所畏，才敢颠倒乾坤。说到这里，魏渊从桌案下取出一块新的砚台，倒入朱砂和清水，研成红墨，毛笔蘸了蘸，在户籍上写了甲上二字，桀骜不驯为武夫，胸怀天下为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甲上，打庚人建立以来，得此评价者，屈指可数。某间密室，李玉春指着木桶道：脱光衣服，坐进去。终于要踏入炼气境了，许七安按捺住内心的激动，瞄了眼气味刺鼻的浴桶，盛满了墨绿色的汁液。这玩意叫洗髓液，就这一桶，差不多要150两银子。快速脱掉衣服、裤子、鞋子，赤条条的坐进浴桶。李玉春道：你没有破身吧？许七安点点头。我二叔是玉刀卫百户，与我说过的，炼气境之前不能破身。他舒服的靠在浴桶里，问道：头儿，你是炼神境？李玉春嗯了一声。那炼神境后面是铜皮铁骨对吧？李玉春又嗯了一声。许七安就笑道：名字不好听，为什么不叫金刚境？铜皮铁骨过于 low 逼，会显得我们武者都是没文化的泥腿子。佛门三品叫金刚。李玉春给出解释。原来如此。许七安点点头，细心请教：头儿，天下诸多修行体系，哪个最强？李玉春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门说他们最强。那其他体系呢？其他体系都认为自己是最强的。哦，懂了。不过天下所有体系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武者最粗鄙，最上不得台面。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因为武夫只有怪力，却没有神意，还是不够花里胡哨。这只是表面，里头还有更大的秘密，涉及到修行体系的上限。许七安挺直了腰杆，试探道：头儿，能告诉我吗？李玉春大马金刀的坐在浴桶边的椅子上，颔首：这些知识你有空可以自己去藏书阁看，不过反正我要在这里盯着你，便与你说道说道。在你的认识里，一品是不是体系的极限？许七安点点头。各大修行体系的品级原本是模糊的，没有那么清晰的标准，直到圣人晚年把天下修行体系划分为9品，然后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圣人并没有把他自己划入到品级里，这是为什么？许七安问。你先听我说完。李玉春接着道：除了圣人，还有4位在品级之外，分别是古神、巫神、道尊、佛陀，他们被誉为万劫不磨，永生不死。这下许七安懂了，神佛不在品级之中，不对，这世上真的有神仙。李玉春摇头，不清楚。许七安想了想，给出猜测：我听说圣人只活了82，按照头儿你的说法，他应该长生不死才对，所以其中有夸大的成分。这个问题李玉春无法回答，因为没有答案。自古以来，先人的传说渊源流传，长生不死更是每一位君王的毕生心愿。但谁敢说自己见过先人其他体系都有超越品级的存在？但武夫没有，一品武夫就是当世之最。李玉春把话题带了回来，所以大家都觉得武夫是粗鄙的体系。许七安忽然注意到一个问题：不对啊，司天监的术士也没有。李玉春点点头，但不可否认，术士是所有体系中贡献最大的。这个知识点许七安知道。术士9品是医者，妙手回春，救死扶伤；术士7品是风水师，堪舆地形，为百姓和王公贵族选墓地、布置家宅，做出卓越贡献；术士6品炼金术师，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满足了老百姓物质需求，对这个时代的工业以及手工业做出巨大贡献。宋清同学是其中翘楚，他为人寿事业呕心沥血。许七安觉得自己还是穿越的早了，再缓几十年，说不定能写一本异界风俗 X 评鉴指南。此外，许七安还知道司天监的术士负责更新制定黄历，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黄历太重要了，直接关乎田地收成。相比起其他体系，术士简直是为国为民的榜样，为文明的进步添砖加瓦。头儿，我突然开始疼了。许七安皱了皱眉，药水浸润毛孔，像是一根根细密的针，让他浑身都在刺痛。疼就对了，洗精伐髓。李玉春道：再过1炷香，你会感觉自己正被千刀万剐，那时候就是我为你开天门的时候，你可以说话，分散注意力。许七安点点头。所以我们的皇帝陛下20几年来潜心修道，是为了长生不死。当今圣上封了一位绝色道姑为国师，潜心求道20几年，是举国上下皆知的事。
甚至有落魄文人写了皇帝陛下与绝色道姑双修艳史，结局当然是被河蟹神兽制裁了。可是武夫虽然没有超越品级的存在，但应该能延年益寿吧？潜心修武就好了，何必追逐虚无缥缈的长生呢？对于许七安的观点，李玉春反问道：“你炼金用了多久？”17年。许七安说，他整整卡在炼金巅峰2年，慢了些。拥有充足资源的世家子弟，16岁左右就能炼金巅峰，考虑到身体发育问题，15岁是极限。李玉春说道：“但是，就算是那些世家子弟，也未必能顺利踏入炼气境，因为除了每日打熬体魄的毅力，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美色这一关。越是钟鸣鼎食，越容易陷在美色里。而炼金境只是武夫体系的初始，你可以想象，要达到高品境界，延年益寿，这有多难？我懂。那福香姑娘肯定早晚骂我一遍禽兽不如，我今晚就叫她知道什么叫做一条鞭法。”许七安深有同感，原主是个武痴，性格也倔强，喜欢钻牛角尖，正是这种性格的人才能日复一日的打磨身体，为武夫之道打下坚实基础。而就算是这样，原主每天还得与自己的双手做激烈抗争，不给左右手装逼的机会换成许七安自己，他可不保证自己能坚持这么多年，更不保证能在美色面前坚守本心。毕竟男人虽然平时思考时用的是上面的头，但某些时候下面那个木有脑子的头才是本体。渐渐的，许七安谈话的兴致越来越淡，即使说的都是他感兴趣的修行知识，他的眉头越皱越深，疼痛快超过他忍耐极限。差不多可以了，药浴的作用是刺激你的身体，让沉睡的气机觉醒。李玉春起身，单手按在许七安头顶，沉声道：“开天门是很困难的事情，资质好的，我只需要运转气机在你体内走3个周天，你就能自己寻出气感，从此内外交感。那资质差的呢？”许七安担忧地问。资质越差，气机运转的次数就越多，而正常人的极限是9个周天。也就是说，如果第8个周天你还无法自寻气感，那你就不适合武夫这条路。李玉春凝视着他：“我很期待你的资质。”说完，他闭上眼睛，不再交谈。紧接着，许七安感觉一股暖流从头顶百会穴灌入，下沉丹田，游走4肢百骸，身体似乎马上记住了运转路线。走完1个周天后，自行激荡起气机，摆脱了陪跑，自己单飞去了。李玉春睁开眼睛，略带茫然的眼神看着浴桶里的小老弟。许七安回了个茫然的眼神，好像蛮简单的。李玉春，你自己运转几个周天试试，我看看情况。李玉春只能这么说。3周天运转结束，许七安睁开眼，他没有镜子，所以看不见踏入炼气境带来的细微变化。首先，双眼更加明亮有神，如含星子，单单是眼睛上的改变就足以让他的魅力更上一层楼。其次，气质变得更加厚重、内敛、渊庭月至。最后是皮肤，药水浸泡皮肤，刺激毛孔，排出了潜藏在毛孔里的杂质，比如黑头。通红的皮肤透着一种娇嫩的感觉，感觉身体里新生的力量在四处乱窜。许七安舒展4肢，抬手隔空一掌打在窗户上，格子窗砰一声裂开，气机外放，这是炼气境初期的神意。若是刚才手握刀剑，许七安就能催发刀气或剑气，当然威力不会很大，毕竟他刚入炼气境。像二叔那种炼气境巅峰，可以一刀劈断墙壁，也可以隔空御物。很好。李玉春面无表情，微微点头。你继续运转周天，搬运是强大气机的修炼法门，同时也不能松懈对体魄的打磨。说完，他离开了密室，走出房门的一瞬间，春哥满脑子不可能的念头。李玉春扭头看了眼裂开的窗户，嘴角一抽，绝世天才，这么轻易给我遇上了吧？对了，他的资质测试已经结束，我去问问魏公评了几等。如果适宜，凭着1周天就自寻气感的天资，已经能加到以上，这样一来，相应的资源就会增加。如果是以上，没准能晋升甲等，甲等可是金罗的资质，他会成为打更人重点培养对象。他没有经历过战力考核，以上是不可能的，我想多了。出了院子，他直接走向打更人衙门中庭那座高耸的好气楼。经过楼内吏员的通传后，李玉春来到了第7层，看见了自己的直属上司以及上司的上司。杨艳朝他微微颔首，阴柔男子则没啥兴趣的扭头眺望楼外风景。魏公，他弯腰90度，态度谦卑。正说到你呢，幸运的得了一位人才。魏渊笑容温和。幸运的得了一位人才，这指的应该是许七安。魏公对他竟如此褒奖，可我还没有把运转1周天的事情告诉他。李玉春心里闪过疑惑，恭恭敬敬地说道：“小人想知道许七安的评级，顺便向魏公禀报一件小事。你收他在麾下，确实该知道他的评级。”魏渊语气温和，但不要想太多，也别太在意，平常心就好。当然，
也记得不要到处宣扬。前一句话还好好的，后一句话让李玉春有些困惑。魏公是什么意思？保持平常心，别太在意，是说许七安的评级太低，让我不要因此对他产生厌烦、轻慢等情绪。可是为什么告诫我不要宣扬？以魏公的身份，不该对一个小小铜锣如此爱护。李玉春微微皱眉，猜不透大宦官的意思。这时魏渊翻开户籍，往桌案边缘一推，自己看。李玉春目光随之落在户籍上，看到了鲜红的2个字：假上。春哥险些失去表情管理能力，骇然道：魏公，假上？怎么可能是假上？我在打更人组织里当差10多年，从未见过有假上评价的，即使是金罗，资质也只是假而已。假上是什么概念？难怪要进我的嘴，这事要是宣扬出去，就是捧杀许七安那小子，哪个打更人能服？同时李玉春又察觉到一个不对劲的地方，资质测试有3关，分别是智、力、问心。许七安是炼金境界，战力那一关是没资格测试的，也就是说他仅凭2个测试就获得了假上的资质评价。那么如果再加上他炼气方面的天赋，评价会提高吗？已经突破魏公定下来的评级制度了吧？那魏公会不会重新给出评级，还是保持不变？想到这里，李玉春心头竟微微火热起来。魏渊合上户籍，随意道：记得守口如瓶，你有何事向我禀告？李玉春吐出一口气，措辞了一下，道：我已经为许七安开天门了，按照规矩收了他400两。魏渊道：还回去吧，假上资质的人才本就有资源倾斜，开天门还要收费，那评级还有什么意义？李玉春点了点头，魏渊看了他一眼，笑道：天资不错，几周天寻出气感。3周天便自寻气感的阴柔男子和杨艳对此比较感兴趣，也盯着李玉春。1周天，李玉春说话的时候端详3位高层的脸色，3人的表情各不相同。杨艳那张万古不变的面瘫脸罕见的出现了震惊的表情。阴柔男子从瞭望亭走入茶室，阴冷的眼神在李玉春身上一阵打量，冷笑道：不可能。他的反应最激烈，而向来儒雅温和的魏渊恍惚了一下。李玉春默默低下头，对3人的反应无比满意。下去吧。魏渊目送李玉春离开，看了眼2个义子，有什么感想？杨艳沉思一下：需要特别关照吗？魏渊摇头：无需拔苗助长，且看着吧。接着他看向阴柔男子，笑道：你与他年纪差的不大，他如今还无法与你相提并论，往后就说不准了，挺好，也让你有些动力。气质阴柔的俊美男人点了点头。李玉春从好气楼出来，沿途碰到几位银罗。李大人，什么是笑成这样？李玉春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发现自己嘴角差点裂到耳根了。小事小事。李玉春摆摆手，一边大笑一边走。许七安托人给家里带了口信，自己则留在打更人衙门，反复吐纳搬运气机。他有明显的察觉到气机的运转对身体带来的好处，让细胞愈发活跃，让精神愈发旺盛，体魄和力量都在以一种令人欣喜的状态暴涨。这种状态持续到黄昏便停滞了，意味着他踏入炼气境的福利已经结束。我现在的状态感觉能打10个以前的我。原来二叔和我切磋时根本没认真，还假装一副用心对待的姿态，要是他出全力，我恐怕会当场去世。许七安随意打了几套拳，虎虎生风，状态前所未有的好。他凝聚气机于双拳，沉腰下胯，隔空捶在地面。砰！地面发出闷响，崩裂出蛛网般的缝隙，尘埃弥漫。徐府。许新年皱着眉头在后厅来回踱步。许平志沉着脸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婶婶看了眼手，直角扭裙角，眼眶微红，秀气的眉毛紧紧蹙成一团的大女儿。察觉到母亲的注视，许灵月瘪了瘪嘴，带着哭腔喊了一句：娘，你别走来走去的，晃得我头疼。婶婶烦躁地骂了儿子一句，试探道：老爷，等消息吧，被打更人带走，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选择。许二叔沉声道。婶婶咬了咬鲜艳的唇瓣，忽然一跺脚，气道：你去跑跑，关系也比干坐着好。许新年皱眉道：跑什么关系？打更人带走大哥的目的还不知道，现在不是打点的时候，就知道惹事，就知道惹事。婶婶骂道，藏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握成拳头。这时门房老张跑了进来，人还没进前厅，声音已经传来：老爷，大郎让人带话来了。许新年最先迎上去，一家人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许灵月裙摆飞扬地扑倒门边，忐忑难安地盯着门房老张。门房老张站在厅前台阶上，说道：大郎说他已经成了打更人，今晚不回家了，莫要挂念。成了打更人，许平志和许新年猛然相视。在眯眯眼和面贪婪2位同僚的陪同下，许七安在衙门的办事处领到了一件不算合身的衣服，一块腰牌，
一面铜锣，一把制式长刀。和珅的差服大概要等2天。这面铜锣是独属于打更人的制式法器。宋廷峰嘴角嚼着糖豆，说道：“它有2个作用：一，绑在胸口能充当盾牌，护住要害，可以抵挡炼神境高手的全力一击；二，敲击锣面，震荡音波，能动摇敌人的精神，产生眩晕、头疼等负面效果。”听起来好一般。宋清送我的护心镜可是能抵挡炼神镜3次攻击，铜皮铁骨1次。咦，这不是增强版的铜锣吗？许七安心里一动。司天监出品，当然法器只有司天监的4品阵师能炼制。宋廷峰说：“你明天准时来点卯。头说你以后就跟着我们了。打更人小队最少2人，最多4人，值守京城不同区域，通常是3天轮换一次。我和广孝刚结束夜巡，最近3天都是日巡。那值守什么区域呢？”许七安有点不情愿，值夜班这种事比996福报更没人性。区域暂定，每次轮换都会随机分配区域，这是为了避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打更人踩点，坚守自盗。宋廷峰笑着说：“偷盗银子或者采花，当然这种例子很少，但不可不防。”许七安点点头，任何部门都有败类。这时一位吏员匆匆过来道：“宋大人、朱大人，李银罗传唤，春哥找我们了。”许七安随着2位同僚一起朝李玉春的办公室走去。每一位银罗都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叫做堂。这年代做办公室叫做堂。银罗等闲是不出去巡逻的，这是小片警铜锣的工作。李玉春的办公室叫春风堂，房间整洁无异味，文牍摆放整整齐齐，2个杯子的青花图案朝向都是一样的，盆栽的摆放同样如出一辙。春哥真是个精致的老男人啊！许七安扫了一眼春风堂，宽敞的堂内，李玉春坐在案前，把一份卷宗推到桌边。太康县的大黄山出现了妖物踪迹，吃了不少人，你们去跑一趟，查明情况。如果妖物境界不高，当场格杀。府衙6扇门的人会协同办案，人已经在衙门外等着了。许七安你也去积累点经验，你的战力测试不是没做吗？这就当是实战了。妖物吃人，刚一任职就碰到这事儿。我到底是欧皇还是非酋京城有2个副郭县，太康和长乐。宋廷峰展开卷宗阅读，许七安和朱广秀站在左右两边，一起盯着卷宗。卷宗内容如下：太康县北边有一座大黄山，主峰高1000多米，山脉纵横10几里，内藏丰富石灰岩，养活了周边数百上千的灰户。灰户即采制石灰的工匠。年中开始，大黄山领域的河流出了一只妖物，经常上岸吞吃活人，已经有不少灰户命丧妖物口中。缺乏详细情况，刑侦老手许七安看完卷宗，做出判断，这应该是刚上报的案子，所以需要我们去调查，完善卷宗。李玉春目光在3人身上过了一遍，脸色严肃地开口：许宁燕，佩刀往上仅2寸，铜锣绑的位置不够正，往左歪1寸。神经病啊，你强迫症晚期了吧？许七安道：是。走出春风堂，刚跨过门槛，许七安忽然感觉脚下踩了一个疙瘩，他自然而然地低头捡起来，却忽然僵住。银子更重了，走啊！宋廷峰扭头催促。哦，好。许七安把碎银揣入怀里，迈步跟上。堂内，李玉春把放在盒子里的钱袋取出来，挂在腰上，正要出门，猛地皱了皱眉，打开钱袋，倒出一堆碎银，仔细数了一遍，立刻眉头紧锁。我丢了3000银子。身为被同僚调侃和钱过不去的人，3000银子够他肉疼到天黑。3人在打更人衙门外见到了京兆府的捕快，也是3个人，为首的竟是个女子，其余2名略显年轻。京兆府俗称府衙，3位捕快的差服与许七安的快手差服相差不大，玄色为底，领口和袖口镶红色滚边，胸口绣的不是补字，而是一头威风凛凛的神兽臂案。一个练气镜，2个练精镜。许七安不动声色地观察3人。为首的女子抱了抱拳，道：3位大人，卑职吕清，我已经命人把马匹牵到城门口，咱们上马车说话。骑马是赶路，乘马车则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谈事的空间，又不耽误时间。打更人的地位高，其他衙门的捕手见到打更人，天生矮一头。不过这位练气劲的女子虽然叫着大人，态度却不卑不亢。一辆宽敞的马车停在街边，坐进去6个人也不嫌拥挤。打更人的3个人坐在同一侧，府衙的3人坐在另一侧，泾渭分明。宋廷峰笑眯眯地做了自我介绍，也介绍了朱广孝和许七安。这位你们应该不陌生，当初税银案时他就被关在府衙。京兆府的3名捕快仔细审视着许七安，自称吕清的女捕头抱拳道：久仰大名。税银案就是府衙经手的，作为府衙捕头，他记得许七安这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此人颇有能力，屡次劝说府尹大人招揽他到府衙任职，
吕钦见许七安已经成了打更人，心里惋惜的叹了口气。许七安笑着说了几句谦虚的话，隐晦的打量着女捕头。女子当捕头还是挺少见的，大凤王朝的女子不全是养在闺阁里，对于一些天赋极高的女子，各个衙门都会给予一定的栽培。这位女捕头面容姣好，大概30出头，眉毛比一般女子浓，英姿飒爽，身段曼妙中透着磁暴般的矫健，胸口鼓胀胀的，应该是穿了束胸的内衣。说起来，许七安到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当初税银案没有移交刑部，而是府衙和打更人协同办案。当初他还为此感到奇怪，因为刑部与户部的周侍郎眉来眼去，有同党，这些细节直到如今才恍然大悟。卷宗内容简陋，很多细节没有说清楚，案子是你们府衙先接手的，咱们相互交流一下。宋廷峰说道。妖物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6、7月份。女子捕头的声音略带烟嗓，很有磁性。有人看清楚妖物的模样吗？宋廷峰又问。最开始，当地的灰户时常失踪，家人找寻时在河边发现了怪物的爪印以及血迹。之后，接二连三的灰户失踪，河岸边的爪印也越来越多。当地的里长集结了灰户们，在河里撒网，打算捕杀妖物，但没有成功，渔网很轻易的就被咬破。是两栖类。许七安心道。宋廷峰听完，皱着眉头问道：我疑惑的是，6、7月份的事，为什么现在才上报？妖物只吞吃进山的灰户，没有袭击村落，所以一开始太康县令没有在意，直到死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派遣捕手联合灰户捕杀妖物，但是一无所获。吕钦在说话的时候频频看向许七安，但让他失望的是，这位破了税银案的人才一直凝眉不语。几次之后，太康县令就不愿意再管，或者说随着经查将近，他不但不处理案子，反而打算压下来。朱广孝沉声道：那为什么又上报了？吕钦沉默了一下，说道：灰户们不敢上山烧灰，但赋税依旧要缴，没有法子，便绕远路进山，避开河流。结果出了意外，那次进山烧灰的20余人再也没有回来。附近灰户实在没有办法，就告到了府衙。宋廷峰和朱广孝相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读。这时，许七安敲了敲长条凳子，看向京兆府3人，问道：有大黄山和附近村落的地图吗？带了，考虑到妖物境界未知，我们打算先自行探查，不带当地的灰户，免得出了意外，无法顾及。吕钦看向侧坐的同僚，同僚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卷图册。许七安接过地图，徐徐展开，这是一份大黄山脉的堪舆图。仔细看了片刻，许七安道：我有个猜测，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车厢一众人看了过来，宋廷峰笑得眯了眯眼。女子捕头眼睛微微一亮，端正坐姿。请说。许七安道：他袭击百姓是有规律的，或者说有很强的目的性，这或许不是一起简单的妖物作乱。吕钦皱了皱精致的眉毛，何出此言？他最开始只是吞食靠近河边的灰户，随后范围开始扩大，以河流两岸向外辐射，一直到进山吞食灰户。这并非是单纯的为了猎食。首先，大黄山这条河绵连数百里，河内不缺鱼虾，野兽的择食是根据环境来决定的，而不是自身口味。身边如果不缺食物，他绝对不会舍近求远，为了吃一口好的，特意进山猎食百姓。其次，他若是个有智慧的妖物，与野兽不同，就是喜欢吃人，那他就不会对附近的村庄视而不见。但是他没有，他只吞食进入大黄山附近的灰户。根据行为心理学分析，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驱赶。行为心理学？吕钦沉思道。划地盘。不等许七安回答，宋廷峰摇头。不，如果他拥有智慧，就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划地盘。在京城近郊划地盘，这和找死没有区别。而如果他只是凶狂的野兽，是不会做出驱赶灰户的行为。吕钦想了一会儿，瞳孔微缩。大黄山里有什么让他在乎的东西？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马车很快出了内城，几匹官用的良驹被白衣们牵着等在城门口。许七安一行人换乘快马，穿过外城的一条条街道，闹市仅用了半个时辰就离开外城。六骑立刻加快速度，火速赶往大黄山。官用的马跑的就是快，这都逼近50马了，我上辈子的马能跑这么快吗？许七安心里嘀咕。小说中常常会出现的灵气含量不同带来的差异，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因为炼气本能是一种吐纳之法。一行人在正午时抵达大黄山边缘，在官道边停下，将马绳系在路边的树干上，吃过干粮后，抄了一条羊肠小道进山。6人狂奔着赶路，1刻钟后来到了流经大黄山脚下的河流。沿河流搜寻片刻，他们找到了几个模糊的脚印，长3尺左右，宽1尺半，有4指。吕钦和2位同僚摘下背上的包裹，取出炸药包，分发给许七安3人。以爪印为中心，
我们去下流丢炸药包，你们去上游，看能不能把药物逼出河。这是早已定好的计策。大凤王朝对火药的管理非常严格，配方保密，制造火药所需的材料也全数被朝廷垄断。即使是打更人以及吕钦等府衙快手，对火药的成分也只是略知一二，还是嗅出来的。双方将炸药包点燃，投入河水。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河水溅起数丈高。很快，炸药包耗尽，一行人站在岸边，看着滚滚浊浪，等了许久，并没有见到妖物浮出河面。如果有司天监的术士帮忙就好了。许七安感慨道。望气术可以通过观测妖气来锁定妖物的位置。宋霆锋呵了一声，低声道：司天监的术士可比我们打更人更高贵，只听令于圣上，这种小案子别指望能劳动他们。司天监的术士很高贵，我怎么不觉得？你是没见过他们一脸崇敬地看着我时的表情。许七安的点点头。双方会合，宋霆锋耸耸肩，看来他是不会出来了。我的建议是进山看看，如果大黄山里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许七安补充道，先检查灰户们采集石灰岩的地区。吕清晨迎着点了点头。两拨人分批进山，一前一后，相隔数十米。宋霆锋朝着吕钦的背影努了努嘴。府衙的这位女捕头身段可了不得了，你瞧那屁股，紧致结实，双腿有力。教坊司的姑娘虽然水灵灵的，但还是太柔弱了。赞同。而且这种习武的女人有马甲线，有流畅的曲线和紧绷的大腿，没准还有浅浅的腹肌，这让我想到了我的老婆蒂法。许七安斟酌道。可她好像习惯了裹胸，这可不好，会造成胸脯变形。宋霆锋一愣，哈哈大笑。你果然也注意到了，我就缺一个像你这么有趣的同伴。朱广孝是个三棍打不出一个屁的闷葫芦。对于男人来说，聊荤话永远是一个既有趣又消磨时间的娱乐。朱广孝看了他一眼，闷声不说话。灰户主要在大黄山主峰采集，一行人远远的就看到了裸露出石块的山体，就像人脸上长了白斑。长年累月的开采，把这座高耸的主峰破坏得千疮百孔。双方在山中漫无目的的搜寻了许久，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聚在一起饮水的时候，吕钦道：大黄山不但有优质的石灰岩，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砍伐充当染料。灰户们开窑极为方便，随挖随烧，随烧随碎。山脚又有河流，漕运也方便。柴婶儿灰美，力瓣力厚。府衙的另一位捕快补充道：所以税收也重，不能采灰后就断了生路，所以告到府衙去了。许七安沉默了一下，叹息道：苛捐杂税催生流民，民脂民膏是最美味的食物。众人瞬间沉默，没人敢接茬。宋霆锋咳嗽一声，转移话题：妖物不出水，搜山的话人手不够。吕捕头，你有什么建议？虽然刚才还在缠人家的身子，但宋霆锋并不会因为这个女人胸大屁股翘而轻视她。吕钦斟酌道：我们兵分三路，两人为一组，分别去找附近村落的里长，回京城召集搜山人手。我去府尹大人那里求一求，找个司天监的术士来帮忙。那样太浪费时间了。许七安摆了摆手，说道：选一个人去找附近村落的里长，剩下的留守这里。吕钦皱了皱眉。许七安看了他一眼：如果没有收获，我负责去司天监找术士。他说的很有把握似的，司天监的术士能听他的。吕钦审视了许七安片刻，微微点头，派遣一位同伴去请人。半个时辰不到，那位炼金境巅峰的捕快带着一名老者返回。小人姓张，是大黄山外河沟村的里长。老者不太标准的行了一礼，语气激动：小人终于等到几位大人了，你们再不来，村里百姓就揭不开锅了。这事儿拖了小半年。吕钦盯着他，目光锐利，神色威严：本官问你，最后进山那10余人死在了何处？在南边。里长指着山脉南方，是从河流的反方向进去的。宋霆锋心里一动，那边也有烧灰的窑子。经过刚才的勘探，他们发现烧灰最密集的地点距离河流不远。灰户们绕路进山，肯定不敢选择这边烧灰，因为妖物一上岸，谁都逃不掉。里长点头：零星几个点儿，没有这边多，带我们去。吕钦沉声道：是。里长似乎很畏惧这个女捕头。一行人往南边走去，山路崎岖，攀登极其困难，又要顾及里长这个糟老头子，走得并不快。就是这里。李长停在羊肠小道上，指着前方，那是一片被挖掘出的空地，乱石堆积，植被遭砍伐，有几个山窟般的窑子是用来烧灰的。几人现场搜寻了一番，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里早给人清理过了。宋霆锋和吕钦相视一眼，都摇了摇头。许七安道：进窑子看一下。几人就地取材，点了火把，抽出佩刀，谨慎地进入土窑。原以为只是用来烧灰的窑子，不会太深，可走着走着，许七安等人意识到不对劲。
这哪里是窑子，分明是人口开凿出的隧道，走了一盏茶的时间才走到底。宋霆锋眯着眼道：窑子不用挖这么深，这明显是在开凿什么东西，石壁上也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吕钦招来里长，喝问道：怎么回事？里长懵了，纳道：我不知道啊。许七安举着火把观察着岩壁，又在地面上仔细勘察片刻，随手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矿石。开采的是这东西，这好像不是石灰岩吧？许七安手掌发力，气机涌动，咔嚓声里，白色矿石被他捏成了粉末。他举着火把，把粉末撒向火焰。呼！火把瞬间窜起烈焰，明黄中带着暗淡的紫色。消石！许七安瞳孔一缩，突然升起的烈焰让石窟内的众人吃了一惊，佩刀凝聚契机的声音接连传来。吕钦见是许七安搞的鬼，微带怒意：你搞什么？许七安缓缓扫过同僚们的脸，沉声道：这是消石。消石这个名称对于在场几个读书少、缺乏相关知识的武夫来说非常陌生。宋霆锋与同僚们交换眼神，皱眉问道：消石？许七安斟酌道：我换个名称，燕萧你们也会更了解一点。它是制作火药的主材料。在场每个人脸色都不受控制地变了变。火药是大凤的秘术，震慑四海诸国的手段之一，但凡与火药相关的配方、材料，大凤都管制得非常严格，主要是消石。即使是打更人，对火药的成分也一知半解。大黄山发现了消石矿，并有开采的痕迹，宋霆锋脸上再没有半点笑容，异常严肃。立刻回京城上报此事。相比起妖物作乱，消石矿的发现才是重要的事情。吕钦盯着头发花白的里长，命令道：绑起来带走。大黄山竟然存在消石矿，而身为里长说毫不知情。不管如何，都得带回去审问。两名捕快摘下腰间的绳索，将里长双手捆绑在背后，压着他往外走。里长应该是不知情的，否则不会带我们来此，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从肢体语言等细节分析，他也不像是知情人，一个没文化的老头儿，总不可能是眼帝吧？妖物驱赶挥护的原因是消石矿，可能性不大，得请专业人士来判断这里的消石矿的开采时间，才能做出判断。许七安梳着里各种念头，举着火把，刚踏出洞窟，耳边传来吕钦的尖叫声：小心！与此同时，他听见了破空的呼啸声，一道黑影从侧方激射而来，快到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砰！胸口的铜锣裂开，许七安感觉自己被高铁列车正面撞中，强大的撞击力将他震飞出去，意识瞬间陷入黑暗。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众人措手不及，各自做出不同的应对。府衙的3名捕快抽出佩刀，摘下军弩。朱广孝一个扫腿，把里长踢进石窟。宋霆锋抽刀，跟着喝道：滚进去，别出来！石窟侧面的巨石上趴着一只体长2丈的怪物，形似蝾螈，体表覆盖着厚重的甲片，额头长着尖角，琥珀色的树瞳闪烁着冰冷残暴凶光，前肢有4指，他的腮帮鼓着，仿佛藏着暗器，随时发射出来袭击。噗！一道肉眼几乎无法捕捉的黑影弹射而出，直击宋霆锋。后者眼睛一眯，身体反应超过脑子，本能的后仰，避开了穿心的一击。吕钦弓步上前，连续踏裂石块，溅起石粉，双手握刀斩击。嗡嗡，刀锋高频率的震动。叮叮叮，一连串牙酸的声音里，刀锋在舌尖砍出刺目的火星。众人这才看到，那怪物的长舌覆盖着一层细密的鳞片。怪物似乎感受到了疼痛，缩回长舌，四肢撑着庞大的身体，站在巨石居高临下的俯瞰众人。他腮帮一鼓，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厚重的嘶吼，咆哮声惊起山林间的野鸟，纷纷振翅冲天飞起。宋霆锋等人精神瞬间恍惚，后脑像是被人敲了一棒槌。炼神境，他心里一凛，强忍者眩晕，刀柄往胸口一敲，哐！铜锣嘹亮的声音犹如暮鼓晨钟，抵消了音波，带来了清明。双方摆脱恍惚状态后，立刻做出应对。吕钦一边后退，一边吩咐2名练精进巅峰的同僚：你们用军弩助阵，攻击他眼睛、下颌、口腔，这些都是相对柔软的地方。宋霆锋则摘下铜锣丢给朱广孝：你负责正面牵制，自己小心。他刚才清晰地看见许七安的铜锣破损，知道一面铜锣无法抵挡妖物的舌头。想到许七安，宋霆锋有些悲凉。虽然铜锣可以抵挡炼神境全力一击，可刚才怪物是偷袭得手，许七安毫无防备之下，也有可能被余力震碎了心脏。工龄只有1天的话，未免也太惨烈了。宋霆锋收敛情绪，拖刀狂奔，从侧面攻击怪物。蝾螈琥珀色的胸襟一动，似要转身吐舌。朱广孝抢先一步敲击锣面，震荡妖物精神，同时气机灌输刀锋，于沉沉低吼中展出浑厚刀气，
弧形刀气掠出，空气出现高温扭曲。怪物体型庞大，无法躲避，他低昂着头，用坚硬的额角硬抗刀气，接着甩动尾巴，像是背后长了眼睛，精准无误地抽打宋霆锋。宋霆锋横刀格挡，身子倒飞出去。另一边扑杀过来的吕青逮住机会，一刀捅向妖物腹部，依旧被他未卜先知般的避开。炼神境的武者妖族拥有旺盛的精神力，可以辐射四周，让周遭的景物纤毫毕现于脑内。任何跟踪、埋伏、锁定、杀意都无法逃脱炼神境武者的洞察，这是炼神境独有的神意。我的妈，差点出师位洁身先死，好不容易突破炼气，童子身还没破就殉职。许七安经历了短暂的昏厥后清醒了过来，他听着远处激烈的打斗声，没有起身，而是匍匐着前进，在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情况下爬到了某个制高点，掏出怀里的玉石小镜，扣动背面，倾倒出宋青送的军弩和石蛊毒，冷静地涂抹毒药后，他一声不吭地抬起军弩，瞄准妖物，静等机会。哐！朱广孝敲击铜锣，震荡妖物的元神，蒙蔽他的感知。许七安正要射击，那妖物忽然一个翻身，这让宋霆锋等人一愣，不知道他这般操作是几个意思。该死，偷袭对炼神境的高手不管用。知道真正原因的许七安暗骂一声，最稳妥的办法是继续等待，让宋霆锋几个工具人消耗妖物，重创他，降低他的灵觉，然后他就有机会使用这把能杀死炼神境的法器军弩，完成斩首。很快，许七安放弃了这个想法。吕青仿佛一只矫健的雌豹，两条有力的大长腿疾奔，交翅一声，终于将高频率震颤的刀尖捅入妖物腹部，鲜血浸染刀锋，如同接触到烧红的烙铁，嗤嗤作响，蒸起血烟。妖物吃痛怒吼，脑袋一歪，下颌鼓荡，破空的黑影激射而出。吕青脸色一沉，娇美的脸庞浮现惊惧，他避不开这一击。当时时，斜地里扑来一道身影，抱住女捕头丰满矫健的身躯，带着她向侧方翻滚。宋霆锋救援随之而来，在妖物柔软的腹部刺了一刀，迫使他无法追击同伴。吕青感觉自己被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抱住腰肢，身上压着男人沉重的身躯，他呼吸急促了一下，凝眸看清身上的男人，惊讶地脱口而出：“你没死？”许七安咧了咧嘴，差点，如果不是宋青给我的护心镜立功的话。吕青刚想说话，看见头顶劈下来怪物的尾巴，连忙抱住许七安，与他一起翻滚。砰！两人原先躺着的地方抽打出深深的痕迹。扯平了。许七安朝他笑了一下，两人分开，默契地配合宋霆锋围攻妖物。他放弃偷袭，选择投身战斗的原因，三位炼气境根本打不过一头炼神境的妖物，到最后只会是妖物没被磨死，许七安自己成光杆司令了。见到同伴没有殉职，朱广孝和宋霆锋眼睛一亮，暗藏喜悦。许七安从怀里摸出石蛊毒，抹在刀刃上，抛给吕青，道：“抹在刀刃上。”吕青看了他一眼，退后几步，涂抹毒药，接着抛给宋霆锋和朱广孝。宋霆锋比较倒霉，涂抹毒药时被妖物锁定袭击，长蛇擦着手臂掠过，鳞片刮擦的血肉模糊。吕青在妖物身上划了一刀，看见伤口迅速变黑，继而散发腐臭，他惊喜地看向许七安，有效。有了许七安的加入，4名炼气境联手围杀，再有2名炼金境在旁射箭干扰，优势极为明显。妖物力大无穷，蛇技无双，但庞大的体型以及身体的构造决定了他的无法像人类武者这样辗转腾挪，灵活多变。他身上的伤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小心！许七安挥舞佩刀，灌注气机，劈开妖物的甩尾，救下了以伤换伤的吕青。他的虎口瞬间崩裂，鲜血长流。他怒视吕青：“你不要命了？一个女人这么拼命？”吕青眼波凝视他一下，破天荒的有几分女子的娇气。嗷吼！妖物震荡空气，再次爆发出可怕的精神风暴。许七安等人早有准备，飞速倒退，拉开距离，避免被长蛇攻击。谁知妖物逼退众人后，身子一转，四爪如飞，逃了。他钻入林子，粗暴地撞倒一棵又一棵树，开垦出一条清晰的粗暴的路。吕青花容失色，追，不能让他跑了。妖物一旦入水，再想消灭就困难了。宋霆锋纵身跃起，踏之而行，像极了轻功超绝的武林高手。他在一棵树干用力一踏，飞到半空中，俯瞰整个林子，持刀的右手肌肉膨胀，撑裂宽松的袖管。呵，佩刀激射而出，于半空中画出一道银亮的光束。1秒之后，密林里传来了妖物痛苦的嘶吼声。宋霆锋力竭，坠入林子。朱广孝随后接力，他的轻功不如宋霆锋，但爆发力丝毫不弱，贴地狂奔，追上了妖物，暴喝着冲天而起，狠狠劈向妖物。啪！几被插着一把刀的妖物一个扫尾把他抽飞，继续逃命。
只剩下吕青和许七安在追击。磁暴般矫健的女捕头死死咬在妖物身后，没有落下，但也没有追上。很快就出了林子，追逐片刻，滔滔大河在望。扑通，妖物扎入河水中，溅起水花。英姿飒爽的女捕头失望中，余光瞥见许七安高高跃起，摘下腰间一把军弩，瞄都不瞄，潇洒的扣动扳机。箭矢射出的刹那，强大的气机波动炸开。女捕头甚至没有捕捉到箭矢的残影，耳边就传来了咻的入水声。几秒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河面泛起了血色的水，缓缓地浮上来一只体长2丈的怪物。他的死因是头部被箭矢贯穿。吕青愣愣地扭过头去，看着年轻挺拔的打更人。许七安耸耸肩，我一向运气好，他竟能预判出妖物下水后的位置，并准确射穿大脑，这份敏锐的洞察和判断力简直可怕。吕青以女子之身担任府衙捕头，力压群雄，他是骄傲的。但此时此刻，对许七安展现出的神迹，他心服口服，甘拜下风。不但实力强大，还非常谦逊低调，比那些看不起女子的男人强多了。要不是怪物受了伤，中了毒，有隔着一层水流，我未必能一箭射中他。许七安收了军弩，有些惋惜，这把弩只能射3次，耐久性太差，3次射完就沦为普通的军弩了。本该是保命的，用来对付妖物，实在是可惜了。吕青顺着他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这把外形平平无奇的军弩，这一看，顿时吃了一惊。军弩上刻着繁复玄奥的阵纹，联想到箭矢射出时激荡的气机，不难猜测这是一把法器。打更人只有铜锣是法器，他这是自己的私产。他说能请来4天剑的术士，原来不是吹嘘的。吕青对这个男人的印象再次改观，好感度提升。许七安侧了侧身，不让他继续看自己的宝贝，笑道：再不捞上来，他可就冲走了，好大一笔功劳。吕青矜持的抿嘴轻笑，点点头。两人一起入河，把怪物的尸体拖上岸。这时宋霆锋搀扶着朱广孝，摇摇晃晃地走出林子。你们杀了他！宋霆锋难掩笑意，如释重负。沉默寡言的朱广孝常常吐出一口浊气。你怎么样？许七安关切朱广孝的伤势。闷葫芦摇摇头，不碍事，只是断了2根肋骨。4人在河岸边稍作休整，2位练精进的捕快带着李长下山。李长见到妖物的尸体，又气又怕，小心翼翼上前踢了一脚，以一个糟老头子不该有的敏捷姿态逃离。等了几秒，见没有反应，放心了，冲过来一顿拳打脚踢，无能狂怒。发泄一通后，李长扑通跪下，给许七安等人磕头。许七安摆摆手，我问你，南边那个山窟什么时候开采的？李长想了想，那是以前留下的窑，南边石灰岩不多，路又不好走，很多年前就废弃了。老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采成这样的。许七安又道，那边以前经常有人走吗？李长说道，倒也不绝人迹。你直接说偶尔有人走不就成了，跟我拽什么文？许七安腹诽了一句，道，你且先回去等待府衙传唤。糟老头子刚才被朱广孝踢了一脚，受了些轻伤。许七安见他一直捂着腰部，吕青对许七安的处理方式没有异议，当即让一位同僚送李长回去，剩下的人原地吐纳调整，恢复体力，补充水分和食物。1刻钟后，3匹马拉着妖物的尸体，慢悠悠地走在官道上。路上，吕青把许七安的神操作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言语间洋溢着钦佩之色。宋霆锋策马靠近许七安，细若蚊蝇地说道，他似乎对你很有好感。许七安细声回应，你想说什么？宋霆锋说，吕捕头在京城6扇门里颇有些名气，至今尚未婚嫁，每个男人都渴望成为某条路上的独行者，不是吗？在这个时代属于大龄剩女了。许七安笑了，那你努力。宋霆锋眯着眼，叹息摇头，我这样的人只适合教坊司。许七安笑，即使你所向往的林荫小道，每个清晨和黄昏都挂满了白霜。朱广孝皱了皱眉，听不懂2位同僚在打什么机锋。对了，刚才你那一招是什么？许七安问道。笑风剑法。宋霆锋说，剑法，那刚才战斗时吕捕头切割鸡般的刀法也是一种绝学。等等，剑法。许七安目光盯着宋霆锋腰间的刀。宋霆锋耸耸肩，谁说刀不能施展剑法？是啊是啊，谁说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人？许七安心里腹诽一句，谈笑间，他们看到一群百姓从陌上走来，朝着官道这边聚集。为首的正是李长，还有那位送他回去的炼金捕快。捕快无奈的摇头，他们非要过来感谢我们。李长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高高举到许七安面前，这是我们村凑出来的所有鸡蛋，大人您收下吧。这半年来我们真的快活不下去了，如果不是几位大人替我们铲除了妖孽，说句无法无天的话，缴不起赋税，咱们只能出逃当流民去了。许七安注视着李长忐忑的眼神，
扫过灰户们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好，他笑着接过一篮子鸡蛋，挂在马鞍上。周围的百姓露出了笑容，这时候他们才敢大声议论，指着妖物的尸体喋喋不休的咒骂。我如果坚持不要，大声告诉他们，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估计会吓坏他们吧。许七安默默叹了口气。回了京城，怪物的尸体由等候在城外的府衙白役们接收，拉上板车，盖上白布，处理好痕迹后才进城。萧石矿的事情不小，得上报上去。宋廷峰嗑了枚鸡蛋，吞咽着蛋液。寄生虫警告。许七安点点头。返回打更人衙门，三人没来得及写报告，直接去了春风堂，把事情的经过告知李玉春。春哥听完，一脸郑重：“办得不错，许七安，你立大功了。”李玉春走到三人面前，亲手为他们整理着装，整整齐齐。他重新返回座位，沉吟道：“你们怎么看？”三位铜锣相视一眼。宋廷峰道：“根据许宁燕的分析，妖物是有意识的驱赶灰户，而经过我们的调查，在山里发现了消石矿，这绝对不是巧合。有没有更具体、更有力的分析结果？”李玉春反问。宋廷峰摊了摊手：“头儿，凯人我在行，办案也就一般般吧。”三人不约而同地看向许七安，李玉春目光里带着期待：“宁燕，你怎么看？”许七安推敲案件的能力，三人是有过领教的。虽然他只是个刚踏入炼气境的新人，但有他在，总觉得莫名的踏实。人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会下意识地依赖强者。许七安思考了一下，道：“那我做个补充，我现在可以肯定，妖物驱赶周边灰户的原因，就是为了独占消石矿。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是选择在大黄山流域产卵，返回京城的路人。我发现他是雄性，只是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妖物为什么会盯上消石矿？这东西除了可以用药，再就是制作火药了。当然，消石还有其他作用，只不过许七安觉得时代的代沟太深，说不如不说。”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李玉春，却愕然地发现对方吃了一惊，僵在那里，似乎想通了什么。“是妖族，是妖族。”他喃喃道。李玉春也不解释，铺开纸张，提笔疾书。宋廷峰带着许七安去了文房，填写受伤文书，写完这个，咱们可以休息2天，明天不用值班。宋廷峰说：“你要学会适当的为自己谋求利益，这就是传说中的工伤，不带薪休假。”许七安对同僚的机智深表赞同。离开文房已经是黄昏，许七安打算回家休息。宋廷峰喊住了他，道：“不是说好今晚去教坊司吗？”许七安愣了愣，旋即看向跟在宋廷峰身边的朱广孝，诧异道：“你的伤势不要紧？”朱广孝沉声道：“教坊司的女子很懂得伺候人，这是说他们会自己动。”许七安朝他拱了拱手：“的确，怎么能为了骨折这种小伤，放弃同僚之间愉悦的应酬？不回家也没关系，二叔知道打更人要职业。而婶婶，他显然不会关注我回不回家，他整天只会对着我哼哼唧唧。”今晚不回家的许七安要与2名同僚进行一场符合大凤官场风气的应酬，目的地教坊司。类似的应酬他上辈子经历过不少，只是形式从聚餐变成了逛窑子。在大凤，或者说这个时代，青楼是首选的交际场所。打更人的腰牌让他们3人在内城无事宵禁，遭遇到同为打更人的同僚，被例行问话后便睁只眼闭只眼。3人行走在教坊司的胡同里，笑起来就眯眼睛的宋廷峰道：“你以后夜巡在教坊司附近遇到同僚，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若是在其他区域遇到，最好不要松懈。你不能保证他们大半夜出行的目的是什么。我曾经听老前辈说过一个例子，曾经有位打更人与人结怨，夜里摸到人家宅子里灭门，事后怎么都查不出来，费了很大的心思才锁定同为打更人的凶手。详细情况我们打查围的时候再说。”许七安笑着点头，这些圈子里的内幕是非常宝贵的经验，遇到善妒的、喜欢勾心斗角的同僚，人家未必愿意告诉你。对了，我们去哪个院子？惜字如金的朱广孝开口。尹梅小阁，随便找一个。2个回答，前一个来自许七安，后一个是宋廷峰。朱广孝和宋廷峰一起看向许七安，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怎么想的？”宋廷峰笑着拍了拍新同事的肩膀：“福香姑娘的打茶围是10两银子，而且她极少陪客，通常连着几天都只有打茶围的客人，而没有入幕之宾。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段。饥饿营销吗？我懂。”许七安想起来了，他们2个并不知道自己设计陷害周丽的事，这种内幕自然不可能大肆宣传，也就不知道他和福香花魁曾经睡过一觉，单纯只是睡觉。朱广孝提醒道：“福香姑娘看不上我们的。”他话不多，但说的都是或中肯或善意的肺腑之言。2位同事不愿意去尹梅小阁浪费银子，许七安想了想道：“就当是去开开眼界嘛，打茶围的银子我来出。”
作为新人，请公司前辈吃海鲜是惯用的应酬手段。宋霆锋和朱广孝露出了笑容，没人会拒绝善意的请客。不多时，他们来到了影梅小阁院门口。许七安望了眼传来丝竹之音的院子，心说：我来一雪前耻了。交了打茶围的银子，进入院子，燃烧炭火的室内坐着7、8个客人，喝茶聊天，雅兴正浓。6名身穿彩衣的舞姬披着轻薄的纱裙，翩翩起舞，扭动着纤细的腰肢和丰满的臀儿。许七安扫了一圈，没看到那位在外大家闺秀，在床内媚风骚的花魁娘子。打茶围不全是行酒令，也有听曲和赏舞等节目，而花魁娘子不是每次都出场陪客人。同样的，客人也需要自由空间，行酒令固然有意思，但不利于交流私事。有些客人是结伴来，在这里喝花酒，联络感情，这时候就需要一点自由，让他们自己发挥。3人入座，宋霆锋耸耸肩，眯着眼笑。看来福香姑娘今晚不打算出来陪客。许七安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宋霆锋解释：打茶围时间有限，通常来说，一批客人最多在这里待1个时辰，要么续下一桌，要么走人。而行酒令想玩的愉快，差不多也要1个时辰。也就是说，咱们这一批是不玩行酒令了，那么福香当然就不会出现。为什么你这么懂教坊司的规矩？没少光顾吧？许七安点点头，表示学到新知识了。一支舞结束，舞伎短暂休息。一名穿淡青色如山的年轻人起身，举着杯环顾四周。杨林杨公子在吗？他一连问了3遍，无人应答，失望地坐下。邻桌一位富家翁打扮的中年人好奇地问道：兄台，这位杨林是何许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淡青色如山的年轻人微微抬起下巴：听过吗？有点印象。富家翁打扮的中年人回忆片刻。当然，此事一出，便被当下的读书人称为千古以来咏梅绝句，便是你们这些人也当听过的。穿如山的年轻人骄傲地昂起了头：只有我们读书人才能做出的佳句。富家翁打扮的中年人纳闷道：那公子为何在此地寻人？2人交谈之中，边上的酒客也纷纷停止攀谈，侧耳倾听。因为这首千古绝唱就是在影梅小阁问世的，这诗是杨林杨公子赠与福香姑娘，以梅喻人，交相辉映，当真是锦绣心思。难怪影梅小阁近来恩客如云，难怪福香姑娘总是不出面。是啊，听说福香姑娘已经轻易不陪客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好美的诗，真想见一见福香姑娘，还有那位才子。闻言，淡青色如山的年轻人扼腕叹息。那杨公子只在教坊司出现过1次，便杳无音讯。国子监派人去长月县学找他，结果查无此人，竟有这等怪事。众人大惊。淡青色如山的年轻人无奈道：我天天来影梅小阁，就是为了等他。不只是我，京城学子都想结交此人。宋霆锋啧啧道：这下可好，福香姑娘已经不是我们可以觊觎的女子了。朱广孝也叹息一声：我这算不算无形中哄抬了 AC 价？许七安心虚的低头喝茶。宋霆锋看着新同事道：可惜你破案厉害，写诗不行。你若能与那杨林一样写一首千古绝句，福香姑娘倒贴都愿意。倒贴？许七安发现了滑点。你岛坊间流传风尘女子与穷酸书生的风流韵事是凭空捏造，穷酸书生偶尔能出佳句赠与风尘女子，她就会身价大涨，这是互惠互利的好事。而那些年少出名的读书人更是风尘女子争相吹捧的对象，别说不要银子，便是倒贴也愿意的。云麓书院的子阳居士当年就颇有诗才，考中状元后在教坊司流连3月，1钱银子都没出。宋霆锋说道。朱广孝点头给予肯定。宋霆锋发现新同事瞠目结舌，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又仿佛听见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呼吸都急促了起来。一位伺候客人喝酒的丫鬟匆匆离席，盯着许七安看了几秒，露出了狂喜神色，竟撇开酒客，不顾形象地跑出了屋子。再不久，盛装打扮的花魁娘子就出场了，长长的裙摆拖曳在地，青丝间的华美首饰与姣好的容颜交相辉映，衣裙厚度恰到好处，既不显臃肿，凸显出玲珑浮凸的成熟身段，也不至于让人觉得卖弄风骚。这和许七安第一次见到她时穿衣打扮上明显更讲究了，不像是教坊司的花魁，而是有一定身份地位、艳名远播的交际花。福香娘子一双盈盈妙目在客人身上扫过，在许七安身上停顿了一下。咦，福香刚才看我了？宋霆锋微微震惊。朱广孝看了他一眼，挺直腰杆，不服气地说：是看我的。朝客人施礼后，福香声音软如地说：奴家献舞一起，为客人们注一注雅兴。客人们惊喜万分，没想到这位教坊司风头最近的花魁肯出现一见。心思敏锐的客人想得更深一些，福香花魁号称琴诗双绝，不以舞著称，
为何今日偏偏是跳舞？这身段要能给我跳一曲极乐净土就好了。许七安一边欣赏着优美的舞姿，一边浮想联翩。一曲结束，福香饮了一杯酒，脸蛋酡红的告退。宋霆锋笑道：“值了。”朱广孝点点头。宋霆锋端起酒杯，朝许七安示意：“福香姑娘很少跳舞，弹琴倒是经常。你出来叫方司，能见到她的舞，这银子花的值。”许七安举杯回敬：“今晚要能宿在他屋子就好了。”宋霆锋哈哈大笑，朱广孝微微摇头。宋霆锋刚笑完，就看见一位丫鬟走了过来，道：“杨公子，我家娘子请你入屋喝茶。”宋霆锋和朱广孝茫然地看着许七安，脸上表情一点点僵硬。许七安拍了拍他肩膀：“明日卯时，院门口不见不散。”哐！那位穿淡青色如山的读书人猛地从案前站起身，露出震惊狂喜之色，高呼道：“杨公子，你是杨凌，你就是杨凌。杨兄，杨兄，在下杜英。”许七安停住，朝他拱手，跟着丫鬟离开。杨凌，满屋子的酒客瞪大眼睛，几个穿如山的读书人狂喜。宋霆锋和朱广孝无声对视。温暖如春的卧室，屏风后的浴桶，许七安泡在浮满花瓣的热水里，舒服地吐出一口气。披轻纱，肌肤白皙，身材出众的福香跪坐在浴桶边服侍，柔软的小手在他身上揉搓。几日不见，公子愈发神俊。花魁娘子欣赏着许七安强健的身躯，亮晶晶的眸子快移不开了。之前的许七安五官俊朗，也算是不错，今日重逢，明明外表没有变化，却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只要你喜欢，我的改变就是值得的。许七安扬了一下眉毛。福香俏脸一红，有些羞怯的欣喜。他神色幽怨道：“竟会说些好听的哄骗奴家，公子明明是瞧不上我的，哪有男人能抱着他一整晚什么都不做的？”花魁娘子第二天醒来，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那天比较累，许七安心说这话听起来就像40-50岁的老男人的借口。他当即岔开话题，问道：“冷不冷？”花魁娘子立刻点头，委屈道：“冷。”许七安把他拉进浴桶，扑通，猝不及防的尖叫。福香趴在许七安怀里撒娇道：“讨厌。”他坐在许七安肚子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向他讨教诗词。许七安虽是个水货，但肚子里记的诗词多，偶尔蹦出几句，就让花魁兴奋得面红耳赤。对了，周侍郎罢官流放的事儿，杨公子听说了吗？他状似随意的一句话，让许七安心生警惕。听说了，似乎是被威武侯弹劾了。许七安道。花魁娘子抬起妩媚多情的俏脸，凝视着他，轻笑道：“似乎是因为那位周公子贼心不死，劫持了威武侯的庶女，所以说美色是刮骨刀啊。”许七安半惊讶半感慨地说：“作为刑侦老手，没有人能轻易从他这里套取信息。不过福香可能心里起疑了，哪有这要巧的事？那天刚刚说完陈年往事，周丽就真的对威武侯庶女出手。未必是疑心，但肯定有好奇心。我得增强这个女人对我的好感，让她打心底倾向我，免得哪天对某位官员说起了我的事。刚才看姑娘跳舞，心里忽然有所触动，偶得几句，许七安搂着美人的香肩，吟到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花魁娘子眼里蓄了泪水，低声哭泣：“公子是在戳奴家心窝吗？公子好狠的心！”这天晚上，花魁娘子的床一直摇到半夜。第二天卯时，许七安在略显憔悴的美人服侍下，穿戴好衣冠，用了早膳，告别含情脉脉的福香。伺候福香的大丫鬟今早看他时，那崇拜的眼神让许七安春风得意。出了影梅小阁的院子，在门口看见精神抖擞的两位同僚，果然没有问我要银子。奈何美人恩重，许七安语气轻快的道：“早啊，两位。”三人并肩离开教坊司的胡同。临别时，宋霆锋眯了眯眼，忍不住问道：“福香姑娘如何？”沉默寡言的朱广孝也看了过来。许七安目视前方，带着3分桀骜3分痞气，嘴角一扬：“很润。”在内城买了几匹绸缎，租一辆马车赶回许府。许二叔今天请假，留在家里等他消息。许新年也没有读书，没心情，直到许七安让下人搬着绸缎回来，一家人才如释重负。许七安没有解释太多，指着绸缎笑道：“给婶婶和妹妹们做衣裳的。”婶婶心里憋着气呢，抬了抬雪白尖翘的下颌，哼了一声。小豆丁拉着他的裤脚要往上爬，嘴里嚷嚷：“大哥大哥，我看到姐姐昨天偷偷躲着哭呢。”瓜子脸的许灵月面红耳赤，当着家人的面不好表现得太亲密。许七安朝美丽少女笑了笑，然后踢毽子似的把小豆丁踢在空中，探手抱住。婶婶给吓了一跳，小豆丁则没心没肺的咯咯大笑。二叔一愣：“你踏入练气境了？”得到许七安的肯定后，二叔露出了老父亲般的欣慰笑容。书房里，
许七安简单的向二叔和二郎解释了事情的经过，父子俩都是一阵后怕。许新年审视着堂哥，长公主为什么会派人跟踪你？我也想知道。许七安给出猜测，也许是那天在书院的外人里，只有我。亚圣学宫发生异象的当天，长公主也在学院里，不可能不关注此事。如此一来，监视一下当日唯一的外人，倒也合理。许新年沉声道。长公主心思深沉得很，她不但在云麓书院求学多年，与魏渊更是半个师徒关系。她的棋艺超绝，举荐你为打更人，绝非一时兴起随手落个闲棋。大哥将来如果被他召见，不用惊讶，切记一定要小心谨慎对待。许七安嗯了一声，能被心高气傲的许慈舅如此重视忌惮，说明这位长公主不是个简单人物。许新年说完，忽然扬起下巴，道：我踏入修身境了，我也成了儒家8品的高手。许七安惊喜了一下，修身境的儒生有什么神意？许新年嘴角一挑，意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一刹那，许七安心里涌起豪情万丈，迸发出孤身面对千军万马的勇气。这种莫名的勇气维持了1刻钟，才缓缓消散。修身是磨砺文胆的过程，这个境界的儒生一言一行都让人信服。比如大哥刚才就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于是不自觉的会照做。将来我入朝为官，断案不比你差。不，我是靠真本事，你那是靠作弊。许七安心说，这相当于是一个勇气 buff， 言出法随的雏形。许七安眼睛一亮，与二叔对视一眼，前者道：辞旧，大哥待你不薄。滚！许新年不等他说完，拂袖而去。粗鄙的武夫！许七安回自己的小院，补了个觉。忽然他莫名其妙的惊醒，惊动他的源头是藏在枕头底下的玉石小镜。玉质的镜面出现了一行小字：九，你在哪里？九，你在哪里？许七安盯着镜面愣了半天，镜子说话了，它是有自我意识的宝贝。九是什么意思？这个镜子叫九？不，如果是镜子的自我灵性，那不会问出你在哪里这句话，因为我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啊，天天同床共枕。许七安盯着镜子陷入了沉思，他在思考4个问题：一，镜子是什么宝贝？除了收纳物品之外，还能接收信息。2，这是信息吗？如果是，那么是谁发来的？3，老道士是谁？他为什么要把镜子赠予我？4，我该不该回应？谨慎起见，许七安秉着只要我假装没这事，那他就不存在的思想，默默收好镜子，不打算回应。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来到院子里，把头埋在水缸里浸了浸，用汗巾擦干。许七安离开小院，他已经加入打更人，但正式上班时间是后天。打更人衙门要为他准备制服、铜锣。时间还早，50下2刻。许七安先去了一趟长乐县衙门，向同僚和朱县令通知了自己成为打更人的事情。朱县令这边已经得到消息，因为打更人提前从长乐县衙取走了许七安的户籍。许七安和同僚、朱县令约好晚上一起吃饭，既是告别宴，也是庆祝他升官发财的贺宴。地点当然是选在距离县衙不远的小月馆，官场交际，青楼是首选。在此之前，许七安打算去勾栏，边听区边解决午饭问题。告别宴从申时开始，一直持续到酉时3刻。席间，朱县令喟叹道：宁夜啊，你是我长乐县衙门出来的人，能成为打更人，是我们长乐县的福气。本官以前就很看好你。他顿住，举起杯一饮而尽。如果我能继续往上爬，朱县令大概是我官场上第一个相当可以信赖的人脉。许七安议会也跟着饮尽杯中酒结束晚宴，衙门的快手们都没走，老鸨喊来一群青春貌美的姑娘，带到雅间供官老爷们挑选，姿色还不错，搁在我上辈子就是会所嫩模排成一溜。许七安摇摇头，尝到福香那种美人的甜头后，寻常女子他有些看不上。许七安把朱县令和快手同僚们安排妥当后，离开小月馆，往家的方向走。来到院门口，发现锁被打开了，屋子里透出烛光。二叔来找我了。许七安推开院门，进了屋子。黄昏的烛光里，穿素色长裙的少女坐在桌边，单手撑额，琴手一点一点。许七安立刻扫了眼床边的柜子，见没有打开的痕迹，心里略松口气。或许我可以考虑用英文写日记。他走过去，轻轻推醒许灵月。大哥去哪儿了？许灵月睁开眼，美眸迷惑了一阵，继而泛起喜悦。他尖翘的瓜子脸在烛光的映照中，像一块温润的暖玉，没有瑕疵，眸子里则闪着光。你怎么在这里？许七安道。他细声细气地说：大哥怎么没回家吃饭？爹说大哥肯定是逛青楼去了。二叔真特吗？懂我？许七安说：没有，只是正常的应酬，我去了打更人衙门，所以请同僚们吃饭。不过二叔会这么认为也正常，正常的武者好不容易踏入炼气境，憋了10几20年，肯定要千金散尽才肯罢休。大哥喝酒了，既然已经吃过了，
那我这就回去，厨房里还热着菜呢。许灵月听信了大哥的解释，有些开心的笑了。许七安有些感动，这个家里除了二叔，就这个妹妹对他最好。天黑了，出门走夜路到底不安全，大哥送你吧。许灵月没有拒绝，从小院出门到许府正门大概有200-300米，若女子孤身独行，确实不安全。但他没想到，许七安带着他来到院角，揽住盈盈一握的小纤腰，腾空一跃，竟然选择翻墙。脚尖一落地，他便急慌慌地推开许七安，细若蚊蝇。多谢大哥。目送许灵月的背影消失，许七安纵身一跃，回了自己的院子。这时他又产生了莫名的心悸，掏出怀里的玉石小镜，洁净的镜面缓缓浮现一行小字：九，你在哪里？许七安皱了皱眉，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过来，不解决总觉得是个隐患。许七安背靠着墙壁，思忖良久，决定回复信息。回复的理由有2个：一，镜子现在终归是他的所有物，如果能彻底摸透镜子的功能和神意，对他来说是有裨益的好事，就好比你明明手握 AK-47， 却把它当作拐棍挥舞。2，他怀疑这条信息是那位老道士发来的，如果是这样，他就能顺势弄清楚对方为什么要把宝贝送给他未知的馈赠，终究让人心里不安。许七安尝试语音输入：呵呵，在洗澡。洁净的镜面没有变化。许七安换一种方式，以指头代替笔，在镜面写下这句话。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镜面浮现一行字体：3，呵呵，在洗澡。通过触碰传递思维，3代表的是我这面镜子的序号吗？对方是9，他也有一面镜子。9，你是谁？许七安没有回答他，对面也陷入了沉默。过了几分钟，再次传来信息：9，金莲师兄在哪？是死是活？你怎么得到这面镜子的？你是天地会的人。金莲师兄应该是那位赠予我镜子的道长，这位9号称他为师兄，两人是同门。天地会怎么异世界还有反清复明啊？大致摸清楚对方身份后，许七安松了口气，以纸代笔输入信息：3，我不是天地会的人，这镜子是一个老道士送给我的。9，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天地会的人？给贫道报上姓名。许七安有种读者问你要收货地址，打算给你送点土特产的感觉，他本能的抵触，没有答应。3，道长，我只是个无名小卒。过了一阵，9，送你镜子的道长身在何处？3，不知道。许七安发完，静静等待，看对方会说些什么。9，贫道紫莲，那位赠予你镜子的道长是贫道的师兄，这面镜子是我们地宗的法宝。哼，既然师兄把镜子赠予你，想必阁下也非普通人，想必听说过我地宗大名。许七安回复：3，抱歉，一无所知。那边沉默了半天，不见情绪的回复。9，道门分天地人3宗，原来是道门的人。许七安精神一振。3，天地会又是怎么回事？9，天地会是邪教，觊觎我们地宗的法宝已久。哼，这法宝又叫做地书，可以千里传讯。我前阵子收到金莲师兄的求救信息，知他去了大凤京城，因为只有进入京城才能躲避天地会的追杀。可我赶到京城时，却失去了金莲师兄的联络方式，故通过地书传讯，这才知道他将地书转交给了你。想必师兄情况非常危急，才不得不舍弃的书以求自保。我特么的，意思是把锅谁给我了？许七安懵了。9，只是不知道阁下是何方神圣，竟能让金莲师兄放心将地书委托于你。我只是个小快手，不，我只是个小小的打更人。许七安心凉了半截。3，为什么舍弃的书能自保？天地会的人能锁定地书的位置。推理达人许七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问题。9，此事涉及我地宗一桩密事，贫道不能告知。地书是我宗至宝，希望阁下能还给贫道，贫道必有重谢。3，好，怎么还你？许七安有点舍不得，毕竟这是个能充当储物戒指的宝贝，但考虑到它伴随的风险，还是选择了从轻。9，贫道就在京城，随时可以来找阁下，如果阁下信不过贫道，可以由你选择交换地址。阁下想要什么？女人，我要热乎乎的女人。许七安差点脱口而出。3，道长客气了，物归原主，是在下应尽的责任。只是当时那位金莲道长与在下说，此乃天地至宝，以黄金500两的价格兜售于我。在下绝非索要钱财，只是宝物归还原主，黄金自然也得物归原主，等价交换，是吧？9，本该如此。许七安收好镜子，怀揣着500两黄金的美梦，沉沉入睡。翌日，他换上打更人的差服，挂上腰牌，佩刀，在胸口绑上昨日新换的铜锣，翻墙去二叔家吃早餐。出了徐府，
从门房老张那里接过马缰，许七安乘马赶往内城去打更人衙门。这匹马是二叔的坐骑，现在归许七安了。当然，为了堵婶婶的嘴，许七安给了二叔50两银子，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打更人衙门在内城，距离许府太远，许七安不行的话，到打更人衙门都快吃午饭了。火速赶往打更人衙门，踏入春风堂，李玉春正在与一位银罗喝茶。你手底下的新人？那位银罗见是个陌生的，随口问道。李玉春颔首。什么评级？银罗问。李玉春不等许七安开口，连忙道：以下。银罗颇为诧异，称赞道：不错不错，衙门就是需要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将来你们是打更人的扛梁者。后半句话是说给许七安听的。许七安恭敬行礼，这才说明来意。头儿，我想去暗毒库。他既不知道暗毒库在哪里，又不知道相应的权限，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丽媛。李玉春道：明白了。许七安退出春风堂，领导在聊天打屁，做下属的没有紧要的事不能打扰，这点眼力价还是有的。带着个丽媛问明暗毒库所在，许七安来到了一座大院，把腰牌递给黑衣丽媛，后者接过，确认无误后交还给许七安，道：暗毒库分4个区域，甲乙丙丁，铜锣只能去丁字房查阅暗毒。许七安斟酌了一下，问道：我该怎么知道我要查的资料在哪个库房？黑衣丽媛态度恭敬地笑道：去丁字号库房。甲乙丙丁4个库房，丁是基层，也是最大的，这符合金字塔规律，越是机密的文件数量越少。许七安进入丁号库房，来到接待台前，道：我要找到门的资料。接待台后的丽媛翻出一本厚厚的册子，查了好一会儿，抬起头道：大人，稍等片刻。他进了暗毒库内部额请，这位黑衣丽媛握着一卷书出来，伸手接过许七安腰牌的同时，把书递了过去。许七安道：上杯热茶。转身去了摆着桌案的侧厅，翻阅起道门资料。道门的源头来自道尊，道尊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相传道尊是上古奇人，他一气化3清，分别是元始天尊、道德天尊、灵宝天尊、暗合天地人3才，这便是道门天地人3宗的由来。其中天人2宗势如水火，都自诩是道门正统，恨不得把对方的脑浆子打出来。地宗最寡淡，门人风格非常低调，不争名不夺利，对此不了解的人都以为道门只有天人2宗，咸鱼的让人心疼。这年头道统之争估计是最大的矛盾了。许七安心里默默补了一句：欲解天下无敌。继续往下看，他发现地宗咸鱼是有道理的。地宗拜的是道德天尊，修的是无量功德，他们云游天下，低调做人，做好事不留名，得了功德就走。功德，许七安皱眉沉思。功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运气是同源的。世人常说行善积德，好人有好报，功德就意味着福气，福气和运气是一回事。所以那个地宗的老道士能看出我的特殊之处，知道我是个福星高照的欧皇，便心安理得的把烫手山芋甩给了我。马德，你不是修功德的吗？怎么净干些缺德事儿？许七安心里腹诽，他由此展开联想，自己身上古怪的运气也是一种功德。可是许家族上世8代都是小百姓，就二叔这一代稍稍有起色，兄弟俩还是个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沙劈，好事没怎么做，战场上倒是砍了不少人。这时管理员沏好热茶端过来，闲聊道：大人是在查仁宗的资料？不，查的是地宗。许七安反问道：仁宗？咱们的国师就是仁宗当代道手啊。丽媛说：魏大人对那位女子道手甚是不喜。女子道手，那个传说中的绝色道姑。许七安恍然大悟，以前只知道当今圣上沉迷修道，渴求长生不死，封了一位天仙般的道姑做国师，没想到竟是仁宗。司天监的术士，道门仁宗，打更人，儒家的云鹿书院，大奉军方，朝堂文官集团，京城就像小小的水潭，却挤满了蛟龙。难怪9号说天地会的人不敢进京城。金莲道长，你进来试试。天地会杀手，试试就试试。哈哈，许七安嘴角一挑，道：你再给我找一找天地会的资料。还有地书。地书你知道吗？天地至宝。如果我想去甲乙丙3号库房，该通过什么渠道申请？丽媛闻言笑道：乙和丙号库房分别对应金罗和银罗，至于甲字库房，得有魏公的手书才能进入。不过您要找的天地会和地书资料，丁号库房就有。见许七安愣了愣，他解释道：天地会听着便是个江湖组织，而地书是传说中上古法宝，两者都不是什么机密的东西。我去查查手册，看在哪个地方。说完就去了接待台。许七安望着他的背影，愣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
他这是陷入思维误区，认为越远古的东西越机密，其实不是。越远古的东西越不值钱，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古董还是很值钱的，而是机密等级。真正的机密反而是与当代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军事情报、边防布局、火药配方、工程器械、造船图纸等等。我相信将来甲字库房里会多一份机密档案。人与兽杂交秘籍，著作人宋清、许七安。很快，厉元帆找出地书与天地会相关的资料。许七安迫不及待地翻看，天地会与他自身安危挂钩，他选择先了解这个组织。江湖上组织千万，门派林立，没什么特别值得在意的。经营一些灰色收入，都还听话，愿意服从朝廷管束。个别一些底蕴特别深厚的江湖势力不太买朝廷的账，但他们的存在也起到了稳定一方的作用，偶尔还会自发剿匪。天地会就是其中一个不起眼的江湖组织。关于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一甲子前，那年云州大旱，流民落草为寇，四处劫掠，天灾与人灾肆虐，当地江湖势力联合朝廷剿匪，天地会就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颇有侠义的组织。有时候做好事的未必是好人，就好比做慈善的未必是真心做慈善，也可能是为了博取名声。许七安喝了口茶，继续往下看。天地会不是活跃组织，属于半隐秘性质，相关记载寥寥无几。许七安看完没有太大的收获，没有收获反而是正常的，能逼地宗高手逃进京城，说明它是一个很庞大很强势的组织。这样的组织能瞒住打更人的情报网也合情合理，我是不是应该禀报春哥，丰富一下打更人暗读库？暂时还是算了。他不打算把这件事上报衙门，虽然这可能换来一笔功劳，但无法与黄金500两相提并论。地书这样的宝贝，是个人都眼红吧？万一哪位金罗看上了，直接让我上交国库。许七安合上册子，打开地书相关资料。地书是上古至宝，来历无法考证，只知是那位出生年代无法考证的道尊遗留。资料上甚至没有提及地书的功能，不过倒是有一条备注，说的是此类上古至宝多是天地孕育而生，非人力能炼。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滴血认主。滴血认主，许七安心说这个套路我懂了，绕来绕去，原来是滴血认主。宋清给他的法器，打更人的铜锣，只需要灌输契机就能使用，没有认不认主的概念。他们本质都是工具，落在谁手里都能使用。许七安就觉得滴血认主在这个世界不存在。他掏出怀里的玉石小镜放在桌上，佩刀出鞘2寸，指肚在刀锋轻轻按压，嫣红的鲜血立刻沁出。许七安抹在玉石小镜的表面，那抹鲜血在镜面停留了几秒，缓缓消失，被镜子吸收。下一刻，许七安眼前的景物开始模糊，册子、桌案、茶杯都在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混沌。蒙蒙混沌中，他看到了8个光点悬在混沌世界中，这8个光点象征着其他镜子，加上我，正好9面镜子。许七安目光扫过，试图寻找9号，但他并不知道9号属于哪个光点。随便点一个加好友。许七安抬起手，尝试遥指距离他最近的光点，那道光点顿时水波般荡漾开来，涟漪扩散整个混沌世界。许七安像是做了一场梦，眼前的景物恢复，依旧身处暗读库的接待厅，面前摆着册子和茶杯，以及那面平平无奇的玉石小镜。但他知道这不是梦，因为滴血认主后，玉石小镜与他产生了某种奇妙的联系，玄而又玄的归属感。这时，镜子里缓缓凸显出一行字：路，别相信9号，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路，别相信9号，不要回应，不要回应，不要回应。安静的接待厅里，许七安凝视着这句话，脊背冒出了冷汗，难以言喻的恐惧在心底弥漫。他神色恍惚地喝了一口茶，发愣了片刻，从那种诡异恐惧的气氛中挣脱。这个路号应该就是我刚才点中的那个光点，他这话是什么意思？9号在骗我？如果9号是骗我的，原因呢？陆浩既然知道9号骗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如果9号不可信，那陆浩同样值得怀疑。老子特么谁都不信。许七安深吸一口气，以纸代笔，输入信息：3。你是谁？凭什么说9号不可信？你是天地会的人对不对？陆，是的。竟然这么痛快地承认了。许七安沉默了几秒，写道：3。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陆，地书属于天地会，9号是地宗的人，他们是一群凶狠残暴的疯子，不可理喻。你千万不要和他们有接触，恐有性命之忧。3，你怎么知道我和9号有联系？许七安提出质疑。陆，3号碎片被地宗的人封禁了，断绝了与我们之间的传输能力，且地宗的人可以通过9号碎片锁定3号。这就是为什么金莲道长会舍弃碎片转赠给你的原因。也就是说，即使我不与9号交易，
他也能通过9号锁定我。难怪他并不急着催促我物归原主，还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来选地点。难怪昨天我问9号天地会的人是不是可以借地书锁定我位置时，他转移了话题。许七安回忆起了更多的细节。不管我怎么选，他都稳赚不赔。我选择交易，他可以黑吃黑干掉我；我不选择交易，他也能拖延时间，一直到锁定我的位置。操！许七安头皮发麻的在心里爆粗口。陆浩继续发来消息，但地书是一体的，我们依旧能通过地书看到你和9号的交流，万分无奈。直到你滴血认主，建立了与我之间的联系。3，我该怎么办？陆，我希望你能将地书碎片归还天地会。如果你不放心，我给你一个地址，你让人送到那里。那老子的500两黄金。许七安盯着镜面，没有回复。他谁都不信，陆浩未必是好人，他没准在反套路我。我要那么好忽悠，警校就白读了。许七安回复。3，地书是天地会的宝物，9号是地宗的人，地宗觊觎地书。根据打更人内部资料记载，地书是道门地宗的宝物，而天地会只是江湖组织。可刚才陆浩说地书是天地会的东西，地宗觊觎此物。如果陆浩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许七安就把他拉黑。陆，地书是地宗的宝物，但那是以前，它现在属于天地会，而天地会是由部分地宗门人组建的。3，何出此言？陆，此事涉及到地宗义庄秘密，我非地宗门人，不方便透露。3，我明白了，你留个地址吧。陆，内城阳水街与张氏绸缎铺子相对的宅子，院内种了一棵枇杷树。许七安此时已彻底恢复冷静，喝了一口渐渐失去温度的茶水，指尖轻扣桌面。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是3个选择： 1. 认可陆浩，把镜子送回去，他可以花钱雇人送，既不用考虑陆浩的身份，又不怕9号的锁定，从此脱身。 2. 与9号交易，缺点是可能会面临黑吃黑的危险，好处是一旦赌对500两黄金到手。 3. 把地书上交打更人，换取功勋。如果我还是那个长乐县衙的小快手，我肯定选择第一种方法，以稳为主。可老子现在是打更人，在大凤京城，外来势力甭管多强大，是龙的盘着，是虎的卧，不，他们甚至都不敢进城。我才刚加入打更人，没有功劳，没有资源，正好可以用地书换一个锦绣前程。这种上古至宝，衙门想必很乐意接收。魏渊那位大宦官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打定主意，许七安归还册子，从看管案读库的丽媛那里取回了自己的腰牌，风风火火地离开了库房，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取出了玉石镜内部的物品，军弩、石骨毒、护心镜以及春哥归还的400两银票。揣好这些东西，他来到了打更人衙门最高建筑物好气楼。楼底下的守卫拦住了他。许七安摘下腰牌，沉声道：迅速禀告魏公，铜锣许七安有重大事件汇报。守卫接过腰牌，确认无误，审视着他：为何不找直属的银罗？银罗不在，情况紧急，速去许七安比他更刚。这件事他不打算让李玉春知道，准确的说，不打算让更多的人知道。天地会也好，道门地宗也罢，都是大势力，他们或许不敢报复打更人，但许七安是有家人的，这一点他上辈子当警察时就懂得道理。许七安必须淡化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痕迹，让天地会和地宗的人忽视他。2名守卫对视一眼，其中一人匆匆进了楼。几分钟后，守卫返回道：进去吧，魏公在第7层等你。许七安这才松了口气，那位权势滔天的大宦官愿意见他，计划等于成功了一半。他当即进楼，飞快跨过一层层楼梯，来到第7层。楼梯口早有一名黑衣吏员等待着，领着他穿过长廊，来到一间茶室。茶室空无一人，与之相连的瞭望厅站着一袭青衣。魏渊转过头来，温和道：何事？他五官清俊，气质儒雅，鬓角双白，眼中沉淀着难以言喻的沧桑，不像是宦官，反而是个读书人。许七安不敢直视，微微低头。卑职参加魏公，卑职有一重大发现，特来禀告。说着，他从怀里摸出玉石小镜，双手高举，沉声道：此乃地书，道门地宗之宝。地书？魏渊愣了愣，凝视着小镜。你是怎么得到它的？许七安不做隐瞒，把如何得到镜子，如何接收信息，以及暗读库里发生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大宦官。他没有隐瞒的必要，镜子是在加入打更人之前得到的，是他的私有物，而即便是加入打更人后得到镜子，也是同样道理。魏渊不会因此对他产生负面观感。青衣大宦官似笑非笑道：黄金500两。大佬，您关注的点是不是奇怪了些？许七安讪笑道：小人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谋求利益。魏渊温和一笑，目光重新落在镜子。这时镜面浮现出了一行字：
9，考虑好了吗？什么时候交易？大宦官嘴角一挑，把镜子抛给许七安。镜子已经滴血认主，只有你能回复，告诉他交易地点在内城桂月楼鸾凤和明雅间，时间定在1个时辰后。许七安立刻在镜子里给出回复。9，好。魏渊道，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住址应对的不错，下去吧，这件事会有人去办。那我的500两黄金啊不，功勋呢？许七安在心里问了一句，没敢说出口，抱拳道，是。他没带走镜子，径直离开茶室。出了浩气楼，许七安心情很复杂，有丢开烫手山芋的轻松，也有痛失至宝以及500两黄金的心疼。至于功勋，虽说大宦官没有提及，但许七安能体谅人家的逼格。堂堂大佬跟他一个小铜锣讨论功勋问题，显得太掉价。反正应该不会亏待我的。许七安心痛地离开打更人衙门，打算去勾栏听听小曲，抚慰一下心情叫方思引梅小阁。许七安坐姿慵懒地倚靠在井榻，打更人的叉服挂在椅背。宽敞的室内，6名舞伎翩翩起舞，轻薄的纱裙下，纤细的蛮腰款款摆动。许七安的背后，一名丫鬟在揉肩，她的腿搭在另一名丫鬟怀里，让她捏腿。花魁娘子穿着华美繁复的长裙，琴手微垂，专心致志地弹琴，偶尔抬头看一眼乐不思蜀的许七安。一炷香后，琴音消散，舞伎们退出屋子，扶香盈盈起身，在铜盆里净手，幽怨道：杨公子原来是打更人呀，是不是让你失望了？许七安低头玩手指，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花魁娘子提着裙摆上榻，坐在他身上，双手按着结实的胸肌，笑容妩媚。喜欢的。许七安之所以掉头来叫方思，主要是距离近，绝对不是因为勾栏吃饭听曲要好几钱，而在这里扶香给他免费。我和9号的聊天内容，6号怎么知道？3号碎片被封禁，所以无法接收到其他碎片持有者的传信，但其他持有者可以看到。这地书是古代版的 QQ 群不成？早知道滴血认主后，我就挨个的加好友，当时有点被吓到了，只想着把这个烫手山芋抛开。天地会和地宗似乎有渊源，门派分裂。许七安的思路被打断，皱着眉头看了眼含蓄挑逗他的花魁，他有一双惹人怜爱的桃花眸。你别乱动。许七安不悦道。几分钟后，守在外室的丫鬟们就听见了声音，咱们先走吧，估计要到黄昏呢。桂月楼鸾凤和明雅间，一名穿黑色劲装的男子单手拄刀，挺直腰背的坐在圆桌边。黑衣男人脸颊有一道2只长的刀疤，三角眼，浅褐色的瞳孔里时而闪过凶光，给人一种桀骜狂徒的感觉，仿佛一言不合就会拔刀砍人，戾气极深。他是打更人衙门的死囚，名字被当今圣上勾画过的那种，处刑日在明年秋后。今天忽然被一位金罗从死牢提出来，那位金罗告诉他，只需要圆满的完成一个任务，就可以将他放归江湖，找人顶替他死囚的身份。这个说辞可信度很高，圣上勾画过的名单通常意味着必死无疑，不可能被赦免，找人顶替才是正确操作。此类将功赎过的交易在打更人衙门屡见不鲜，他还没被抓住的时候就曾经听江湖前辈说过。他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做一场交易，但黑衣男人知道其中必然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否则如此简单的交易何必找一个死囚。黑衣男人接受这个任务有2个原因：一，索性是死，不如搏一搏机会；二，这里是内城的桂月楼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等闲人不敢在这种地方闹事。这时他听见雅间的门传来嘟嘟2声门没锁，进来吧。黑衣男人嗓音低沉的回应。雅间的门被推开了，一名江湖客打扮的男人踱步进入，披着灰色的袍子，半张脸隐藏在兜帽里，裸露出的下半张脸下颌处有一层浅浅的清虚，刚刮过的样子。双方警惕地审视着对方。哼，就这身打扮肯定进不了内城，8成是进了桂月楼才偷偷换上的，袍子里可能藏着武器。黑衣人半不屑半警惕地想着，听见斗篷江湖客嘶哑着嗓音问道：东西呢？黑衣人平静地凝视着他，淡淡道：我好像说过，这面镜子我花费了500两黄金。什么镜子特娘的要500两黄金？他在心里补充一句。斗篷江湖客嗯了一声，单手伸入怀中摸出一沓银票，手张的银票面值是100两。虽然知道这些银票最后肯定要上交，但财帛动人心，黑衣男人不受控制的眼睛发光，视线粘在厚厚一沓银票上挪不开。镜子。斗篷江湖客把银票放在桌上，嘶哑着嗓音说道。黑衣人把那面仔细端详过，没看出有什么神异的镜子放在桌上。斗篷江湖客微微抬了抬头，露出一双锐利如刀的眸子，凝视着桌上的镜子片刻。很好，交易达成，出了这扇门我们从未见过。他拿起了镜子，黑衣死囚则2眼发光的把手伸向了银票。突然黑衣死囚看见了江湖客左侧的斗篷微微鼓荡，不好！
他瞳孔宛如受到强光照射般剧烈收缩，想也没想，朝侧做翻滚，避开可能存在的攻击。任务果然没那么简单，幸好老子心里一直提防着，这是个高手，我不好硬碰硬，直接破窗出去，不信他敢在内城闹市区当街杀人。黑衣死囚脑海里念头闪过，这时他看见了自己原先坐着的位置，端坐着一个身影，穿着黑色的劲装，双手拄着刀，脖颈处被利刃削平，碗口大的疤正喷薄着鲜血。黑衣死囚心里浮现一串问号，紧接着意识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斗篷江湖客把银票收回怀里，沈笑一声，转身走出雅间。斗篷客离开桂月楼，骑上来时的快马，保持不紧不慢的速度离开内城，离开外城，然后在官道上快马加鞭，马蹄扬起一溜尘烟。他狂奔了1个多时辰，前方出现一座茶棚，摆着3张陈旧的桌子。卖茶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翁，这会儿没有客人，老翁自己坐在桌边喝茶。斗篷客勒住马缰，骏马长嘶着扬起前蹄，于高速驰骋中停下来。斗篷客把马缰系在路边的木桩上，左右看了一眼，走向茶棚。他取出玉石小镜，恭恭敬敬的双手奉上。帮主，幸不辱命。头发花白的老翁接过玉石小镜，声音低沉：你带回来了一个敌人。斗篷客一愣，未来得及做出应对，便看见老翁挥了挥手，将他打飞。砰！倒飞出去的斗篷客恰好与一股锋利的气机碰撞，当场炸成尸块，鲜血泼墨般的四溅。老翁眯着眼望向官道尽头，一道挺拔昂藏的身影缓缓走来。他出现时还在遥远的尽头，几息后距离老翁就不足100米。杨艳，你这只为亲依养在身边的狗。老翁冷哼道：别多管闲事。面瘫的杨艳面无表情，偏要管。老翁勃然大怒，情绪说失控就失控，厉声道：那就别怪贫道不客气。朴素的衣袍鼓舞，一缕缕黑烟从他体内溢出，当空乱舞，发出森然凄厉的哭声。杨艳皱了皱眉，地宗修的是功德，什么时候会这些鬼魅伎俩？老翁脸庞凸起蛛网般的黑色血管，瞳孔涌现猩红，魔气森森。嘿，贫道送你去问道德天尊。口中尖笑一声，漫天黑烟一边怪笑，一边扑向杨艳。杨艳面无表情，左右手互相对拳。砰！狂暴的气机以他为中心，化作涟漪扩散，沿途卷起草屑和尘埃，最后撞到一层黑色的薄膜上。天空黑光一闪，呈现出一个润薄湿滑，宛如倒扣琉璃碗般的大阵。我这百鬼阵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纵使你是4品武夫，也得生生耗死在这里。老翁声音嘶哑的，仿佛来自地狱的魔鬼。半空中被杨艳气机震散的黑烟再次重聚。杨艳皱了皱眉，这阵法与司天剑的阵法是完全不同的2个领域。司天剑的阵法是借天地之势，可长久存在；道门的阵法是以人力布置，无法长久。这个百鬼阵非常棘手，各大修行体系里，道门是元神领域的执牛耳者。道门6品阴神，在古代也叫鬼差，夜间勾人魂魄，主宰凡人生死。这百鬼阵就是类似的手段。武夫虽然也有魔力元神，但只是叠加防御，让元神变得坚韧，缺乏相关领域的攻击手段。我听说道门8品叫石器，可以驱使法宝，召唤天雷，不让我体验一下？杨艳面无表情，语气轻蔑。这就来。老翁又被激怒了，袖子里喷出2道血光，宛如血色闪电。杨艳不躲不避，任由2道血色闪电攻击。叮叮，2道血色闪电仅是割裂衣衫，继而弹飞出去。铜皮铁骨，为什么不还手？老翁怒道，布满蛛网般黑色血管的脸庞异常狰狞。我在等我的枪。杨艳淡淡道。他来了。话音落下，天边一道亮银色的流星划破长空，润薄湿滑的气罩应声破碎，流星划过之处，黑烟痴痴的蒸发。内部无法破阵，那就从外攻破。杨艳伸手握住长枪，一把银色的长枪。说完这句，他身影突兀消失，仿佛与长枪合为一体，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刺向老翁。老翁血色的瞳孔里，那抹银光一闪，不可抵挡，无法抵挡，那是百战不磨的枪意，4品武夫的枪意。不！老翁张嘴吐出一枚闪烁着血光和黑光的金丹，撞向长枪。金丹在枪意中化作齑粉，老翁的身体在枪意中搅成肉末，那抹银色的光芒兀自冲出数百丈，将一座山丘洞穿。老翁的身影在半空中凝聚，半虚幻半真实。他怨毒地盯着杨艳看了一眼，化作青烟遁向远方。杨艳弯腰捡起玉石小镜，扛着银枪转身往京城方向返回。黑烟遁出数百里，路过一座村庄便停了下来。老翁的脸在黑烟中若隐若现，盯着下方的村庄。阴神无法在白日里长期活动，没了肉身，实力大打折扣，无法应对后续可能遇到的危机。老翁打算夺舍一具肉身，同时吞噬村庄村民的魂魄，
滋补自身。有了打算后，黑烟袅袅挪挪地扑入村庄，前一刻还生动逼真的村庄，下一刻便如水波般破碎，一座缭绕五色宫德的气罩升起，将黑烟困住。阵法中央，穿着破烂道袍、五官深刻的老道士盘膝而坐。清晨，许七安准时来到打更人衙门点卯，等待地书事件的后续。不知道结果的话，他总觉得不踏实。临近中午，黑衣吏员在春风堂隔壁的偏厅找到了他，躬声道：“许大人，魏公召唤。”总算来了。许七安微微颔首。好，好气楼茶室。许七安再次来到这里，见到了鬓角双白、儒雅俊朗的大宦官，他还是一身天青色的华服，眸子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沧桑。此外，还有一位高大挺拔、面色冷峻的男人，一本正经地端坐在茶几边，挺直腰杆，面无表情。魏渊坐在桌案前，仔细地品着香茗，道：“镜子已经认你为主，暂时交给你保管。最先与你联系的，确实是地宗的人，对你存了必杀之心。杨金罗已经把人击退，你暂时不会有危险。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你家附近都会有打更人的暗桩盯着。”许七安皱了皱眉，对于魏渊的行动，他并不奇怪。昨日让他回复9号时，便已经透露出这位大宦官要黑吃黑的想法。他不满的地方是，大佬你竟然没把这事儿给办妥当了，还让人给跑了，留下这么大的隐患。地宗阴神无影无形，难以杀死。魏渊解释了一句，低头喝茶。这属于体系间的特长和短板。杨艳挥了挥手，镜子隔空飞到许七安面前，悬停不动。许七安接过镜子，收入怀中，躬身作揖，离开了好气楼。坐姿如松的杨艳低声道：“义父，我留不住阴神。”魏渊温和笑道：“何必要留呢？”杨艳不懂，眉头紧锁。魏渊云淡风轻地笑着：“你不擅长，自然有人擅长。”许七安离开打更人衙门，买了2袋子炒豆，屁颠颠的去讨好顶头上司。李玉春正在案前查阅资料，头也没抬：“春哥，我给你买了炒豆。”许七安一时顺口喊了出来：“春哥。”李玉春抬起头，神色严肃地看着他：“头儿。”许七安补充：“放桌边吧。”李玉春说完，继续埋首资料。许七安探头探脑地看了一下，道：“头儿，你是在查萧实况的案子？朱广孝养伤，宋霆锋偷闲，你怎么不在家待着？”李玉春问了一句，然后点头：“这件案子目前由我负责，所幸也无事，便来衙门熟悉熟悉环境。”许七安是叹道：“这事儿与妖族有关，如果是机密，便当我没问。”李玉春抓了几粒炒豆丢进嘴里，边吃边说：“案子详情不能与你说，我挑些能与你说的。初步怀疑是万妖国的余孽潜伏在京城附近。”万妖国。许七安想起了甲子荡妖的历史。万妖国虽然成了历史，但这些年来，万妖国的余孽一直千方百计的想要复国，想要夺回国土。李玉春道：“佛门统帅西域诸国，实力强大，鼎盛时期的万妖国都不是对手，想要复国必然得有其他手段。”许七安心里一动，所以主意打到我们大凤的火药上，所以那妖物才驱赶附近的灰户。豁然开朗。李玉春正忙着呢，问道：“还有什么事吗？”许七安识趣地说道：“没了，您忙，我就在偏厅吐纳，有什么吩咐尽管使唤。”李玉春点了点头。许七安走后，春哥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吃着炒豆，不小心把炒豆扫到了地上，哗啦啦一下，豆子洒了一地。李玉春愣愣地盯着地上的豆子，痛苦地捂住了眼睛。隔壁的偏厅，许七安正端详着玉石小径，忽然察觉到隔壁传来暴走般的气机波动，仅是那么一瞬，就立刻平息了。他没在意，思忖着大宦官让他执掌玉石小径的目的。虽说地书滴血认主，但既然老道士能把镜子赠予他，说明滴血认主并不是不可改变。我一个铜锣，没道理把这么重要的宝贝交给我保管吧？算了，先不管了。既然说有暗桩盯着我家，那婶婶和妹子们的安全暂时不用担忧。地宗的高手被打退，短时间内估计不会再来京城。许七安一直吐纳到散职，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度过一天。今晚是去找福香呢，找福香呢，还是找福香呢？不行不行，现在应该是存钱买房子，把二叔他们接到内城居住，这样更安全。不能因为一时的欢愉浪费银子。虽然福香花魁对我情深意重，坚持不要银子，与我达成了亲切友好的管鲍之交，但丫鬟5级的赏钱我还是要给的，几钱银子也是银子。许七安以莫大的决心调转马头，离开了内城。回家时已经华灯初上，天色清明。吃完饭，翻墙回了自己的院子。在这个没有手机和电脑，缺乏夜生活的时代，除了去教坊司，也就只有深夜里写篇日记来消磨时间了。福香真是个叫人欲罢不能的女子啊，精通18般姿势，西天取经上大陆。Are you？ 许七安进入屋子，掏出桌上的火石，点亮了蜡烛。突然，他肌肉紧绷，身体僵在那里。
床榻上盘坐着一位穿破烂道袍的老道士，花白的头发用乌木刀簪束起，垂下一道道凌乱的发丝，显出不拘一格的洒脱和沧桑。我们又见面了。老道士目光平静的凝视，上次一别，你还是个练精进的武夫，现在已经是练气境，施主果然是福星高照之人。许七安站在桌边，身体处在临时作战的戒备状态，沉声道：道长夜闯民宅，寓意何为？老道士对许七安的敌意毫不在意，语气淡然：来与施主说一声，贫道的师弟子莲已经羽化，施主再没有后顾之忧了。你杀了他，是助他羽化，那你今晚是来助我羽化的。9号死了，死在这个道士手里，他如果能独自对付紫莲，根本不用舍弃宝贝。许七安推测，老道士极有可能来了一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问题是，他怎么提前设好埋伏？我知道了，你特么的又跟踪我。许七安嘴角一抽，老道士能摸到许府，说明早就跟踪过他了，因此对于他打更人的身份，对于打更人的部署，当然也清楚。州府杀手，打更人，老道士，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穿越者，你们这群混蛋一个两个的都跟踪我，是我考虑不周了。他把宝贝赠予我，又怎么可能不跟踪我？留意我。许七安是叹道：道长是来收回地书的。老道士摇摇头：我已经有了。他袖子里划出一面玉石小镜，与许七安怀里那个一模一样。这是贫道那师弟执掌的9号碎片，如今总算物归原主。至于施主那面，就当是贫道送你的谢礼。没等许七安回应，他自顾自说道：地书碎片总共9块，贫道分别赠予了不同的人，施主也是贫道相中之人。那7个不同的人组成了天地会。许七安问道：他们是谁？老道士摇头：他们有各自的身份，来自五湖四海。施主要是好奇，可以自己问，你懂得如何使用地书，贫道不会泄露任何人的身份，包括你。贫道今晚来此，便是邀请你加入天地会。许七安抱着极大戒心地问道：我只是个初入炼气境的武者，何德何能让道长如此看重？贫道方才说了，施主是福星高照之人。许七安心里一动，果然，这老道士能看穿我古怪的气语，总算有个知情人为我解惑了。时不时的捡银子，虽然很爽，但心里一点都不踏实。毕竟我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没直接说出自己莫名其妙的运气，充分利用话术技巧，道：请道长解惑。道号叫金莲的老道士悠悠道：前些日子贫道受了重创，无奈躲进京城，直觉告诉我会遇上一个能助我解决危机的人。贫道在路边等了许久，终于等来了施主。不过贫道只知施主福星高照，却不知道根脚在何处。倒是当时马车里的那女子，气象瑰丽万千，神华内敛，世间少有。施主赠她一枚手串，你二人将来会有一段渊源。说的头头是道，却又毫不点题，这不是神棍吗？许七安道：你也像选我一样，选中天地会的其他7个人？是。我能问原因吗？老道士第一次笑了：可以，只是听了贫道接下来的一番话，施主可就没有退路了。许七安沉吟了许久，在心里权衡利弊，而后点头：你说。老道士点点头：贫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地宗。拯救地宗，施主不觉得奇怪？地宗修功德之力，贫道那位紫莲师弟却想置你于死地，杀死了代替你交易的死囚，这与地宗的修行理念完全背道而驰。9号杀死了我的替身。许七安神色自若，心里却升起了一股寒意。他对交易过程不清楚，魏渊没解释，现在才知道还有这回事。幸好没有被宝物和黄金蒙蔽心智，选择了最从心的办法，既躲过了这次危机，又表了忠心。此事关乎到地宗的秘辛，施主记得莫要外传。金莲道长见许七安点点头后，没有立刻解释，而是沉默了许久，才叹息道：地宗当代道手入魔了，影响了几乎所有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门人没有被道手影响，而庇护我们的就是地书。入魔？许七安觉得难以置信。地宗修功德，身为一派之主的道宗，肯定有无量功德，出门捡1两银子不过分吧？这样的人都入魔，是会这么冰冷的吗？成也功德，败也功德。金莲老道恍惚地凝视着蜡烛的火苗。道德天尊开创地宗时留下过一句戒言：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说人话呀你！许七安心说：施主觉得救人一命是不是功德？金莲老道问：难道不是？许七安反问：如果你救了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呢？他本该遭天谴，却因你出手相救活了下来，继续做恶事。金莲老道看着许七安：这还是行善吗？许七安沉吟了片刻，皱着眉头：人性多变，光暗交织，不能因为见到过黑暗就愤世嫉俗，厌弃光明。我不可能在救人之前刨根问底的去查人家的过去，
这不现实。老道士腰杆悄悄挺直，目光欣赏，笑道：施主能说出这番话，我才真正放心把地书托付于你爱。常人行此原则自是没错，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可怕的因果。功德累积越深，因果越重。道手一生都在行善积德，甲子前他渡劫失败，因果反噬，堕入了魔道。所谓物极必反，便是此理。想以功德正道，就必须承受相应的因果。一念成仙，一念成魔，这是每一位地宗门人都无法摆脱的宿命。原来地宗还有这样的隐秘，这个时候就需要儒家来教育你们了。所谓君子，中正中庸，走极端是不能长久的。许七安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如果我身上的福气和地宗是同出一源，那我是不是也有入魔的危险？他对金莲道长还没有掏心掏肺的信任，强忍着没有问出口。天人两宗不管吗？许七安借机探知内幕消息。怎么说都是道门，地宗有成魔的隐患，你认为同出道门的天人两宗就没有相似的隐患？金莲道长嗤笑一声，再说这是我地宗的事，与他们何干？要他们多事。所以天人两宗的隐患是什么呀？一甲子，天地会也是甲子前出现的，这与许七安查阅的资料相吻合。他问道：那道长成立天地会？金莲道长沉声道：杀到手，清理门户。地宗道手什么境界？二品。你快把镜子拿回去，老子铁骨铮铮，不受嗟来之食。五官深刻的老道士似乎看穿了许七安的内心想法，微笑道：老道修功得数十载，大本事没有，看人还是很准的。天地会中包括施主在内的这8个人，将来都非池中之物。你们分处五湖四海，将来总有一天会相遇，早些加入天地会结下香火之情，省得将来天骄相争，出现死伤。原本对加入天地会有些抗拒的许七安忽然改变了心意。倘若真如老道士所说，天地会里个个都是人才，是天之骄子，那么自己混在这个圈子里肯定会有裨益，在关键时刻能起到重要作用。好，许七安点点头。老道士微微颔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通过地书向我求援，也可以通过地书向其他成员求助。如果他们在京城的话，互帮互助，这是天地会成立的宗旨。另外，地书持有者以地书序号为名。老道士说完，化作一道青烟遁出房间，袅袅挪挪地飘向远方。阴神。许七安坐在桌边，倒了杯茶，将刚才的谈话在脑子里复盘了一遍。目前看来，这位地宗的高手对我并无恶意，但老阴币布局深远，草蛇灰线，你永远无法从表面看穿他们的真正谋划。他把镜子赠予我，借打更人之手对付同门，然后渔翁得利，成为最大得利者。单凭这点就说明老道士是个老阴币了。但是不怕，许七安在这方面有充足的经验，他已经想好怎么为自己留后路，能对付老阴币的只有老阴币。魏渊，这位大宦官学富五车，能治国能统军，能被当今圣上扶持到这个位置来遏制百官，足以说明此人手段非凡。想在京城混，我必须得抱住这根大腿。许七安打定主意后就不慌了，他拿起桌上的地书碎片，意识沉浸其中，混沌再次弥漫，眼前是镜中世界，灰蒙蒙的混沌中悬浮着8个光点，其中一个最明亮。陆浩。许七安逐一点亮光晕，随后退出了混沌世界。他以纸代笔在镜面写道：大家好，我是新人一枚，请多关照。许久没人回应，有点尴尬。许七安重新输入信息：诸位，在下陈近南，请多指教。陆陈兄，我通过地书联络道长，从金莲道长处知晓了大概，多谢你助道长化解此处危机。3小事一桩，不足挂齿。小事一桩。那天他和紫莲道士的交谈中，处处表现得懵懂，境界明显是不高的，可是却能助金莲道长击杀紫莲，夺回9号地书。这个3号，他可能本身实力不强，但背景深不可测。陆浩见3号回复的云淡风轻，内心暗暗猜测。这时，许七安看见镜面发来另一位成员的文字信息：2我最近没有关注的书传讯，发生了什么？9前阵子我趁着道手沉睡，偷偷返回地宗办事，结果遭了埋伏。一路逃到大凤京城才保住性命，为了躲避追杀，将被封禁的镜子赠予了陈近南小兄弟。你这不但说出了我的性别，还暗示了我的年龄。许七安有些生气，他本来可以在天地会里扮一扮人妖或者高人。9随后得到了陈近南小兄弟的帮助，击杀了紫莲，避过此劫。3号，哪个衙门混的呀？你这相当于是网友问地址啊，我会告诉你才有鬼呢。许七安灵光一闪，模仿起许二郎的语气。3衙门，京城衙门不过是一群尸位素餐的家伙罢了。3号似乎对衙门非常不屑，语气有点狂傲。京城官方势力就那么几个，首先排除仁宗，
金莲道长不会与人综合作，打更人不会这么形容京城衙门，是司天监还是云路书院？这语气与儒家那群自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人很像。镜子前的2号和陆浩同时做出猜想。1号也在京城，没准你俩认识呢。1号，我知道你在镜子前看着，今儿的事有听说吗？内城桂月楼死了个江湖客，东城外60里一座山丘被未知手段洞穿。停顿了一下，1号接着发了信息。2号，云州的匪患平息了吗？有点意思。许七安眉梢一挑，他嗅到了一股宫斗剧的味道。2号拉1号下水，同时向他传递一个信息：1号和你都在京城。这明显是在针对1号啊。理由很简单，经过刚才的聊天，大家都知道3号是京城人，但作为3号的自己并不知道其他人的信息。2号可以不透露这个的。而1号立刻以牙还牙，大大方方地抛出消息，彰显自己能渠道，给许七安打一个预防针，同时对2号做出反击。2号是在云州匪患，他也是衙门中人。云州年年闹匪患，被其他各州人士戏称为匪州。许七安浮想联翩时，陆浩和2号也在咀嚼1号给出的情报。东城60里一座山丘被洞穿，信息太少，无法判断什么修行体系，但可以确定是高品强者。怎么可能平息？大奉的皇帝就是个没脑子的猴子，成日想着修仙，不知人间疾苦。这话听起来，2号应该不是吃朝廷俸禄的。许七安猜测。往年不提，单是今年，我查阅了云州各府各县的户籍，到处查访，粗略估算，至少有6万百姓出逃，当了流民或落草为寇。流民就是没有田地的人，是负担不起赋税、弃田出逃的百姓。田没了，人还得活着，有的乞讨、做工，有的直接落草为寇，劫掠良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2号继续说着，我剿灭了10几股山匪，发现他们背后隐藏着更深的势力。有眉目了吗？2没有。对了，近来京城局势如何？许七安没等1号回答，抢先输入信息。3周侍郎落马，争斗开始了。不过周侍郎的倒台颇有些荒诞不羁，起因是独子色令智昏，企图玷污威武侯的2女儿。他这番话既是向2号传递信息，向众人彰显自己的水准，同时也在试探1号。有资格参与朝堂斗争的人都知道，周侍郎真正倒台的原因是税银案。令他失望的是，1号并没有纠正。金莲道长，我为你打探过了，云路书院亚圣学宫被封禁的确切时间是甲子日。当日在云路书院的外人里，除了长公主外，还有一个叫许七安的虚吏。许七安心头跳了一下，有种被人肉、地址在网上公开的惊慌感。这1号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要查甲子日那天的事？许七安想起来了，甲子日那天，2郎带着他游览云路书院，一时兴起，他在石碑上写了横渠4句，造成亚圣殿亲戚冲销意象。同时他很好奇金莲道长为什么在意云路书院的变化。按理说这是国子监的读书人才关心的事儿，和你一个地宗的道士有什么关系？不过那位虚吏平平无奇，除了诗才不错，本身只是练精进而已，不是云路书院的学生，更不是读书人。我知道了。3道长为何在意云路书院的变故？许七安出言试探。我想知道程亚圣的石碑有没有裂。3这很重要。相当重要。他裂开了，许七安没有告诉金莲道长，即使要说也不是现在。3有件事想请教诸位。你说。3炼金术师是否是司天监独有？许七安这句话几乎是排除了他司天监弟子的身份，众人愈发肯定他是云路书院的读书人，是某位深受学院长辈重视的学子，不然也请不来高品强者击杀紫莲道士。而这正是许七安想要的。你们觉得我是云路书院的学子，其实我是打更人，将来你们察觉到我可能是打更人，又会发现我真的是云路书院的学子，或者你们还会发现我是司天监炼金术师们的人生导师。这个问题来我回答吧。600年前是没有术士体系的，大奉开国之后，司天监才出现了术士。门派历史短暂，没有开枝散叶，也就是说，除了司天监，野生的炼金术师几乎没有，应该还是有的，只是很少。要不然我掏出一本蓝皮书来，炼金术师们就该奇怪了。难怪炼金术师们对我的化学理论知识如此渴求，他们明明都很强大，因为历史短，所以没有形成一套全面的理论基础课程。另外，税银案幕后的炼金术师到底是谁？税银案里的一件疑点，始终让刑侦老手许七安耿耿于怀。司天监对本案中涉及的炼金术师似乎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不闻不问，这点很不科学。不管是楚采薇、宋清还是其他白衣，
都没有在他面前提及过此事。3号，按照规矩，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许七安这才发现1号和2号的对话是一问一答，刚才是自己横插一杠，替1号回答了京城朝堂近况。3，你问，儒家2品叫什么？这又是一个试探，对我身份的试探，试探的不是我是不是云麓书院学子，而是在试探我的社会地位。寻常的儒家学子并不知道儒家2品叫什么，当时那位钱钟大儒的生平事迹碑中也没有详细说清楚他的境界，是许新年解说后许七安才知道的。二郎之所以知道，因为他是大儒张慎看中的学生，是秋闱高中的举人，这在云麓书院学子里已经是精英层次。倘若我不是云麓书院的学子，这个试探同样有效。非儒家学子也知道2品的话，社会地位只会更高。要是我回答不出来，大概会被这群家伙嫌弃层次不够吧。许七安以纸代笔写道：3，儒家2品叫大儒。信息发出去了，好长时间没有人接茬，也没人喊666。许七安坐在桌边等了半天，才确定这群家伙下线了。太没礼貌了吧，下线不会说一声。一群没素质的网友。他心里腹诽了一句。收好玉石小径，锁上门，许七安吹熄蜡烛后躺在床上。人思维发散天地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彼此联络，却又彼此防备。这一点可以理解，毕竟散布在五湖四海，甚至未必是大凤王朝的人，彼此间保留一点戒心是正常的。目前能看得到的好处是信息分享，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特么不就是聊天平台吗？线上聊得好了，将来或许有线下面基的机会。2号在云州，太远了，身份地位应该不低，不然怎么查阅各府各县的户籍？1号也在京城，是真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比我这个水货要强，也是我最应该防备的。6号，之前他警告我不要回应9号，说过他也在京城。1号和陆号是我接下来要上心的对象，其他成员相隔千山万水，即使被他们知晓身份，问题也不大，因为缺乏利益冲突。1号和陆号是那种你给老子等着，这就来干你，说到做到的网友。但是反过来，如果能和他们达成亲切友好的 PY 交易，这2人就是近水，可以帮我解决燃眉之急。其他人暂时没有上线，我有种玩狼人杀的感觉，有趣有趣。想着想着，他进入了睡眠。夜色如水，月华如霜，冷风呼啸中，灵宝观的灯火在黑夜里灼灼明亮。自从仁宗到手被封为国师后，大本营便搬来了皇城。当今圣上为人宗建了一座气派的道观，奢华的檀木马车在道观外停下，魏渊披着青色大氅，踏着小梯下来。守门的道童恭敬地迎他入内，穿过庭院、走廊、花园，来到一间宽敞的静室。道童离开后，魏渊屈指扣房门，格子门自动大开，清冷的声音传来：“魏公大驾光临，小道诚惶诚恐。”魏渊对话中的讥讽之色毫不在乎，迈过门槛进屋。房间清冷，岸上檀香袅袅。前厅与榻上隔着一扇屏风，隐约可见屏风后婀娜的身影盘膝打坐。魏渊神色冷淡，语气冷淡：“地宗发生了什么事？”女子国师的声音听不出年纪，既有妙龄少女的清脆悦耳，又有成熟女子的柔媚动听。魏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何须请教小道？魏渊摇摇头，无非是当年骂了你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便嫉恨如今。屏风后的人儿沉默不语，打更人掌握着一块地书碎片，你要吗？那是地宗的东西。魏渊颔首，转身就走。出了灵宝观，马车边等候的杨艳迎了上来：“义父打探出消息了吗？”魏渊摇摇头，那女子到手不愿说，但地宗肯定出事了。进了马车，魏渊将冰冷的手凑近兽头火炉，待身体暖和起来了，他才沉声道：“这些年天灾频发，人祸四起，大凤的气数不对劲，各大修行体系也陆陆续续暴露了问题。我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杨艳皱了皱眉：“义父是不是多虑了？那天我们去司天监，监正说天象一切正常。”魏渊叹息一声，窥探天机的人说的话最不能信。顿了顿，他脸色严肃，斩钉截铁：“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地宗近况。”杨艳，地宗门人向来低调，神龙见首不见尾。魏渊眸光一下子凌厉：“我说了，不惜一切代价。”极少见到义父如此郑重严肃的姿态。杨艳低头：“是。”清晨，穿着厚厚棉袄的许灵英手里握着一根枯枝，迈着小短腿追赶一群跟他一样幼小的鹅。看见大哥走过来，许灵英双手叉腰，骄傲道：“大哥，我已经同辈无敌了。”许七安看着他：“蠢到无敌吗？”许灵英焦急地辩解：“不是蠢到无敌，是无敌。”他说着挥舞几下枯枝，表示是打架无敌。小豆丁解释：“姐姐说府上跟我一样大的孩子没人能打得过我，我是最厉害的。”
因为府上就只有你一个稚童。许七安说：“姐姐没骗你。”许灵英开心了，与大哥去厅里吃饭的路上，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餐桌上，婶婶优雅地吃着早膳，随口道：“老爷，灵月似乎到了出阁的年纪。”早就到了，普通人家的女子14岁就可以婚配。许家是大户人家，犯不着那么急的嫁女儿，但17岁确实是到了待嫁的年纪，因为过了18岁再不婚配，就成老姑娘了。明明18岁的姑娘还处在最粉嫩的阶段。许灵月一下子抬起头，水润有光泽的眸子透着倔强。娘，我还不想嫁人。婶婶美眸一横，训斥道：“这是你想不想的问题。”许灵月不服，抿着嘴，嘴角精致如刻。二哥都还没娶嫂嫂。许新年膝盖中了一枪。婶婶自有她的道理，说道：“你二哥即使要婚配，也得等春闱之后，不急。现在先把你的婚事定下来。”许灵月鼓着腮，受气包般的不说话。许二叔臣迎着点头。灵月确实到了嫁人的年纪，哎，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长大了。沉浸在食物里的许灵英听到这句话，抬起憨憨的小脸，嚷嚷道：“姐姐长大了，姐姐是捣蛋鬼。”一家人。许七安头皮发麻，强行岔开话题。灵月就算要嫁，也得嫁个像大哥我这样的优秀大丈夫。婶婶不屑地哼了一声：“又挑事是吧？”许七安呵呵道：“婶婶就是因为嫁了如我一般优秀的二叔，才能过上穿金戴银的日子。”丰腴美艳的婶婶无法反驳这句话，用力瞪了倒霉侄儿一眼。许二叔被侄儿的彩虹屁拍得很舒服，笑道：“夫人有什么人选？”婶婶道：“慢慢挑呗，这不是要与你商量吗？”许新年看了眼家人，宣布道：“明日起，我得回云麓书院，准备秋闱。”踏入修身境后，大儒张慎便将他召回了云麓书院，一边言传身教，一边督促他备考来年的春闱。他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仿佛在等大家的反应。婶婶当即夹了块瘦肉给儿子，辞旧就是有出息。许新年这才满意的点头，一声。吃完早膳，许七安准备出府，听见身后传来少女清脆柔美的嗓音：“大哥。”转头是亭亭玉立、五官精致的妹子。许灵月委屈道：“我不想嫁人。”许七安想了想，咧嘴笑道：“回头我和辞旧还有二叔通通气，家里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娘一个妇道人家做主了？”许宁燕。婶婶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许灵月身后，双手叉腰，柳眉倒竖，美妇人气的胸脯起伏，满脸嗔怒：“小混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许七安才懒得理他，屁颠颠的跑开。快马加鞭到打更人衙门，许七安直奔好奇楼。又是这个铜锣，守卫通传之后，带着惊奇的目光放任许七安进楼。寻常铜锣没资格向魏公禀告事务，因为他们头上还有银锣和金锣，而魏公也不会召见铜锣。可这个新来的铜锣待遇完全不同，逢着他来，魏公就召见他。登上7楼，许七安进入茶室，见到了站在瞭望厅的大青衣。这次又有什么事？大宦官背对着他，没有转身。他要坦白昨晚的一切，有打更人做靠山，有魏渊大腿可以抱，没必要自己私底下担着，既降低风险，又能博取魏爸爸的信任。我将来也要成为这样有逼格的大佬。许七安心里艳羡了一番，抱拳道：“昨夜地宗的金莲道长找上门来了，他没有伤害我，也没有收回地书，反而邀请我加入天地会。”天地会。魏渊回过身来，走入茶室。天地会的发起人正是地宗的那位金莲道士，以及他幕后的地宗门人。许七安见魏渊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知道自己给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天地会的核心成员共9人，同时也是地书碎片的持有者，他们以碎片序号为代号，不以真名示人。许七安将昨晚的聊天大致的说了一遍。目前只知道1号在京城，背靠不小的势力；2号在云州，热衷于剿匪，疑似朝廷的人。鬓角双白的大宦官沉吟许久，问道：“互相不知道身份，金莲还和你说了什么？”许七安如实回答。他说地宗出了问题，他要清理门户，因此成立了天地会。说到这里，他看见对面的大宦官内蕴沧桑的眸子猛地一亮，凝视着他，醇厚的嗓音透着郑重：“仔细说，地宗的道手入魔了，影响了几乎全部的地宗门人，只有少数人保持清醒，逃离了宗门。这是因为有地书的庇护。”许七安把金莲道长卖了个彻底，于是他组建天地会，将地书碎片赠予分散天下各地的天之骄子，扶持他们，以求将来清理门户时能获得助力。道手入魔了，难道紫莲变得阴森邪异？魏渊儒雅清俊的脸庞不见表情，带着考究的语气问道：“你觉得金莲告诉你这些是为什么？”许七安刚想说不知道，迎着魏渊深沉的目光，听出了他语气中的考究，便把话咽了下去。以魏渊的老谋深算，肯定不是在我这里寻求答案，他在试探我的水平。刚才要是脱口而出不知道3个字，是不是在这位大宦官心里
我就成了不够聪明、智商一般的下属。许七安大脑一下子活跃起来，脸上的表情颇为轻松的笑了笑。地宗的异常，天地会里所有成员都一清二楚。金莲道长如实相告，是在向我展示诚意。魏渊微不可察的颔首，地宗行踪隐蔽，打更人至今还不知晓功德入魔的内幕。许七安睁大眼睛，魏公的意思是，金莲道长以我为媒介，想秘密与您达成结盟。魏渊这才满意的点头，没有回答，温和道：以后你就是打更人在天地会的碟子，负责打探其他成员的真实身份，必要的时候衙门会给你一定的帮助。许七安抱拳应了一声是。刚才我要是表现的迟钝些，魏公会不会收回的书碎片，换一个聪明绝顶的下属顶替我，潜入在天地会当二五仔。大人物的试探如清风扫面，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出错漏。魏渊道：你已是炼气境，该尝试修炼绝学了，去藏经阁挑一样吧。你惯用刀还是剑？刀。许七安回答。他还是虚力的时候就配着坡刀，虽然很少有用武之地，但随身携带了多年，对刀的亲和度总比剑要强。魏渊提点道：选绝学的时候记得挑选简单纯粹的刀法，过于复杂和花哨的一概不要。武者与其他体系不同，没有太多的神意，只有怪力，因此武者越纯粹越好，将来你踏入高品境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简单的几句话比千金还重。许七安大喜，谢魏公指点。背靠大组织只是刚开始，如果能得到魏渊的欣赏和认同，他的仕途和武道将获益匪浅。司天监只收童子，不收童子鸡，儒家又不适合我，而且前两者都不是武夫体系，要走武道只能靠武者扎堆的打更人衙门。拿着魏渊的手书，许七安来到了藏经阁，随行的还有李玉春。李玉春看了眼前头领路的丽媛，意味深长地说：什么时候抱上魏公这条大粗腿的？魏公主动召见我的。许七安无辜的表情。李玉春微微颔首，没有不悦，也没追问。甲上的资质是魏公亲自评的，他有意栽培许七安，实属正常。对此，李玉春心里早就有数，并没有手下绕过自己讨好高层的不满或嫉恨。首先，甲上的资质被栽培，被魏公关注是必然的。其次，许七安是他手底下的铜锣，有这份香火情在，他巴不得许七安走得越高越好。丽媛带着他们来到一面书架，道：刀谱共407部，全在这里了。等许七安两人颔首后，他便退了出去。李玉春看了眼许七安，抢在他说话前笑道：是不是要问我哪部刀法最强？许七安嘿嘿一笑。李玉春斟酌道：绝学分两种，一种是技，一种是道，后者你就别想了，前者没有强弱之分，只看人。两人慢慢开始挑选刀谱，许七安牢记魏渊的告诫，不去挑那些花里胡哨的刀法。一个时辰后，李玉春有些不耐烦：没有满意的？头儿，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有选择恐惧症。许七安苦笑着点头。李玉春想了想：你等我一下。他招来丽媛，问道：最近有没有新的绝学入库？我指的是刀谱。丽媛沉思了一下，道：有的，司天监那边前几天送来几部绝学，换了几千两银子。几千两银子？李玉春一愣，继而涌现笑容：许宁燕，你运气不错。他解释道：几千两银子的绝学，品质比里边的都要好，我估计有某本刀法之道的残篇。道。许七安眼睛一亮，拥有道运的绝学通常是高频武者所创，蕴含了他们一生的武道感悟。想要成为高频武夫，这类绝学不能碰，因为那是人家的道，但残篇可以学一学。李玉春吩咐丽媛：你去找来。额请。丽媛捧着几部绝学过来，其中一部真是残缺的刀道绝学，天地一刀斩。取这名字的人不是重二就是偏执狂。许七安心里做出判断，翻开薄薄的书册，开篇序言：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刀斩不断的，如果有，我的建议是逃跑。许七安忍住了把绝学秘籍丢掉的冲动，耐着性子翻开第2页，仔细读完纲领，才对这部绝学改观。没猜错，著书的高手就是一名偏执狂。他认为世上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一刀斩断的，包括天地。敌人也是如此，任何多余的招式和拼杀都是对武道的羞辱。我只出一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然，偏执狂不代表丧失理智。纲领里提及，遇到强大不能敌的对手，建议是逃跑。许七安默默看完纲领，在心里重新为这部绝学作序，其中一点登峰造极。他合上册子，眼睛发亮，我就要他了。3天的日巡就这么混过去了。这天夜里，许七安和宋霆锋、朱广孝组成队伍，穿着黑色插服、短披风，胸口挂着铜锣，腰悬佩刀，步履轻松地走在内城的街道上。入夜见微凉，繁花落地成霜。夜晚的京城是寂寂无声的。入冬时节，
虫鸣鸟叫也没有，安静的让许七安觉得身处悠闲的乡野。偶尔会听见整齐划一的脚步声，甲片碰撞的哗啦声，那是巡城的御刀卫。巡街半个时辰后，宋霆锋带着2位同僚跃上一座小楼的顶部，俯瞰纵横交错的街道。巡视街面是御刀卫的事，我们主要是负责那些飞檐走壁的家伙。宋霆锋立在屋脊上，迎着夜风，眯着眼，只做瞭望时尚屋脊，除非遇到大案，否则不要胡乱飞檐走壁。京城水深，明里暗里的高手不计其数，乱走屋脊的话，指不定哪个犄角旮旯飞来一剑，把你给干掉了。顿了顿，补充道：当然，打更人肯定会替你报仇，收尸以及发放抚恤金。抚恤金是多少？许七安问。铜锣是300两银子。宋霆锋说。挺良心的吧，300两银子足够妻儿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300两银子现在只能睡身价暴涨的福享5次。许七安打趣道。是啊，然后你妻子改嫁，别的男人花你的钱，睡你的媳妇，还打你的儿子。宋霆锋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片刻憋出一句：我突然庆幸自己还没成家立业。朱广孝闷声点头。第二天中午，只睡了5个时辰的许七安精神抖擞地起床，用猪棕牙刷沾了点牙粉，蹲在屋檐下刷牙。牙粉就是古代版牙膏，有生姜、皂角、生麻、地黄、旱莲、槐角、细辛、荷叶、青盐9味中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许七安上辈子没有接触过的成分，叫除垢丸。这东西直接把牙膏的清洁、美白、去口臭等效果拔高了好几个层次。上辈子的牙膏远不及这个时代的牙粉。毫无疑问，这是司天监炼金术师的作品。炼金术师的存在让底层的百姓生活更加便捷健康。他们其实很强大，只是术士体系历史较短，没有形成一套全面的理论教学。而许七安的化学理论正好弥补了炼金术师的短板。翻墙到主宅，这个时间点，婶婶和妹妹们已经吃过午饭。今天下午要吐纳炼气，揣摩天地一刀斩，便不勾蓝天去吃饭了。许七安让厨房把剩饭剩菜热了，潦草地应付了一下胃。他没有立刻投入修炼，而是去内院逗弄了许灵英片刻，再找瓜子脸大眼睛、五官精致的17岁妹妹拉拉家常，讨论一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回头我给妹妹写一些小说，当做闺房读物。许七安笑道。还是与梁山伯祝英台一样的爱情故事吗？许灵月笑靥如花。不，比那两人要刺激。是什么？听到刺激2个字，许灵月羞红了脸。2个白头发少年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可惜我的文笔不好，许多上辈子看过的小说细节也记不清楚了，不然我现在已经靠着小黄文大把大把的赚银子。许七安无奈叹息。路过许辞旧房间，听见里面传来朗朗读书声。辞旧，你不是在书院吗？许七安站在窗边问道。正要找大哥。许辞就从书桌上取来一本册子，走到窗边递给许七安。这是老师和慕白先生还有右平先生让我转交给大哥的，我早上回来时你还在睡觉。许七安好奇地打开册子，随意翻了几页，发现册子里的内容很奇怪，有的是文字，有的是图集，像是五花八门的东西硬生生拼凑在一起。许新年悠悠解释，这书里记载的是各大修行体系的绝学，3位大儒把各自收集到的法术给拼凑起来送给你。我仿佛闻到了一股酸味。许七安双眼绽放异彩。许新年继续道，儒家6品叫做儒生，这个境界的核心是学习，能把见到过的法术付之笔端，记载纸上。大哥以契机引燃纸张，便能施展记录在纸上的法术。儒家简直是无敌辅助啊！许七安控制着嘴角，忍着喜悦，点点头。多谢，替我传话3位大儒，改日我会登门拜谢，与他们探讨诗词。所谓礼尚往来，3位大儒无缘无故的送礼物，自然是有理由的。许新年嗯了一声，挥挥手，大哥去吧，别打扰我读书，明日我再回书院去。辞就别吃醋，大哥还是爱你的。许七安开心地离开。黄昏，许七安换上打更人差服，马不停蹄地赶往衙门。在那城门关闭前抵达衙门，与宋霆锋2位同僚碰头，开始了社畜的晚班。内城的夜晚颇为平静，一直到深夜，许七安3人只逮住2个侥幸逃过御刀卫巡逻的小贼。按照宋霆锋的说法，这种小业绩顶多也就5000银子。许七安站在一座酒楼的屋顶，俯瞰着夜幕中的京城。宋霆锋嚼着炒豆问道，宁燕，你的绝学是什么？有何特点？许七安如实相告，实战性很强，爆发力更强，就是不太持久。劈出一刀后，我会进入短暂的虚弱期。世上没有什么是一刀砍不断的，如果有，那就逃跑。许七安最开始还以为是作者皮一下，没想到是金玉良言。这部绝学的本质就是1秒真男人，砍完就虚脱了。好处是爆发力强，许七安怀疑修行到高深处能越阶砍人。宋霆锋和朱广孝同时斜眼看来，
前者笑呵呵道：“你持久力不行这件事，福香姑娘知道吗？”许七安是个贱人，竖起剑指，感慨道：“他们最近都起茧子了。”朱广孝没听懂，宋霆锋呆滞了2秒，骂道：“奶奶的，你小子简直是个秒人！”聊了几句，他趁着宋霆锋和朱广孝不注意，从玉石小镜里取出大儒们赠送的册子，撕下一页，纸张上画着一双清光流溢的眼眸，相应的法术是司天剑的旺气术。这种低级法术册子里很多，属于辅助法术，相对不是那么珍贵。许七安打算过瘾，熟悉一下册子的使用。赤契机引燃纸张，火光瞬间亮起，也吸引了朱广孝和宋霆锋的注意。许七安感觉眼睛一疼，视线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整个世界仿佛变成了色彩浓重的油画。以白色最多、最密集，一缕缕的溢散。其次是红色，分淡红、大红，之后是紫色，红中带紫，淡淡的紫，浓重的紫色，最后者来自皇城方向。这就是气啊，天地万物皆有的气。许七安心里升起明悟。这时他看见了一道奇特的颜色，位置在皇城方向，那是一道色泽瑰丽，宛如彩虹的颜色，五彩斑斓，与代表皇家的紫气截然不同，却住在皇城。金莲道长说过，我与那位乘坐皇家专用马车的女子会有一段渊源，而道长给那位女子的评价是气象瑰丽万千，世间罕见。清气也在皇城方向，我记得采薇说过，清气代表着儒家或者道门，那是仁宗。咦，教坊司的颜色怎么是碧绿色的？教坊司的女子很多都是最沉的家眷，应该是我想多了，回头问问采薇，绿光代表着什么？咦，不见了。他看见教坊司里有一抹碧绿的气，闪烁一下，隐没不见。最后他把目光望向了司天监，那座一览众山下的观星楼。啊！许七安忽然惨叫一声，从9楼的屋顶摔了下来，他疼得满地打滚，捂着眼睛惨叫不断。朱广孝和宋霆锋大骇，跃下屋顶，一人拔刀戒备，一人上前查看。你怎么了？宋霆锋急切道：“我的狗眼要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要瞎了！”许七安双眼灼痛，热泪滚滚。窥探观星楼的瞬间，眼睛像是被2枚钢针刺入，意识恍惚一下，随即剧痛传来。宋霆锋单膝压在许七安胸口，制止他继续打滚，接着翻开他的眼皮，发现同僚的双眼一片通红，但瞳孔无碍，没有瞎。宋霆锋松了口气，便不再理会这个愚蠢的同事。等了1刻钟，许七安的灼痛感才消失，眼眶发红的坐在地上，视线依旧模糊，只看清面前有2道身影。你刚才做了什么？宋霆锋的声音传来。我看了看观星楼。许七安闭着眼睛斟酌道：“我堂弟是云路书院的学子，今日赠了一张记载旺气术的纸张给我。”宋霆锋和朱广孝知道许家的家底，闻言点了点头。许七安继续道：“然后我用旺气术看了看司天剑。”说完，他发现宋霆锋和朱广孝半天没说话。宋霆锋叹了口气：“你知不知道监正大人很喜欢待在观星楼的八卦台上？”“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术士体系的巅峰是咱们那位监正大人？”“这个倒是知道。”“你用旺气术看监正，这不是找死吗？”“这个我真不知道。”朱广孝也叹了口气。司天监的术士与打更人来往比较频繁，慢慢积累经验，以后你会知道的。除了术士自己以及儒家，正常人也不会掌握旺气术。许七安这次纯属意外。3人没有继续巡夜，而是坐在街边休息，静等许七安的狗眼恢复光明。过了许久，东方天际突兀地升起一道红光，维持了几秒，继而消散。枪！宋霆锋和朱广孝默契的拔刀。刚刚恢复视线的许七安问道：“怎么回事？”宋霆锋沉声道：“红光是在向我们示警，通常用在搜捕、缉拿的情况。可能是哪组的打更人发现了可疑人物，但被他逃走了。看红光的距离，离我们很近。林燕，你眼睛还没恢复，负责街面巡逻。广孝，我们上屋顶瞭望。”2人施展轻功，跳到楼顶，各自朝一个方向远去。3人要负责巡逻的区域很大，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分开搜寻。目送2位同僚远去，许七安抽出佩刀，取出军弩，然后紧了紧胸口的铜锣以及更内里的护心镜。蚀骨毒他一般不使用，不涂抹在刀刃上，害怕自己哪天脑子抽了去舔一口。许七安戒备地巡查了片刻，看见一位面生的铜锣飞檐走壁而来，铜锣在屋顶停下来，沉声道：“其余2人呢？”许七安道：“分头行动了，发生何事？”铜锣道：“平远伯被杀了，负责该区域的2位同僚被击伤，贼人以秘术逃脱，暂时不知所踪。平远伯爵被杀。”许七安吃了一惊，赶在内城杀伯爵，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头皮发麻。虽然大凤朝如今勋贵势力下滑，但伯爵终归是伯爵，府中必然养着高手，而那位凶徒竟能杀死伯爵，打伤打更人，
从容而去，不是一般的高手。毫无疑问，一旦遇上，许七安觉得自己很危险。那位铜锣说完，飞快远去，大概是去通知城门口的守卫了。该死，我眼睛还没完全恢复，看什么都模糊，但以我欧皇的体质，应该是撞不上的。许七安暗暗祈祷，不要遇到凶徒。这时，他感觉到地书碎片有消息传来，滴血认主后，他与地书之间有着莫名的联系。哪个家伙大半夜不睡觉的水群？他一边困惑，一边摸出了玉石小镜，看见镜面凸显出一行文字：6。诸位，我在京城遇到麻烦事了，可否相助？过了几分钟，金莲道长冒泡：9。你遇到什么麻烦？6。我被困在了内城，面临打更人的搜捕，最多1个时辰，司天监的术士就会赶到，到时候我在劫难逃。许七安，不是吧？他瞬间联想到平远伯被杀事件，6号就是那位凶徒，一时间没有说话。金莲道长似乎感觉到棘手，暂时给不出应对之策。2，尝试武力突围。6，不行，距离城门口太远，沿途有打更人和御刀卫巡夜，而且除了内城，还有外城。2，身上有没有隐匿气息的法器？6，没有。9，贫道倒是有，只是无法送到你身边。6，道长放心，如果我难逃此劫，我会把地书留在原地，您明日循着气息找来便是。在京城，尤其是内城，想要逃脱打更人的搜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死秃驴，别说丧气话。这时，一位新人物出场了。4，我与仁宗的道手有几分交情，只是灵宝殿在皇城，和尚帮不了你。2，你这不是相当于没说？4号与女子国师有交情，金莲道长没骗人，地书持有者都不是泛泛之辈啊。2号管6号叫秃驴，4号管6号叫和尚，6号是佛门的人。许七安默默窥屏，同时他看到了天地会的凝聚力，地书持有者们或许在各自防备，警惕着自身身份的暴露，但确实有着一个帮派的香火情。2，秃驴，你去问问1号，他是京城的。1号应该又在窥屏，见2号拎出自己，便不再沉默。1，你做了什么事？6，我杀了平远伯，果然是他，今晚的凶徒果然是他。6号竟然承认的这么快，太耿直了。那天我问他是不是天地会的人，他也毫不犹豫地承认，出家人不打诳语。可出家人也不犯杀戒啊，你他妈半夜摸到平远伯家里，把人家给宰了，是几个意思？许七安心里吐槽。地书群沉默了许久，没人说话，大概是被陆浩的所作所为惊到了。许久，1号回复：1，抱歉，我帮不了你。9， 1号同在天地会，能帮则帮。贫道相信陆浩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金莲道长这话的意思，他认为1号有能力帮6号，即使有打更人和御刀卫封锁，有司天监的术士即将出面，他仍旧认为1号能帮6号。金莲道长是唯一知道所有人身份的，1号的身份地位可能比我预估的要高啊。许七安做出判断，回应金莲道长的是沉默。1号态度很坚决，就是不帮。许七安思考起来，6号杀了平远伯，所以1号不愿意帮6号。2号是个热心肠的，至少表面如此。6号是佛门的人，很耿直，不说谎。4号与人宗道手有交情，身份未明。9号是金莲道长，1号是朝廷的人，喜欢窥屏，地位很高。这狼人杀挺有意思的，我也来装个逼，不，人前显圣。许七安以纸代笔，输入信息：6号，我可以考虑帮你，但我得先知道你为什么杀平远伯。呵呵，你可以不回答，拒绝我的好意，但不要说谎。